醉倒在贫民窟破床上的落魄贵族母亲，梦中竟被漫天烈火与飞转的时钟齿轮吞噬。伴随耀眼金光从噩梦惊醒的一刻，母女俩的命运轮盘开始逆转。母亲醉醺醺的抱怨，要不是因为生下了女儿，自己绝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母亲曾经是个体面的贵族小姐，可父亲欠下巨债出海后一去不回，害得母女俩被赶出了领地。说完，母亲又自顾自灌起烈酒，把满腔怨气咽了回去。母亲念叨着，若没有拖油瓶，自己本可以改嫁，开始新生活，不用缩在这个贫民窟里。莉莉卡听完没有反驳，反而笑着全盘接受，觉得母亲说的一点都没错。因为在她心里，母亲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人，有着阳光般的金色长发和矢车菊一样湛蓝的眼睛，美得像天使一样的母亲，永远是莉莉卡最大的骄傲。即使如今落魄到了贫民窟，母亲也是她唯一认识会识字的人。在她看来，母亲只是受不了眼前的苦日子，才会每晚冲她发脾气，喝得烂醉，需要她一路搀扶，甚至拿她打工赚来的钱买酒。可莉莉卡依然坚信，只要等出海的父亲归来，一切就都会好起来。在她的幻想里，父亲带着巨额财富风光归来，一家人重新过上优渥生活。但现实很快打断了思绪，回过神的莉莉卡赶紧拿起刷子擦洗地板，用力拧干手中的抹布。在能让母亲重新露出笑容之前，她下定决心要靠自己的双手照顾好母亲。雇主夸奖莉莉卡勤快又老实，爽快地支付了工钱。莉莉卡收下报酬，礼貌回应说：“劳动能够锻炼人的品性。”这番懂事的话让雇主赞不绝口。这句话是他从擦鞋匠那里学来的，他一直铭记于心，也在生活中帮了他大忙。回家路上，刚出炉的面包散发出阵阵香味，莉莉卡决定买上一些带回家。看着香甜诱人的面包，莉莉卡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她做梦都想敞开肚皮吃个够，今天赚来的大铜币也确实足够买下一整块面包。可想起上个月的遭遇，她还是打消了念头。当时房东上门催缴拖欠的房租，醉醺醺的母亲不仅拒绝给钱，还动手要把对方赶走。莉莉卡急忙上前阻拦，却在混乱中被重重砸倒，撞在墙上。当时撞伤头晕目眩的她，在嘈杂声中清醒过来后，深知这个月必须按时凑齐房租。她克制住食欲，最终只要了半块面包。回到家，看到母亲还在熟睡，莉莉卡轻手轻脚，小心绕过地上的空酒瓶。她翻出藏在角落里的储钱罐，看着辛苦攒下的积蓄，心里无比踏实。莉莉卡把今天赚到的硬币藏进罐子，免得被母亲发现。她幻想着拿这枚银币买母鸡生蛋，再换成公羊奶牛，和马变成大富翁，忍不住高兴地偷笑出声。微弱的笑声惊动了床上的母亲，梦里那些可怕的阴影让母亲浑身一抖，猛地惊叫着睁开眼睛。梦里漫天的烈火将母亲吞噬，她仿佛又回到了那场可怕灾难中。伴随着一阵清脆的滴答声，漆黑的虚空中亮起齿轮的光芒，无数巨大的齿轮与指针飞速旋转，时间的轮盘在这一刻彻底运转起来。金光与火光骤然炸裂，母亲惊恐地睁大双眼，仿佛正被烈火无情吞噬，忍不住发出凄厉的尖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刚藏好钱的莉莉卡吓了一大跳。床上的母亲神志不清，拼命甩动手臂，试图扑灭身上的大火，在绝望中不断哭喊求饶。摔下床的母亲尖声呼救，莉莉卡连忙冲上前去，焦急地询问母亲有没有事。还没等她靠近，母亲一把死死抓住了她的手腕，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莉莉卡抬头看去，发现母亲双眼涣散，眼神里完全失去了焦距。看着眼前年幼的莉莉卡，母亲情绪彻底崩溃，一把将莉莉卡紧紧抱进怀里。过了好一会儿，母亲迷茫地环顾四周，不知道自己究竟身在何处。直到看清眼前的女孩，母亲眼中亮起异样光彩，不敢置信地叫出了莉莉卡的名字。莉莉卡以为母亲恢复了清醒，连忙回应说这里就是家里。可母亲却死死盯着她，不敢相信地喃喃自语说莉莉卡竟然还活着。母亲一把抓住她的肩膀，急切地打量着莉莉卡，追问她今年到底几岁。得到8岁的回答后，母亲彻底失控地尖叫起来。看着举止异常的母亲，莉莉卡害怕的浑身发抖，觉得母亲大概是彻底发疯了。母亲推开她，踉跄着走到窗边，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住在贫民窟里。莉莉卡躲在远处不敢靠近，觉得母亲只是做了噩梦，现在凑过去恐怕会挨打，只能等母亲先冷静下来。可没想到，母亲突然转过头，大步朝她冲了过来。莉莉卡缩在角落，小声劝母亲冷静一点。母亲却走到她面前，高高举起了右手。莉莉卡害怕的紧闭双眼，以为这记巴掌就要落下来。可预想中的巴掌并没有落下，落在脸上的竟是母亲温热的手掌。母亲眼含泪水，小心翼翼地抚摸着莉莉卡的脸，不敢相信女儿还活着，哭着说莉莉卡真的回到了身边。缩在角落的莉莉卡彻底怔住了，看着情绪失控、不断向自己道歉的母亲，完全搞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母亲一边伤心哭泣，一边不断懊悔自责，说以前都是自己的错，竟没能早点意识到莉莉卡有多珍贵。莉莉卡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在她的记忆里，母亲绝不可能对自己说出这种话，这一切美好的简直像在做梦。还没等她回过神，母亲就温柔地说出了我爱你，称她是自己最宝贵的宝贝，随后一把将她深深紧抱在怀里。被抱住的莉莉卡整个人僵在原地，甚至不敢伸手回应。她心里无比害怕，生怕这只是一场虚无的美梦，一旦醒来只会让自己更加难受。母亲一边紧紧抱住莉莉卡，一边失魂落魄地喃喃自语，觉得眼前这一切肯定也是一场梦。随后母亲轻轻托起莉莉卡的脸庞，眼泪止不住地
往下滑落，感受到脸上温热的泪水，莉莉卡有些不知所措，试探着小声喊了一声妈妈。听到女儿的呼唤，母亲情绪再次失控，带着哽咽拼命点头回应，大声呼唤着莉莉卡的名字。母亲不断亲吻着莉莉卡的脸庞，一遍又一遍地向她诉说爱意，感受着落在脸上的温热。莉莉卡终于敢去相信，这一切不是自己的梦境，而是真真实实发生的现实。莉莉卡深深依偎在母亲怀里，第一次体会到了被爱的滋味。沉浸在温暖怀抱里的莉莉卡和母亲擦干眼泪，相视而笑。可莉莉卡心里却生出一丝不安，害怕母亲随时会变回过去的模样。就在她忐忑不安时，母亲突然开口问她：“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莉莉卡连忙回答说是485年4月15号。听到这个日期，母亲整个人瞬间怔住了，因为今天正是帝国舞会举办的日子。母亲一把抓紧莉莉卡的手，眼神无比坚定。她严肃地告诉莉莉卡，无论付出什么代价，自己今天都必须去参加舞会，去见到皇帝陛下。听到这离谱的想法，莉莉卡整个人都懵了。要知道，如果把社会阶层比作浩瀚星空，莉莉卡和母亲就像微不足道的尘埃，哪怕是贫民窟里的房东，地位都比他们高出一截。往上还有中层阶级，高高在上的贵族，以及掌握权势的大贵族，而凌驾于所有人之上，将普通人衬托得犹如尘埃般的最高存在，正是当今的皇帝陛下。母亲坚信这是唯一的翻身机会，今天必须做好准备，明天去参加帝国舞会。莉莉卡终于忍无可忍，当场跳起来厉声反驳，觉得这想法简直是胡说八道。看着眼前神情狂热的母亲，莉莉卡心凉到了极点，以为母亲根本没有任何改变。她带着哭腔质问母亲：“平民怎么可能进得了舞会大门？只会被守卫当场轰走，万一惹怒了皇帝陛下，甚至还会丢掉性命。民间早就传闻，当今皇帝手段极其残忍，会把不顺眼的人当场冻结杀害。母亲现在的状态完全就是疯了。”可母亲根本听不进劝告，自顾自地站起身，嫌弃地打量着身上的破旧衣服，打算先去当铺借一套像样的礼服。母亲心里有了计划，突然转过头看向莉莉卡，被母亲直勾勾盯着，莉莉卡吓得浑身发抖，连忙带着哭腔坦白自己根本没钱。母亲眼神狂热的恳求，希望莉莉卡能相信自己这一次。莉莉卡吓得死死捂住耳朵，死活不愿意把钱拿出来，去参加舞会根本不可能实现，而且这笔钱是留着交房租的，要是交不上，自己又得被房东暴打。狭小的房间里陷入一片沉寂，本以为母亲会大发雷霆，没想到母亲反而温柔地松了口，表示莉莉卡不愿意就算了，但希望她能记住接下来这句话。母亲轻轻把莉莉卡抱在怀里，温柔地解释说自己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给莉莉卡最好的生活。莉莉卡听得半懂不懂，但看着母亲真挚的眼神，莉莉卡还是乖巧地点头答应。母亲开心极了，一把将她抱到床上，催促她今晚早点休息。莉莉卡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急忙翻身跑下床。不一会儿，她捧着一块大面包跑回床边，懂事地递到了母亲手里。母亲笑着拒绝了，说自己已经吃过。可看着莉莉卡消瘦的模样，母亲还是把面包分了一半，坚持要两个人一起吃。莉莉卡靠在母亲怀里，心里暗暗想着，就算母亲总说些奇怪的话，只要能像现在这样变温柔，自己就感到无比幸福。母女俩紧紧依偎在一起，在温暖的怀抱中安心的沉沉睡去。莉莉卡平时在酒馆后厨卖力打工，即便有人质疑她的贫民窟身份，老板也夸她比谁都勤快。等莉莉卡从床上迷迷糊糊醒来，伸手一摸，却发现身边空空如也。她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四处寻找，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莉莉卡猛然想起昨晚母亲异常温柔地催自己早点睡觉，她顿时反应过来，母亲竟然趁她睡着拿走了她好不容易攒下的交租钱。脑海中浮现出母亲拿走积蓄的模样，莉莉卡心里难过极了。在酒馆干活时，差点失手砸碎贵重的杯子，吓得管事当场大声呵斥。莉莉卡只能慌忙低头道歉。那些被拿走的银币，本是她省吃俭用攒下的全部心血。她原本计划着买小鸡和小羊，慢慢攒钱买牛买马，如今所有的希望全都化成了泡影。想到辛苦攒下的梦想一瞬间全没了，莉莉卡再也控制不住委屈，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滑落。这是莉莉卡第一次心里对母亲产生了怨恨。没了积蓄，她只能不停歇地继续打工。可她现在根本不想回家，只能一个人在街上四处游荡。走累了的莉莉卡直接缩在墙角抱紧了自己。以前母亲赚到钱回家时，总是高高兴兴地向她炫耀，可经历过这次打击，她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期待着母亲微笑着推门进家了。缩在墙角里的莉莉卡忽然听到一阵脚步声，一双穿着昂贵皮靴的脚缓缓停在了她的面前。莉莉卡心里暗自祈祷，希望来人能赶快离开。没想到对方却突然开口，准确地喊出了她的名字。莉莉卡惊恐地抬头看去，只见一位身披斗篷的男子正微笑着向她伸出手来。那时的莉莉卡根本无法预料自己的人生竟会因此驶向全新的方向。身披斗篷的男子温和地向她说明来意，表示自己是专程来接她进宫的。缩在墙角的莉莉卡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命运真的会从这一天起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这并不是莉莉卡第一次遇到有钱人，以前也有穿着华丽的绅士随手扔下一枚银币让她拿去买吃的。可眼前这个男人完全不同，他因为在家里没等到莉莉卡，便到处寻找，终于在街头找到了她。面对突如其来的陌生人，莉莉卡警惕地开口询问对方究竟是什么人。从对方华贵优雅的衣着与气质，莉莉卡能感觉到眼前的男人必定出身高贵。她心里猛地一惊，以为母亲在外面惹上了麻烦，
好在对方很快解释，自己只是受他母亲所托来接他的信使，有什么疑问等见到母亲自会明白，并提醒他趁没人注意赶紧出发。但莉莉卡依然保持警惕，双手往胸前一抱，明确表示自己绝不跟陌生人走。见小姑娘防备心这么重，男人微微一笑，缓缓伸手拉下了兜帽，郑重的自我介绍叫劳夫。见亮出身份也没能打动莉莉卡，劳夫无奈叹气，说出了真正的缘由。他告诉莉莉卡，他的母亲不幸出了意外，如今生命垂危，正极度渴望见他最后一面。听到母亲出事，莉莉卡瞬间吓坏了，脑海中浮现出母亲虚弱卧床的模样。她猛然想起母亲之前要闯帝国舞会，难道真在路上受了伤？自责与恐慌涌上心头，莉莉卡再也顾不上防备，哭着跟着劳夫一路小跑。连在贫民窟最艰难的日子，母女俩都挺了过来。莉莉卡怎么也无法相信母亲会在这种关键时刻遭遇不测。劳夫迅速招来随行的马车，莉莉卡根本来不及多想，一边哭喊着母亲，一边急切地爬进车厢。车门重重合上，莉莉卡满脸泪水，焦急地催促劳夫赶紧出发去救人。可坐在对面的劳夫却只是语气平静地敲了敲车门，神色冷酷地看着眼前慌乱的小姑娘。他缓缓开口提醒莉莉卡，说她实在太容易相信别人了。突如其来的态度转变让莉莉卡瞬间愣在原地。马车一路疾驰，莉莉卡哽咽着追问，不是说母亲生命垂危吗？劳夫却坦然承认，他母亲身体好得很，没有任何危险。得知自己被骗，莉莉卡瞬间怒火中烧，当场嚎啕大哭起来。那震耳欲聋的哭声把坐在对面的劳夫震得一时间手足无措。马车缓缓驶进一座华丽的大门，最终稳稳停了下来，车门随之打开。劳夫准备带莉莉卡下车，可发现自己被骗的莉莉卡此时极度戒备，死缩在车厢角落里，厉声怒骂劳夫是骗子绑匪，警告他离自己远点。面对眼前像受惊小猫一样的莉莉卡，劳夫一时间有些犯难，生怕强行伸手拉她会弄伤娇弱的小姑娘。莉莉卡顺着车窗向外看去，外面竟是无比华丽的皇家别院，完全不像绑架现场。劳夫在旁解释，这里是紧邻皇宫的附属宫殿。劳夫再次尝试劝她下车，莉莉卡却依旧死戒备。就在两人僵持时，车外突然传来一声呼唤，准确地喊出了她的名字。听到这熟悉的声音，莉莉卡猛地转过身去，门外呼唤她的正是以为身处险境的母亲鲁迪亚。只见母亲一身华丽礼服，急匆匆地从宫殿里跑出来，莉莉卡再也控制不住情绪，直接扑进母亲怀里。鲁迪亚紧紧抱住女儿，连声道歉，承认用这种方式骗她不对，但当时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温柔地请求莉莉卡原谅。莉莉卡靠在母亲怀里抽泣，心里满是困惑。鲁迪亚温柔地安抚女儿，决定带她先进屋，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进门前，鲁迪亚向劳夫致谢，劳夫客气地恭敬道别。莉莉卡趴在母亲肩上向他挥手，没想到劳夫居然弯下腰向他行了个恭敬的大礼。看着高大的劳夫对自己鞠躬，莉莉卡感到无比震惊。进了宫殿，鲁迪亚带着莉莉卡在奢华的浴缸里洗澡。面对这不可思议的环境，莉莉卡小声问：“真的能待在这里吗？”鲁迪亚温柔的让她别担心。莉莉卡完全想不通母亲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鲁迪亚这才微笑着揭晓答案，告诉她自己去参加了帝国舞会。莉莉卡不敢置信，鲁迪亚一边帮女儿擦干身体，一边肯定地说自己确实在舞会上见到了皇帝。莉莉卡感到无比震惊，在她印象中，民间传闻当今皇帝极其残忍，不仅会吃掉小孩的心脏，还会把看不顺眼的人活活冻死。鲁迪亚笑着安慰女儿说，皇帝其实是个很讲道理的人，但这完全没能消除莉莉卡的顾虑。鲁迪亚牵起莉莉卡的小手，让她站起身来，为她换上一件如玫瑰花瓣般精致柔软的新裙子。穿着华丽的新裙子，莉莉卡忍不住接着追问，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鲁迪亚带莉莉卡来到餐桌前，亲手帮她涂好果酱面包。莉莉卡大口吃着甜美的面包，咕嘟咕嘟喝起饮料。这时鲁迪亚突然微笑着说，自己2天后就要和皇帝陛下结婚了。听到这不可思议的消息，莉莉卡吓得当场把嘴里的饮料喷了出来。鲁迪亚眉飞色舞地讲起舞会经历，吹嘘自己当场扇了皇帝一记耳光，对方非但没发火，反而顺势求婚。莉莉卡听得满头冷汗，直觉得这发展实在离谱。回到现实，莉莉卡捧着水杯吓得瑟瑟发抖，再次向母亲确认大婚是否属实。鲁迪亚坦然承认，接着笑着轻点女儿的鼻尖，透露着绝非寻常的结合，并准备把背后的内情全盘托出。莉莉卡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这场大婚竟然来得如此迅速。仅仅2天之后，盛大的皇室婚礼便在全城欢呼中拉开帷幕。长街两侧挤满了沸腾的人群，漫天花雨如瀑布般倾泻而下。鲁迪亚身披华美婚纱，在万众瞩目下步入婚礼礼堂。在典礼正中，他与皇帝陛下目光交汇，两人缓缓执手，在全帝国的见证下结为夫妻。身穿精致礼服的莉莉卡此刻正伫立在观礼看台上，耳边回荡着全城百姓震天的呐喊。当他抬眼望向台上的皇帝陛下，那份高贵优雅的气场与深邃璀璨的眼眸，瞬间让莉莉卡的心脏剧烈跳动。目睹母亲与皇帝深情依偎，莉莉卡这才彻底确信，母亲先前所说的一切竟全是真的，而母亲先前掩藏的秘密也随之揭晓。这根本不是因爱而生的姻缘，而是一场严密谋划的契约婚姻。四周欢呼声与掌声直冲云霄，漫天花雨伴着皇室旗帜迎风招展。俯瞰着眼前这般壮阔的场面，看台上的莉莉卡忍不住喃喃惊叹。面对台下
黑压压的围观人群。鲁迪亚在婚典之前其实心里也没底，还曾悄悄拉着莉莉卡问自己能不能行。当时他就对女儿坦白，这桩婚事本质上是一份契约。初次听到这个词，莉莉卡脑子里一片空白，反复琢磨着契约婚姻的含义。她忽然脑中灵光一闪，既然签了契约，那就等同于母亲是来上班打工的。想通了这一层关节，莉莉卡瞬间恢复了镇定，小脸也重新变得严肃认真。见女儿转眼就冷静下来，鲁迪亚笑着说，还以为她会被吓坏。莉莉卡直言自己先前确实慌得不行，但听说只是契约打工反而松了口气。毕竟在她眼中，母亲绝不可能转眼就与皇帝坠入爱河。在贫民窟的规则里，踏实干活才是立足与建立信誉的最佳途径。只要算做工作、上班，一切荒诞的疑团就全都合理了。听完女儿这番奇妙的见解，鲁迪亚莞尔一笑，表示实际情况虽不全如此，但这么理解倒也八九不离十。只是望着眼前光彩照人的母亲，莉莉卡心中依旧波澜起伏。嫁给帝国皇帝，意味着母亲将登上皇后的宝座。即便此刻的鲁迪亚端庄华贵，莉莉卡脑海中却依然记得母亲昔日喝得酩酊大醉的落魄模样。但事已至此，契约既已尘埃落定，这场凶险的交易就必须咬牙走下去。莉莉卡暗下决心，自己一定要做点什么替母亲分忧。她急忙追问，那自己今后又会变成什么身份？鲁迪亚温和地告知，皇帝打算将她收作养女，再过2天，她便要正式受封为帝国公主。听到公主这个称呼，莉莉卡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骄纵奢靡的贵族千金模样，但她迅速甩了甩头，深知事情绝非表面这般轻松。既然母亲是契约皇后，那自己充其量就是个契约公主。她开始认真盘算，公主这差事平日里都要干些什么？这份打工契约又到底要持续多久？鲁迪亚给出了确切年限，这份契约期限约为8年，直至皇太子成年登基方告结束。当今皇帝不过是暂代皇权，待到侄子长大成人便会归还皇位。这段皇室秘辛虽在坊间传得沸沸扬扬，但根本无人相信皇帝会真正甘心让位。而长达8年的光阴，对幼小的莉莉卡而言漫长得难以想象。到那时，自己早已长成了大人。鲁迪亚握住女儿的小手，柔声宽慰，等熬过这8年契约期满，母女俩就能在首都郊外买下一座带着小花园的漂亮洋房，安安稳稳过属于自己的日子。得知未来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产和花园，莉莉卡兴奋地再三确认，满心憧憬着日后能与母亲在洒满阳光的庭院里安居乐业。鲁迪亚含笑补充道，到时候想去何处游历都随他心意。他还悄悄比了个手势，透露任务圆满结束后，自己还能拿到一笔丰厚惊人的酬金。但鲁迪亚的神情随即变得格外严肃，紧紧攥住女儿的手，再三叮嘱这份契约是绝密中的绝密，无论面对何人都绝不可吐露分毫。莉莉卡心领神会，当场郑重保证自己定会守口如瓶，绝不向外泄露半个字。莉莉卡态度坚决至极，甚至当场发誓，哪怕付出性命，也绝不把机密泄露半句。看着懂事的让人心疼的女儿，鲁迪亚心头一软，将莉莉卡紧紧拥入怀中，轻柔地抚弄着她稚嫩的脸颊。鲁迪亚温柔地回应女儿，表示自己完全相信她。莉莉卡看着承担重任的母亲，主动上前拥抱安慰，发誓一定会好好保护妈妈。可到了大婚当天，面对全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莉莉卡反而先慌了阵脚。看台上的喧闹让她不知所措，双腿发软直打颤，甚至连路都走不稳。就在她摇摇晃晃差点跌倒时，一只手突然紧紧拉住了她。出手相扶的正是母亲鲁迪亚，她从容牵紧女儿，大方地向全场挥手致意。莉莉卡这才放下心来，露出笑容。早在婚礼举行的2天前，皇帝颁布大婚旨意的那一刻，整个皇宫就已经彻底沸腾，侍女们兴奋的尖叫欢呼，全在忙着筹备这场盛大仪式。3天内赶出来的婚礼，引来贵族圈的冷嘲热讽。由于时间过于仓促，婚纱只能拿现成礼服临时修改，夸张款式甚至被指责粗俗低级。但在莉莉卡眼里，母亲那身装扮无比璀璨华丽，贫民区的酒馆里更是热闹非凡，大家纷纷举杯欢庆。婚礼第2天收养仪式顺利完成，莉莉卡正式成为帝国公主，贵族们却依然心存偏见，冷眼等待着母女俩露出破绽。虽然贵族嘴上嫌弃平民出身的莉莉卡，但听说只要能当上公主的礼仪老师，就能拿到进入皇帝居所太阳宫的通行证。不少人立刻打起了算盘。原本指望自家出皇后的老牌贵族，更是气得当场摔碎花瓶，指责皇帝不仅娶了个平民，甚至赐予了尊贵皇姓。可看着新皇后那张无可挑剔的绝美面容，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位新皇后的美貌确实让人无话可说。贵族们私下议论纷纷，不仅认可新皇后绝美的长相，还惊叹她交际手腕相当高明，完全配得上皇后的位置。可在一片赞叹声中，有人却把视线全放在了新公主身上。神秘少年低声念着莉莉卡的名字，一把将手里的玫瑰捏得粉碎，对这位平民公主抱有极大的兴趣。少年很想亲自去见一见莉莉卡，看看这位一夜成名的公主到底有何能耐。他也十分期待这对平民母女接下来会在皇宫掀起怎样的风浪。俯瞰着整座繁华王城，一场新的风暴正在暗中酝酿。金碧辉煌的皇宫之中，侍女正恭敬地呼唤着莉莉卡公主殿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尊贵身份，莉莉卡显然还没完全适应，一时间连话都说不利索。侍女随即向她传达消息，皇后陛下今天终于能够见她了。被赐予皇室姓氏后，莉莉卡在这个庞大的帝国里，除了皇帝
皇后和皇太子，不需要向任何其他人行礼。这身份转变快得难以置信。1周前他还是个每天拼命打扫的小杂工，但高贵身份也带来了新负担。为了符合公主标准，莉莉卡必须接受严格的皇家礼仪课，每天都被漫长的训练折磨得头昏脑胀。莉莉卡每天只有清晨有一点空闲，可每次跑去寝宫探望，侍女都以皇后正在休息为由将她拦下。大婚过后，她一次都没能见到母亲。今天终于迎来了机会，莉莉卡兴奋地推开大门，眼前的景象却让她当场愣住。门后的鲁迪亚面色憔悴无比，正虚弱地呼唤着她的名字。莉莉卡仔细看去，母亲不仅脸色极差，整个人更是消瘦了一大圈。看着鲁迪亚虚弱的模样，莉莉卡满心疑惑，想不通母亲怎么会突然暴瘦成这副样子。莉莉卡忍不住关心起母亲的身体，鲁迪亚却微笑着说自己没事，还主动询问起女儿的礼仪课进展。莉莉卡开心地告诉母亲，礼仪老师格伦德林夫人夸奖她整体表现得非常出色。这位原本心存顾虑的老师，其实对莉莉卡十分满意，不仅称赞她专注又有礼貌，更觉得能教到这样勤奋的学生，是自己做老师最大的幸运。唯独区西里让老师十分头疼，每次莉莉卡一做这个动作，老师就吓得赶紧出声叫停。莉莉卡当场给母亲示范了一遍，抱怨老师嫌弃她的动作过于活泼。鲁迪亚听完却觉得女儿十分可爱，看着母亲憔悴的面容，莉莉卡忍不住再次关心起她的睡眠。鲁迪亚的神情瞬间变得沉重，坦言自己整夜都没办法安稳入睡。莉莉卡焦急地劝母亲多加休息，鲁迪亚却拉着女儿的手轻声安慰，表示自己很快就会好起来。就在母女两人说话的功夫，房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推开。莉莉卡满腹疑问地走在宫廷长廊上，始终想不通母亲为何每天都如此疲惫。身旁的侍女见状忍不住偷偷笑出声，打趣地告诉莉莉卡，那是因为皇帝陛下到了夜晚，根本舍不得放皇后娘娘独自休息。单纯的莉莉卡听完全身一僵，误以为是皇帝在恶意折磨母亲。侍女们笑着顺势肯定了她的猜想，还特意叮嘱她千万别走漏风声，只留下当场呆立在原地的莉莉卡，在心中认定皇帝是个残忍可怕的人。听了侍女这番打趣的话语，莉莉卡误以为母亲每晚都在遭受毒打。在她脑海浮现的画面里，母亲每天夜里都被皇帝无情折磨，甚至痛苦求饶都无济于事。一想到母亲每天都在默默受苦，莉莉卡急得当场掉下眼泪。为了不让母亲继续受苦挨打，莉莉卡拼命开动脑筋苦思冥想，还真让她灵光一闪，想出了对策。就在她准备展开行动时，侍卫出现在了走廊之中。莉莉卡快步找到当值的侍卫，主动提出了想要面见皇帝的请求。侍卫随即动身前去通报，皇帝竟然破例同意了接见，但也明确要求整个过程必须简短。没想到自己的请求真的得到了准许，侍卫提醒他已经没有时间整理仪表。莉莉卡顾不上打理衣着，赶忙迈开脚步朝着大殿内部跑去。莉莉卡在心底不断给自己鼓劲打气，一路来到了皇帝的寝殿门前。侍卫恭敬地向殿内通报，宏伟沉重的大门随即被缓缓推开。就在迈步踏入大殿的瞬间，莉莉卡突然想起礼仪老师先前的叮嘱，在向皇帝正式行礼完毕之前，绝对不可以擅自抬头直视对方。在这座庞大的帝国之中，能够有资格让他低头行礼的，也就只有皇帝、皇后和皇太子这3人。莉莉卡连忙按照规矩要求，笨拙又僵硬地向皇帝行了一个礼。皇帝随后语气平淡地开口询问他的来意。莉莉卡低着头，紧张得全身发抖，结结巴巴地回应自己此番前来是想向皇帝恳求一件事。在听到皇帝示意他直说之后，莉莉卡紧张地咽了咽口水，在心底拼命给自己鼓起勇气。最终她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声恳求，求皇帝不要再折磨自己的母亲。莉莉卡带着哭腔的呐喊在大殿中不断回荡，她当众指控皇帝每晚都在折磨母亲，自以为当场揭开了可怕的真相。大声喊完这句话之后，莉莉卡害怕的紧闭起双眼，僵在原地，连动都不敢动弹一下。然而旁边的官员们听到这番话，瞬间领会了其中的误会，全都强忍着笑意低下头去。被指责的皇帝猛地拍击桌，暗站起身来，脸上写满了莫名其妙，完全不知道眼前这个小女孩到底在胡思乱想些什么。莉莉卡哭着解释起原因，说母亲早上总是醒不来，是因为晚上根本没办法好好睡觉，求皇帝不要再折磨母亲了。大殿里的官员们听得直憋笑，莉莉卡越说越伤心，揉着眼睛大喊让皇帝放过母亲。皇帝急得连忙开口想要澄清，说鲁迪亚明明很乐在其中，可话才说到一半，就被身后大臣们的咳嗽声硬生生打断。皇帝只能尴尬地闭上了嘴，看着周围莫名其妙咳嗽的大人们，莉莉卡满脸困惑，完全搞不懂发生了什么。坦实在忍不住，直接大笑起来，甚至笑得在旁边直打滚。莉莉卡被这反应吓了一跳，心想自己是不是说错话了。这时总理拉特走了过来，蹲下身温柔地安慰莉莉卡，保证皇帝以后不会再折磨母亲，让勇敢的小公主放宽心。拉特还转头看向皇帝确认，皇帝只能憋屈地答应下来。得到皇帝的保证，莉莉卡赶忙开心地点头道谢。直到这时，莉莉卡才回过神来，开始好奇地打量起周围，纳闷眼前这些奇怪的大人到底都是些什么身份。总理拉特主动向莉莉卡自我介绍，并引荐了旁边的帝国卫队长坦。莉莉卡这才意识到，面前这2位都是举足轻重的大人物。眼看母亲被折磨的误会已经解开，莉莉卡心想事情解决，便准备开口告辞离开。不料皇帝突然叫住了她，招手示意她走到自己跟前来。
为了守住契约公主的信用，莉莉卡只能强忍着紧张，身体僵硬的朝皇帝走去。皇帝一把将莉莉卡抱了起来，顺势让她坐在自己腿上，打趣说她轻得像羽毛一样，还调侃是不是鲁迪亚平时饿着她了。一听有人怀疑母亲，莉莉卡立刻大声反驳。皇帝伸出一根手指，轻轻一弹，打趣说一根手指就能让她倒下。莉莉卡还在嘴硬说自己身体强壮，结果下一秒就直接翻倒在地。摔倒在地上的莉莉卡依旧不肯服输，嘴里还小声咕哝着母亲才没有饿着她。看到莉莉卡被一手指弹倒在地，坦和拉特吓得当场尖叫起来，连忙质问皇帝到底在干什么。皇帝看着委屈抽噎的莉莉卡，尴尬的解释说她亲的简直像糖果纸一样。拉特赶紧上前关切的询问，温柔的抚摸莉莉卡的额头，提醒说她的额头已经被弹红了一片。拉特仔细检查了莉莉卡的后脑勺，确认没有撞出肿包，还温柔的询问她按下去会不会疼。看着泪眼汪汪的莉莉卡，坦和拉特心疼坏了，立马用极其可怕的眼神死死瞪着皇帝。闯了祸的皇帝赶忙心虚的辩解，说自己以为他很强壮，还顺便拿皇太子阿蒂尔做对比。拉特毫不客气的当场回怼，提醒他皇太子不仅是个男孩，而且还是身体强壮的塔卡一族。意识到自己理亏的皇帝只能尴尬的挠着脖子向大家道歉，坦白自己以前从没有养过女儿。皇帝赶忙吩咐下人请医生过来，还特意交代准备些公主喜欢的点心。看到陛下的态度，侍从大吃一惊，大家原本还拿不准该如何对待这位养女，没想到陛下不仅把她带进书房，还亲自安排了医治和小吃。医生赶到后，小心地为莉莉卡涂抹消肿药膏，皇帝则在一旁打趣询问情况。看着帝国最高权力的几位大人全都围着他转，侍从深知莉莉卡在宫里的处境彻底变了，毕竟得到皇帝的偏爱才是这深宫里最重要的靠山。看着桌上精美无比的甜点，莉莉卡惊喜万分，还怯生生地邀请大家一起吃。大人表示这些全都是专门为她准备的。想到上礼拜自己还在面包店门口直咽口水，莉莉卡满心感慨地拿起了叉子，她把点心裹上酱汁，生怕弄脏衣服，极其小心地送进了嘴里。这一口下去，美味瞬间爆开，把莉莉卡好吃的整个人愣在原地。围观的大人们也终于松了一口气。莉莉卡开心地挥舞手脚，大口大口吃着精美的甜点。旁边的谈吐槽皇帝居然靠一盘点心来糊弄过去，拉特却笑着打趣，至少效果很好。莉莉卡端起杯子喝着饮料，直呼从没吃过这么美味的东西。皇帝看着眼前的小女孩，坦言自己原本彻底忽略了这个女儿，现在却再也无法忘记。原本以为她一点都不像鲁迪亚，直到看着莉莉卡那双明亮的眼睛，皇帝才猛然发现，这孩子直视灵魂的眼神竟然和他母亲一模一样。吃光盘里所有的甜点后，莉莉卡礼貌的告辞，准备离开。拉特却突然叫住了她，缓缓俯下身凑到她面前。他严肃地问莉莉卡，究竟是谁说皇后每晚都在受折磨？难道是皇后本人说的？莉莉卡心里猛地一惊，生怕大人们误以为是母亲在背后指使，她赶忙连连摆手否认，强调这一切全是她自己的主意。拉特追问那是谁告诉她的？莉莉卡一时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拉特见状温和一笑，不再逼问，转而关切地问她在宫里生活的怎样。莉莉卡认真回答，说自己每天都在努力适应。拉特听完若有所思，随后转身看向了一旁的皇帝。皇帝同意把布林妮安排给莉莉卡当贴身侍女。拉特满意的连声赞同。莉莉卡看着眼前的拉特，心里忍不住暗自嘀咕，这位总理虽然看起来温柔随和，但位高权重的人往往都很冷酷，不知道他是不是也藏着另一面。准备离开时，莉莉卡表示自己能一个人走回房间，坦却坚持公主出行必须有人护送，还眨了眨眼睛开起玩笑，说想借护送她的机会顺便旷会而攻。话音刚落，坦突然一把抱起莉莉卡，直接把她高高扛在了肩膀上。突如其来的举动把莉莉卡吓得尖叫出声，庆幸自己今天穿得足够厚实，她慌乱地喊着沃尔夫大人，提醒对方自己已经8岁了。坦却爽朗的让他直接叫名字，顺手拦下旁边的侍从在前面带路。坦笑着向他解释，塔卡家族除了对自家人，平时可从不对外人用尊称。看着路过侍从们震惊的目光，莉莉卡尴尬的浑身不自在，心里止不住的犯嘀咕，堂堂公主被这么扛着走到底和不合规矩。可一想到自己现在的身份，她立刻强行打起精神，努力挺直腰板，端正坐好，试图拿出几分优雅尊贵的架势。但这大摇大摆的前进方式，还是把沿途的仆人们震撼的说不出话来。莉莉卡听话的改口叫他坦，顺便打听起同为沃尔夫家族的劳夫。坦笑着表示那是自己的远房堂兄弟。莉莉卡想起之前误以为对方要绑架自己，便拜托坦帮忙转达歉意。坦听完哈哈大笑，爽快的答应替他带话。一路聊着天，坦很快把莉莉卡送回了房间。目送坦道别离开后，莉莉卡晃晃悠悠的走了2步，便脱力般径直趴倒在地。莉莉卡趴在窗边长舒了一口气，折腾了一上午，实在太累，打算在里一刻开始前先休息片刻。他脑子里还回味着刚才吃到的甜点，没想到炸面包蘸着黑乎乎的酱汁，味道竟然会这么棒，连窗外的花园风景都显得格外漂亮。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询问能否进来的敲门声，还没等莉莉卡回应，房门就被利落的推开，一名干练的侍女快步走了进来，自我介绍叫布林妮，从今天起正式成为她的专属侍女。布林妮优雅地向莉莉卡行礼问候，面对如此标准周到的礼节，莉莉卡一时有些没反应过来。
这正是拉特之前的安排，专门挑选了布林妮来照顾他。莉莉卡赶忙礼貌的回应，布林妮顺势微笑着告知皇帝已经下达了旨意，要安排他搬进新的房间。仆人们很快将行李搬运完毕。当莉莉卡被带到新居门前时，整个人被眼前的景象彻底惊呆。这里不仅有超大的阳台和客厅，甚至还配备了客房、更衣室以及好几个独立的休息区，奢华宽敞的让他半天说不出话来。布林妮向莉莉卡介绍，这里不仅是她的新卧房，而且距离皇后的寝宫也非常近。莉莉卡听完兴奋的连声说喜欢，发现从窗户能看到整个花园。布林妮推开门带她来到阳台，整座皇家花园的美景瞬间一览无余。布林妮接着介绍，这间卧房被命名为白龙宫，因为帝国的开国皇帝是一条龙，皇室成员的房间全都以龙来命名，而皇太子住的则是黑龙宫。莉莉卡虽然好奇起自己住过的旧房间，但怕布林妮尴尬，便没有多问。听说皇后的银龙宫就在楼上，莉莉卡立刻顺着台阶一路跑了上去。推开房门，鲁迪亚正微笑着等待女儿，一把将莉莉卡紧紧拥入怀中，母女俩开心的贴在一起笑了起来。莉莉卡在母亲怀里满足的想着，既然皇帝答应不再打扰母亲，那以后每天早晨就都能见到妈妈，再也没什么好担心的。鲁迪亚却突然开口询问，听说他今天跑去见过了皇帝。莉莉卡大吃一惊，纳闷母亲是怎么知道的。鲁迪亚轻声解释，因为陛下刚才亲自过来找过他。听到这个回答，莉莉卡瞬间愣在了原地。鲁迪亚感谢女儿的关心，坦言得知消息时吓了一跳，劝她以后千万不要拿自己冒险。莉莉卡赶忙解释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母亲，而且皇帝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鲁迪亚轻轻捧起女儿的脸，语气无比认真，告诫她绝不能再私自跑去见皇帝。莉莉卡依然小声嘀咕，觉得皇帝看起来并不像坏人。鲁迪亚却突然语气一沉，强调这就是对方最危险的地方，哪怕皇帝表现出些许善意，也绝不可对他产生信任。看着母亲无比严肃的神情，莉莉卡紧张的直咽口水。好在鲁迪亚很快放缓了语气，邀请女儿今天留在自己身边，晚上还可以一起同床歇歇。莉莉卡虽然很想答应，但又顾虑今天安排了礼仪课。一旁的侍女布林妮顺势开口，表示因为莉莉卡额头受伤，今天的礼仪课已经提前取消。鲁迪亚转过头询问侍女的来历，布林妮恭敬地报上姓名，说明自己是刚指派给莉莉卡的专属侍女，来自索尔家族。鲁迪亚听完喜出望外，一把抱住莉莉卡，连声夸赞，夸她凭自己的本事在宫里争取到了属于她的地位。索尔家族世代效忠皇室，向来以这份差事为荣，能派直系的布林妮来服侍，意味着皇室已经真正认可了莉莉卡的身份。鲁迪亚心中十分感慨，当初她刚当上皇后，接管内务，虽然换掉了宫里的女官长，但碍于宫内各方势力的阻挠，她根本无法干预莉莉卡的侍女安排，更没想到皇帝会亲自插手这件事。鲁迪亚感叹皇帝竟然会特意帮忙，打趣着告诉女儿，肯定是因为莉莉卡实在太可爱，连皇帝都被她的魅力征服了。他把女儿紧紧贴在怀里，嘴里不停夸赞她有多漂亮。可看着怀里的女儿，鲁迪亚暗下决心，如果皇帝敢碰莉莉卡一根毫毛，自己绝不会原谅对方。过往的阴影与沉重的警惕再次在鲁迪亚心中泛起阵阵波澜。莉莉卡被勒得几乎喘不过气，心里不禁有些纳闷，为什么母亲总是会一边笑一边掉眼泪。鲁迪亚含着泪水再次向女儿深情表白，莉莉卡也甜甜地回应着爱意。随后宫廷裁缝呈上了最新的服装设计，表示皇后在婚礼上穿的礼服款式已经在贵族圈里流行开来，即将引发新的时尚风潮。莉莉卡在旁边看着展架上的礼服，心里盘算着公主该穿什么样的裙子。鲁迪亚突然凑上前，在女儿脸上亲了一口，看着母亲幸福的模样，莉莉卡心里无比满足。母女俩手牵着手，一起在花园里悠闲散步。面对母亲沉重的近乎让人害怕的爱，莉莉卡暗下决心，这次一定要听妈妈的话。可转眼之间，她却又坐回了皇帝的宫殿里。莉莉卡心里直犯嘀咕，那位看起来像笑面虎似的大人，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变脸。母亲虽然千叮咛万嘱咐，让她千万别再去见皇帝，但面对皇帝每天的召见，莉莉卡根本无法拒绝。就在她战战兢兢坐着时，侍从突然推门而入，恭敬地端上了整盘精致的马卡龙。侍从们每天都会盛上各式甜点，闪电泡芙、玫瑰蛋糕、费南雪花样不断，美味的甜食让莉莉卡开心不已。在她看来，母亲之前虽然和皇帝有过争执，但显然最后还是陛下占了上风，因为母亲最近已经不再多说什么。久而久之，莉莉卡也慢慢习惯了这种生活，甚至放松过头，毫无形象地瘫在椅子上。不过她很快反应过来，提醒自己必须时刻拿出公主的架势，连忙重新端正了坐姿。皇帝拖着下巴，十分纳闷，明明每天好生伺候着莉莉卡，怎么一点不见长高？拉特在一旁无奈提醒，这才过去不到10天，可皇帝依然一脸严肃，怀疑她是不是身体有什么毛病。拉特赶忙解释，毕竟莉莉卡并非贵族出身，生长节奏自然有所不同。听到有人怀疑自己的健康，莉莉卡立刻高高举起手臂，大声反驳，强调自己不仅非常强壮，连布林妮都说她可以穿大号衣服了。布林妮在旁边慌忙阻止，莉莉卡理直气壮地强调自己现在也随了塔卡姓氏，既然签了契约，关键时刻就绝对不能退缩。拉特在旁边笑着帮腔，皇帝打量着莉莉卡，也不得不承认，比起刚进宫那会儿，她的气色确实好了不少。
可皇帝依然嫌他长得太慢。莉莉卡气得大声反驳：正常人怎么可能长那么快？皇帝却轻飘飘地表示自己小时候就是这个长势。莉莉卡一时恼热，脱口说出：那是因为陛下根本就不是人类。这话一出口，大殿内瞬间鸦雀无声，气氛直接降到了冰点。拉特在旁边吓得连忙捂住了嘴。皇帝看似随意的逼问：究竟是谁把这件事告诉他的？莉莉卡意识到气氛不对，不敢怠慢，必须给出一个正经的交代。她攥紧了双手，认真解释说：是侍女部灵妮告诉她，皇室源自龙族，皇后的寝宫叫银龙宫，皇太子的寝宫叫黑龙宫，唯独皇帝的寝宫名字里没有龙，因为在所有人眼里，皇帝陛下自己就是那条龙。拉特赶忙打圆场，表示公主说的其实没错，但这种话容易引起误解，建议以后还是少说为妙。皇帝却并不在意，反倒觉得外界本就认为自己冷酷无情，多这一句少这一句根本无所谓。莉莉卡接着解释，自己当初听到这个传闻时非常感动，因为这听起来就像童话故事一样。听到这番话，皇帝一时间陷入了沉默，随后他朝莉莉卡招了招手，莉莉卡立刻小跑着来到他面前，看着眼前毫无戒备跑上前的孩子，皇帝心里有些意外，这个弱小的女孩只要自己招手就会过来，仿佛完全不知恐惧为何物。但他很快又意识到，莉莉卡并不是真的不怕他。皇帝顺手将莉莉卡抱起，放在了自己腿上。他看得出莉莉卡其实很紧张，却依然坚信自己不会伤害她。看着眼前这份纯粹的信任，皇帝破天荒的不想去打破它。他伸手轻轻揉了揉莉莉卡的头发，随后皇帝主动开口询问，问他刚才为什么要叫自己陛下。皇帝嘴角微微上扬，提出让莉莉卡以后改口叫他爸爸。莉莉卡听得一愣，还没完全反应过来，皇帝耐着性子又重复强调了一遍。看着莉莉卡那双璀璨的眼睛，皇帝不由得回想起鲁迪亚。当初鲁迪亚主动找上门，提出要和他签署为期8年的契约婚姻，直到皇太子顺利登基。在此之前，大臣们连正眼都不敢看他，却争先恐后的劝他早日立后，企图从中分一杯羹。这种做派只让他感到厌恶。鲁迪亚提出8年合作，要求皇帝全力支持他履行皇后职责。皇帝提醒他，贵族社交圈犹如战场，鲁迪亚却自信承诺会替他扫清所有心怀不轨的贵族。事实证明，鲁迪亚的表现远超预期，但相比之下，眼前这个孩子却和他以往在宫里见过的任何人都不一样。听见莉莉卡还在试探着叫自己陛下，皇帝沉下声质问：为什么还要叫陛下？莉莉卡吓了一跳，一时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皇帝再次强调，让他以后改口叫爸爸。这一要求不仅把莉莉卡吓懵，连一旁候着的坦和拉特也彻底看呆了。面对莉莉卡的犹豫，皇帝反而理所当然的反问：难道事实不就是这样吗？莉莉卡心里直打鼓，这明明只是一场契约婚姻，自己要是真叫了，算不算越界？可看着眼前的皇帝，父亲这个原本遥远的词汇，却在他心里掀起了阵阵波澜。眼前这个人不再是凭空想象或从未谋面的符号，而是真真实实能看见摸到的父亲。莉莉卡支支吾吾半天，眼泪却突然夺眶而出，这眼泪把皇帝打了个措手不及。一旁的坦和拉特更是彻底看傻。莉莉卡一边大哭着不停道歉，一边扇起自己的巴掌。皇帝连忙伸手一把按住她的手腕，叫她别再打自己。可莉莉卡依然满脸泪水，止不住的哽咽道歉。皇帝坦言是自己有些强求，虽然娶了鲁迪亚，但这并不代表能直接成为他的父亲。这件事情莉莉卡没有任何过错。随后他从拉特手中接过手帕，温柔地为莉莉卡擦去脸上的眼泪。看着眼前的皇帝，莉莉卡这才恍然大悟，在接下来的8年契约婚姻里，自己真的拥有了一位父亲。皇帝有些头疼的扶额叹气，打趣说要是让鲁迪亚知道自己把他弄哭了，肯定少不了一顿发作。这句话瞬间把莉莉卡给逗得破涕为笑，大殿里沉重的气氛也随之烟消云散。皇帝顺势让莉莉卡把鼻涕吹出来，莉莉卡有些难为情，拉特在旁边出言劝阻，莉莉卡赶忙表示自己能擦。皇帝笑着拍了拍她的头，收拾完情绪，皇帝带着莉莉卡回到桌前准备处理公务，甚至顺手将她抱在怀里一起坐下。大殿里很快响起翻看文件的声音，众人迅速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莉莉卡坐在皇帝怀里，看着眼前专注办公的父亲，心里不由得泛起嘀咕，不知一会儿皇帝会不会再次让他改口叫爸爸。莉莉卡抓紧了手中的手帕，在心里一遍又一遍低声喊着爸爸。虽然此刻他还没能当面叫出口，但看着眼前温柔的皇帝，莉莉卡由衷的期盼着，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能够毫无顾虑的喊出这一声父亲。莉莉卡由衷期盼着未来的某一天，自己能真正喊出这一声父亲。转念一想，她跟侍女部灵妮聊起昨天的罚线，当时坐在皇帝怀里，仔细一看，才发现他的办公桌上全是墨水污渍，之前全被堆积如山的文件遮住了。仔细回想起来，皇帝的整个书房乱得像个猪圈。莉莉卡主动提出帮他把墨水瓶擦干净，皇帝却给出了出人意料的回答。侍从随后告诉莉莉卡，因为他的提议，整个书房已经被彻底打扫干净。莉莉卡开心地跟布灵妮分享，一切果然如布灵妮所料。闲聊间，莉莉卡好奇打听起称呼，布灵妮耐心解释，只有家主才能被称为沃尔夫大人，而且陛下向来只允许亲信进出书房。其实当初听说小公主自告奋勇去收拾，宫里不少人都在暗中等着看笑话。
没想到莉莉卡动作异常娴熟，甚至能准确把垃圾和重要公文彻底分开。那些心怀恶意的人，甚至在背后酸溜溜地讽刺他出身卑微，就连起初极力反对，生怕书房越弄越乱的拉克，看完全程也不得不暗自佩服。拉克当时十分震惊，没想到莉莉卡甚至还会整理公文，忍不住问他认不认得字。莉莉卡小声回答说还认不太全，乖巧的模样让布林妮觉得格外可爱。思绪回到现实，莉莉卡抱着玻璃罐发起呆来。布林妮见状，轻声出言询问。莉莉卡有些犹豫地问布林妮，自己最近是不是根本没长个儿？毕竟之前有人对她说，每周都应该长高1大截才对。布林妮温柔地安慰莉莉卡，表示她长得完全没有问题，并顺势打听起究竟是谁说了这番话。莉莉卡有些不好意思，凑到布林妮耳边小声说起悄悄话。布林妮听完忍不住笑出声来，安慰莉莉卡根本不用担心，她生长得完全正常，只是那些人长得太快罢了。布林妮神秘地表示，那些人之所以如此强壮，其实是有特殊原因的。莉莉卡顿时被勾起了好奇心，急忙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布林妮提起之前聊过的龙族后裔，顺势问莉莉卡想不想听听帝国建立背后的传说。在很久以前，大地上的人们都是伟大的魔法师，仅凭意念就能心想事成。神明曾告诫他们只能将力量用于善途，但人们却并未听从。最终在一场巨变中，人类居住的大陆彻底崩塌，沉入了无尽的深海之中。但少数听从神谕的人，提前在山顶造了一艘船，在大陆沉入深海之际，一条巨龙托起船只飞向高空，幸存者们这才平安来到这片新大陆。然而当时的大陆遍布沼泽与黑森林，到处盘踞着凶残的魔物。为了带领人们抗击魔物，巨龙主动幻化成人形，率领大家平定四方，建立起帝国。莉莉卡好奇地追问，那条巨龙是不是就是塔卡？布林妮给出了肯定的答复。随着帝国疆域不断扩大，一些拥有智慧的魔物主动请求归顺巨龙，其中一头巨狼的后代就是如今的沃尔夫家族，而粗如巨树的巨蛇后裔则是如今的桑达尔家族。巨龙赐予他们人类的形体，他们也立誓永远效忠塔卡，但若是背叛巨龙，就会立刻变回原形。这也是许多高级贵族的家徽，都是各种猛兽的原因。布林妮笑着向莉莉卡解释，那些人天生流着魔物的血脉，长得快又强壮本就是常态。莉莉卡听完这才彻底松了口气。莉莉卡好奇地追问，布林妮的家族是否也有类似的传说？布林妮笑着透露，自己的家族其实是渡鸦的后裔，巨龙正是看中了他们的聪明机智，才留他们在身边侍奉。莉莉卡恍然大悟，难怪布林妮的发誓总是亮闪闪的。仔细想想，拉克像蛇而坦像狼，怪不得两人平日里总是争吵不休。但莉莉卡也突然意识到，自己对皇宫和这场契约婚姻知之甚少，甚至还不如布林妮了解得多。虽然自己只是母亲契约中的一部分，没有实际的权利，但这关乎作为公主和女儿的自尊。莉莉卡随即拍了拍身旁的沙发，主动邀请布林妮坐到自己身边。布林妮微笑着应下，顺从地坐到了莉莉卡的身旁。莉莉卡看着布林妮，认真表示自己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公主，与其碌碌无为，不如做到最好。布林妮听完有些意外，莉莉卡接着坦白，自己对皇宫和贵族知之甚少，而布林妮长期侍奉皇室，了解的事情远比自己要多。莉莉卡伸手握住布林妮的手，诚恳请求布林妮能帮助自己。看着眼前真诚的莉莉卡，布林妮深受触动，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布林妮心中不由得感慨，真正的塔卡向来只懂得支配与命令，谁能想到竟然会主动向索尔家族寻求帮助。虽然莉莉卡并非真正的皇室血脉，家族里也有人不满她这个嫡系却是奉养女，但皇帝的命令是绝对的，若敢违抗，整个家族恐怕都会招致灭顶之灾。可抛开这些规则不谈，比起那些高高在上的塔卡，布林妮打心底里更喜欢莉莉卡。在这座满是魔物后裔的冰冷皇宫里，平凡纯真的莉莉卡显得格外耀眼，而且可爱的让人无法抗拒。布林妮郑重地向莉莉卡做出承诺，表示自己一定会竭尽全力协助公主殿下达成心愿。随后，布林妮微笑着询问莉莉卡想先从哪方面开始了解。莉莉卡毫不犹豫地回答，想先了解整座皇宫，毕竟这里如今已经成了她的家。要是连皇宫的构造以及里面住着什么人都不清楚，根本说不过去。只有彻底摸透皇宫的布局，日后办起事来才能自由行动。布林妮听完爽快地答应下来，让莉莉卡放心地全交给她。布林妮直接摊开了一张庞大的皇宫地图，莉莉卡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房间，这才发现皇宫的庞大远远超出想象。布林妮边讲解边带她实地探访，不仅指认了隐蔽的仆人走廊，还带她摸到了仆人宿舍门前，把里面正休息的侍女吓了一跳。当莉莉卡指着地图上一处特殊标记，好奇询问这是什么时，布林妮解释那是逃生密道。莉莉卡感到十分困惑，既然是秘密逃生通道，怎么还会明晃晃标在地图上？布林妮笑着表示，正常地图自然不会标注，但索尔家族世代记录着皇宫的一切，这里就没他不知道的秘密。莉莉卡正庆幸找对了人。当两人走到一处台阶前，莉莉卡顺势指着上方询问，没想到一名帝国卫兵突然出面，直接用长矛拦住了去路，冷漠地警告这里是禁区，任何人都不得擅自通行。面对守卫严厉的阻拦，布林妮不敢硬顶，赶忙低头应了下来。莉莉卡见状不再强求，主动牵起布林妮转身离开。莉莉卡坦言，皇宫实在太大了，而且走到哪儿都有人向她行礼，她还没完全适应这种待遇。话音刚落，拉特手里捧着一堆书籍和卷轴，迎面走来向他们打招呼。得知莉莉卡
是为了熟悉未来的家，才特意在宫里巡视了解布局。拉特对他的想法表示非常赞同。拉特顺势询问是不是遇到了什么无法通行的地方。莉莉卡立刻想起刚才的经历，坦言确实有一处地方被卫兵把守着。拉特闻言露出耐人寻味的笑容，提议莉莉卡可以直接去卫队驻地，找队长坦帮忙解决，让坦专门安排一名卫兵给他当护送。一旁的布林妮领会了拉特的意图，也在旁边跟着附和赞同。单纯的莉莉卡完全没察觉异样，只觉得拉特出了个绝妙的主意，立刻干劲满满的准备前往卫队驻地。拉特看着眼前的莉莉卡，特意提醒她的姓氏是塔卡，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拉特也不禁在心中感慨，莉莉卡能让索尔家族的人心甘情愿协助，确实非常了不起。与此同时，帝国卫队驻地里，卫兵们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训练。莉莉卡刚走进训练场，卫兵们就立刻大声向她问好，大家一拥而上，把莉莉卡围在中间，直夸她娇小可爱，纷纷主动询问要不要帮忙。这时队长坦推门走进房间，意外发现莉莉卡居然在这里。莉莉卡刚想说自己是听了拉特的建议，可看着周围围满的卫兵，又有些犹豫要不要当众开口。坦一眼看穿了他的顾虑，说了一声抱歉，直接一把将莉莉卡举了起来。坦把莉莉卡抱到自己耳边，笑着说有什么话可以直接悄悄讲，可随即话锋一转，让莉莉卡叫身后的侍女把刀收起来。布林妮不知何时已经拔出了短刀，正死盯着坦，出声警告坦不允许他随便碰莉莉卡。随后布林妮上前把莉莉卡接了过去，抱怨坦这样对待朋友太没分寸。坦顺势询问莉莉卡两人是不是朋友，莉莉卡立刻开心，表示非常愿意。坦被莉莉卡逗得开怀大笑，直夸她可爱，随后才重新问起莉莉卡来这里的目的。莉莉卡道出这次的来意，她是想从卫队借一位骑士。坦听完没有多想，当即表示自己跟着他去。这个决定让莉莉卡大吃一惊，手下见状还想开口劝阻，坦却眼神一冷，直接提醒对方皇室事务永远高于一切。下属不敢再多言，只能悻悻退下。坦这才抱着莉莉卡大步离开。莉莉卡坦言，原本以为坦会拒绝，坦抱着她边走边问，在这个帝国里，他只需要向多少人低头？莉莉卡脱口而出3个人，坦点头认可，接着提醒他，皇帝的命令即是龙之敕令，在帝国中拥有绝对的权威。坦进一步告诉他，哪怕只是挂着塔卡之名的稻草人，全帝国的贵族也必须俯首称臣。莉莉卡难以想象这种绝对的权威，内心却十分沉重。坦和布林妮根本不知道自己其实只是一名签订了契约的临时养女。见莉莉卡有些发愣，坦笑着打趣道，现在的她只要抬下巴，就能随意差遣自己这个禁卫队长。坦接着向他说明，如今拥有塔卡姓氏的皇室成员一共只有4个人，皇帝、皇后、皇太子以及莉莉卡自己。这意味着他的皇位继承顺位高居第2。面对这不可思议的地位，莉莉卡只觉得太夸张，毕竟未来继承皇位的肯定会是皇太子。坦强调这就是他如今尊贵的地位。莉莉卡虽然一时难以消化，但还是领着2人回到了之前被阻挡的禁区入口。坦和布林妮专门留在身后撑腰，莉莉卡自信满满上前，没想到卫兵再次降下长矛，冷漠的拒绝让他通过。想到有帝国禁卫队长在身后，莉莉卡暗握紧拳头为自己打气，直接上前质问守卫为何不能过去。卫兵义正言辞地表示这是皇帝陛下的命令。莉莉卡闻言有些失落，以为是皇帝亲自下令阻拦，便打算做罢退一步。身旁布林妮的眼神却瞬间变了，他一步跨上前，冷冷质问卫兵，皇帝下达的命令究竟是禁止所有人通行，还是专门强调了禁止皇女通行？面对布林妮沉沉的威压，卫兵被逼得直冒冷汗，可依然硬着头皮死活不肯放行。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坦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冷冷地问卫兵刚才说他不能做什么。坦缓缓走到卫兵面前，强大的气场吓得对方连连后退。坦一把抓过卫兵手中的长矛，冷冷命令对方报上姓名和官阶。卫兵吓得赶紧自报家门，称自己是第1禁卫军官约翰。坦听完手上一发力，直接当面将长矛硬生生折断。随后他带着冷笑再次质问约翰，皇女究竟不能做什么？这霸道的一幕把后面的莉莉卡看得目瞪口呆。坦冷笑着继续逼问，普通贵族通行确实需要特别许可证，难道连皇室成员也要受这规矩限制？约翰吓得赶忙开口否认。坦接着指着布林妮质问，难道连皇室专属侍从的身份都认不出来，连这种最基本的常识都没学过吗？约翰被训得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坦神色冰冷地收起手中的短剑，直接命令约翰立刻去把他的上级叫过来。坦顺手将约翰用力推倒在地，对卫兵胆敢威吓阻拦皇女的行为，他显然不打算轻易放过。坦转过身让莉莉卡放心前行，表示接下来的事由他全权处理，有些手段不适合让皇女亲眼看到。布林妮刚出声确认他能否独自解决，莉莉卡却主动跑上前拉住坦，坚决表示要陪他一起去。在他看来，2个人一起战斗总好过独自承担。面对莉莉卡这番认真的话，坦一时间直接愣在了原地。坦被莉莉卡这番话逗得大笑起来。莉莉卡还认真的补充，要是遇到危险，自己可以去找皇帝告状。坦笑着表示完全没那个必要。几人刚准备继续往前走，突然感觉到上方有一道视线，一抬头才发现皇帝不知何时竟站在高处的露台上看着他们。3人见状赶忙停下脚步向皇帝行礼。坦心里也有些无奈，自己明明是带人来教训卫兵的，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直接撞见皇帝。
皇帝缓缓走下台阶，冷笑着指出，一个普通卫兵绝不敢私自阻拦皇女，背后必然有人指使。皇帝走到莉莉卡面前，伸手轻戳她的额头，把莉莉卡戳得摇晃起来。皇帝眼中泛起笑意，承认她配得上塔卡这个姓氏，只要关上塔卡的姓氏，无论自身能力与价值如何，高贵身份都无可动摇。皇帝强调收养莉莉卡后，所有人必须向他低头，违抗皇女就是违抗敕令。拉特询问阻拦者身份，得知只是第一禁卫军的官员。拉特转头温和交代莉莉卡，让她安心在太阳宫游玩，惩处全权交由自己处理。看着拉特带威压的笑容，莉莉卡心里直发毛，明白能坐稳帝国宰相之位，绝不可能是善茬。经此一事，禁区岗位的守卫全被撤换。如今守卫们远远见到莉莉卡，都会立刻主动敬礼。布林妮笑着对莉莉卡表示，涉及皇女和皇室的事，没人敢轻视。布林妮凑近打趣，问莉莉卡有没有体会到权力的滋味。莉莉卡心里不禁琢磨，难道这就是权力的感觉？莉莉卡品尝着精致甜点，享受着华丽大床，体会到当皇女的好处，觉得权力的滋味太棒。拉特笑着纠正，这充其量只是金钱的味道，在皇帝眼中，真正的权力在于如何使用。面对皇帝随意甩出的公文，莉莉卡敏捷地一把接下，满脸写满骄傲。莉莉卡想起布林妮还要带她认识其他侍女，便高高兴兴先行离开。莉莉卡走后，拉特向皇帝汇报局势，借着皇女引发的动静，太阳宫守军全换成了帝国禁卫军。皇后鲁迪亚也顺势出手，抓出贪污证据，清除贵族派系，把进士换成自己人，彻底掌控了太阳宫。拉特感叹皇后鲁迪亚的胆识，并非任人摆布的棋子，而是在棋局中掌控大局的高手，出手让人出乎意料。鲁迪亚见到莉莉卡，满心欢喜。莉莉卡提起布林妮，带自己去了厨房，尝到美食，还打包了一大堆。鲁迪亚心想宫内人员已被替换，不怕有人动手脚。鲁迪亚顺势打听莉莉卡是否去了书房，莉莉卡点头吐槽皇帝把公文扔得到处都是。莉莉卡提醒鲁迪亚买东西留个心眼，小心别被骗子忽悠。鲁迪亚按着太阳穴让他别操心，莉莉卡笑着表示乐在其中。看到桌上堆积如山的信件，鲁迪亚解释是筹办沙龙收到的回帖。鲁迪亚凑过来悄声透露，准备把进宫时的契约定金拿去搞投资，趁离开前多赚一笔。莉莉卡认真劝阻母亲，千万别砸在万能圣水或转运罐上，一定要防备江湖骗子。鲁迪亚笑着安慰莉莉卡，说自己只投资100%稳赚的项目。莉莉卡心里发慌，逼着鲁迪亚答应，每次投资前必须先和自己商量，一定要把母亲盯住。鲁迪亚爽快答应，随后摇响手铃，表示现在就有礼物送给她。侍女端着东西走了上来，呈上来的居然是一枚银币。莉莉卡震惊的几乎站不稳脚跟。鲁迪亚笑着解释，自己可是花了不少精力才找到一模一样的这枚银币。摸着银币上熟悉的痕迹，莉莉卡连忙将它紧紧抱在怀里。这枚承载着她过往回忆的银币终于重回她的手中。莉莉卡本以为失去的再也找不回来，也不敢开口索要别的，生怕显得自己过于骄纵任性。她感动地抱住鲁迪亚道谢，鲁迪亚却反而向莉莉卡道歉，遗憾自己没能把其他硬币全都找齐。莉莉卡连忙表示只要有银币就很满足。鲁迪亚看着懂事的女儿，坦言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找回来的正是她曾经拥有的那一枚。鲁迪亚温柔地拥抱着莉莉卡，表示只要女儿开心，自己就心满意足了。离开房间后，布林妮看着擦眼泪的莉莉卡，笑着说她看起来真的很开心。莉莉卡高兴地回应，要把银币收进母亲送的钱包里，永远随身带着。在她心里，钱包里装的那些金币固然珍贵，却根本无法与这枚银币相比。得知隔壁就是皇太子的房间，莉莉卡这才突然想起，自己至今还没见过皇太子，甚至在婚礼上他也未曾出现。布林妮在一旁解释，帝国历代皇太子都会继承封地，如今皇太子正远在自己的领地。听到莉莉卡询问归期，布林妮表示虽然无法确定，但算算时间也快到了。此时的郊外正下着大雨，皇太子一路骑马狂奔，中途连一次都没有休息，随从只能在身后焦急追赶，拼命劝他慢一点。随行人员早已累得够呛，唯独皇太子依然精神充沛的冒雨狂奔，随从在身后大笑追赶，问他时隔半年终于能回家，心里到底是什么感受？而且听说家里还多了新成员，皇太子却只是冷冷回了一句闭嘴。此时在宫里的莉莉卡正双手合十，满心期待，想着即将归来的皇太子应该就是自己的哥哥了吧。可大雨中的皇太子眼神冰冷，心里只有一句毫不客气的否定，他们根本不算我的家人。莉莉卡跑去找鲁迪亚，听说皇太子即将归来，提议为他举办一场热烈的欢迎派对。鲁迪亚想起皇太子近期刚遭遇过刺杀，生性警惕且极为挑食，除了进士准备的食物一概不吃，举办宴会并不合适。莉莉卡听后决定换个方式，只要能表达出对他的欢迎就好。鲁迪亚笑着表示赞同，决定安排人手把皇太子的房间打扫干净，并摆满鲜花来迎接他。侍从们迅速将皇太子的房间收拾妥当，不仅装点上鲜花，还精心摆放了各种美味甜点。莉莉卡想着等皇太子好好休息之后，大家就能一起在花园里喝茶，但他又担心皇太子顾虑童话里恶毒继母和坏继妹的传说，心里会产生防备。为了表达善意，莉莉卡拿起羽毛笔给皇太子写信，正式介绍自己这个新妹妹，并诚挚邀请他参加茶会。
而就在此时，一路冒雨狂奔的皇太子已经趁着夜色赶回了宫殿。侍从还没来得及上前迎接，阿蒂尔就冷冰冰地将人推开，径直朝房间走去。可当他推开房门，眼前的景象却让他瞬间愣住。整个房间装点满了鲜花，桌上不仅摆着各种精致甜点，甚至还有可爱的熊玩偶。面对这过于温馨的布置，阿蒂尔和身后的随从们彻底傻眼，一时完全不知所措。随从调侃着问：“这难道是殿下的喜好？”阿蒂尔没好气地让他闭嘴。随从上前闻了闻满室的花香，看着桌上充满少女感的字迹，猜出这一定是新妹妹的杰作。他顺手拿起小熊怀里的信件，刚要念，阿蒂尔直接一把将信抢了过去。阿蒂尔走到炉火旁，细细端详起信的内容。读完信后，阿蒂尔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让随从转告莉莉卡，到时候他一定会准时出席。随手将信扔进壁炉，烧成灰烬。面对随从关于洗漱用餐的询问，阿蒂尔冷淡的拒绝。随从震惊于他真的答应赴约，阿蒂尔却早已动了坏心思。他打算让莉莉卡在太阳底下空等3-4个小时，好给这个新妹妹一个下马威。连随从听了都忍不住吐槽他太坏。随后阿蒂尔吩咐不要打扰他睡觉，径直转身回房，心里依然觉得这一切荒诞离奇。阿蒂尔摔门进房后，随从吐槽他折腾半天连饭都不吃。看着房间里新鲜的花朵和酥脆的曲奇，随从感到十分惊讶，他们连具体抵达时间都没透露，对方却能将时机卡得如此精准。这显然不只是莉莉卡的主意，背后定有皇后鲁迪亚的指点。由于对这位新皇后的底细了解有限，随从决定明天再去深入调查。顺手拿起一块曲奇品尝，美味的口感让随从瞬间放松下来。吐槽完阿蒂尔太难伺候后，两人这才决定回房休息。天还没亮，莉莉卡就早早醒了过来，心里始终惦记着阿蒂尔有没有到，不知道准备的茶水冷没冷，曲奇需不需要更换。为了不吵醒侍女布林妮，他特意选择走仆人通道，觉得凡事不能全依赖仆人，自己偶尔也得亲自操心。没想到刚走进通道，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吃东西的声音。莉莉卡心生好奇，顺着声音走向了门边。莉莉卡推门一看，撞见阿蒂尔正坐在沙发上偷吃曲奇，两人瞬间愣在原地。莉莉卡震惊的结结巴巴，怎么也没想到，本该在房间睡觉的皇太子竟然会出现在这里。原来阿蒂尔刚回房没多久，肚子就饿得咕噜直叫，根本无法入睡。想起外面摆着现成的食物，这才偷偷跑出来找吃的，嘴里还塞着曲奇。阿蒂尔整个人彻底愣住，他怎么也想不到，居然有人会突然从仆人通道里走出来，被当场撞见偷吃的尴尬，让他一时根本不知该如何反应。而对面的莉莉卡也瞬间反应过来，眼前这个人简直和他想象中的皇太子一模一样。莉莉卡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睡衣打扮，意识到绝不能以这副模样面见皇太子。慌乱中，他赶忙躬身解释，说自己只是来看看不需要添加茶水曲奇。阿蒂尔看着他这身装扮，满脑子问号，哪有大半夜穿成这样的女仆在宫里走动？他咬紧牙关，陷入警惕，怀疑莉莉卡是跑来看自己有没有吃下敌人的食物，甚至专程跑来嘲笑他的窘态。想到这里，阿蒂尔冷着脸缓缓站起身来。莉莉卡整个人缩成一团，吓得浑身瑟瑟发抖，连头都不敢抬起来。阿蒂尔无奈地叹了口气，没想到莉莉卡竟被这一声叹气吓得猛地缩了一下。阿蒂尔见状顿时愣住，注意到莉莉卡的脖子红得厉害，不禁好奇她现在到底是什么表情。随后他直接把手里的食物递过去，冷冷地命令她吃下去。莉莉卡本想拒绝，但在阿蒂尔强硬的命令下，只能吓得伸手拿起甜点，硬着头皮塞进嘴里。就在这时，侍从突然推门走进房间，打趣皇太子居然在欺负小女孩。随后侍从拿出写好的回信，表示已经替阿蒂尔答应了邀请，确定会去参加公主的茶会。听到皇太子竟然会去参加茶会，莉莉卡惊喜的猛然抬起头，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灿烂笑容，阿蒂尔瞬间愣在了原地。莉莉卡这才猛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害羞的捂住嘴尖叫一声，随即转身慌忙跑出了房间，连房门都被重重关上。看着莉莉卡慌张逃跑的背影，侍从打趣说这个小女仆还挺可爱。阿蒂尔冷冷的将侍从打发出去，随后拿起桌上的甜品咬了一口，面无表情的表示自己一点都不觉得她可爱。清晨的宫殿里，侍女布林妮一边给莉莉卡更衣，一边叮嘱她贵族出行必须带着贴身侍女。莉莉卡乖巧地点头答应，随后兴奋地分享起来，皇太子昨晚已经答应会来参加茶会。听到这个好消息，布林妮十分惊喜。莉莉卡接着回忆起昨晚在走廊上，她还遇到了皇太子的随从布兰，长得和布林妮非常神似。莉莉卡甜甜地夸赞布林妮，说在自己心里布林妮可要漂亮得多。布林妮也被这话逗得开怀大笑。随后布林妮温柔地拍了拍她的头，提醒她是时候该去准备茶会了。一听到茶会2个字，莉莉卡立刻打起精神，满怀期待地走向花园。筹备已久的茶会终于要正式开始，仆人们在花园里合力搭起遮阳棚，指挥着大家把棚子再拉紧一点。厨房里也是一片忙碌，莉莉卡要求食物即便放凉了也得保证美味。她细致地交代黄瓜三明治的制作步骤，要求奶油必须打发到位，就算把碗倒扣过来也不能掉落。莉莉卡拿着搅拌勺高声提醒大家，绝对不能有一丝马虎敷衍，因为今天茶会要招待的可是皇太子殿下。现场随之响起了迎接皇太子殿下的准备声。莉莉卡害羞地坐在茶桌前，有些紧张地讲起欢迎致辞。随着阳光逐渐变强，仆人们赶忙调整树枝和遮阳线，精心维护着茶会的环境。莉莉
卡兴高采烈地展示起茶杯，这些杯子是母亲特意送来的，上面画着各种可爱的小动物。他还分享了来自桑达领主的香茶，并安排给茶壶套上保温罩，确保茶水一直保持适宜的温度。能拥有兄长，让他感到非常开心。不过看到桌上的餐垫与遮阳伞流苏不太般配，他还是认真地询问侍从有没有其他样式。得知陛下允许使用冰库后，他又计划着奉上切片柠檬与沉香黑茶冰镇的新鲜茶饮，并细心交代茶水的冲泡一定要恰到好处。莉莉卡热情地介绍其准备好的各种饮品，不仅有焦糖烤苹果茶、玫瑰茶和桃香伯爵茶，还搭配了淋满浓郁奶油的酸甜树莓塔。莉莉卡表达着自己的心愿，希望能和皇太子殿下变得亲近，毕竟这是她作为公主举办的第一场茶会。布林妮静静陪在身边，茶会场地此时已经全部就绪。5月末的天气极其晴朗，温暖的阳光洒满了整个花园。莉莉卡满心欢喜地盼着，想等皇太子到来，把暖风与盛开的玫瑰讲给他听。然而从阳光明媚一直等到了夕阳西下，天空渐渐被晚霞染得一片绯红，皇太子却始终没有现身。周围的仆人们越等越是焦急不安，花园里的气氛变得愈发凝重。莉莉卡看着渐渐暗下的天色，轻声叫住了身边的布林妮。莉莉卡询问皇太子是不是因为忙于公务，布林妮连忙表示这就派人去打听情况。侍卫一路赶来汇报，表示皇太子此时正在黑龙殿，传话说今天会晚点赶过来。确认没有其他话交代后，莉莉卡决定留下来继续等待，任凭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太阳彻底落入山脊，天边的晚霞红得像要燃烧起来。就在莉莉卡苦苦守候时，黑龙殿终于派人送来了最新消息。皇太子表示今天事务繁重，彻底取消了出席茶会的计划。在场的侍从们纷纷倒吸一口凉气。布林妮震惊地转过头，看向坐在原地的莉莉卡。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莉莉卡低下了头，沉默着一言不发。周围的侍从们满心担忧，忍不住轻声呼唤着她。面对众人担忧的目光，莉莉卡抬起头，好奇地询问皇太子是不是真的很忙。听到这出乎意料的反应，传令侍卫一时间愣在原地，只能连忙点头确认。莉莉卡听后没有半点抱怨，反而贴心地交代对方回去顺便转告皇太子，让他千万不要为此感到自责。莉莉卡还细心地让侍卫带上刚烤好的新鲜点心给皇太子。布林妮对此也十分赞同，侍卫不敢耽搁，赶忙带着点心跑去汇报。晚霞之下，莉莉卡向布林妮表示，皇太子身份尊贵，事务繁忙很正常，自己只是担心对方会因此心生愧疚。然而这番体贴周到的话传到皇太子耳朵里，恐怕就是另一层含义了。表面上说着体谅的话语，莉莉卡心里其实委屈的不行，直呼自己一点都不好，对方最好能好好自责一下。在人心复杂的宫廷里，这番举动很容易被当成反讽，但莉莉卡表现得极为真诚，让人完全挑不出毛病。看折满桌精心准备的茶点，莉莉卡觉得扔掉太可惜，干脆叫上布林妮，准备一起享用这场茶会。莉莉卡冲远处轻挥了挥手，守在花园边的仆人们立刻一路小跑赶了过来。第一次体验到这种便利，莉莉卡感到十分新鲜。布林妮则在一旁提醒，在宫里招呼侍从确实只需挥手，但如果周围有士兵在场，还是得格外注意。布林妮补充解释，士兵可能会把挥手误认为攻击命令，历史上确实发生过这种误会。莉莉卡听后若有所思，布林妮见状关切地询问，她心里是否真的介意皇太子没来。莉莉卡捧着茶杯坦言，自己其实早有预感。布林妮好奇地追问原因，莉莉卡回忆其每次去陛下的书房，陛下总是在埋头忙于政务，就算大臣在一旁提醒到了约定时间，陛下也总是以工作太忙为由推掉。在他看来，皇太子这临时取消行程的做法完全是随了陛下，可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非常体谅工作忙碌的辛苦。听到莉莉卡把陛下的临阵爽约解释得如此体贴，布林妮忍不住轻笑出声。布林妮听完不禁表示，听公主这么说，自己一点都不意外。就在两人闲聊时，远处突然传来了动静。莉莉卡转头一看，发现来人竟然是坦，立刻高兴地呼唤对方。坦示意他们不必起立，看折满桌丰盛的茶点，好奇在这个时间开茶会可真罕见。莉莉卡笑着解释，他们只是在欣赏美丽的晚霞，并热情邀请坦留下一同喝茶。面对莉莉卡的邀请，坦也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坦尝过茶点后，夸赞奶油十分美味，随后提到在沃尔夫领地，因为天气实在太冷，平常用到奶油的机会非常少。莉莉卡以为天气冷能防止奶油变质，坦却笑着解释，是因为天气冷到连奶牛都没法产奶。听到这个出乎意料的原因，莉莉卡感到十分震惊，忍不住好奇沃尔夫领地究竟有多冷。坦关切地询问莉莉卡，真的没关系吗？今天不是还在等别的客人吗？希望他不要过于失望。听了这番话，莉莉卡才恍然大悟，原来坦的出现根本不是巧合，而是专门跑来安慰自己的。莉莉卡微笑着回应，自己其实一点都不失望，反而觉得皇太子殿下其实有一颗十分温柔的心。坦听完满脸不可置信，怀疑是自己听错了。莉莉卡微笑着解释，皇太子一定是忙于公务，才会在黑龙殿里拼命工作，他肯定一边想着再做一点就好，一边埋头苦干，这才不小心忘记了时间。坦听完有些意外，轻轻反问，他真的这么认为吗？莉莉卡随后看向坦，感谢他特意跑来关心自己，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留在花园，一定会感到难过，所以真的很谢谢坦。
莉莉卡笑着表示，只要有坦和布林妮陪在身边，自己就已经觉得很满足了。况且她还在猜拳里赢了侍从。听到这里，坦才豁然开朗，眼前这位小公主，哪怕身处各种困境与纷争，却依然真心实意的选择相信他人。坦微笑着回应，让莉莉卡不必专门感谢自己，毕竟自己不仅借机偷懒没去工作，还品尝到了美味的茶点。况且她也是在猜拳里赢了，这才抢着跑过来的。莉莉卡笑着表示，其实坦和拉特可以一起过来。坦打趣的回应，要是大家都来了，那留谁在黑龙殿干活？莉莉卡接着想起，自己也该给拉特送个餐篮，就像之前给皇太子准备的那样，好让他工作时能吃点点心。听到这话，坦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因为在宫廷规矩里，向来只有高位者给下级赐予食物，根本没有低位者给皇太子送餐的道理。坦十分纳闷，难道是女布林妮没有提醒过他吗？他有些狐疑的转过头去，却发现布林妮正站在一旁，嘴角挂着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看到布林妮这副模样，坦顿时明白她绝对是故意的，心里不禁暗暗吃惊。坦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觉得妹妹给哥哥送点心篮子，倒也无可厚非。不过他倒是很好奇，皇太子收到时会是什么反应。莉莉卡轻声表示，其实自己心里还是有点难过，要是母亲听说今天茶会的事，一定会对自己非常失望。坦牵着莉莉卡走回宫殿，温声安慰她，只要她能平平安安，母亲就绝对不会介意。随着大门重重关上，坦站在门外长叹了一口气，心里只希望真能如自己所说。鲁迪亚拿出精心准备的礼物送给莉莉卡，看着盒子里无比精致的蕾丝阳伞，莉莉卡发出了阵阵惊叹。鲁迪亚温柔地表示，这是特意为她定制的，希望能够抚平她受挫的心情。接着鲁迪亚凑到她耳边轻声说道，自己一定会让阿蒂尔为今天临阵爽约的事感到后悔。莉莉卡听完顿时吓了一跳，莉莉卡小声嘟囔着，自己其实并没有真的怪罪对方。旁边的布林妮却已经认出了阳伞的材质，鲁迪亚十分笃定地给予了肯定，这顶阳伞出自埃尔泽克名将之手，伞骨用的是纯正象牙，手柄更是由黄金打造。布林妮在一旁忍不住补充，这昂贵的价格都足够买下一座要塞了，可这黄金手柄实在沉得厉害。身材娇小的莉莉卡刚一拿起，就被重得东倒西歪，险些摔倒。但为了不让母亲鲁迪亚失望，莉莉卡硬是咬牙撑住，兴高采烈地询问能否带她出去散步。鲁迪亚听完十分开心，当场爽快地答应了下来。莉莉卡换了个姿势拿伞，发现这样确实省力了不少。她在阳光下开心转动着伞柄，伞边缀着的宝石在日光下闪闪发光，好看的让她忍不住连连赞叹。还没等她多欣赏一会儿，花园里突然刮起一阵猛烈的强风，只听呼的一声，这顶昂贵的阳伞直接被大风给彻底吹掀了。强大的风力连同身材娇小的莉莉卡都直接被带到了半空，吓得布林妮赶忙伸手去接，可黄金手柄实在太沉，莉莉卡一个没抓住，阳伞彻底脱手飞向了天空。看着越飞越远的阳伞，莉莉卡心疼不已，这可是能买下一座要塞的宝物，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它飞走了。莉莉卡急得大喊了一声，那是母亲送给她的宝物，无论如何都不能丢。布林妮在身后急得大声呼喊，劝殿下千万不要乱跑。可莉莉卡根本顾不上危险，迈开小腿在花园里拼命狂奔。就在阳伞即将飞远时，莉莉卡高高跃起，一把死死抓住了手柄，强烈的阵风卷着阳伞，再次把莉莉卡整个人带上了半空。布林妮在底下吓得大声惊呼，莉莉卡急得连声大呼求救。随后她重重撞在花园的花盆上，摔落了下来。趴在草地上的莉莉卡还没缓过神，耳边突然传来一阵打趣的笑声，问她是不是踩着阳伞飞过来的。莉莉卡这才惊觉身旁有人，连忙一边道歉一边抬头看去，躺在草地上的正是斐奥德。他饶有兴致地看着狼狈落地的莉莉卡，随后撑起身子把她扶了起来。斐奥德凑到莉莉卡面前，轻轻拍了拍她的头顶，关切地问她有没有受伤。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莉莉卡惊得倒吸了一口气。斐奥德轻轻扶住莉莉卡，问她有没有受伤，还打趣说这顶伞对她来说实在太重了。看清眼前少年的模样，莉莉卡惊得倒吸一口凉气，当场看愣了神。随后她慌忙站起身，连声应答，表示自己完全没事，并急忙向对方道歉。看着眼前优雅俊美的少年，莉莉卡心里忍不住一阵惊叹，除了母亲鲁迪亚之外，自己还从没见过长得这么好看的人。斐奥德轻松地转动着阳伞，建议莉莉卡以后换一把更轻的。身后的侍女这时才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斐奥德顺势认出了莉莉卡的身份，坦言传闻里的公主是个骄纵恶劣的小坏蛋，但眼前的真实模样倒有些出乎意料。莉莉卡听得心里一惊，赶忙提醒自己时刻保持镇定，绝不能丢了公主的尊严。他随即义正辞严地反驳，表示不能只凭流言就随意评判一个人。斐奥德听完反而灿烂一笑，调侃说背后撩人八卦本来就很有趣。还没等两人继续往下说，远处突然有人高声呼喊起斐奥德的名字。布林妮连忙挡在莉莉卡身前，厉声提醒少年注意礼仪，眼前这位可是帝国公主。少年听完不仅没有慌张，反而顺势甩开斗篷，行了一个极其优雅的贵族礼。他自我介绍名叫斐奥德，巴拉特，是巴拉特家族最杰出的杰作。随后微笑着询问这样是否满意。看着眼前少年迷人的举止，莉莉卡一时间再次看愣，心里忍不住赞叹，自己还从未见过行礼能如此优雅的人。莉莉卡脱口出询问对方能否教自己行礼。斐奥德听完歪了歪伞，忍不住轻笑出声。见莉莉卡满脸认真，不像是在开玩笑，莉莉卡更是开心的连声确认。
在莉莉卡看来，少年的行礼姿态比礼仪老师和宫里的所有人都更加优雅。还没等远处喊叫的人赶过来，莉莉卡直接一把上前握住斐奥德的手，再次充满期待的请求对方亲自教他。斐奥德清了清嗓子，提醒说想要教殿下礼仪，得先拿到皇室的许可，建议莉莉卡先去要来许可再说。莉莉卡这才恍然大悟，连忙捂住嘴道歉，坦言自己完全不知道还有这规矩。斐奥德见状微微一笑，主动凑近莉莉卡，表示以后直接叫他斐奥德就好。莉莉卡试着念出斐奥德的名字，斐奥德微微一笑，坦言自己原本只是想逗逗他。随后他主动出言提醒，让莉莉卡赶紧离开，毕竟要是让人知道堂堂公主私下接触巴拉特家族的人，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散步回来后，鲁迪亚热情地询问莉莉卡玩得开心吗？莉莉卡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直接向母亲打听斐奥德、巴拉特是谁。他解释先前问过布林妮，对方表示这问题超出了他们能回答的范围，建议他直接来问母亲。鲁迪亚听完当场表示自己当然知道这个人。鲁迪亚表示对方今年12岁，随后疑惑地问莉莉卡怎么会突然提起他。莉莉卡如实回答，说是对方在阳宫的花园里帮他捡起了阳伞。鲁迪亚听完大受震撼，不敢置信地确认那可是巴拉特公爵的儿子。莉莉卡乖巧地点了点头。巴拉特公爵是与皇帝派完全对立的贵族派领袖，公爵夫人更是野心勃勃，一直在暗中觊觎皇位。加上皇太子的生母出身卑微，一旦皇太子发生意外，巴拉特家族的后嗣就能直接登上皇位。鲁迪亚在心中暗自盘算，除了皇太子之外，皇室根本没有其他直系继承人。在他重生之前，曾想过站在贵族派这边拉皇太子下马，但他当时完全没考虑过斐奥德，毕竟在他的记忆里，那个孩子3年后就会死掉。鲁迪亚心里很清楚，贵族派从一开始就没有胜算，唯有塔塔家族才能真正掌控巨龙的力量。更何况现任皇帝的真实身份，曾让他在前世付出惨痛代价。当年正是因为那个男人，他失去了自己的孩子，甚至被活活烧死在火刑柱上。痛苦的回忆涌上心头，鲁迪亚立刻强行打断了思绪。若不是为了利用前世的经验，鲁迪亚绝不会选择契约婚姻，更不想再和皇室贵族产生牵扯。比起那个活不过3年的少年，他更担心几年后登场的巴拉特夫人。不过鲁迪亚心中十分纳闷，贵族派领袖的儿子为何会无故出现在阳宫？还没等他想明白，莉莉卡便满眼期待地凑过来，直言斐奥德的行礼姿势非常优雅，再次询问能否让他教自己礼仪。鲁迪亚听完十分吃惊，提醒女儿对方是个男孩，根本没法教女子屈膝礼。莉莉卡却小声辩解，认为对方行礼的姿态比女子礼仪还要端庄优雅。考虑到女儿此前从没提过要求，鲁迪亚心软之下，当即决定向巴拉特家递交邀请。得到母亲的许诺，莉莉卡高兴地当场欢呼起来。鲁迪亚在心中暗自盘算，对方虽是皇太子的政敌，但斐奥德3年后就会离世，为了日后离婚退场时有人脉保护女儿，必须从现在开始提早布局。鲁迪亚一把将莉莉卡抱进怀里，坦言自己绝不会拒绝女儿的请求。他还兴奋地透露，自己很快就能变得非常有钱，到时候女儿想买什么都行。莉莉卡好奇地追问缘由，鲁迪亚笑着解释，自己找到了一位极具前途的伙伴，对方名叫乌巴，正在筹集探险资金。虽然不少人都说那人是个骗子，但他其实非常诚实。听到骗子2字，莉莉卡直接惊得大叫起来。莉莉卡满脸紧张地追问，到底给对方投了多少钱？鲁迪亚却风轻云淡地表示，自己把全部身家都押了进去。莉莉卡听完差点当场晕倒，当即气冲冲地表示要亲自去找那个骗子算账。鲁迪亚只说了句那人还没走远，莉莉卡就已经一溜烟冲了出去。看着女儿跑远的背影，鲁迪亚倒是一点不担心，凭乌巴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应付自家小女儿根本不在话下。鲁迪亚在心底有些无奈，即便自己做成了这么多事，女儿似乎还是不太信任自己。不过他并不焦急，如今社交界的贵族们正因传统裙装与新式裙装分成2派，但这种对立很快就会结束。在他的记忆中，歌剧院即将发生一场大火，传统裙装因过分庞大影响逃生，势必会被社交界彻底淘汰，而他推动的新式裙装将顺理成章成为时尚主流。他甚至打算提前干预这场火灾，只要自己接连取得成功，女儿总有一天会彻底幸福。侍女布林妮在身后一路急追，边跑边喊皇室成员绝不能大步奔跑。莉莉卡头也不回的大声反驳，直言现在根本顾不上公主身份。在他看来，虽然母亲总让自己放宽心，但母亲涉世未深，根本不懂险恶。那个骗子竟敢骗光母亲的全部身家，自己必须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绝不能给骗子思考应对的时间。莉莉卡突然停下了脚步，心里忍不住开始动摇。母亲从前段时间起就变了，难道母亲真的什么都不懂吗？也许自己只是还没学会信任母亲。还没等他多想，身后的侍女突然指着前方大喊，已经找到了那位商人。莉莉卡顺着方向望去，只见对方一身华丽浮夸的装扮，一看到莉莉卡便无比热情的高声行礼。商人热情地凑上前搭话，可看着对方油腔滑调的举止，莉莉卡更加确信眼前这家伙绝对是个大骗子。此时躺在树荫下的斐奥德将这一幕全看在眼里，忍不住在心中暗自感叹，这位传闻中恶女的女儿确实很不一般。在鲁迪亚的记忆深处，那个孩子就像一只更鸟，虽然看起来耀眼夺目，生命却极其短暂。此时的阳光下，斐奥德正独自坐在高处树枝上，任凭飞来的只更鸟停在指尖。
莉莉卡一见到对方，就忍不住大声质问，直接喊出了心里想的骗子。意识到自己一时激动说漏了嘴，她连忙叫对方忘掉刚才的话，调整好情绪后，莉莉卡重新问清他的身份，要求单独跟他谈谈。看着眼前浑身透着浮夸的商人，莉莉卡越看越觉得他像个骗子。他开门见山地说出母亲要投资他的事，指责对方一定是靠花言巧语迷昏了母亲。莉莉卡气呼呼地跺着脚，直言大家都传他是骗子，肯定欺骗了自己善良的母亲，要求他立刻去向母亲坦白真相。乌巴看着眼前的小公主，不仅没被吓到，反而想起自己小时候养的小羔羊，也是这样一生气就直跺脚。乌巴连忙收回思绪，急忙向莉莉卡解释自己绝不是骗子，只要听完他的经历，就能明白他说的句句属实。为了留住鲁迪亚这个投资者，乌巴极力劝说，希望莉莉卡能听听他的解释。看对方态度诚恳，莉莉卡心里也有些动摇，觉得连听都不听就把人赶走，确实太刻薄，便决定先听听他怎么说。为了安全起见，莉莉卡提出就在花园里边走边聊，这样万一发现他是骗子，自己也能随时跑去找母亲。乌巴连声答应，随即向莉莉卡讲起自己曾3次深入丛林探险的经历。鲁迪亚在露台上静静看着下方，乌巴则认真地向莉莉卡坦白，自己在第1次探险时就失去了所有的同伴，但他深信自己终将成为传奇探险家。乌巴解释说，帝国疆域辽阔，一端是罪犯藏身的沙漠，另一端则是充满危机的茫茫树海。那是一片无法用罗盘和星象导航的神秘丛林，虽然无数探险者深入其中后一去不回，但只要能带着里面的稀有物种活着归来，就能带回无法想象的巨额财富。鲁迪亚心里其实十分清楚，乌巴此前因骗子名声得不到贵族投资，但在前世他最终带着成果成功归来。鲁迪亚优雅地品着茶，期盼女儿这次能相信他的判断。而听完乌巴极具感染力的经历，莉莉卡早已感动得泪流满面，她这才意识到是自己误会了对方，忍不住抽噎着向面前的乌巴道歉。乌巴感谢莉莉卡为自己落泪，并希望他能收回之前说他是骗子的话。他郑重保证自己这次一定会平安归来。虽然莉莉卡一口答应收回，但看着对方浮夸的模样，心里还是觉得这很像骗局。不过紧接着，莉莉卡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了1枚银币递给乌巴，她满脸笑容地解释自己也想参与投资，这枚银币正是她当年在贫民窟用来祈祷发财的宝贝。乌巴看着小女孩真诚的模样，这才意识到她是全心全意相信自己。莉莉卡露出灿烂的笑容，反问对方说的难道不是真话吗？这句话让乌巴瞬间陷入回忆，以往那些贵族只把他的经历当成笑话，嘲笑他满嘴谎话，劝他与其拉投资不如去当演员。曾经受尽冷眼与嘲讽的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有这样一个孩子毫无保留地相信他。乌巴愣在原地，心中大受震撼。乌巴回想起当初被鲁迪亚召见时，本以为这位新皇后和其他贵族一样，只是把他当成说书的骗子，根本不可能真正相信他。可没想到鲁迪亚听完后，不仅当场表示相信，甚至决定倾尽所有资助他。看着眼前同样满眼真诚的莉莉卡，乌巴仿佛看到了鲁迪亚的影子，母女俩竟然如出一辙地相信自己。乌巴在心中暗暗发誓，这一次他绝不会辜负这份信任。莉莉卡笑着嘱咐乌巴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看着落入手心里的那枚银币，乌巴暗下决心，哪怕押上自己的一切，也必须实现承诺成功归来。而另一边，皇帝惬意地坐在宝座上，一开口便打趣道：“听说你们被人给骗了。”莉莉卡立刻大声反驳，强调乌巴绝对不是骗子。皇帝却一脸无所谓，笑着调侃说：“多些经历也是好事。”莉莉卡郁闷地趴在桌上，小声咕哝着：“才不是这样。”紧接着，皇帝又提起另一件事，听说拉特放了他的鸽子。听到这话，莉莉卡急忙回头辩解：“皇子只是工作太忙，自己根本没有被放鸽子。”面对嘴硬的莉莉卡，皇帝只是若有所思地看着她。皇帝接着直言：“像莉莉卡这样的人，或许正是拉特最需要的。”还直白地吐槽拉特的做法实在太蠢。莉莉卡顺势询问：“陛下是不是在担心对方？”皇帝当场否认，随即径直站起身，大步朝莉莉卡走去。皇帝伸手一把提起莉莉卡，莉莉卡却在心里高呼自己赢了。皇帝自言自语道：“原本以为这只是个消磨时间的方式。”皇帝表示事情越来越有趣，看来自己之前想错了，眼下的时机正合适。莉莉卡听得一头雾水，正想开口问个明白，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紧接着大门被推开，阿蒂尔拿着文件走进了房间。他拿着皇帝要的报告准备汇报，皇帝却顺手拿过一个野餐篮，直接塞给了阿蒂尔，吩咐他带莉莉卡去湖边划船。阿蒂尔一时间愣在原地，确认这是否是陛下的命令。皇帝倒是坦然表示，这就是命令。面对陛下的硬性命令，阿蒂尔也只能无奈接受，拎着野餐篮带莉莉卡出了门。走在台阶上时，莉莉卡热心的想帮忙提篮子，却被阿蒂尔冷淡的拒绝。不过莉莉卡并没有气馁，反而觉得这是个绝佳的机会，正好能趁机拉近和皇子的关系。走到湖边，看着眼前美丽的景色，莉莉卡忍不住兴奋的大声欢呼，坦言自己还是第一次来到这里。莉莉卡好奇地打量着四周，注意到湖中央竟然有一座小岛，上面还建着精致的房屋。阿蒂尔走到台阶下，伸出双臂准备扶她下来。莉莉卡满脸兴奋地扑了过去，结果脚下一个没踩稳，顿时失控绊倒在地。顺利上了小船后，莉莉卡第一次体验坐船，看着周围的美景，感到十分新鲜。
阿蒂尔在旁边默默划着船，莉莉卡忙向他澄清，自己可没有请求陛下安排他来。阿蒂尔表面上淡然回应，心里其实再清楚不过。原本以为此前受了冷落，两人见面会尴尬无比，但随着船桨划开水面，阿蒂尔发现气氛并没有预想的糟糕。虽然莉莉卡在一旁说个不停，但在开阔的户外听着，倒也不让人心烦。阿蒂尔默默握紧船桨，自己似乎已经很久没听过这种声音，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应。这时莉莉卡突然抬起头，真诚的坦白，自己一直希望能有一个哥哥。那毫无保留的真挚语气，让阿蒂尔触动不已。莉莉卡满脸真诚的补充道，得知要成为一家人时，自己开心坏了。虽然不知道对方怎么想，但她是真的很想和阿蒂尔成为好朋友。阿蒂尔听完全愣在了原地，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敢当着太子的面说想和他做朋友。眼前这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直白的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让阿蒂尔一时不知该如何招架。看着莉莉卡那双如海洋般清澈的眼睛，阿蒂尔在心中暗自反问，难道他们真的算是有血缘关系吗？他回想起自己的父亲，当年一共有6个兄弟姐妹，然而在那场残酷的争斗中，那些所谓的亲人最终全都落得惨死的下场。等到父亲终于登上皇位时，身边早已只剩下他孤身一人。莉莉卡听完忍不住追问，难道那些亲人真的全都离世了吗？阿蒂尔平静地给出肯定回答，坦言这就是皇室的宿命。他接着提到，自己早在7岁那年就已经第一次尝到了毒药的滋味。当年阿蒂尔痛苦吐血倒在地上，父亲临终前却冷酷地告诫他，作为巨龙后裔必须挺过这种折磨，在权力争斗中倒下只会被吞噬，周围的人也只会一味要求他必须坚强。听完这些惨痛的经历，莉莉卡却轻声说道，那一定让人感到非常悲伤。阿蒂尔愣愣地看着莉莉卡，心中不由得泛起波澜。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在阿蒂尔的记忆里，皇室生活只有残酷的权谋，身边的人接连惨死，就连至亲的眼神中也全是算计。他低声回应，承认父亲当年确实无比悲伤。还没等他继续沉浸在过去，莉莉卡却突然认真的宣誓，强调自己绝对不会轻易死去，也绝不会像那些亲人一样离开。他真诚的保证，绝不会做出任何让阿蒂尔伤心的事。看着莉莉卡那副认真的模样，阿蒂尔彻底愣在了原地。阿蒂尔忍不住笑着追问，难道莉莉卡真的会永远站在他这边？莉莉卡理所当然的回应，兄弟姐妹本来不就该这样吗？阿蒂尔闻言失笑，但眼神很快又沉了下来。他坦言自己并不相信这类承诺，毕竟连父亲出殡那天他都没掉过眼泪。这就是身为皇室成员的现实，权力终究会把人变成这样。可即使是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每个人内心深处都需要听到这种话，哪怕那些关于无论何时与永远的誓言，到头来可能仅仅只是言语。阿蒂尔在心里承认，就算知道这些承诺不可靠，自己依然渴望听到。莉莉卡神情十分认真，强调自己绝对是发自内心相信。看着眼前的莉莉卡，阿蒂尔无奈地扶着额头，只觉得这孩子真是傻得透顶。他继续划着小船，明明听说莉莉卡在贫民窟吃尽苦头，心思却依然这样纯粹。换做以往遇到这种麻烦，他早就冷漠地将人打发走了。阿蒂尔看着莉莉卡的神态与声音，总觉得眼前的她仿佛来自一个美好的梦境世界。小船靠岸后，贴身侍卫罗恩上前提醒殿下，不该独自在外游逛。阿蒂尔无奈解释，这不过是陛下随性的命令。阿蒂尔顺势向莉莉卡介绍，罗恩是他的贴身侍卫。莉莉卡刚笑着打招呼，耳边却突然响起尖锐刺耳的杂音，瞬间打断了一切。刺耳的鸣响瞬间淹没了周围的声音。罗恩在一片杂音中微笑着向他致意，自我介绍说自己名叫罗恩格雷。可看着对方脸上那抹诡异的笑容，加上耳边越发尖锐的风鸣，莉莉卡整个人被定在原地，不知所措。那股尖锐的刺耳声音就像警报一样，在他脑海中彻底轰鸣开来。莉莉卡从小在贫民窟长大，全靠敏锐的直觉和看人的本领才活到现在。可眼前这个自称罗恩的侍卫，却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脑海中尖锐的风鸣越来越响，莉莉卡非常确定，眼前这个人绝对会伤害他们。这种强烈的不适与敌意，瞬间让他浑身发冷。侍卫罗恩声称自己是从仆人口中问出的路线，可莉莉卡的直觉警报轰然炸响，脑海中瞬间浮现出刺杀的凶险画面，耳边甚至响起了利剑出鞘的冰冷声响。危机一触即发，莉莉卡扯着嗓子大喊阿蒂尔的名字。阿蒂尔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什么，莉莉卡就已经不顾一切的朝着危险扑了上去。莉莉卡一把将阿蒂尔撞倒在地，罗恩拔出利剑一步步逼近，嘴里遗憾的叹了口气。倒在地上的阿蒂尔满心困惑，根本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罗恩彻底撕下了伪装，冷酷的表示自己侍奉了整整8年，就是为了等来动手的这一刻。本还想让殿下在毫无知觉中上路，面对步步紧逼的利刃，阿蒂尔心中泛起一丝绝望。难道一切就要在这里结束了吗？但作为巨龙后裔，他从小就被要求必须足够强大。在父亲的葬礼上，周围人都在议论，说皇太子竟然一滴眼泪都没流，指责他冷酷无情。可阿蒂尔心里很清楚，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自己必须彻底收起软弱，才有可能活下去。阿蒂尔在心中悲愤地质问父亲，自己才只有12岁，家族的神力甚至都还没觉醒，怎么可能击退一个手持利刃的成年男人？侍奉了8年的人怎么会痛下杀手？就在绝望笼罩的时刻，趴在他身上的莉莉卡突然大声呼喊，直白地告诉他罗恩就是个坏人。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让原本陷入迷茫的阿蒂尔猛地愣住。
莉莉卡指着罗恩大声怒骂，质问他怎么能对一个小孩子下毒手，痛骂他是个不知廉耻的叛徒。罗恩高高举起手中的利剑，嘲讽莉莉卡不过是个粗鄙的小女孩，甚至顺带羞辱起皇帝的出身，扬言帝国即将迎来新的主宰。就在罗恩分神说话的瞬间，阿蒂尔顺势抓起地上的酒瓶，狠狠朝罗恩砸了过去。酒瓶狠狠砸中罗恩，阿蒂尔一把拉住莉莉卡，转身拔腿就跑。受创的罗恩捂着伤口，眼神变得愈发阴狠。阿蒂尔不敢有半点迟疑，带着莉莉卡一路冲进森林。狂奔之中，阿蒂尔不禁想起自己7岁那年第一次被人下毒折磨。那时他从昏迷中醒来，病床前只有侍从在旁照顾。等到了回家的时间，仆人们纷纷离去，偌大的房间里最终只剩下他孤身一人。阿蒂尔很清楚，就算自己当年没能活下来，叔叔也从不会亲自探望。仆人们就算为此悲伤，最终也会回到家人身边，去效忠新的主人。如果他就这么死去，叔叔随时可以再生个儿子，重新选立皇储，因为对他而言，自己随时都可以被替代。每个人都有无可替代的人，可曾经爱着他的双亲早已离世，在这个世上，他从来就不是任何人的唯一。正因从小饱受下毒折磨，经历了无数次吐血求生的绝望，阿蒂尔早就明白，没人会来爱他，他也不需要对任何人产生牵挂。没有任何羁绊，反而能让他比任何人都要强大，这也是他在残酷皇室中生存的法宝。可就在此刻，阿蒂尔却正紧紧抓着莉莉卡的手，带着她在森林中拼命狂奔。身为巨龙的后裔，他绝不能在这里倒下，必须带他一起活着逃出去。哪怕现在还没法使用巨龙的力量，阿蒂尔也坚信自己能变得更强。只要将来能戴上帝国的皇冠，登上最高的位置，眼前这一切就根本不算什么。眼看莉莉卡有些跟不上脚步，阿蒂尔索性一把将她抱了起来，在森林中全力奔跑。曾经对他来说，永远在我身边，一起，这些词从来都不属于他。可眼前这个拼命护着他的小女孩，却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羁绊的含义。阿蒂尔在心里不断告诉自己，所谓的陪伴和靠近，对他来说根本毫无意义。他不需要任何人，不需要感情，更不需要怀里的莉莉卡。可就在他试图封闭内心时，莉莉卡却拼尽全力大喊，让他放开自己，独自逃走。这声竭力的大喊瞬间打破了他所有的防线，让阿蒂尔彻底怔在原地。阿蒂尔脑海中突然响起了莉莉卡的声音，那是他曾微笑着问自己能不能成为好朋友。可眼前的危机打断了他的回忆。罗恩冷笑着拽住莉莉卡，骂她是无理的小鬼。阿蒂尔明明一直告诉自己不需要任何人，可看着被挟持的莉莉卡，他根本无法转身离开。他死死握紧手中的武器，哪怕全身因为透支而在剧烈发抖。阿蒂尔很清楚自己现在的选择有多蠢。莉莉卡既笨拙又烦人，可每当想起他指着敌人怒骂的模样，他就根本无法放下他不管。就算已经被敌人死死揪住，莉莉卡依然大声喊着相信殿下。罗恩在一旁露出了阴险的冷笑。阿蒂尔完全想不通，为什么这个小女孩会如此无条件的信任他。伴随着心中的怒火与困惑，他终于彻底爆发，大声怒吼出来。在极致的愤怒与守护的执念下，阿蒂尔体内潜藏的力量彻底爆发，耀眼的金光瞬间笼罩了森林，仿佛要撕碎这无尽的黑暗。狂暴的神力渐渐平息，阿蒂尔精疲力竭地站在原地，急促地喘着粗气。阳光洒进森林，皇帝赶到了现场，他轻轻抚着莉莉卡，确认两个孩子都毫发无伤。看着突然出现的皇帝，阿蒂尔心中无比震惊，他完全想不通皇帝究竟是怎么精准找到这里的？难道自己的行踪早已被掌握？阿蒂尔心中掀起巨浪，他突然反应过来，难道皇帝从一开始就知情，甚至把自己当成了引出叛徒的诱饵？皇帝一边安抚着莉莉卡，一边转过头看向阿蒂尔，眼神里没有一丝关切，这根本不是面对差点丧命的侄子该有的神情。面对阿蒂尔的质疑，皇帝只是语气冷淡的回答，并非完全如此。看着眼前这个冷酷的叔叔，阿蒂尔只觉得无比寒心，彻底怀疑这个人到底还有没有一丝人性。莉莉卡推开皇帝，情绪激动地冲他大喊，说阿蒂尔不该得到那种敷衍的回答，让皇帝必须拿出诚意说出真相。他质问皇帝是不是真的拿他们当诱饵，即使是真的，也必须说明原因，而不是用一句冷冰冰的话让人寒心。面对莉莉卡这番直白的控诉，就连一向冷酷的皇帝也愣在了原地。看着莉莉卡竟敢这样当面质问皇帝，一旁的阿蒂尔深受震撼。在他眼里，莉莉卡能做出这种举动简直不可思议，但紧接着他却又否定了心中的这个念头。面对莉莉卡的连续逼问，皇帝终于开口做出澄清，表示自己绝没有把他们当成诱饵，这次野餐只是临时做出的决定。起因是莉莉卡的母亲得知后大发雷霆，她在寻找莉莉卡的过程中得知阿蒂尔遭遇危险，这才立刻动身赶了过来。皇帝紧接着告诉莉莉卡，她的母亲此刻正乘船往这边赶来。得知母亲的消息后，刚才还勇敢质问大人的莉莉卡瞬间卸下了所有的坚强防备，眼泪止不住的涌了出来。她忍不住当场放声大哭。阿蒂尔看到这一幕，顿时慌了手脚，还以为他受了严重的伤，或是刚才被敌人抓得太疼。还没等阿蒂尔反应过来，莉莉卡就一头扑进了他的怀里，紧紧抱住他，痛哭不止。莉莉卡趴在阿蒂尔怀里，断断续续的抽泣，坦白刚才真的害怕极了，直到此刻才终于放下心来。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皇后的呼喊声。皇帝闻声微微一愣，阿蒂尔连忙提醒莉莉卡快去找妈妈，可莉莉卡依然死死粘在阿蒂尔身上，不愿放开。皇帝向赶上前的皇后说明，两个孩子都平安无事，
皇后鲁迪亚快步冲上前，一把将两个孩子紧紧搂入怀中，为他们的平安感到无比庆幸。鲁迪亚激动得忍不住掉下眼泪，反复确认阿蒂尔和莉莉卡是否平安无恙，生怕两个孩子受了暗伤。一旁的皇帝却故意打趣说：“明明是自己出手救了大家，怎么轮到他就没有拥抱了？”鲁迪亚立刻严肃呵斥他别开玩笑，直言这处地方给孩子们留下的阴影太大，必须立刻带他们离开现场。莉莉卡依然趴在阿蒂尔怀里抽抽搭搭，始终不肯撒手。阿蒂尔低头看着怀里的小家伙，轻声问他：“之前不是保证过绝对不会死吗？”莉莉卡更加用力地贴紧阿蒂尔，带着哭腔倔强地回答：“自己无论如何都绝对不会死。”听到这句委屈又固执的回答，阿蒂尔眼中原本的冷漠彻底融化，嘴角不自觉地泛起了一抹温柔的笑意。在确认莉莉卡身体并无大碍后，鲁迪亚安排孩子先回房间好好休息。另一边，皇帝严肃地提醒阿蒂尔，罗恩的背后必定存在更深的幕后黑手，接下来会对此展开彻底的调查。皇帝直言这次的危机就是个深刻教训，叮嘱阿蒂尔往后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就在皇帝准备让阿蒂尔也回房休息时，身后却突然传来了厉声打断。开口叫住皇帝的正是鲁迪亚，他自责之前因为气阿蒂尔放了莉莉卡的鸽子，即便察觉到异样也没有提前提醒，这才导致莉莉卡身陷险境。但紧接着鲁迪亚便把怒火全部转向了皇帝，质问他为何非要对阿蒂尔说出那种冷血的话。难怪阿蒂尔根本无法信任身边的任何人。面对皇帝的困惑，鲁迪亚当面愤怒斥责，凭什么因为皇帝自己疑心深重，就非要把阿蒂尔也塑造成同样的性格？看着鲁迪亚为了自己当场训斥皇帝，呆立在原地的阿蒂尔心中莫名升起了一股久违的痛快。被当面训斥的皇帝刚要动怒反驳，鲁迪亚立刻出声制止，提醒他不要当着孩子的面争吵。随后鲁迪亚转身看向阿蒂尔，明确做出承诺，在他登基之前自己会倾尽全力给予支持。鲁迪亚当场澄清，自己从始至终都没打算与陛下孕育子嗣。他直言，不论皇帝表面态度如何冷漠，最终都一定会全力扶持阿蒂尔登上皇位。面对皇帝的插话反驳，鲁迪亚霸气将他打断，坚持要让阿蒂尔知道全部真相。阿蒂尔直接开口质问，难道真的有人想要派人暗杀自己？皇帝当场一口否定了这个说法，明确表示自己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这么做。看着皇帝毫无波澜的神情，阿蒂尔意识到对方依然在装作一无所知。鲁迪亚随即当场把话彻底挑明，质问皇帝凭什么指责自己不懂信任。皇帝则顺势上前冷声反问，两人瞬间陷入了剑拔弩张的僵局。离开房间并关上大门之后，阿蒂尔整个人彻底瘫靠在门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震惊与迷茫之中。他完全不敢相信刚才亲耳听到的一切，在他原本的认知与推测中，这三个人早已结成了不可撼动的利益同盟，高高在上帝掌控着整个局势。可眼前的残酷现实却是，他们内部早已充满了猜忌、争吵与分裂，根本不是外界所想象的铁板一块。阿蒂尔这才猛然意识到，原来自己一直以为他们亲密无间，那些高高在上掌控一切的威胁，全都是他单方面的误解。还没等他从震撼中回过神，侍从就急忙赶来报告说，莉莉卡公主正在到处找他。深夜的城堡里，莉莉卡独自坐在床上，整个人显得有些落寞。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一看到推门进来的是阿蒂尔，莉莉卡瞬间露出了灿烂的笑容。阿蒂尔看着精神起来的莉莉卡，主动开口问她是不是睡不着。阿蒂尔叹了口气，表示遇到今天这种变故，换做任何人都会吓得睡不着觉。随后便问莉莉卡到处找他究竟是有什么事情。莉莉卡把小脸往被子里缩了缩，小声坦白自己现在真的很害怕，问阿蒂尔能不能留下来陪他一起睡。面对莉莉卡这出人意料的要求，阿蒂尔趴在床边，两个人就这样默默地对视着。阿蒂尔无奈地叹了口气，问身旁的小家伙这下是不是满意了。趴在一旁的莉莉卡开心地点点头，说自己一直梦想着能和兄弟姐妹睡在一起。听着莉莉卡天真烂漫的话语，阿蒂尔陷入了短暂的沉思。他伸手温柔地抚摸着莉莉卡的头发，像个真正的哥哥一样轻轻拍着她。随后阿蒂尔低声问她，刚才难道就一点都不害怕吗？莉莉卡缩在被子里，坦言这次恐怖的经历自己恐怕一辈子都忘不掉。她想起以前认识的擦鞋匠说过，做了坏事却不自知的人才是最可怕的恶人。阿蒂尔问他这就是称对方为恶人的原因吗？严肃地提醒他当时差点连命都没了。莉莉卡却小声反驳说，当时阿蒂尔明明可以独自逃跑，但他却选择留下来救自己。阿蒂尔语气平静地表示自己早已习惯，光是类似的遭遇他就已经经历过4次了。听到这话，莉莉卡震惊地瞪大了眼睛，看着莉莉卡出乎意料的反应，阿蒂尔轻声吐露心声，承认自己过去一直以为皇帝知情却放任不管，甚至以为自己只是被当作随时能牺牲的棋子。阿蒂尔坦言，自己原本以为对方根本不在乎自己的死活，直到他想起当时质问叔叔时的场景，面对自己的质问，对方却表现得完全不知情，甚至觉得当皇帝和听这些事一样无聊。看到叔叔当时那副毫无伪装的烦躁表情，阿蒂尔才意识到对方是真的完全不知情。再加上后来听到叔叔与皇后的那番对话，他看到了叔叔意想不到的另一面。阿蒂尔轻轻抚摸着莉莉卡的头发，坦言就算遭遇4次袭击，比起害怕，他心里更多的是被背叛的感觉。听到这里，莉莉卡紧紧抓住了阿蒂尔的手，阿蒂尔安抚莉莉卡安心入睡，承诺
自己绝不会放手，可他心里却无法冷静，不断想不通罗恩为何选在此时动手。罗恩从小陪伴他整整8年，若想下手，明明随时都可以。而最近唯一发生的变化，只有莉莉卡和皇后的出现。想起罗恩过去温柔的笑容，阿蒂尔只觉得无比寒心。难道这8年的陪伴全是假象？对方只是在等命令将他彻底铲除？阿蒂尔的脑海中不断回想着罗恩过去告诫他的话。罗恩曾一遍遍提醒他，正因如此，殿下才必须变得更加强大，绝对不能向任何人露出一丝软弱。毕竟皇太子的生母出身卑微，背后少不了别人的议论与指点。罗恩总是叮嘱阿蒂尔必须变得更强，因为只要皇太子不复存在，菲奥德就会顺理成章地登上皇位。罗恩曾经许诺会永远站在阿蒂尔这一边，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这些曾经的温暖承诺，在阿蒂尔眼里全都变成了虚伪的谎言。阿蒂尔独自窝在床上，觉得事到如今再听这些话毫无意义，可耳边却依然挥之不去父亲过去叮嘱他必须坚强起来的声音。父亲曾经对年幼的阿蒂尔说过，如果未来想要得到幸福，无论如何都必须先活下去。父亲曾叮嘱年幼的阿蒂尔必须变得更加强大，才能在未来活下去并得到幸福。那时候父亲微笑着对他说，阿蒂尔一定要幸福地活下去。父亲临终前的话也浮现在阿蒂尔脑海中，父亲紧紧握着他的手，坦言没能为他留下任何东西，并叮嘱他切记自己血脉的高贵。父亲要他遇到困难时去信任叔叔，可阿蒂尔根本无法接受，去相信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面对离去的父亲，年幼的他只能哭喊着求父亲不要离开。他害怕自己被独自留在世上，留给那些随时会把他撕碎的恶狼。可随着丧钟敲响，父亲还是永远离开了。葬礼上，旁人冷眼议论着这位成了孤儿的皇太子，指责他自始至终都没流下一滴眼泪。面对四周刺眼的嘲讽，年幼的阿蒂尔暗下决心，他一定要按照父亲吩咐的那样，变得足够强大并且坚强地活下去。年幼的阿蒂尔深知自己从此将永远孤身一人，他在心里暗暗发誓，自己无论如何都绝对不能死。经历了一连串的背叛，阿蒂尔如今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站在他这一边，哪怕罗恩曾经许诺过会永远支持他。而看着身旁熟睡的莉莉卡，想起他刚才天真的提到，兄弟姐妹本就该相互陪伴，感受着两人紧握的手掌，阿蒂尔的心陷入了沉思。这就是家人存在的意义。看着沉沉睡去的莉莉卡，阿蒂尔心中筑起的戒备，终究还是被这份温暖击碎。一直以来独自咬牙坚持的他，眼角终于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哪怕他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正因为如此，他们或许才能去爱彼此，成为真正能够依靠的家人。看着莉莉卡熟睡的小脸，阿蒂尔在心中暗下决定，从今往后，他一定要好好守护眼前的妹妹。真正不可替代的家人会永远陪伴在自己身边。清晨的光芒照进城堡，现实世界其实并没有改变，阿蒂尔心里却第一次萌生出希望，觉得以后的一切都会好起来。感受着身边平稳如海浪的呼吸，阿蒂尔这才意识到自己以前竟从未像现在这样轻松，仿佛只要躲在这片温暖里，就算偷偷掉下眼泪，也不会被任何人察觉。一直以来被迫独自面对一切的他，终于在这一刻放下了心防，觉得自己不必再强行装的无坚不摧，就这样趴在床边安然入睡。皇帝与皇后从清晨起就边吃早餐边商讨要事，谈话一直持续了很久。莉莉卡忍不住提议，与其让母亲这样受累，不如让拉特代替她去开会。拉特一听，吓得连忙拒绝，并安排皇后先好好休息。离开的路上，莉莉卡有些担心母亲的身体，但她觉得皇帝做事应该有分寸，想不通陛下与母亲为什么会为一个刺客谈论这么久。阿蒂尔觉得莉莉卡纯属多虑，话还没说完，迎面就撞上了等候多时的派。莉莉卡一眼认出自己之前见过这位金发少年，阿蒂尔顺势为两人做了介绍。派调侃阿蒂尔挥手的招牌动作，简直和陛下如出一辙，吓得阿蒂尔连声反驳。随后派优雅的弯下腰，向莉莉卡献上诚挚的祝福，正式向这位新妹妹介绍了自己。面对派优雅得体的举止，莉莉卡深受打动。她想起礼仪老师的教导，便大方地报上了自己的名字。派微笑着表示，能得知殿下的名字是他的荣幸。随后，阿蒂尔顺势介绍起身边的侍从布兰。莉莉卡一眼认出，布兰就是侍女布林妮的大哥。虽然索尔家族并非贵族，按规矩不能在皇室面前提及姓氏，但在皇宫里却没有人不知道索尔家。莉莉卡接着向派介绍布林妮，并强调布林妮不仅是他的贴身侍女，更是他非常重要的朋友。听到莉莉卡把侍女当成朋友，阿蒂尔心里有些吃惊，毕竟对方只是平民出身，但他没有多说，拉起莉莉卡继续向前走。路上，阿蒂尔提起一件事，听说莉莉卡之前拿出巨资投资给了一个叫乌巴的人，而外界都在传那人其实是个骗子。莉莉卡听完，立刻大声反驳，强调对方绝对不是骗子。阿蒂尔被他坚决的态度弄得有些吃惊，莉莉卡极力为乌巴辩解，觉得只要阿蒂尔跟他聊聊就会明白。阿蒂尔却看出他已经被彻底洗脑。阿蒂尔理智地指出，深入丛林本就是一场赌博，敢保证100%平安归来的，本身就是骗子的套路。可莉莉卡依然坚信对方只是经验丰富。看着天真的莉莉卡，阿蒂尔忍不住无奈扶额，叹息他把这个世界想得太简单。见莉莉卡如此固执，阿蒂尔只好追问他接下来的打算。莉莉卡却一时间没听明白。见两人为了乌巴争吵不休，旁人听得一头雾水，阿蒂尔索性向莉莉卡
提出赌约，如果那人真的是骗子，他以后投资任何项目都必须经他同意。莉莉卡一口答应，但也反过来提出条件，要是阿蒂尔猜错了，以后就再也不许怀疑他相信的人。两人当场达成了协议。刚吵完架，阿蒂尔原本以为两人会就此分道扬镳，没想到莉莉卡却顺势一把牵住他的手，完全没有要和他分开的意思。看着身边的莉莉卡，阿蒂尔觉得偶尔和他这样吵吵闹闹，感觉其实也挺不错。莉莉卡好奇地打听起阿蒂尔的封地，问他是不是真的拥有领地，那边到底是什么样子。阿蒂尔得意地承认了，但他接着解释，领地远在北方，气候非常寒冷，粮食作物很难生长。莉莉卡认真思考起来，觉得既然种不了小麦，或许可以改种其他更耐寒的作物。随后他又追问其领地具体的土壤状况，派解释说那里的土地虽然不够肥沃，但也算不上极端严寒。阿蒂尔则默默地下决心，认为唯有开垦好这片荒凉之地，才能证明自己未来作为皇帝的能力。而莉莉卡心里却在犯嘀咕，想起以前赤脚踩在雪地里，冻得就像踩在刀尖上一样。比起酷暑，她最害怕的就是严寒，甚至担心过自己的鼻子和脚趾会被冻掉。不过派紧接着补充道，那里的夏天其实非常美丽，不仅有迷人的白桦林，还是个浆果的天堂。大家经常会去采摘蓝莓和覆盆子，用来熬制果酱，还能收获丰厚的蜂蜜与坚果。听到有这么多好吃的，莉莉卡立刻把对寒冷的担忧抛到了脑后，听得满心期待。莉莉卡想起自己以前吃过的覆盆子果酱，甜甜的就像宝石一样好看。阿蒂尔却当场泼起冷水，说那是因为里面加了大量的糖。可莉莉卡一点也没减退心智，还兴致勃勃地幻想着以后要摘满满一桶浆果，甚至还想看看小熊吃果子。看着满脸期待的莉莉卡，阿蒂尔没有再反驳，反而一把拉起她，加快脚步，嫌她走得太慢，带着她一路往前跑去。嫌莉莉卡走得实在太慢，阿蒂尔索性一把将她抱了起来，直接带着她加速往前赶路。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莉莉卡瞬间涌起一股熟悉的既视感，想起以前也是这样被她折腾，莉莉卡整个人瞬间崩溃了。莉莉卡连忙提醒自己很重，阿蒂尔却淡定表示他比小马驹还要轻得多，这让莉莉卡相当郁闷。没想到他竟然拿自己和马做对比。阿蒂尔一路抱着他迅速赶路，没一会儿就到达了目的地。刚一停下脚步，莉莉卡抬头望去，顿时被眼前的一幕吸引了注意。挡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堵长满藤蔓的高墙。莉莉卡满脸困惑，以为阿蒂尔带她过来是要顺着这些藤蔓翻墙过去。旁边的派见状有些犹豫，低声向阿蒂尔确认，真的要做到这个地步吗？莉莉卡凑上前摸了摸藤蔓，还在认真琢磨怎么爬过去。看着天真的莉莉卡，阿蒂尔无奈地深深叹了一口气。阿蒂尔轻声安慰了一句，随后伸手拨开厚重的藤蔓。莉莉卡这才震惊地发现，墙上竟然藏着一扇隐秘的木门。只见阿蒂尔拿出钥匙插进锁眼，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开锁声，木门被缓缓推开，门后的景象瞬间映入眼帘。莉莉卡彻底看呆了，完全不敢相信这里竟然别有洞天。门后漫山遍野，全都是挂满枝头成熟红艳的覆盆子。莉莉卡惊喜地环顾四周，发现不管是墙角还是草丛边，到处都结满了浆果。她怎么也没想到，这扇隐秘的木门后面竟然藏着一整片巨大的覆盆子果园。莉莉卡对眼前的景象难以置信，忍不住大声询问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阿蒂尔笑着提醒她，记得只摘那些成熟的果子，问她难道不想摘覆盆子了吗？莉莉卡立刻兴奋地大声回应，迫不及待地跑进了果园里。布林妮见状微笑着拉起裙摆，主动帮莉莉卡兜住刚摘下的浆果。阿蒂尔和派也围了过来，准备一起帮莉莉卡动手采摘。看着大家开心采摘浆果，阿蒂尔独自退到了一旁。眼前的欢声笑语和树下的秋千，让他不禁联想到记忆深处的背影。看着眼前的莉莉卡，阿蒂尔走上前，轻轻将她抱在怀里。看着眼前的景象，阿蒂尔仿佛解开了心中的某种执念。他从怀里取出一把金色的钥匙，郑重地把它递到了莉莉卡面前。莉莉卡感到有些难以置信，连忙确认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收下。得到阿蒂尔肯定的答复后，莉莉卡开心地握紧了钥匙。阿蒂尔看着心满意足的莉莉卡，带着她继续在果园里漫步。莉莉卡收下金钥匙后，提议由两人共同拥有。阿蒂尔嘴上说着随他便，解释说自己反正很快要离开，留着钥匙也没有意义。随后他话锋一转，问莉莉卡为什么还称呼他为殿下。面对阿蒂尔突如其来的追问，莉莉卡一下子愣住了，想不通除了殿下还能怎么叫他。见莉莉卡一时没反应过来，阿蒂尔有些别扭地提醒她，既然两人都已经是一家人了，就没必要再这么生分。听懂了阿蒂尔的意思，莉莉卡立刻高兴地扑上前，紧紧抱住了他。随后她甜甜地喊出了阿蒂尔的名字。阿蒂尔看着怀里的莉莉卡，嘴角也忍不住微微扬了起来。随后在布林妮的引领下，阿蒂尔带着莉莉卡一起向着前方走去。从果园回来后，采摘的覆盆子被做成了精致甜点，莉莉卡开心极了，大口大口地品尝着。坐在对面的派见状，忍不住打趣说，殿下看起来真的很享受。莉莉卡一下子有些紧张，以为自己犯了什么礼仪错误。派连忙笑着解释，自己只是看他吃的太幸福了。派暗暗有些后怕，担心刚才的打趣会被误会成冒犯，但看到莉莉卡吃的那么开心，觉得任何人享受美食都会感到幸福。庆幸的是，莉莉卡并没有多想，只是单纯享受着眼前的甜点，这让派心里大受触动。在他面前不用提心吊胆，更不用去防备复杂的利益与心思，
派主动微笑着向莉莉卡致歉，为自己刚才随意的言语道歉。莉莉卡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原本有些拘谨的气氛瞬间轻松了下来。莉莉卡端着甜点提出条件，只要派分他一颗浆果，自己就大方的原谅他。派笑着表示直接给2颗。莉莉卡听了十分开心。一旁的阿蒂尔见状，干脆将整碗覆盆子一股脑全倒进了莉莉卡的碗里。面对莉莉卡惊讶的目光，阿蒂尔理直气壮的解释，这是预付以后要他原谅的份。阿蒂尔这一出让周围人都愣住了，派赶紧打圆场，让莉莉卡体谅殿下的良苦用心。阿蒂尔却当场反问，凭什么替他向别人开口？看折碗里堆成小山的果子，莉莉卡转手分了一半给布林妮，笑着表示以后少不了要请他帮忙。看着大家融洽相处的样子，莉莉卡捧着甜点笑得格外灿烂。阿蒂尔靠在阳台边，心里暗暗感慨，本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回到那片果园，听着身旁派的话，这才随口应了一声。派由衷感慨，虽然莉莉卡或许并不清楚那座果园对阿蒂尔的特殊意义，但他相信莉莉卡一定会用心守护好那个地方。那座果园里的木屋原本是皇帝为先皇后建造的，出身平民的先皇后难以忍受上流社会的排挤与苛责，便选择隐居在木屋里，不再出门。在世人眼中，这或许只是一场消极的逃避，但对阿蒂尔来说，那栋阳光下的木屋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阿蒂尔看着远处的木屋，也由衷觉得莉莉卡一定会把这里照顾得很好。画面一转到了黄昏时分，皇后突然寄来了一封信，想请斐奥德来叫莉莉卡去西里。在巴拉特夫人看来，找个男孩来叫女子去西里，完全是没受过教育的平民做法。不过即便如此，巴拉特夫人认为，对方既然挂着塔卡的姓氏，顺势建立联系倒也无妨，不如趁这个机会过去看看那些卑劣低贱的生物究竟是什么样。听完母亲的交代，斐奥德嘴角露出一抹笑容，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侍从通报莉莉卡求见。莉莉卡兴高采烈地冲进房间，大声呼唤着母亲。可当他看向母亲鲁迪亚时，却被眼前的样子吓了一跳。鲁迪亚虚弱地唤着他的名字，脸色看起来比上一次还要糟糕。鲁迪亚虚弱地关心莉莉卡最近的情况。莉莉卡以为母亲是连日开会累坏了，赶忙询问母亲的身体。鲁迪亚轻声表示自己只是有些疲倦，但莉莉卡仔细一看，却发现母亲肌肤透亮，脸色红润，虽然跟平时有些不一样，却依旧美得令人惊叹。当鲁迪亚问自己是不是很难看时，莉莉卡立刻大声否定。就在这时，鲁迪亚却突然愣住了，似乎发现了什么。莉莉卡注意到母亲身上的红痕，好奇地问是不是被虫子咬了。鲁迪亚一听，顿时羞得脸色通红。莉莉卡以为房间里真有虫子，焦急地凑上前要帮忙抓。鲁迪亚赶忙伸手阻拦，咳嗽着解释说自己真的没事。见母亲因为被咬就羞成这样，莉莉卡更加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好好保护好母亲。鲁迪亚清了清嗓子，表示接到了巴拉特家族的回信，斐奥德同意过来亲自教莉莉卡礼仪。听到这个消息，莉莉卡喜出望外，没想到很快就能再次见到斐奥德。鲁迪亚随后提到，阿蒂尔马上要挑选新的禁卫骑士，让莉莉卡到时候也给自己选一个。看着眼前脸色泛红的鲁迪亚，莉莉卡以为母亲是因为开会累到了，可鲁迪亚听完却直接愣在了原地。莉莉卡接着提到，听说母亲一直在和陛下开会。鲁迪亚别有深意地表示，那确实是一场单方面的交流，不过好在最后聊得很愉快。看着眼前的鲁迪亚，莉莉卡心里无比踏实，哪怕工作再累，母亲也总是想着要见自己。现在的母亲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时侍女奉上了斐奥德的来信，信封上盖着精致的花朵文章。莉莉卡看着家徽，暗暗好奇，既然文章代表着家族的祖先，难道巴拉特家族的祖先是一朵花吗？莉莉卡捧着信件，心里美得冒泡，感觉整个人像踩在云端，开心得手舞足蹈。走到楼梯口时，面前出现了一道长长的扶手。布林妮环顾四周，确认周围没有其他人后，主动提议要不要顺着扶手滑下去。得到布林妮的鼓励，莉莉卡不再犹豫，她直接跨上楼梯扶手，一路尖叫着顺势滑了下来，感觉整个人无比畅快。然而下滑的速度远超预想，眼前的楼梯仿佛没有尽头，随着速度越来越快，莉莉卡吓得闭紧双眼，彻底失去平衡，直接从扶手上飞了出去。本以为会重摔在地上，莉莉卡却落入了一个稳当的怀抱。接住她的正是皇帝，皇帝无奈地提醒她，落地的时候可不能闭上眼睛，得看清落地点才行。看到这一幕的布林妮赶忙上前，面对皇帝对危险行为的质问。布林妮解释自己原本准备出手，还不忘顺带调侃一句，擦扶手可不是公主的职责。被抱在怀里的莉莉卡满脸通红，只能不好意思的小声道歉。听完莉莉卡的道歉，皇帝感到有些纳闷，他解释自己并非要训斥她，只是实在想不通这有什么好道歉的。这时皇帝注意到了莉莉卡手里的信，得知她刚去见过了皇后，莉莉卡顺势提出想邀请斐奥德来做客。面对这个出乎意料的要求，皇帝一时陷入了沉思，忍不住无奈感慨，自己实在搞不懂皇后脑子里在想什么。皇帝提起刚才和皇后的会面，脸上露出了相当满意的神情。莉莉卡听完这才反应过来，紧接着皇帝有些不好意思的轻咳一声，忍不住向莉莉卡打听皇后是怎么评价这次会面的。莉莉卡爽快的回答，皇后说他们当时聊得挺融洽。听完莉莉卡模糊的回答，皇帝追问还有没有别的。面对皇帝严肃的逼问，莉莉卡只好交代了实话。其实皇后真正的评价是，那场会面完全是她单方面的独角戏。得知真相后，皇帝顿时陷入了沉思。莉莉卡心虚的低下了头，完全不敢看他的反应。
听到单方面这几个字，皇帝当场大受刺激，强大的怒火瞬间喷涌而出，周身散发的杀气让整个画风彻底突变。看着眼前大受震撼的皇帝，莉莉卡和布灵妮被吓得战战兢兢，没料到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居然这么大。听到皇后说那是单方面的交流，皇帝大受震撼，独自在一旁低声喃喃自语。紧接着他眼神一沉，下定决心，表示以后必须让双方都感到满意才行。说完他便一边发出古怪的笑声，一边摇摇晃晃地转身离开。莉莉卡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小声询问布灵妮陛下是不是生气了。布灵妮则笑着安慰他，要是陛下真的生气，现场恐怕早就没活人了。听完这番解释，莉莉卡一时间呆在原地，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莉莉卡看着手中的信件，暗暗决定绝对不能拿给任何人看。可当他回到自己房间时，却发现阿蒂尔正大摇大摆坐在沙发上，悠闲地吃着点心。面对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莉莉卡一时间有些发懵，感觉自己反倒成了外人。询问过后，他才知道阿蒂尔嫌侍女们在旁边太碍眼，干脆把房间里的仆人全都赶了出去，心疼布兰一个人干了所有女仆的活。莉莉卡热心叫他也坐下休息，吓得布灵妮赶忙找借口溜出房间。布灵妮离开前提醒莉莉卡，侍女们等会儿恐怕要挨骂，因为他们本该留在房间服侍公主，却被阿蒂尔给赶了出去。莉莉卡本以为阿蒂尔地位比自己高，听完解释才反应过来，阿蒂尔根本没有权利擅闯她的房间，更没有权利赶走她的侍女。面对莉莉卡的当面质问，正在吃点心的阿蒂尔直接理直气壮地点头承认。莉莉卡双手抱胸，直言阿蒂尔的行为已经越界。阿蒂尔却一脸坦然地反问，他们难道不是一家人吗？听到这话，莉莉卡瞬间有些犹豫，拿不准是不是自己想的太多。还没等他想明白，阿蒂尔就突然凑到他的面前。莉莉卡慌忙脱口叫了一声殿下，阿蒂尔却直接叫他改口，以后直接喊自己的名字就好。看着眼前霸道的阿蒂尔，莉莉卡心里直犯嘀咕，吐槽他这脾气简直和陛下如出一辙。阿蒂尔一听顿时急了，直言自己和陛下哪有半点相似。被捏着脸的莉莉卡赶忙澄清，自己说的是脾气，又不是长相。阿蒂尔这才收手，提到叔叔拥有沙漠一族的血统。仔细想想，皇帝的出身确实特殊，母亲并非皇室成员，当年甚至被大家看作私生子。莉莉卡突然想起母亲之前的嘱咐，便顺势提出提议，让阿蒂尔陪她一起去挑选禁卫骑士。面对莉莉卡的邀请，阿蒂尔却当场直接拒绝。莉莉卡感到有些意外，阿蒂尔坦言，跟随自己8年的禁卫骑士之前竟然试图谋杀他。他摸了摸莉莉卡的头，坦白自己其实是在担心妹妹，害怕自己选中的骑士最终也会变成那样的叛徒。听完阿蒂尔心中的顾虑，莉莉卡立刻自告奋勇，提议由他来帮忙挑选。莉莉卡拍着胸脯表示，自己的直觉向来非常准确。阿蒂尔却满脸写着不信。莉莉卡见状立刻抗议，强调自己对危险的察觉尤其敏锐。他拿之前的叛徒举例，称自己第一眼就感觉那人有问题。阿蒂尔却吐槽这不过是事后诸葛亮。莉莉卡很不服气，赶忙讲起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当时镇上有个常给孩子发饼干的老妇人，大家都非常喜欢她，唯独莉莉卡觉得她不对劲，不仅坚决不吃她的饼干，也绝不去她的家里。结果那名老妇人后来被查出是个专门拐卖孩子的人口贩子。阿蒂尔听完不由得心里一惊。莉莉卡越说越起劲，又讲起镇上另一个给小孩发零钱的男人，后来同样被发现对孩子图谋不轨。面对阿蒂尔的追问，莉莉卡表示具体情况不太清楚，无非是不给饭吃或者动手打人。她自豪地强调自己凭着直觉从来没被人坑过工钱，甚至还打算接着往下细说。莉莉卡接着强调，只要顺从直觉就能避开坏人，就算选不出最好的，至少也能帮他避开最差的人选。话还没说完，阿蒂尔突然伸手一把将莉莉卡抱了起来。莉莉卡猝不及防被紧紧抱住，小声抗议说抱得太紧了。阿蒂尔却没有松手的意思，只说这次就当做先预知红梅，以后需要他原谅的地方还多着。莉莉卡立刻抗议说这次必须算2次。阿蒂尔顺从地应了下来，感受着怀里瘦小又温暖的身躯，阿蒂尔心生感慨，明明是个生气时也十分可爱的孩子，过去却遭受了那么多的奴男。而如今的帝国里，农奴制虽然在名义上早已被废除，富人们却找到了更高效的手段，继续榨干那些所谓的自由民。奴隶制即便在法律上被明令禁止，那些黑暗的压迫与交易也依然隐秘地扎根在社会深处。阿蒂尔不禁设想，倘若莉莉卡当年真被卖去当了奴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他难以压抑心中的情绪，当即改变主意，表示会陪莉莉卡一起挑选禁卫骑士。不过眼下手头突然有了急事，他需要稍后才能赶去会合。莉莉卡听完一愣，满脸困惑。随后阿蒂尔立刻向手下下令，要求他们马上整理出一份近年来帝都卫队的调查报告。看着阿蒂尔火急火燎地安排手下调查卫队，莉莉卡这才猛然想起自己还没来得及提起斐奥德，毕竟这是他第一次要邀请外面的客人来做客。况且看布兰刚才的反应，这封信似乎不宜对外公开。不过看在阿蒂尔是哥哥的份上，他原本还是打算实话实说。布灵妮的呼唤打断了他的思绪，见阿蒂尔正忙于政务，莉莉卡决定这件事等以后有机会再告诉他。最近莉莉卡频繁往图书馆跑，她是想在归还钥匙前修整好那个秘密红梅园，给阿蒂尔一个惊喜。虽然打算找个技术好又守口如瓶的园丁，但他觉得自己至少也得懂些基础。可惜书里的各种专业词汇直接把莉莉卡
给难住了，被书里复杂的词汇绕得晕头转向。莉莉卡实在看不太懂，决定换一本试试。她在高大的书架前挑选时，不小心碰落了一本黑皮书，捡起一看，封面居然写着《少女心跳魔导书》。看到这个奇怪的名称，莉莉卡当场惊得合不拢嘴。翻开看清里面的内容后，全是教人怎么给心上人做护身符，或者是怎么让喜欢的人梦里相见的魔法。莉莉卡害羞得满脸通红，激动地趴在床上直打滚，实在太好奇了，她干脆把书偷偷带回了房间，心里盘算着看完立刻还回去。不过她也很纳闷，皇家图书馆里怎么会有这种书？还没等她细想，侍女就跑来向她汇报关于给秘密花园聘请园丁的事。布林妮表示会先筛选几名稳妥的候选人，到时候再由莉莉卡亲自挑选。交代完园丁的事，莉莉卡趴在床上继续翻看从图书馆带回来的那本魔导书。当她翻到为心爱之人制作护身符，能帮对方化解危机的那一页时，莉莉卡瞬间眼睛一亮，认定这就是自己最需要的魔法。莉莉卡准备给阿蒂尔制作护身符，可仔细一看材料清单，除了池水草药和手帕之外，居然还需要一枚金币。活到现在连金币都没见过的莉莉卡顿时陷入了沉思。去皇帝书房帮忙只是出于兴趣，她并不想借此索要报酬。正犯愁该去哪里弄金币时，莉莉卡突然想起了尤巴。莉莉卡闭上眼睛，双手合十，祈祷远行的尤巴能平安归来，最后还不忘顺便许愿，希望能让他捡到一枚金币。结果转眼在书房里，皇帝就突然掏出一枚金币递了过来，让他拿去买些好吃的。皇帝见他心不在焉，还以为他是没吃饱给累着了。这突如其来的金币让莉莉卡大受震撼，小声嘟囔自己早餐明明吃了2根香肠。皇帝吐槽他瘦的只剩骨头，顺手拉开了书房的抽屉，里面竟然塞满了各种金银珠宝。还没等莉莉卡反应过来，皇帝又抓起一大把首饰印色给她，让她拿去多买点好吃的。莉莉卡暗自吐槽，陛下简直就像巨龙一样喜欢囤宝物，眼看一大堆首饰要把小钱包撑破，莉莉卡赶忙出声求饶。皇帝看着被装满的钱包，温柔的伸手摸了摸她的头。莉莉卡心想，陛下的手比以前温柔了太多。皇帝微笑着让她继续说，莉莉卡有些不好意思，直言自己可能会做得很笨拙。走出书房后，莉莉卡摸着头暗自感叹，这父子俩的脾气确实很像。不过这一次，她不仅凑齐了制作护身符的金币，钱包里还塞满了祖母绿、钻石和蓝宝石。莉莉卡举起其中一颗绿宝石，感叹它的颜色就像夏天的花园一样美。看着桌上堆满的珠宝，莉莉卡拿起一颗蓝宝石，觉得颜色和阿蒂尔的眼睛一模一样。当她拿起另一颗南瓜色的宝石时，脑海里浮现出的画面让她害羞的直接趴在桌上捂脸直滚。这时桌上一颗闪光的东西吸引了她的注意，一旁的布林妮提醒她，这是一颗品质极高的珍珠，有了这颗珍珠，制作护身符所需的材料就彻底凑齐了。莉莉卡满心欢喜地跑回床边，准备翻开魔导书开始制作。可当她伸手摸向枕头底下时，却摸了个空。原本放在枕头底下的魔导书竟然凭空消失了。莉莉卡吓得当场愣在原地。就在莉莉卡不知所措时，布林妮拿着魔导书走了过来。布林妮解释说，原本的书名太显眼，所以特意给她换了个新书风，改叫《少女的心动魔导书》。虚惊一场的莉莉卡激动的直接一把扑上去，紧紧抱住了布林妮。少女的心动魔导书其实是几年前在年轻贵族少女间流行过的读物，里面全是一些花瓣占卜或者测算姓名契合度的恋爱游戏。布林妮实在想不通莉莉卡是从哪弄来的，毕竟拥有这种书就等于向所有人承认自己有了心上人。看着激动的莉莉卡，布林妮郑重向她保证，自己绝对会将这个秘密带进坟墓。感动之余，布林妮也暗自打量，觉得莉莉卡平时就比同龄人成熟，难道她心仪的对象其实是一位年纪大很多的人？布林妮越想越远，甚至开始猜测对方难道会是帝国卫队长坦，或者是宰相拉特。布林妮还在心里琢磨，觉得对方肯定不是那几个年轻贵族。她干脆主动表示，书里的咒语太复杂，自己可以帮莉莉卡一起学。莉莉卡凑到布林妮耳边，小声透露了自己的真实意图，说自己其实只是想做护身符，本来还在发愁金币，幸好皇帝陛下给了他一大捧，他打算给阿蒂尔和陛下各做一个，布林妮也能拿到一份。听到这番话，布林妮直接愣在原地。布林妮这才反应过来，莉莉卡竟然真把恋爱书当成了魔法书，忍不住偷偷笑了起来。看着天真可爱的莉莉卡，布林妮答应会全力帮她制作，暗想这年纪的小公主只需要享受被爱就好。随后一封精致的信件送到了莉莉卡手里，看着信上极其漂亮的字迹，莉莉卡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了一道熟悉的身影。巴拉特家族在回信中表示，斐奥德随时都可以入宫，甚至明天过来都没问题。得知斐奥德随时可能到来，布林妮建议必须赶在之前为莉莉卡安排好专属护卫。虽然觉得对方在皇室面前应该不敢当众发脾气，但他毕竟是巴拉特家族的人，布林妮觉得还是警惕些更好。莉莉卡采纳了布林妮的建议，跑去找阿蒂尔，想拉着他一起去帝国卫队驻地，挑选2人的专属护卫。可刚一进门，莉莉卡就发现屋里的几个人全都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便提议改天再去挑选。派趴在堆成山的文件上吐槽说，阿蒂尔这几天突然发疯，非要查遍这几年的所有治安记录，害得他们跟着熬了好几天夜。话还没说完，就被阿蒂尔当场反驳。阿蒂尔爽快答应了莉莉卡的请求，准备带她一起出门。莉莉卡害羞的跟在阿蒂尔身后，阿蒂尔见她像侍女一样蹭在后面，忍不住抱怨她走得太慢。得知莉莉卡从小到大完全没学过骑马，阿蒂尔
便建议他该抽空好好学骑马了。阿蒂尔索性一把将莉莉卡抱了起来，打算直接带她出门。一旁趴着的派只能一脸无语地看着两人。随后兄妹二人来到了帝国卫队驻地，结果却碰到了宰相拉特。拉特抱歉地表示，卫队长坦还在皇帝的书房忙碌，目前还没有回来。既然坦不在，阿蒂尔便提议改天再来选护卫，但莉莉卡坚决要留在现场硬等。他担心要是错过了今天，阿蒂尔回头反悔可就糟了。阿蒂尔拿他没办法，只能由着他的性子来。等待的空档，莉莉卡好奇地研究起卫队摆放的各种武器。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了脚步声。莉莉卡一回头，发现走过来的居然是劳夫。劳夫主动打招呼说：“好久不见。”看着眼前的劳夫，莉莉卡不由得想起两人第一次见面时的可怕场景，身体下意识紧绷了一下。她赶紧打起精神，恭敬地向劳夫行礼。劳夫顺势问他之前让谭转达的话带到了没有。莉莉卡连忙点头表示收到了。听到肯定答复，劳夫松了口气。一旁的阿蒂尔则斜眼看着两人。莉莉卡注意到劳夫今天没穿制服，便好奇问他是不是在休假。没想到这一问，直接把劳夫给问得哑口无言。劳夫一口否定了休假的说法，表示自己是要准备回老家了。得知劳夫准备彻底离开，莉莉卡脑子里一片空白。这熟悉的不安感让她瞬间想起了以前发生的事情。明明这段时间一直风平浪静，为什么突然会变成这样？看着眼前的劳夫，莉莉卡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莉莉卡还在震惊中不知所措，甚至犹豫要不要开口挽留。阿蒂尔突然一把将他拉了过去，急忙询问他出了什么事。见莉莉卡失魂落魄的样子，阿蒂尔立刻把她护在身边，怒气冲冲地质问劳夫究竟说了什么。莉莉卡见状，赶忙开口解释，澄清事情根本不是阿蒂尔想的那样。有阿蒂尔站在身边，莉莉卡这才慢慢冷静下来。她重新捋了捋思路，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其实就在于劳夫要回老家。既然问题出在这里，莉莉卡当即叫住了劳夫，希望他能直接留下来。劳夫听到这话，彻底愣在原地，完全没料到莉莉卡会开口挽留。莉莉卡直盯着劳夫，再次向他确认是不是真的非走不可。劳夫深受震撼，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应。莉莉卡表示，如果劳夫实在不愿意留下来，自己也不会强求。但就在这一刻，她感觉脑海中的警报瞬间平复，意识到阻止劳夫离开正是解决关键。劳夫坦白自己如今已经不再是骑士，莉莉卡却提出即便没有骑士身份，自己也可以直接出钱雇佣他。话还没说完，阿蒂尔就突然拉住了莉莉卡。阿蒂尔质问莉莉卡为何要选这种人，并直接当面戳穿劳夫，怀疑他要回老家是因为能力不足被淘汰了。听阿蒂尔说劳夫是能力不足被淘汰，莉莉卡一时间没弄明白是什么意思，但她很快反应过来，现在的重点根本不是这个。阿蒂尔还想拦着他，莉莉卡干脆一把将阿蒂尔推倒在地，让他少管闲事。莉莉卡态度非常坚决，表示不管劳夫现在是不是骑士，只要对方愿意收钱，自己就一定要雇佣他。莉莉卡直接提出要用一颗珍珠作为聘请劳夫的报酬，在她看来，这颗珍珠品质极高，又十分罕见，拿来当做报酬绝对足够，况且花的还是她自己的零花钱。面对这番大手笔的报价，劳夫深受震撼，意识到莉莉卡完全是认真的。莉莉卡死死抱住劳夫不撒手，劳夫被蹭得无奈，只能叫他赶紧松开。莉莉卡小心翼翼地抬头偷看，劳夫低头看着眼前的莉莉卡，终于下定决心，当场答应接受这份雇佣。一旁的阿蒂尔冷眼看着这一切，莉莉卡没想到劳夫真的会同意。看到劳夫亲口答应，莉莉卡心里原本紧绷的警报终于彻底平息了下来。紧接着，劳夫直接在莉莉卡面前单膝下跪，正式向这位新雇主行礼。一旁的阿蒂尔直接看懵了，忍不住不满地咂了一下舌。劳夫轻轻托起莉莉卡的手，庄重地吻在她的手背上，郑重承诺自己一定会竭尽全力效忠于她。看着眼前这一幕，莉莉卡心里无比激动，这是她第一次凭自己的力量打破了过去那种不安与危险。她终于意识到，原来自己一直都有能力去改变现实。从今以后，她再也不用害怕的四处逃跑了。莉莉卡还没高兴多久，突如其来的声音就打断了众人。来人正是赶回来的卫队长坦。看着屋里有些微妙的局势，坦笑着问大家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听完事情的前因后果后，坦确认劳夫以后将成为莉莉卡的护卫。既然莉莉卡的护卫已经敲定，坦便表示接下来只需为阿蒂尔挑选护卫候选人。听到要给阿蒂尔选护卫，莉莉卡立刻举起双手，主动表示自己也要帮忙一起挑选。随后几位候选人陆续走进房间，一字排开等待挑选。莉莉卡认真观察着眼前的这几个人，随后凑到阿蒂尔耳边小声说出了自己的建议。听完莉莉卡的想法，阿蒂尔轻轻握住了她的手，看向了这群候选人。莉莉卡直接挑出了2名候选人，坦见状便提议，要是2个都喜欢，完全可以全都留下来轮班。坦好奇地问莉莉卡是不是靠直觉淘汰了另外3个人。阿蒂尔见事情忙完，便打招呼先行离开。莉莉卡向坦解释，被淘汰的人其实并不坏，自己也没有像对劳夫那样感受到危险警报，只是觉得他们没有那么突出。坦和莉莉卡面对面坐着，问他是否知道劳夫本该今天离队，好奇对方是不是真有那么优秀。莉莉卡直接否认。坦若有所思地看着他。莉莉卡向坦解释，刚开始自己感受到了强烈的恐惧，那是因为劳夫吵着要回老家，等把他成功雇下来之后，那种不安的感觉就彻底平息了。
莉莉卡顺势询问坦，既然他和劳夫来自同一个家乡，是不是当地出了什么状况？坦表示领地应该一切正常，可说到一半却突然打住。坦站起身来，坦言没想到莉莉卡会选择让劳夫来保护他。坦郑重叮嘱莉莉卡，只要遇到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找他，自己永远会全力支持他的所有选择。坦由衷感谢莉莉卡雇佣了劳夫，莉莉卡感到有些意外，连忙表示不用这么客气。一旁的布林妮出声向坦确认，问他是不是真的要全力支持莉莉卡的决定。坦毫不犹豫地给出肯定答复。布林妮见状表示期待未来的合作，毕竟能得到帝国卫队队长如此全力的支持，可以说是非常罕见。布林妮忍不住感叹，莉莉卡总是能轻松吸引强大的盟友，这确实令人刮目相看。另一边派当面质问阿蒂尔，问他为什么总是用那种态度对待莉莉卡，甚至还总说些伤人的话。阿蒂尔一脸困惑，完全没觉得自己说话有问题。派直接揭穿，说他每天都这样，刚才还嫌弃莉莉卡像个仆人跟在身后，甚至吐槽他连马都不会骑。面对这一连串的事实，阿蒂尔一下子慌了神，完全无法反驳。派接着提醒阿蒂尔说，他平日里连莉莉卡的一句话都会在意的睡不着觉，要是莉莉卡也用这种态度对他，他心里能承受得了吗？一想到莉莉卡可能会对他冷嘲热讽，阿蒂尔瞬间遭受重创。阿蒂尔开始担心莉莉卡是不是真的受了伤。派严肃警告阿蒂尔，莉莉卡不计较是因为她性格大度，如果再不注意言行，迟早会彻底伤害到对方，劝他以后最好收敛一点。面对派的提醒，阿蒂尔最终小声答应会试着改变。见阿蒂尔动了心思，派顺势提议，要是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不如主动送莉莉卡一件礼物。阿蒂尔一时间有些犹豫，派接着提醒他，最近不是刚收到一匹有着漂亮奶油色鬃毛的小矮马，不如就把那匹马送给莉莉卡。派补充说，莉莉卡年纪还小，在宫里骑那匹小马正合适。阿蒂尔突然想起，莉莉卡曾提到明天有客人要来，这是他第一次邀请客人参加茶会，难怪他当时那么急着找护卫。明白原委后，阿蒂尔终于松口，答应把小马送给莉莉卡。此时的莉莉卡也在满心期待，希望明天能有个好天气，和客人度过愉快的一天。到了茶会当天，来自巴拉特家族的斐奥德如约而至，他优雅地向莉莉卡自我介绍，表达了能见到公主的荣幸。接着，斐奥德轻轻牵起莉莉卡的手，在她的手背上落下一吻。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礼节，莉莉卡瞬间脸红到了极点，整个人害羞的不知所措。面对斐奥德优雅的微笑，莉莉卡实在有些招架不住，直接害羞的尖叫着跑开了。为了能顺利迎接这位贵客，莉莉卡此前不仅提前与对方书信往来，还急忙为自己选好了专属护卫，做足了各项准备，只希望今天的一切都能万无一失。莉莉卡本想好好表现，弥补上次见面时的失态，可看着眼前换上精致正装的派，还是被对方惊艳得心乱如麻。为了掩饰紧张，莉莉卡小声提醒他，今天并没有像上次那样行礼。斐奥德顺势起身，温柔地解释，今天毕竟是正式场合。派斐奥德坦言，没想到莉莉卡真的会邀请自己。莉莉卡也客气地感谢他能应邀前来。交谈间，斐奥德注意到了莉莉卡身旁的护卫，发现对方并不是帝国骑士。得到莉莉卡的确认后，斐奥德提醒他，公主不用帝国骑士做护卫，很可能会引起外界的各种流言蜚语。斐奥德凑近莉莉卡继续解释，外界会怀疑他为什么选不了帝国骑士，甚至会联想到他妓女的身份，猜测他是在宫里遭到了亏待。斐奥德说完便靠得极近，温柔地凝视着莉莉卡。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亲近举止，莉莉卡一时间愣在原地。莉莉卡回过神来，认真回应，外界终究会把她看作塔卡家族的一员，但在她心里，就算是通过契约成为公主，身份也同样无可争议。听完莉莉卡的想法，斐奥德微笑着赞同了她的说法。斐奥德顺势安慰莉莉卡说，巨龙根本不会在意蚊子的嘈杂声，外界的流言根本伤不到他。莉莉卡忍不住打趣，觉得就算是巨龙也会嫌蚊子烦。不过他紧接着表示，虽然自己不懂皇室内部的事，但坚信陛下一定会为他解决一切。听到莉莉卡对皇帝如此绝对的信任，斐奥德端着茶杯愣在原地，神色瞬间变得耐人寻味。斐奥德直言，莉莉卡实在太天真了，塔卡家的人向巴拉特家说这种话，简直是闻所未闻。他甚至告诫莉莉卡，要是巴拉特公爵听到这番言论，绝对会把他撕成碎片。莉莉卡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随后斐奥德话锋一转，轻声询问莉莉卡身边是不是还没有能够信任的知己。莉莉卡试探着询问，侍女布林妮算不算知己，却被斐奥德当场否定，理由是对方只是个仆人。斐奥德耐心解释，作为皇室成员，身边必须有同龄的贵族子弟，随时掌握社交圈的最新动向，以及各大家族之间的纠葛。莉莉卡这才恍然大悟，承认自己确实没有知己。见莉莉卡坦白，斐奥德顺势表示，那他肯定也不知道关于皇后鲁迪亚的最新流言。莉莉卡一听大吃一惊，暗想母亲是不是又因为酗酒闹事被抓了。斐奥德赶忙澄清，流言并不是莉莉卡想的那样。他拿桌上的蛋糕举例，表示这款甜食正是因为皇后鲁迪亚才在帝国上下流行起来。斐奥德补充道，只要是皇后沙龙里推出的点心，都因为风味精致深受大家喜爱，甚至连他们家里的厨师都在努力复刻皇后的饼干配方。莉莉卡听得不敢相信，斐奥德喝了口茶，接着透露还不止这些。据他所知，首都所有的服装店都在抢着定做皇后大婚时的同款礼服，现在去预定同款礼服，听说也要等上1整年。
不仅如此，皇后鲁迪亚还当场惩治了自命不凡的侯爵夫人，让大家直呼解气。最厉害的是，埃琳男爵的大小姐骑马受惊，鲁迪亚亲手制服了发狂的马匹，化解了一场危机。事后，小姐的未婚夫更是对皇后感激涕零。听着菲奥德讲述的这一桩桩事迹，莉莉卡感到难以置信，不敢相信这些传闻居然全都是母亲做出来的。莉莉卡心里暗自盘算，母亲如今确实漂亮又温柔，可她毕竟是自己的母亲，过去一直都需要自己去照顾，根本无法当成知己来倾诉。正当莉莉卡为此发愁时，菲奥德突然微笑着毛遂自荐，询问自己能不能成为他的知己。面对这出乎意料的提议，莉莉卡再次愣在原地。莉莉卡十分意外，怀疑菲奥德是在开玩笑。菲奥德耐心解释，像刚才聊的那些私密话题，通常都会找知己倾诉。对掌权者来说，知己不仅能帮忙倾听，还能协助处理各种贵族事务。听完这番话，莉莉卡若有所思地搅着红茶，以为是因为自己刚进入社交圈，还没什么权势，才一直没人提起过。听到这话，菲奥德差点把刚入口的茶喷出来，连声表示这怎么可能，因为只有莉莉卡自己还不清楚，如今整个首都茶余饭后热议的另一个焦点，正是她这位莉莉卡公主。菲奥德看出来，莉莉卡对自己在首都的热度一无所知。莉莉卡捧着茶杯陷入沉思，想起以前在贫民窟时，每天光是忙着讨生活，根本没有机会交朋友。她很好奇贵族朋友之间平时如何相处，虽然自己很喜欢侍女布林妮，但碍于身份，也没法像普通朋友那样玩闹。莉莉卡暗自琢磨，只要自己将来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公主，应该就会有人主动来当她的知己。想到这里，莉莉卡主动看向菲奥德，问他能不能现在先教自己练习屈膝礼。莉莉卡下定决心，要将学会优雅的宫廷礼节作为自己成为优秀公主的第一步。菲奥德当即亲自示范，举手投足间展现出极其标准的姿态，看得莉莉卡连连称赞。随后，莉莉卡认真向他请教，询问行礼时是不是动作放慢一点，就会显得更加优雅。菲奥德却伸出手指打断了他，劝他先不要纠结这些琐碎的细节。菲奥德告诉莉莉卡，练习礼节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坚信自己是世界上最美的人。这一番话把莉莉卡彻底说懵了。与此同时，阿蒂尔正带着精心准备的礼物，大摇大摆地往莉莉卡的房间走去。面对随从不合礼数的提醒，阿蒂尔根本不打算提前报备。在他看来，既然是送礼，就该给个惊喜。他深信莉莉卡收到后一定会非常喜欢。阿蒂尔迈着自信的步伐，径直朝着莉莉卡的房门走去。莉莉卡对这说法半信半疑，菲奥德却无比肯定，称除了皇后鲁迪亚，她就是全天下最漂亮的人。随后便让她跟着自己念。莉莉卡含糊不清地重复着，菲奥德一听便指了出来，觉得他根本就不相信这句话。莉莉卡有些无奈地坦白，自己并没有母亲那样漂亮的金发，实在没法理直气壮地说出口。见莉莉卡如此缺乏自信，菲奥德轻轻牵起了她的手。菲奥德夸赞莉莉卡非常迷人，称她的发色像森林里的精灵，眼睛像阳光下闪耀的湖水，鼓励她对自己多一点自信。在菲奥德的鼓励下，莉莉卡决定再试一次。她高高举起小拳头，大声喊出自己就是全天下最漂亮的人。可真等说出口时，莉莉卡还是害羞的声音直发抖。当着比自己还好看的菲奥德说这话，简直就像是一种折磨。菲奥德满意的拍了拍手，示意他重新再试一次。莉莉卡赶忙调整姿态，僵硬的练习起屈膝礼。菲奥德见状，却出声提醒，以莉莉卡如今的尊贵身份，在整个帝国里，能让她主动行礼的人，其实屈指可数。菲奥德顺势追问，既然需要她主动行礼的人并不多，为什么还要刻意去学？莉莉卡认真的回答，正因为能让她行礼的人屈指可数，她才更想在那些人面前做到完美无缺。在莉莉卡的想象中，只要自己能优雅的完成礼节，就一定能得到母亲鲁迪亚和陛下的认可。看到莉莉卡重新找回自信，菲奥德满意的笑了笑，告诉莉莉卡，在那些真正重视她的人眼里，她早就足够迷人。随后，菲奥德突然凑上前去，准备换一种方式继续引导她。莉莉卡再次打起精神，准备按照新的提示重新尝试。莉莉卡鼓起勇气，高高举起手指，喊出自己是全世界最可爱的人。虽然说出口依然非常害羞，但想起母亲鲁迪亚每天都会对自己表达爱意，莉莉卡终于有了底气。她一边小声念叨着自己很可爱，一边认真调整动作。菲奥德在一旁连连称赞表示肯定，彻底克服害羞的莉莉卡终于大声喊出了这句夸奖，展示出自信又完美的姿态。看到莉莉卡这副模样，菲奥德忍不住笑出声来。莉莉卡有些不解，连忙询问是不是自己哪里奇怪。菲奥德轻轻摇头，表示莉莉卡刚才的样子就像一只可爱的知更鸟公主。菲奥德顺势上前扶住她，展现出极其优雅的姿态。莉莉卡看着眼前的菲奥德，忍不住夸赞他，简直就像大师打造的精致艺术品。听到这出乎意料的夸奖，菲奥德一时间愣在了原地。菲奥德趁机再次表示自己非常希望能成为莉莉卡的知己。这时，侍女布林妮端着冷饮走进房间，打断了两人。与此同时，拿着礼物的阿蒂尔也来到了门外。面对慌忙想要通报的侍从，阿蒂尔伸手示意对方闭嘴，准备直接推门进去。阿蒂尔不顾侍从的劝阻，直接猛地推开了房门。他兴高采烈地呼喊着莉莉卡，准备为昨天的行为道歉。可话还没说完，看到屋里的情景，阿蒂尔瞬间愣在了原地。阿蒂尔定睛一看，只见菲奥德正陪在莉莉卡身边。面对突然闯入的阿蒂尔，菲奥德嘴角微微上扬，他顺手放下手中的酒杯，极其优雅的躬身行礼，主动向阿蒂尔
自我介绍，表明了自己巴拉特家族的身份。斐奥德的问候还没说完，阿蒂尔突然猛地冲上前去，一把狠狠抓住了斐奥德。突如其来的变故把一旁的莉莉卡吓了一跳，两人的冲突瞬间打翻了桌上的茶水，茶杯被瞬间撞得粉碎。阿蒂尔愤怒地死揪住对方，厉声质问斐奥德：“这个混蛋究竟为什么会出现在莉莉卡的房间里？”面对阿蒂尔的失控质问，斐奥德任由对方揪紧衣领，眼神里没有一丝慌乱，平静地同阿蒂尔对视。阿蒂尔厉声质问斐奥德：“为何擅自闯入莉莉卡的房间？”面对阿蒂尔的怒火，斐奥德显得极其从容，淡淡回应自己是受邀而来。莉莉卡见状，赶忙上前阻挡，主动承认确实是自己发出的邀请。阿蒂尔根本不听解释，指责斐奥德是在用皮囊和花言巧语，意图勾引自己的妹妹。斐奥德微笑着反击，直言是莉莉卡先提出想见自己。这句话瞬间彻底激怒了阿蒂尔，他当场挥拳砸向斐奥德。眼看现场彻底失控，劳夫赶忙一把将莉莉卡抱离现场，他紧紧将莉莉卡护在怀里，大声劝阻阿蒂尔千万不能冲动。阿蒂尔直责斐奥德厉声叫骂，威胁对方趁自己还没去验证关于那个传闻的真伪之前，赶快从这里滚出去。斐奥德非但没有退缩，反而冷笑了一声，表示自己其实也对那个传闻格外好奇。话音刚落，整个房间突然剧烈震动起来，桌上的器皿被震得叮当作响。斐奥德身上爆发出的异样气场，瞬间让气势汹汹的阿蒂尔愣在原地。剧烈的震动让现场众人以为发生了地震，但很快大家便发现，摇晃的根本不是地面，而是房间里的各种物品正在对某种强大的力量产生共鸣。察觉到真相的阿蒂尔瞬间大惊失色，而引发这场异象的正是眼前散发着强大气场的斐奥德。阿蒂尔咬牙切齿地辱骂斐奥德，随即挥起拳头再次向对方猛砸过去。眼看两人即将再次陷入殴斗，莉莉卡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直接飞身挡在了斐奥德身前。他大声质问并喝止阿蒂尔，强调斐奥德是自己的客人，警告阿蒂尔如果再敢继续无礼，自己绝对不会原谅他。莉莉卡明确表示自己必须对客人的安全负责，希望阿蒂尔能立刻离开。面对妹妹的维护，阿蒂尔感到无比震惊。正当他情绪失控想要辩解时，侍女布林妮站出来打断了他。布林妮严肃提醒阿蒂尔，这里是莉莉卡殿下的寝宫，容不得他如此无礼。见众人都站在莉莉卡这边，阿蒂尔留下冷冷的一句话，转身拂袖而去。随着阿蒂尔重重摔门离开，屋内的危机终于解除。侍女布林妮赶忙上前扶住了脱力的莉莉卡。危险退去后，莉莉卡才感到后怕，她怎么也没想到阿蒂尔刚才居然真的动了手。强行冷静下来的莉莉卡关切地询问斐奥德的伤势，连忙表示要叫御医过来。斐奥德却淡定地表示并无大碍，用不着请御医。紧接着他转移了话题，准备交代更重要的事。斐奥德顾不上嘴角的血迹，担心自己挑动了他与阿蒂尔的关系，猜出阿蒂尔就是莉莉卡此前提到过想要主动行礼的少数人之一。看着眼前依然优雅微笑的斐奥德，莉莉卡收起内心的不安，她明确表示这点冲突绝不会割裂她和阿蒂尔的关系，况且阿蒂尔动手本就有错在先，斐奥德作为他的客人，受了伤就绝不是什么小事。斐奥德依旧轻描淡写的说没事，莉莉卡却立刻大声反驳。他拉着斐奥德走到一旁，让对方坐了下来。既然斐奥德坚持不肯叫御医，那他就要亲自给斐奥德涂药。面对莉莉卡这份强势又真切的照顾，斐奥德心里感到十分新鲜。斐奥德心里觉得莉莉卡有些大惊小怪，比这更严重的伤他平时对练受过不少，便再次表示自己并无大碍。莉莉卡却严肃地反驳，平时对练和突然挨打完全不同，挨打不仅很痛，还会让人感到害怕。过去为了保护心爱的人，莉莉卡只能无助地向星空祈祷，但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现在他已经是白龙殿的主人，既然有了这份权利，就要承担起对应的责任。客人受了伤，那就是他的失职。莉莉卡一把按住斐奥德，坚定地表示绝不会让他就这样带伤离开，哪怕斐奥德觉得无所谓，在他这里也绝不行。莉莉卡凑上前，轻轻托起斐奥德的下巴，认真检查着他嘴角处的伤口。看着眼前满是关切的莉莉卡，斐奥德轻声开口，直言在他生活的世界里，这点小伤根本不算什么。作为巴拉特家族的继承人，他从小就被训练去忍受任何痛苦。斐奥德坦言，那片草地曾是他逃离家族束缚的唯一角落，直到莉莉卡撑着阳伞闯入他的视线。在外界的传言里，莉莉卡不过是个出身贫民窟的平民，却凭借某种手段迷倒了暴君。人们公认暴君的妻子是恶女，身为女儿的莉莉卡自然也是恶女。身处谎言之中的斐奥德也曾一度以为传言就是真相。斐奥德回忆起童年，那时他天真的相信着父母的每一句话。母亲端来让他受尽折磨的药物，递到面前逼他喝下，痛倒在地的斐奥德只能默默承受，母亲却捏住他的下巴，将所有的痛苦都归咎于皇太子阿蒂尔，称阿蒂尔才是让他遭受苦难的罪魁祸首。正是这句话，让斐奥德从小就将阿蒂尔视为仇敌，直到阿蒂尔10岁的生日宴会上，斐奥德才第一次见到这位宿敌。母亲从身后按住他，冷冷提醒他那便是敌人，逼他露出笑容。出于对母亲的恐惧，他根本笑不出来。而当他看清阿蒂尔时，对方不过也只是个孩子。阿蒂尔眼里全是深深的恐惧，身体因为恨意发抖，死死盯着斐奥德。那一刻，斐奥德彻底醒悟，让自己承受无休止痛苦的根本不是阿蒂尔，那真正将他推入苦难深渊的究竟是谁？真正的原因是母亲心中膨胀的野心。
为了让家族登上顶峰，他强行将鄙视的塔卡血脉与巴拉特结合在一起。当他生下拥有能力的儿子，以为迎来了家族梦寐以求的杰作。然而，等待斐奥德的并不是爱与温情，而是无休止的殴打与折磨。家族没能拿到皇后之位，皇帝反而将皇后与公主的头衔赐给了平民出身的母女。愤怒的母亲把所有怨气都疯狂倾泻在斐奥德身上。面对殴打斐奥德，心里只有冷漠。他甚至迫切想知道，当自己这个杰作彻底破碎时，母亲脸上究竟会是什么表情。所以，斐奥德一直对莉莉卡寄予厚望，因为母亲对莉莉卡的厌恶与恨意早已超过了世上的任何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斐奥德本以为让母亲恨之入骨的莉莉卡会是个手段很辣的厉害角色，可当他真正见到莉莉卡时，对方单纯热情的出乎意料，不仅毫无敌意，还主动拉近彼此的距离。斐奥德明白母亲的话再次骗了他，看着莉莉卡跑在前面的背影，他觉得这个女孩有些特别，或许了解一下也不错。莉莉卡凑上前给斐奥德包扎伤口，看着那双纯粹通透的眼睛，感受着指尖传递过来的温度，斐奥德心里竟然有些后悔让他靠近。等莉莉卡细心处理完毕，关切询问他疼不疼时，斐奥德只是淡淡回应说没事。在自己的家族里，挨打根本没人在意，他早就习以为常。斐奥德刚想回应，眼前突然一阵发昏，整个人感到说不出的怪异。莉莉卡见状焦急询问他怎么了，一股无比甜美的气息瞬间将他包围，在意识模糊之际，他一把紧紧抓住了莉莉卡的手腕。斐奥德努力维持着仅存的理智，低声警告莉莉卡不要靠近，更不要碰她。话音未落，斐奥德的手指便一阵发麻，整个人头脑发异样的感觉瞬间蔓延开来，他无法自控地抓紧莉莉卡，径直向她靠近。在与阿蒂尔发生冲突后，斐奥德没有多留，向莉莉卡道别后，带着一丝微笑转身离开。看着斐奥德离去的背影，莉莉卡心里十分困惑。阿蒂尔似乎极其抗拒让他与斐奥德再有接触，而斐奥德临走时的眼神也让他始终耿耿于怀。莉莉卡忍不住当面询问阿蒂尔，究竟为什么如此厌恶斐奥德。听见这句话，原本还想开口道歉的阿蒂尔瞬间被气得当场抓狂，伸手一把拧住了莉莉卡的脸。因为在阿蒂尔心里，只要自己发生意外，斐奥德就会顺理成章地继承皇帝的皇位。听到阿蒂尔的担忧，莉莉卡吓得打起了嗝，急忙劝他千万不能死。阿蒂尔气急败坏地表示自己才不会轻易丧命。阿蒂尔随后解释，斐奥德的父亲是他去世的叔叔，在皇室的继承顺位中，对方确实紧随其后，论血统甚至比自己更具正统性。一旁的派却突然开口指出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阿蒂尔之后，真正的第二顺位继承人其实是莉莉卡。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面对莉莉卡的疑惑，派解释说，比起是否拥有特殊能力，继承权最关键的条件其实是塔卡尔这个姓氏。莉莉卡这才恍然大悟，兴奋地举起双手，高呼自己居然是第二顺位继承人。就在几人交谈之际，空中突然飘来一份发光的礼物，随之而来的还有一道致歉的声音。阿蒂尔送给莉莉卡的致歉礼物，居然是一匹可爱的小马驹。原来他特意让莉莉卡换上骑马装，就是为了把马送给她。阿蒂尔别过脸，主动为昨天对待客人的无礼道歉。莉莉卡笑着表示自己早已原谅了他。面对莉莉卡灿烂的笑容，阿蒂尔害羞的不知所措。注意到小马额头上的心形图案，莉莉卡开心的给他取名叫晨星。侍卫派鼓励莉莉卡骑上去试试。面对从未骑过马的莉莉卡，阿蒂尔二话不说，一把将她抱了起来。身边的派提到巴拉特家族的野心，指出随着莉莉卡顺位上升，斐奥德的继承权已经被顺势压制。如果巴拉特家族想要抢夺皇位，除了除掉莉莉卡之外，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让斐奥德娶她。话还没说完，阿蒂尔就气得当场出手修理了他。随从赶忙解释这只是假设，但在政治上这确实是最有效的一步。另一边，莉莉卡正在劳夫的看护下练习骑马，听到要保持挺拔的姿势，她忍不住兴奋地询问能否再骑快一点。看着眼前的路程，莉莉卡若有所思地开口喊住了劳夫。莉莉卡问起昨天的争执，好奇劳夫当时为什么拉住自己，不让他上前劝架。劳夫解释当时情况危险，而且阿蒂尔非常在乎他，若他偏向对方，只会让阿蒂尔更生气。等两人打了几下冷静下来，自己才适合出手干预。莉莉卡听后有些自责，不知遇到这种情况自己能做什么。劳夫表示以后遇到这种事，只要直接吩咐他就行，他会替莉莉卡妥善解决。莉莉卡有些意外，询问作为自己的专属侍卫，是否真的可以听凭他差遣。面对莉莉卡的询问，劳夫一时间陷入了沉默。劳夫认真回应，表示自己不仅想成为他的盾，更想成为护他周全的剑。询问莉莉卡是否愿意交给他。看着如此谨慎的劳夫，莉莉卡心里十分触动。大家平时总因为他是小孩而随意对待，唯独劳夫始终保持着恭敬与慎重。他想起自己最初留下劳夫，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有威严，从未像对待亲信那样信任过他。或许正是这份疏离感，才让劳夫如此战战兢兢。想到这里，莉莉卡叫停了小马，她伸手轻抚着劳夫的头顶，温柔地向他道歉。莉莉卡郑重地答应了他的请求，表示从今往后会把他当做自己最坚实的剑与盾，只要自己遇到麻烦，劳夫一定要第一时间赶来保护他。得到承诺的劳夫郑重表态，愿将全部力量奉献给莉莉卡。这也让莉莉卡意识到，优秀并不意味着要独自承担一切，懂得信任他人也能让自己不断成长。告别大家后，侍从突然赶来通报，皇后鲁迪亚已经抵达。
得知母亲到来，莉莉卡兴奋地奔向大殿，一把扑进了鲁迪亚的怀抱。然而，在紧紧拥抱莉莉卡的瞬间，鲁迪亚的眼神却骤然变得无比冰冷。鲁迪亚听说莉莉卡选好了专属侍卫，便第一时间赶了过来。可当他看到站在一旁的劳夫时，脸色却瞬间沉了下来。在他的前世记忆里，眼前这个侍卫有着极其特殊的身份，他绝不允许这样的人靠近自己的女儿。鲁迪亚收起敌意，拉着莉莉卡坐到沙发上，他温柔地提出想把这个专属侍卫换成自己看好的人，询问莉莉卡是否同意。鲁迪亚深知劳夫在前世的底细，在他的记忆里，劳夫曾是被禁卫队驱逐的私生子，返回故乡后突然发疯，沦为怪物，最终惨遭猎杀。没人知道他发疯的原因。这件事不仅让禁卫队长受牵连隐退，更成了贵族们茶余饭后的笑柄。这样一个危险的人物，鲁迪亚绝不允许他靠近莉莉卡。他收起冷意，脸上挂着笑容，轻抚莉莉卡的头，提出要亲自帮女儿挑选合适的人选。面对母亲突然要换掉侍卫的要求，莉莉卡有些不知所措。想起刚与劳夫许下的承诺，莉莉卡当场拒绝了母亲的提议，明确表示希望由劳夫继续担任侍卫。一向乖巧听话的女儿突然反驳，让鲁迪亚感到十分震惊。他指出劳夫甚至连骑士都不是，根本不适合留在身边。莉莉卡却坚持表示自己完全信任劳夫。得知女儿对劳夫如此信任，鲁迪亚再也坐不住了，他当场站起身，强硬地表示这件事绝没有商量余地，必须换成更合适的人选。鲁迪亚情绪一时失控，差点喊出难听的重话。好在他猛然惊醒，及时打住，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一旁的布林妮见状，赶忙上前将莉莉卡护在怀里，请求鲁迪亚给莉莉卡一个解释的机会。看着蜷缩在布林妮怀里，满脸委屈的莉莉卡，鲁迪亚顿时感到一阵眩晕。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过去给女儿留下的阴影，根本无法在一朝一夕间抹平。莉莉卡对他的防备与不信任，也是理所当然的结果。鲁迪亚努力压下情绪，向莉莉卡解释自己绝不会做出伤害她的事情。可看着眼前对自己心生戒备的女儿，鲁迪亚脑海中却浮现出前世的记忆。曾经在贫民窟时，自己也曾打着为了你好的旗号，逼迫年轻的莉莉卡嫁给年过7旬的老伯爵。那时的他肆意贬低女儿，叫嚣着只要能攀上贵族高位，就是贫民窟出身最大的成功，甚至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就同样是对莉莉卡好。前世的自己甚至盘算着借这场婚姻来争夺权力。意识到残酷的现实后，鲁迪亚身子一晃，差点站立不住。面对莉莉卡的关切询问，鲁迪亚心中充满自责。虽然给女儿提供了优质的生活，口口声声说着爱她，但在做法上却依然在强加意志，和前世根本没有区别。醒悟过来的鲁迪亚平复心情，提出想与莉莉卡单独聊聊。他蹲下身，拉住莉莉卡，温柔地做出了退让，表示绝不会强迫她更换侍卫。虽然鲁迪亚依然觉得劳夫是个隐患，但他不再强硬干涉，而是承认自己刚才强加了意志。鲁迪亚轻声询问莉莉卡选择劳夫的真正原因。话还没说完，鲁迪亚忍不住流下眼泪，自责地向女儿道歉。他坦言自己明明下定决心改变，却依然一次次伤害莉莉卡，不知该如何做好一个母亲。鲁迪亚哽咽着告诉莉莉卡，自己只是太爱她了，莉莉卡永远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人。鲁迪亚说出内心的愿望，希望莉莉卡能像阳光下的花朵一样，在满满的爱意中快乐长大。即便女儿讨厌自己，甚至逃得远远的，他对莉莉卡的爱也绝不会减少分毫。鲁迪亚捂着脸，深感内疚，不知究竟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明明下定决心不在孩子面前流泪，却还是忍不住哭了出来。看着自责落泪的母亲，莉莉卡主动伸手环抱住鲁迪亚，轻声回应自己同样爱着妈妈。听到女儿贴心的表达，鲁迪亚紧紧把莉莉卡拥入怀中，母女俩终于冰释前嫌。莉莉卡贴在鲁迪亚怀里，承诺无论发生什么都会留在妈妈身边，希望鲁迪亚不要伤心。听着女儿真心实意的表白，鲁迪亚感动之余满心自责，他紧紧抱住莉莉卡，道歉说都是自己太愚蠢，才没能好好理解女儿。然而安抚好莉莉卡后，鲁迪亚的表情瞬间变得冷酷，他把这一切的根源全归咎到了厚颜无耻的沃尔夫家族头上。既然局势发展到了这个地步，鲁迪亚决定不再忍气吞声，他要主动出击，夺回原本就属于自己的一切。这股骤然爆发的气场，让一旁的人都不禁打了个寒战。看到鲁迪亚独自伤心流泪，皇帝第一时间以为有人胆敢找他麻烦，可转念一想，以鲁迪亚在贫民窟时那彪悍的性格，根本不可能任由别人欺负。走近一问才发现，鲁迪亚只是沉浸在与女儿和解的情绪中。面对皇帝的询问，他表示已经决定尊重莉莉卡的选择，允许劳夫继续担任侍卫。虽然鲁迪亚此前心存戒备，但莉莉卡坚信自己的直觉没有看错人。这份信任也让鲁迪亚感叹起贫民窟的往事，那是自己终日酗酒，母女俩处境危险，却平安撑了过来。正因如此，鲁迪亚决定相信女儿的判断，放手让莉莉卡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可他坦言自己心里依然充满害怕，担心劳夫真的会伤害到莉莉卡。刚才失控发火，纯粹是出于内心的恐慌。只要面对女儿，他就很难掌控情绪，甚至会向最关心的人发脾气，这让他无比自责。听完鲁迪亚的自责，一旁的皇帝平静地回应道：人类本就如此，不论是害怕、悲伤还是厌恶，最终往往都会演变成愤怒。能清晰察觉自己情绪的人十分罕见，而鲁迪亚能清醒认识到这一点，已经足够让人意外。
皇帝认为面对敌人时，愤怒能成为反击的武器，可鲁迪亚无奈地表示，女儿根本不是他的敌人。他深深叹了口气，承认自己其实并不了解莉莉卡，直到昨天才注意到自己送的遮阳伞太重，女儿根本拿不动。鲁迪亚凑近皇帝，好奇他难道真的一点都不怕自己？皇帝干脆地表示完全不怕，还笑称鲁迪亚非常奇怪，普通人得知他是龙族只会感到恐惧或怀疑，鲁迪亚却直接打断他，表示听够了这套对人类的抱怨。鲁迪亚坦言自己已经从沃尔夫家族拿到了想要的东西，他无法容忍对方派来一个有缺陷的侍卫，因此明确要求让迪亚雷·沃尔夫来担任莉莉卡的侍卫。听到迪亚雷的名字，皇帝不禁感到意外。在鲁迪亚前世的记忆里，这位迪亚雷虽然性格古怪，却是帝国顶尖的女骑士，更是上万年来守卫掌握家族传世神器的人。鲁迪亚理所当然地表示，只有这种传奇人物才配保护他的宝贝女儿。面对护犊心切的鲁迪亚，皇帝感叹莉莉卡平时一定很不容易。鲁迪亚却骄傲地表示，他的女儿本来就是世界上最可爱优秀的宝贝。看着眼前的鲁迪亚，皇帝若有所思，他轻声感慨，这或许也是人类身上为数不多的优点。鲁迪亚感慨道，无论当下有多么痛苦和悲伤，一切终究都会过去，只要憧憬未来的幸福与平静，眼前的困难就都能忍受。皇帝听完顺口吐槽，这听起来完全像是莉莉卡会说的话。鲁迪亚也笑着承认，自己确实是从女儿身上学到了这些，并且他很喜欢现在的改变。随后他劝皇帝放下对人类的偏见，试着去享受当下，毕竟人类身上也有不少优点。鲁迪亚刚坦言自己其实也还有疑虑，皇帝却突然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猛地将他拉向自己。面对皇帝这突如其来的举动，鲁迪亚一时间十分困惑。皇帝微笑着靠近鲁迪亚，坦言人类身上确实有让他认可和喜欢的地方。夜幕降临，经历了疲惫的一天后，莉莉卡回到了房间，看着今天哭得像个孩子的母亲，莉莉卡暗下决心，以后要换自己来照顾好妈妈。她把许愿物放进罐子里，希望自己所爱的人都能健康快乐。莉莉卡双手合十向妖精祈祷，希望能借给她力量，去守护身边最珍贵的人们。莉莉卡在心中默念着所有她深爱的人们。夜空划过一道流星，星光洒满整座城堡，守候着这份宁静与美好。得知莉莉卡送的护身符是用来守护所爱之人的，阿蒂尔心里暗自高兴，嘴上却傲娇的表示这东西太幼稚。一旁的派忍不住当场吐槽，趁着气氛，斐奥德顺水推舟，将莉莉卡送的限定版银币护身符转送给了侍女布灵妮。布灵妮高兴地收了下来。鲁迪亚收到护身符后喜出望外，抱着莉莉卡亲个不停，承诺自己一定会保护好女儿。可莉莉卡想起她昨天大哭的模样，心里不免有些打鼓。皇帝也向旁人展示着自己的护身符，大方承认这是莉莉卡送的礼物。皇帝虽然口头上说着不需要，但还是温柔地摸了摸莉莉卡的头，向她道谢。皇帝专门抽空来送鲁迪亚出门，打趣她穿的这么华丽，去剧院肯定会抢走所有人的目光。鲁迪亚也顺势与她亲密互动，两人当众上演起了深情告白。侍女们在一旁看得心跳加速，莉莉卡心里明明知道两人只是契约婚姻，只是在配合演戏，但看着眼前这宛如童话里的画面，还是忍不住看得出了神。在依依不舍的深情道别后，鲁迪亚乘车离开。皇帝转身准备返回，却突然叫住了站在一旁的莉莉卡，主动向她打听起那个护身符。面对皇帝的询问，莉莉卡还没来得及细说，皇帝就直接牵起她的手，带她离开了原地。随从正准备跟上，却被皇帝冷冷喝止。随着皇帝催动力量，漫天的花瓣瞬间纷飞，挡住了所有人的视线。皇帝解释道，这片花园唯有皇室成员可以踏入，避开其他人更方便交谈。莉莉卡小跑着跟在身边，好奇询问皇帝是否一直都是魔法师。皇帝表示自己虽非魔法师，但这是赐予龙族后裔的力量。看着漫天起舞的花瓣，莉莉卡忍不住发出了赞叹。皇帝顺势向莉莉卡打听起制作护身符的具体经过，莉莉卡如实交代了原委，还提到制作时金币发出了亮光，连侍女布灵妮都被吓了一跳。皇帝听完明确表示，那确实就是魔法。他接着追问，除了布灵妮之外，还有没有别人知道她会魔法？莉莉卡解释说，布灵妮早就知道魔导书的事，甚至还帮忙一起制作了护身符。皇帝的神情随之变得严肃，提醒莉莉卡拥有魔导书并不代表就能安全使用魔法。他严厉叮嘱莉莉卡，绝不能向任何人提起自己能做护身符，并且要尽快把书归还原处。在皇帝看来，妄想用魔法去操纵人心极其危险。随后皇帝耐心地向他解释，这世界上能够使用魔法的其实只有3种存在。皇帝接着说明，极远之地与古老精灵缔约的生物、龙族以及初代血脉，这3种曾经能扭转时空的伟大存在，如今早已消失在历史中。至于现在偶尔出现的魔法天赋者，顶多只能治愈微小的伤痛，根本无法与过去的大魔法师相比。可莉莉卡单凭祈祷就能照着童话书做出带有魔力的护身符，这种能力显然十分特殊。皇帝索性提出由他来亲自教莉莉卡使用魔法。听到这个决定，莉莉卡又惊又喜，赶忙追问什么时候能开始。皇帝则表示得再找个合适的机会。看着小跑跟在身侧的莉莉卡，皇帝心中暗自感叹，这个心地善良的孩子确实具备着魔法师的所有品质。可走着走着，神秘的声音突然在皇帝耳边响起，伴随着一道模糊的虚影，向他倾诉着深沉的爱意。
这突如其来的异象让皇帝眉头紧锁，他不明白那位古老的大魔法师为什么会在此时重新浮现。还没等皇帝从困惑中缓过神来，莉莉卡焦急的呼唤声突然响起，一股强大的力量瞬间在周遭爆开，将两人笼罩在升腾的光芒之中。光芒散去后，皇帝瞬间消失在原地。莉莉卡以为这是厉害的传送魔法，还没来得及感叹，却发现自己被单独留在了迷宫里。虽然能远远看到宫殿，可无论怎么走都无法靠近半步。迷茫的她甚至开始幻想会有小妖精来带自己回家。就在莉莉卡自嘲着根本不可能时，旁边的树丛里突然传出了一阵异响。她警觉地转过头去，看清从树丛里冲出来的竟然是斐奥德。莉莉卡感到十分意外，看着一路气喘吁吁赶上来的斐奥德，莉莉卡完全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他，忍不住追问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事情还要从1个小时前说起，当时还在巴拉特府邸的斐奥德脑海里全都是莉莉卡的身影。自从上次在太阳宫相遇，他就一直渴望能再次见到她。为了能和莉莉卡重逢，斐奥德偷偷溜进了皇宫花园，可还没等他找到人，却意外撞见了一场秘密谈话。对方得知皇后鲁迪亚正前往大剧院，便准备按照计划动手。巴拉特夫人语气阴狠，竟打算放火烧毁鲁迪亚的礼服。偷听到这惊天密谋的斐奥德顿时大惊失色，意识到必须立刻把消息传递出去。为了尽快把消息送出去，斐奥德决定冒险穿过皇室禁地走捷径，祈祷自己还赶得及。没想到刚冲出树林，他就意外撞见了莉莉卡。斐奥德一把抓住他，急切询问他为什么会在这里。莉莉卡坦白自己跟着皇帝却迷了路，接着反问斐奥德为何敢闯入禁地。情况紧急，斐奥德来不及多解释，决定直接带他走捷径离开。还没等莉莉卡反应过来，就被斐奥德拉着一路狂奔，心里直吐槽这可不是他盼来的妖精。斐奥德一边奔跑一边急切地表示情况紧急，必须在路上把重要事情交代给他。斐奥德直接说出了惊天密谋，今天大剧院会发生火灾，一出去就必须立刻通知所有人。可当他们跑出树林，来到开阔处，远方大剧院方向竟然已经冒起了火光。难道他们还是迟了一步？想到鲁迪亚此刻就在大剧院，莉莉卡心里无比焦急。在斐奥德的催促下，这次莉莉卡不再是被动跟随，而是主动打头阵，拼尽全力狂奔。跑着跑着，莉莉卡脱力跌倒在地，想到母亲鲁迪亚此刻就在大火之中，万一母亲出了意外，自己就彻底失去了一切。强烈的恐惧让莉莉卡瞬间崩溃大哭。眼看莉莉卡陷入慌乱，斐奥德上前一巴掌拍在她脸上，大声大吼，让莉莉卡赶紧清醒过来，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在这里绝望。这一击让莉莉卡瞬间回过神来，她重新打起精神，抹去泪水，再次向前全力狂奔。斐奥德边跑边安慰莉莉卡说，火势这么大，皇家卫队肯定已经赶去救援，鲁迪亚绝对不会有事。两人终于赶到了迷宫出口，斐奥德停下脚步，表示自己只能送她到这里，让莉莉卡赶紧独自出去。他还提醒莉莉卡，大剧院那边刚有消息传回来。莉莉卡重点了点头，径直朝着出口奔去。走出拱门的莉莉卡迎面撞见了阿蒂尔，随后被带上了准备好的马车。此时的大剧院早已被烈火吞噬，卫队正全力投身于灭火之中。阿蒂尔将虚弱的莉莉卡护在怀里，安慰她，希望鲁迪亚能够平安无事。也许是祈祷奏了效，天空中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随着雨水倾泻而下，马车一路驶到了安全区域。守卫们纷纷向两人恭敬行礼。阿蒂尔没有多言，直接向守卫询问起现场的情况。莉莉卡急忙在人群中焦急地寻找着母亲的身影，突然她的目光停在了一处，控制不住地失声大喊起来。只见远处的地面上，鲁迪亚已经被安全救出，正虚弱地倒在侍女怀里。莉莉卡和阿蒂尔快步上前，急切询问鲁迪亚的伤情。鲁迪亚强撑着表示自己没有大碍，侍女却当场道出实情。皇后在火场里为了掩护大家逃生，根本顾不上自身安危。获救的民众也纷纷作证，要不是皇后强忍脚踝，剧痛施以援手，他们根本无法从烈火中脱身。此时皇帝迈步走入人群，众人都在感叹这场大雨正是皇帝降下的。得知皇后重伤依然拼命救人，现场响起了阵阵赞誉，局势终于稳定下来。皇帝随即下令全员返回宫殿。见鲁迪亚伤得不轻，莉莉卡连忙劝母亲不要硬撑。皇帝也觉得伤情严重，急着回宫恐怕有些勉强。鲁迪亚先是温声抚慰女儿，接着顺势靠在皇帝身上。在他看来，绝不能因为这点腿伤白白放弃提升皇室声望的良机，自己必须履行好这份契约。在皇帝的扶持下，鲁迪亚强忍伤痛面向众人，现场瞬间响起震耳欲聋的欢呼，民众纷纷高呼皇后陛下万岁。阿蒂尔心中震惊不已，皇后竟能借着伤势化危机为机遇，明天的头条必然全是皇室赞誉。阿蒂尔劝莉莉卡先行回宫，后续善后交由他来处理，毕竟身边只带了一名护卫，留在这里实在过于危险。彩虹挂在天边，帝后相拥的画面唯美如画。可看着眼前光鲜亮丽的鲁迪亚，莉莉卡却想起了过去的岁月。以前母亲每次烂醉倒下，都是自己在身边照顾，还要为了房租和温饱四处奔波，连投资决策也全由自己承担。哪怕母亲总是流着泪说爱她，不管外界传闻中的母亲有多伟大，过去永远都是自己在紧紧拥抱母亲，始终守护在母亲身边。可看着此刻被众人簇拥的鲁迪亚，在皇帝怀里
绽放出从未见过的笑容。莉莉卡突然意识到，母亲似乎再也不需要自己的帮助了。那一声无形的告别，就这样将她隔绝在母亲的新生活之外。深夜的寝宫里，疲惫的鲁迪亚久久无法入睡，经历了一整天的波折，心绪依然难以平静。皇帝递上一杯饮品，鲁迪亚却苦笑提醒自己，过去可是个酗酒者。比起身上的伤势，鲁迪亚更挂念受惊的莉莉卡。女儿白天哭个不停，回宫后却懂事地推开她，说自己没事，不用陪着。鲁迪亚陷入深深的自责，虽然赢得了声望和赞誉，可他最在乎的只有女儿。难道莉莉卡至今依然无法信任自己？手提烛台的皇帝缓缓走近，询问他是不是在害怕这微弱的火焰。鲁迪亚坦言自己害怕火焰，讨厌被人看穿弱点。原本以为早已克服，可当火光亮起的那一刻，身体还是不听使唤的僵住了。其实大剧院的那场火灾，鲁迪亚早就预料到了，因为在前世的记忆里，同样的大火也曾将一切付之一炬。为了改变命运，他提前推动时尚潮流，做足准备，自信满满前往大剧院。可现场火势远比预想的更加失控，当烈火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让他瞬间瘫软在原地，动弹不得。绝望中，鲁迪亚意识到自己还没能改变命运，绝不能把莉莉卡一个人留在世上。他强忍着全身的僵硬与恐惧，下定决心一定要动起来。挣扎间，莉莉卡送他的护身符意外掉落，在地上摔得粉碎。看着摔碎的护身符，鲁迪亚重新找回了冷静与坚定。他站上高处，朝着混乱的人群大声高喊，让大家保持冷静，皇后就在这里，绝不会抛下任何一个人。要不是莉莉卡的护身符，鲁迪亚恐怕早已丧命。逃生时，他几次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多亏皇帝及时求来大雨，鲁迪亚由衷向他表达感谢。皇帝佩服他在极度恐惧下依然能镇定自若，待大家脱险。鲁迪亚却笑着表示，这本就是契约婚姻的一部分，自己必须做个合格的皇后。皇帝庆幸妻子平安无事，顺势在床边坐了下来。鲁迪亚担心他今晚做噩梦，主动提出可以牵着他的手，皇帝却反过来挂念他的伤势。两人正在低声交谈时，布林妮突然推门进来。布林妮慌慌张张前来通报，鲁迪亚急忙询问女儿的情况，得知莉莉卡难过了一整夜，阿蒂尔正陪在身边。鲁迪亚立刻循着哭声赶了过去，推开房门，莉莉卡正缩在阿蒂尔怀里失声大哭，害怕自己会被妈妈抛弃。站在门口的鲁迪亚将女儿的无助与不安尽收眼底。阿蒂尔赶忙开口安抚，强调皇后绝不可能抛下他。可莉莉卡依然难以平静，在他看来，母亲如今光芒四射，随时都能开启没有他的新生活。过去全靠自己挣钱养家，母亲才一直留在身边。如今母亲变得独立又强大，再也不需要他这个累赘了。白天在火场被劝离的经历，更让他加深了这种不安。站在门口的鲁迪亚听得清清楚楚，阿蒂尔急着辩解当时的情况，却意识到越说反而越糟糕。面对怀里抽泣的莉莉卡，他一时不知该如何劝慰。鲁迪亚快步走上前，把女儿紧紧抱入怀中，温柔地向莉莉卡道歉，坦白哪怕是最亲密的一家人，如果不把爱说出口，对方也无法感知。鲁迪亚告诉莉莉卡，要不是那个护身符，自己根本无法逃脱火场。原来女儿一直都在默默守护着她。听着母亲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莉莉卡靠在鲁迪亚怀里，终于卸下防备，轻轻喊了一声妈妈。鲁迪亚向莉莉卡许下承诺，过去是女儿在默默守护自己，从今往后母女俩要互相支撑，这一次一定要一起走向幸福的结局。见母女俩终于冰释前嫌，阿蒂尔悄悄退出了房间，却在门口迎面撞见了皇帝。阿蒂尔赶忙解释自己只是不想打扰他们。看着屋里温馨相拥的母女，阿蒂尔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由衷感叹鲁迪亚确实是一位称职的好母亲。阿蒂尔正准备向皇帝道别离开，皇帝却突然叫住了他，好奇阿蒂尔为何对自己没有任何怀疑。毕竟一个凭空出现的叔叔，任谁都会满腹狐疑。面对询问，阿蒂尔否认了心中的怀疑，皇帝却忍不住回想起往事。当年阿蒂尔的父亲亲自前往沙漠，为了求他出山守护阿蒂尔，甚至不惜放低姿态苦苦哀求。正因这份执着，皇帝最终应允了下来，承诺会一路守护阿蒂尔，直到他登上皇位，这才带着他离开沙漠，来到皇宫。回忆起阿蒂尔小时候娇小的模样，皇帝温柔地伸手抚摸他的头发，感慨虽然不知自己是否合格，但能看着阿蒂尔平安长大，心里就已经十分满足。皇帝打趣问阿蒂尔，要不要也像那对母女一样，向自己倾诉委屈。阿蒂尔一把拍开皇帝的手，嘴硬强调自己才不是小孩子。随后坦言父亲临终前曾交代要把皇帝当作新父亲，还小声承认皇帝最近做的确实不错。听到这番别扭的认可，皇帝欣慰地揉了揉阿蒂尔的头发。曾经因遭受背叛而远离世俗的他，如今突然觉得重新融入人类的生活，似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两人转头看向房间内部，鲁迪亚和莉莉卡早已依偎在一起，沉沉地睡了过去。阿蒂尔正打算回房休息，皇帝却表示要亲自留下来照顾受伤的鲁迪亚。面对叔叔难得一见的温柔，阿蒂尔感到十分意外。这时睡梦中的莉莉卡迷迷糊糊地伸出小手，轻轻呼唤着阿蒂尔的名字。见莉莉卡神情不安，皇帝以为她是身体难受，阿蒂尔连忙解释，妹妹只是习惯了有人陪在身边睡觉。没成想皇帝听完，直接掀开被子躺了上去，抢先一步把莉莉卡搂入怀中。面对叔叔这出人意料的举动，阿蒂尔当场看傻了眼。
皇帝悠然地躺在床上，劝阿蒂尔也别在旁边硬撑着。阿蒂尔见状不再坚持，听着莉莉卡的梦话，顺势也躺上了这张大床。4个人就这样紧紧依偎在一起，陪伴着彼此进入梦乡。看着身旁的家人，阿蒂尔心中深有感触。虽然这只是个名义上的家庭，大家表达爱意的方式也不尽相同，甚至有时还会产生误解与不安。但只要有勇气，坦然面对，或许这样温暖的守护本就是最好的答案。正因为是家人，才会更容易产生矛盾，但也正因如此，才能携手挺过所有难关。无论彼此之间是否有血缘关系，只要能坦诚相待，确认对彼此的真挚关爱，就能成为真正的家人。侍从悄悄退出了房间，不敢打扰这份安宁。4个人在床上沉沉睡去。在这温暖的氛围中，皇帝缓缓睁开了双眼。皇帝看着熟睡的莉莉卡，想起了鲁迪亚曾说过的话。当时在大火中，正是因为莉莉卡送的护身符破裂，才让鲁迪亚清醒过来，脱离险境。看着眼前这个身负潜能的小女孩，皇帝心中有了决断。看来自己能比预想中更早开始教莉莉卡学习真正的魔法了。莉莉卡依然沉浸在甜美的梦乡中。报纸大肆报道鲁迪亚在大火中的事迹，赞扬她推行的新裙装让贵妇们顺利逃生。莉莉卡趴在桌上翻看报纸，抱怨插画根本没画出母亲一半的美貌。皇帝突然凑了过来，跟着附和说皇后的金发可要耀眼得多。莉莉卡被吓了一跳，抱怨皇帝总是这样神出鬼没。皇帝表示自己是来送礼物的，顺手递给莉莉卡一封领地委任状，表示帝国公主都该拥有专属的领地。鲁迪亚先前曾说过，收养的女儿并不在这个规则之内。然而皇帝心里却另有打算，认为拥有魔法潜质的莉莉卡必须掌握更多的权势来保护自己。面对这份沉甸甸的任命，莉莉卡一头雾水，意识到这意味着自己不仅要治理领地，还得对领地上的子民负责。皇帝夸赞莉莉卡懂得不少。莉莉卡转头看向鲁迪亚，请求母亲帮忙代为管理领地。鲁迪亚顺势接过了任命文件，皇帝则趁机塞给莉莉卡一张纸条，约定今晚正式开始魔法授课，并让莉莉卡按清单准备好物品。鲁迪亚一口答应了女儿的请求，转头质问皇帝为何不按规矩在书房交接，偏要特意跑来他的房间。面对质问，皇帝直接凑上去亲了鲁迪亚一口，把身后的女仆们惊得尖叫连连。面对鲁迪亚的喝止，皇帝依然满脸笑意，直言这样非常有趣。看着挥手离开的皇帝，女仆忍不住感叹两人十分般配。莉莉卡却强调父母只是契约婚姻。鲁迪亚收回心思，问起莉莉卡此前要说的事。莉莉卡顺势提出想让斐奥德成为自己的亲信。莉莉卡一直牵挂着斐奥德，此前在火场全靠对方护送，如今十分担心斐奥德的安危。得知女儿的想法，鲁迪亚意识到巴拉特公爵定会大怒，但想到对方曾在剧院纵火下毒手，当即决定发信召见。随后鲁迪亚补充道，自己也从沃尔夫家族邀请了一位同龄人，对方很快就会抵达皇宫。鲁迪亚捧着莉莉卡的脸认真叮嘱，哪怕是自己推荐的人，也完全没必要委屈自己强行做朋友，要是不好相处就随时告诉母亲。面对母亲突如其来的严肃神情，莉莉卡有些不知所措，直到不久后见到对方，才彻底明白母亲的意思。沃尔夫家族的见习，其实迪亚蕾刚一见面就直接质疑莉莉卡不配拥有皇室姓氏，犀利的言辞把旁人吓了一跳。眼前女孩虽然长得像棉花糖般甜美，可一开口却非常呛人。莉莉卡这才领悟到母亲所说的不容易对付。迪亚蕾径直询问莉莉卡为何偏偏要选择自己当亲信，莉莉卡如实说明这是鲁迪亚的意思。得知是皇后的安排，迪亚蕾感到十分意外。迪亚蕾进一步追问，是否只因皇后的安排才找他？如果只是想拉拢沃尔夫家族，家族里还有许多其他候选人。迪亚蕾甚至坦言自己根本别无选择。莉莉卡明确表示不想依靠皇室身份强迫任何人，郑重提醒迪亚蕾拥有选择权，并正式向迪亚蕾发出做朋友的邀请。面对这份善意，迪亚蕾反过来质问莉莉卡是否真觉得自己属于塔卡尔皇室，又究竟是凭什么这么认为？这番无理的言论让一旁的侍女布林妮当场怒斥。莉莉卡平静地出面安抚，示意侍女不必介意。面对质问，莉莉卡坦言是皇帝亲自认可了她的身份，自己并不是遵从母命，而是真心想和对方做朋友，更笑着承认自己其实很喜欢迪亚蕾。突如其来的表白让迪亚蕾措手不及。莉莉卡心里明白，眼前女孩虽然言辞尖锐，但话里话外都在担心莉莉卡受人摆布。见莉莉卡如此真诚，迪亚蕾终于卸下防备为冒失道歉，并说出了隐藏的秘密。原来迪亚蕾并非真正的沃尔夫纯血成员，迪亚蕾的父亲来自桑达尔，父母从未正式结婚，迪亚蕾只是一名私生女。哪怕家族接纳了这份血统，自卑的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迪亚蕾坦言选择坦白身世，是不想隐藏缺陷去刻意迎合。随后认真询问莉莉卡，知晓这一切后是否还愿意选他。莉莉卡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表示自己不懂复杂的贵族规矩，但确实很想和迪亚蕾交朋友。面对这份毫无保留的接纳，迪亚蕾动情地笑着应了下来。莉莉卡看着眼前甜美的笑容，心里暗自觉得迪亚蕾非常可爱。迪亚蕾坦言，最初收到通知时以为是被人捉弄，这才激动地发了脾气，承认自己性子直且说话确实毒舌。因为平时说话太过毒舌，迪亚蕾甚至有个大嘴巴的绰号。侍女布林妮赶忙上前捂住迪亚蕾的嘴。莉莉卡看着迪亚蕾气呼呼的模样，只觉得迪亚蕾像极了一只可爱的小狗。
两人相视一笑，彻底冰释前嫌。莉莉卡拉起迪亚磊的手，约定下次要带迪亚磊去皇宫的秘密基地。迪亚磊也欣然应下。夜幕降临，莉莉卡悄悄来到凉亭，皇帝早已在此等候。在确认带齐材料后，莉莉卡迎来了自己的第一堂魔法课。莉莉卡拿出临时准备的吊坠，解释说这是侍女部灵妮赶工缝制的。皇帝仔细查看后，确认足够使用。随后，皇帝神情严肃地交代规矩，强调魔法师必须遵守3大禁律，其中第1条就是绝不能玷污人心。在莉莉卡认真点头记下后，皇帝指导她拿起吊坠，尝试用意识将吊坠与自己的心脏相连。面对这种过于抽象的指令，莉莉卡一时有些不知所措，皇帝便让她闭上双眼，在脑海中构思画面。见莉莉卡把眼睛闭得过紧，皇帝轻声安抚她放轻松，引导她去想象一条用魔法铺就的通往心脏的小路。在莉莉卡的构想世界里，那是一条闪耀鹅卵石铺成的小径，上面还流淌着清澈奔流的溪水。随着意念逐渐清晰，她手中的吊坠开始微微晃动。皇帝趁势指引她掌握光芒的力量，将心中的光沿着小路送入吊坠。莉莉卡暗自思考心中的光芒究竟为何物，脑海中瞬间浮现出母亲鲁迪亚灿烂的笑容。随着母亲温暖的笑容浮现脑海，吊坠瞬间迸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成功激活吊坠的莉莉卡兴奋欢呼，皇帝在一旁欣慰地注视着这一切。见莉莉卡忽然收敛笑容，便关切地询问缘由。皇帝伸手温柔地摸了摸她的头，鼓励她既然已经掌握了凝聚光芒的法门，以后即便身处黑暗也无需再恐惧。莉莉卡坦言，若只有自己一人肯定做不到，但有了这次成功的经历，日后面对未知的恐惧也多了几分底气。皇帝听后称赞她拥有极佳的心态。皇帝顺势考察莉莉卡，询问她是否还记得课前强调的禁律。莉莉卡不假思索的逐条背诵，绝不玷污人心，绝不嘲弄生死与玷污生命。皇帝欣慰地点头确认，直言禁律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魔法师确实拥有颠覆常理的力量，历史上甚至真有人跨过这条红线。这番话让莉莉卡惊讶地瞪大了双眼。莉莉卡赶忙举手保证绝不滥用魔法。皇帝表示，这正是自己亲自教导的初衷，就是要指引她走向正确的道路。结束当天的课程后，皇帝给莉莉卡留下了课后作业，要求她在下周前查清古语言的深层含义，同时严肃叮嘱她绝不可向外界透露洗法之事。阿尔特雷斯特别郑重交代，哪怕是对至亲的母亲鲁迪亚，也绝对不能透露半点学习魔法的风声。莉莉卡乖巧地答应下来。阿尔特雷斯微微一笑后转身离开，莉莉卡却察觉到他离去时的神色异样，仿佛被勾起了某些尘封的往事。独自走在长廊上的阿尔特雷斯，脑海中突然袭来一阵剧烈的绞痛，深处随之回荡起温柔的告白，以及一声呼唤他名字的声音。阿尔特雷斯径直推开了鲁迪亚的房门，面对鲁迪亚错愕的质问，他一言不发地上前将她紧紧拥入怀中，眼神深处满是掩饰不住的落寞与痛楚。而在完成第1堂魔法启蒙后，莉莉卡运用所学知识，亲手制作出了月亮爱心形状的专属吊坠。在成功解读出第1个古文词汇后，莉莉卡翻开典籍，准备破译下一个生词。随着魔力再次平稳注入，吊坠再次绽放出耀眼的魔法光辉。迪亚磊注意到了莉莉卡随身携带的花环，好奇地凑上前打量。莉莉卡赶忙解释，这是能驱赶害虫的魔草花环。她险些脱口而出是自己亲手制作的造物，想起保密叮嘱后，急忙改口，谎称是在皇宫偏僻柜子里偶然翻找出来的。迪亚磊听后感叹，皇宫深处果然藏满珍宝。莉莉卡顺势凑到迪亚磊耳边低语，提议结伴前往之前约定的秘密基地，正好能实地检验魔草花环的驱虫效果。迪亚磊欣然应允，两人随即结伴前往那处隐秘的避风港。莉莉卡来到皇城里的秘密花园，兴奋地拿起工具，感谢迪亚磊陪自己一起打理。迪亚磊连忙表示并不辛苦，也对这处雅致的小天地感到意外。园丁乌朗随后解释，这里的风格确实不同于普通宫廷花园。莉莉卡坦言，以前住在贫民窟时，就一直梦寐以求能拥有这样一座花园。她虚心向乌朗请教修剪的要领，一旁的迪亚磊也认真听着，想着以后离开皇宫也能派上用场。在乌朗的指导与大家的帮助下，花园很快变得井井有条。莉莉卡干劲十足地继续忙碌起来，大家一鼓作气把活干完。迪亚磊随后走向花园旁的小屋，莉莉卡赶忙上前提醒，叫他别独自靠近水井。等迪亚磊推门看去，才发现原本破旧的小屋已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莉莉卡笑着解释，趁大家打理花园时，自己暗中找人把这里重新修缮了一番。迪亚磊开心地抱住莉莉卡，直夸她简直像神奇的魔法师。大家都被这温馨的氛围逗乐了。不知不觉到了傍晚，夕阳洒满了花园和小屋，要打造出一座真正的花园，剩下的只需交给时间。他们正一起见证着这里的成长。莉莉卡一心想把花园打理得更漂亮，好早点向阿蒂尔展示成果，甚至想象出阿蒂尔带着花环夸奖效果神奇的模样。见迪亚雷准备去库房继续寻找花环，莉莉卡暗自决定要赶紧专门为他制作一个。到了夜晚的魔法课上，莉莉卡好奇地向阿尔特雷斯请教，为何不直接施展法术，非要费劲把魔法注入物品里。阿尔特雷斯解释，这是为了隐瞒魔法师身份，借助物品作为媒介，普通人就能直接使用这些魔法道具。接着阿尔特雷斯拿出能吸收阳光照明的水晶，在纸上绘制魔法阵，演示注入方法。平平的夜间授课也让莉莉卡感觉与阿尔特雷斯越来越亲近。最初莉莉卡
很害怕皇帝。传闻中他是个冷酷的暴君，接触后才发现他赏罚分明，那双宽厚的大手摸头时也格外温暖。莉莉卡忍不住好奇打听，既然阿尔特雷斯不是魔法师，怎么会懂得这么多魔法知识？阿尔特雷斯只是淡淡回答，很久以前认识过一位魔法师。看到阿尔特雷斯脸上掠过一丝落寞，正如之前抱住母亲时的神情，莉莉卡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赶忙开口道歉。阿尔特雷斯停下手里的笔，语气平静地反问，如果是别人多嘴，早就挨了惩罚，但哪有父亲会跟女儿计较这些？他轻抚着莉莉卡的头，温柔叮嘱她不必动不动就道歉，随后便把注意力重新带回了功课上。阿尔特雷斯主动提起往事，坦言自己曾被那位魔法师背叛，对方口口声声说着爱他，却借机夺走了一切，让他变得虚弱不堪。阿尔特雷斯有些头痛地揉着额头，自嘲那根本不是真正的爱。莉莉卡听完大声反驳，坚信伤害和背叛绝不可能是爱。她情绪激动地拍向桌子，表示自己深爱着母亲，出于任何理由去伤害别人都只是自私的表现，真正的爱永远会优先考虑对方。看着眼前态度坚定的莉莉卡，阿尔特雷斯眼神微动，陷入了深深的沉思。阿尔特雷斯脑海中浮现出往事的碎片，手下急忙向他汇报，皇后所在的大剧院突发火灾，耳边响起那句对他的评价，称他总是全力保护着深爱之人。记忆中的他曾不顾一切冲入火海。收回思绪，鲁迪亚此时正静静伫立在眼前，看着面前的鲁迪亚，阿尔特雷斯若有所思。鲁迪亚见阿尔特雷斯最近夜里频繁出门，便出言提醒，让他私下幽会时多加小心，免得影响到自己皇后的名誉。阿尔特雷斯听后轻笑一声，直言是莉莉卡劝自己试着去爱。鲁迪亚原本以为是哪位贵族小姐，得知是女儿的主意，感到十分意外。他随即劝阿尔特雷斯先别急着那测试，这番话让阿尔特雷斯既无奈又好笑。他索性顺势拉近距离，坦言自己既然已经拥有了妻子，就绝不需要什么测试。阿尔特雷斯执起鲁迪亚的手，深情表达着自己的心意。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亲近，鲁迪亚一时间僵在原地，不知所措。随后，鲁迪亚在房内招待迪亚蕾，感谢对方平时对莉莉卡的照顾。迪亚蕾紧张的赶忙保证，一定会尽全力让小殿下开心幸福。莉莉卡注意到母亲房里的鲜花格外多，正要开口询问，阿尔特雷斯突然捧着大束鲜花推门而入。两人连忙向皇帝陛下行礼。面对皇后的无奈询问，阿尔特雷斯笑着表示自己在外面巡视时心里始终放不下她，便将沿途搜集的心意全送到了这里。见地后，二人感情融洽，迪亚蕾和莉莉卡识趣的悄悄退出了房间。花园很快被打理得整洁有序，园丁乌朗由衷感谢众人的帮忙，表示后续自己完全能照料妥当，随时欢迎莉莉卡过来游玩散心。忙完手头的活计，莉莉卡注意到身旁的迪亚蕾神色低落，便主动询问起缘由。迪亚蕾沮丧地坦白，自己曾写信邀请一人结为挚友，明明是对方最初主动提起的，可自己接连寄去多封信件，对方至今却毫无音讯。莉莉卡听后也觉得对方有些失礼，迪亚蕾更是忍不住大声抱怨，感到一番心意全被辜负。远处的侍女布林妮见状，连忙赶来提醒殿下注意言行举止。迪亚蕾正要说出那人的名字，布林妮猛地上前捂住了他的嘴。布林妮难以置信地低声确认，所指的对象是不是巴拉特家的斐奥德。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布林妮直言，如果是那个性格孤僻的人，收不到回信实在是再正常不过。见气氛有些僵硬，迪亚蕾主动拉起莉莉卡的手，带她前往刚搭好的秋千旁。得知莉莉卡从未体验过秋千，迪亚蕾热情地亲自示范起来，她动作利落地荡向高空，高超的技巧让莉莉卡和布林妮惊叹不已。而在高处的迪亚蕾眼底却悄然掠过一丝意味深长的神色。迪亚蕾在空中利落翻转落地，顺势撞进了旁边的护卫怀中。他不仅毫发未伤，反而开怀大笑，宣称这就是属于沃尔夫家族的硬核玩法。布林妮见状，赶忙上前安抚紧张的莉莉卡，温柔保证自己只会轻轻推晃。莉莉卡这才放心坐上秋千，随着身后轻柔的推力，秋千载着她在微风中缓缓荡起。她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荡秋千的快乐。秋千在空中越荡越高，整座繁茂的花园与小屋尽收眼底。莉莉卡彻底放下了拘谨，在高处放声欢笑，尽情享受着飞扬的喜悦。下方的布林妮与劳夫看得目瞪口呆，迪亚蕾也跟着开怀欢呼。看着纯真无邪的莉莉卡，迪亚蕾心中感受到了久违的释怀。唯独在莉莉卡身边，自己才不需要维持任何防备与伪装，这也让他暗下决心，要倾尽全力守护好这位纯粹的朋友。迪亚蕾坦言，莉莉卡身边的知心人实在太少，虽然私心希望能独占这位好友，但无论莉莉卡想结识谁，自己都会支持，同时也不忘提醒，想与巴拉特家族的人深交绝非易事。莉莉卡心里却笃定，斐奥德没有回复，必然事出有因。思绪未落，莉莉卡忽然察觉到口中一阵松动，布林妮赶忙上前查看，发现是到了换乳牙的时候。布林妮柔声安慰，等到明天就能顺利拔掉换新牙。然而就在此时，不远处的花丛深处正传来一阵痛苦而急促的喘息声。莉莉卡循着微弱的喘息声拨开花丛，赫然发现倒在草地上面色痛苦的人，正是迟迟没有回信的斐奥德。莉莉卡见状，急忙跑上前询问斐奥德身体是否无碍。斐奥德强撑着站起身来，礼貌地向莉莉卡问好。莉莉卡这才意识到，他竟然一直在花园里等待自己。面对问询，斐奥德低声承认只等了一会儿。莉莉卡担心地上前伸手碰触，却惊觉他的体温烫得吓人。莉莉卡
急着要带他回房叫医生，斐奥德却抽回了手。劳夫言公爵强烈反对两人做知心朋友，虽然主意是他提的，但他恐怕无法达成约定了。看着虚弱的站立不稳的斐奥德，莉莉卡根本不在意这些，只焦急问他到底有没有看医生。面对莉莉卡的焦急关心，斐奥德不仅没有正面回答，反而一再追问莉莉卡真的不在乎不能做朋友这件事吗？见莉莉卡一时困惑，斐奥德突然紧紧抓住她的手臂，情绪激动地凑上前反复确认。还没等莉莉卡反应过来，劳夫已经迅速冲上前大声制止，一把将斐奥德制服拉开。劳夫出手将斐奥德击退，摔落地面。斐奥德发出痛苦的呻吟，莉莉卡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可紧接着伴随着一阵刺耳的鸣响，斐奥德竟再次支撑着冲上前，重重倒在了莉莉卡面前。面对意识模糊的斐奥德，莉莉卡焦急地大声呼唤，上前拍了拍他的脸，试图帮他恢复清醒。这一下让斐奥德短暂恢复了神智，他拉着莉莉卡怔怔地看着他，可还没等两人说话，斐奥德再也支撑不住，彻底瘫倒在草地上，失去知觉。劳夫也紧跟着赶了过来，面对突然晕厥的斐奥德，局势瞬间陷入了混乱。劳夫检查后确认斐奥德已经昏迷，提议先把人抬进小屋。莉莉卡看着昏迷的斐奥德，回想起他刚才激动的举动，总觉得他状态有些说不出的古怪。夜幕降临，大家将斐奥德安置在小屋内。布林妮有些担心，私自将他带到这里是否妥当。莉莉卡解释，这片秘密花园是阿蒂尔送给他的，要是让阿蒂尔知道斐奥德闯进来，肯定会大发雷霆，既不能把人丢在外面，藏进小屋是唯一的选择。布林妮听后点头表示认同。劳夫在检查时闻到了血腥味，他拉开斐奥德的衣襟，发现对方身上缠满渗血的绷带，这伤势简直像是遭受过酷刑。布林妮连忙遮住莉莉卡的眼睛，不让小殿下看到这血腥的一幕，随后便赶去拿消毒的药膏和纱布。看着伤痕累累的斐奥德，莉莉卡心里充满了不解，以斐奥德显赫的贵族身份，究竟有谁敢把他伤成这样？他猜想会不会是练武时的误伤？劳夫却神情严肃地否定了这个推测，明确表示这绝不是普通的训练伤。莉莉卡瞬间意识到了可怕的真相，能对巴拉特家继承人下这种狠手的，也只有他自家的掌权者了。看着桌上跳动的烛火，莉莉卡暗自握紧了双手。她明白，既然斐奥德一直在拼命隐瞒，自己也不该再去强行打探。想起斐奥德倒下前还强撑着说没事，莉莉卡实在无法安心离开。她决定今晚留在小屋照顾对方，虽然担心被母亲发现，但更怕斐奥德独自在陌生地方醒来。布林妮爽快地答应去准备，莉莉卡内疚地向他致歉，觉得自己最近总是给人添麻烦。布林妮赶忙笑着安慰，表示能为小殿下分忧自己很开心。布林妮保证会打理好一切，虽然私自在宫外留宿让他心存担忧，但只要赶在天亮前返回皇宫，就不会惊动任何人。他也暗自期盼斐奥德能在天亮前醒来。阿蒂尔在宫中得知莉莉卡不在房间，想起他最近总是半天不见踪影，每次回宫身上还带着可疑的泥土。阿蒂尔若有所思地扬起了嘴角。深夜的小屋里，昏睡中的斐奥德深陷噩梦，梦里不断回想着母亲严厉的质问，责怪他私下跑去皇宫，甚至妄想成为皇女的知己。为了给这个不听话的继承人一个教训，母亲用残酷的惩罚在他身上留下了遍布全身的伤痕。斐奥德大口喘着粗气，脑海里依然念念不忘。明明是他先提出要当知心朋友，如今却只能亲自向莉莉卡致歉，坦白自己无法履行约定。可当他环顾四周，才发现这里并不是自己的家。还没等他想明白怎么回事，耳边就传来了一道声音。守在床边的莉莉卡揉着眼睛，手里拿着小扇子替他扇风。见他醒来，便温柔地提醒：“高烧才刚退，让他再多睡一会儿。”看着守护在眼前的莉莉卡，斐奥德整个人都愣住了。斐奥德有些恍惚，低声嘀咕着，以为自己在做梦。莉莉卡笑着告诉他，这就是现实。见他想起身，便一把将他按回床上，提醒他稍刚退下，绝不能乱动。斐奥德愣愣地看着莉莉卡，一时说不出话来。窗外隐约传来了鸟鸣声，桌上的烛火轻轻摇曳，夜色似乎正在悄悄褪去。斐奥德看着细心照顾自己的莉莉卡，内心深受触动，眼角忍不住滑下了眼泪。小屋门外，劳夫和布林妮正在低声商量。布林妮向劳夫确认，刚才给斐奥德用的正是莉莉卡亲手制作的药膏。劳夫表示这药膏效果惊人，哪怕是极其严重的外伤，涂抹后竟然能瞬间愈合，甚至让人苏醒。考虑到斐奥德的身份特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劳夫提议隐瞒药膏的具体出处。布林妮也同意对外宣称这是宫廷秘方。就在两人交谈时，屋外却突然传来了其他人的声音。门外脚步声逼近，阿蒂尔带着侍从现身，他一边走一边笑着自语：“莉莉卡居然背着自己，悄悄准备了这么个秘密地方。”布林妮慌忙上前试图阻拦，阿蒂尔微笑着打了个响指，直言自己最讨厌被人打断。身后的侍从瞬间上前，直接将劳夫强行扣押在原地。布林妮根本拦不住阿蒂尔，阿蒂尔笑着走向小屋大门，径直询问莉莉卡是不是就在里面。门外传来的动静让屋内的斐奥德瞬间警觉，他猛地从床上弹坐起来，把一旁照料的莉莉卡吓了一跳。斐奥德死死盯着门口，神情满是戒备。阿蒂尔推开大门，质问莉莉卡为何整夜不归。可当他看清屋里的情形，竟发现莉莉卡正握着斐奥德的手，陪伴在床边。看到这一幕的阿蒂尔瞬间暴怒，无法容忍斐奥德出现在这里，当即怒吼着冲上前要动手。莉莉卡急忙上前阻拦，恳求阿蒂尔先听自己解释。
床上的斐奥德心生犹豫，担心自己贸然插手，反而会让莉莉卡的处境更加艰难。暴怒的阿蒂尔根本听不进解释，怒吼着让莉莉卡滚开，猛地一挥手，竟将阻拦的莉莉卡重重推倒在地。莉莉卡狠狠摔在地上，嘴角瞬间流出了鲜血。现场所有人被这变故震惊，布林妮慌忙跑上前查看，看着嘴角流血咳嗽的莉莉卡，阿蒂尔和斐奥德都惊呆在原地。见莉莉卡被打流血，斐奥德彻底被激怒，顾不上伤势，猛地冲上前，直接一拳重重砸在阿蒂尔脸上。莉莉卡摸了摸流血的嘴角，这才想起这不过是自己那颗早就松动的门牙刚好被打掉了而已。她连声摆手表示自己没事，可还没来得及澄清，嘴里的鲜血就止不住的往外涌。看着莉莉卡满嘴是血，斐奥德心中的怒火彻底爆发，杀气腾腾地质问阿蒂尔怎么能下手这么狠。误伤了莉莉卡的阿蒂尔也慌了神，急忙大喊着辩解这完全是个误会。挨了一拳的阿蒂尔恼羞成怒，把责任全怪在斐奥德头上，伸手一把揪住对方领口。布林妮一边帮莉莉卡按紧纱布止血，一边叹息，没想到她掉第一颗牙竟然是在这种混乱的场面下。斐奥德也毫不示弱，反手拽住阿蒂尔的衣领，质问分明是他先动手伤人。看着争吵不休的两人，莉莉卡急忙思索平息纷争的办法。就在这时，小屋大门被重重推开，劳夫脸色阴沉地赶了进来，冷眼看着撕扯在一起的两人，厉声警告阿蒂尔做得太过了。屋外草地上，阿蒂尔带来的侍从早已被全部放倒。劳夫本想询问莉莉卡是否平安，却一眼看到莉莉卡掉落的牙齿，看着缺了牙的小女孩，劳夫当场愣住，陷入极度的自责与后怕。在他看来，只有遭受巨大冲击才会导致牙齿脱落，哪怕莉莉卡急忙在旁边解释，这只是原本就松动的乳牙，劳夫也完全听不进去，满脑子都是险些失去小主人的恐惧。感受到身后散发出的刺骨杀意，争执中的阿蒂尔和斐奥德瞬间僵在原地。劳夫沉着脸一步步逼近，恐怖的压迫感瞬间笼罩整间屋子。眼看劳夫杀气全开，莉莉卡急忙扑上去抱住他，大声喊他冷静，澄清自己根本没有遇袭，只是刚好到了换牙的时候。听到这番解释，劳夫才终于回过神，收起杀意。莉莉卡转头安慰吓呆的阿蒂尔，指着缺牙的嘴角表示牙齿早就松动，让大家都不用这么紧张。旁边的布林妮却冷不丁补了一刀，直言要不是阿蒂尔刚才那一击，这颗牙也不会掉得这么快。这句话犹如重锤，让刚松一口气的阿蒂尔再次深受打击。为了彻底平息风波，莉莉卡指向椅子让斐奥德过去坐好，接着一把拽住阿蒂尔，径直把他拉到了小屋外面。布林妮在屋内默默为他的果断鼓掌。月光之下，莉莉卡捂着嘴含糊地向阿蒂尔道歉，承认自己明知他讨厌斐奥德，却还是把人带到了这里。阿蒂尔无奈地反问，为什么每次都是莉莉卡向他道歉？他当初把这间小屋送给他，就是想让他自由决定带谁过来。莉莉卡小声提醒，这间小屋分明是两人一人一半。阿蒂尔越发懊恼，直言莉莉卡的退让反而更让他难受。他抓住莉莉卡的手腕，情绪失控地质问他为何不发脾气，坦白哪怕只是意外，自己也绝不该动手伤到他。可在激动之下，阿蒂尔脱口说出要莉莉卡别像平民一样低声下气。话一出口，阿蒂尔瞬间愣住，现场气氛立刻陷入僵局。莉莉卡吐掉嘴里的血水，大声反驳阿蒂尔的失言，表示当平民从来不是什么耻辱，自己也从未向任何人低头。刚才被打确实很痛，但他明白那只是失手，加上牙齿本就到了脱落期。话说到一半，莉莉卡嘴里又渗出血迹，再次把阿蒂尔吓得呆立。当场，莉莉卡坦然承认，明知阿蒂尔讨厌对方家族，却依然带人前来，哪怕出身贫民窟，也绝不会为自己的选择感到羞愧。这正是他的骄傲与底气。而他之所以主动道歉，只因为一直在乎阿蒂尔。莉莉卡回想起阿蒂尔赶来时的兴奋模样，猜到他是记起了建花园的约定，进门撞见斐奥德才会觉得被背叛而暴怒。但阿蒂尔当时只冲着斐奥德发火，正说明阿蒂尔同样在乎自己。莉莉卡拉住阿蒂尔的手，再次诚恳致歉。这番话让阿蒂尔手足无措，大声反驳说怎能随口把在乎挂在嘴边，暴露出软肋只会更容易被利用和伤害。说到一半，阿蒂尔突然怔住，意识到自己从未正经称呼过莉莉卡的名字，而对面的女孩依然带着微笑向他致意。莉莉卡笑着表示接受他的歉意，嘴上却顺口喊了一声殿下。这声生疏的称呼让阿蒂尔心里更加郁闷抓狂。随后两人并肩坐下闲聊，阿蒂尔顺势追问莉莉卡究竟看上斐奥德哪一点。莉莉卡坦诚回答，斐奥德长相出众，行礼也很有规矩教养。阿蒂尔听完直摇头，吐槽巴拉克家族除了皮囊一无是处，断定莉莉卡纯粹是看脸。莉莉卡极力辩驳，称自己的母亲才是世上最美的人，自己才不会轻易被美貌迷惑。这套独特的逻辑瞬间把阿蒂尔噎得说不出话。阿蒂尔刚被这番说辞绕晕，转念一想，斐奥德可不仅是长相俊美那么简单。此时待在屋内的斐奥德莫名其妙地打了个寒战。莉莉卡用力将掉落的门牙扔上屋顶，好奇地问是不是指要把旧牙扔上去，青鸟就会帮忙带走，让自己长出漂亮的新牙。鲁迪亚笑着一口肯定，看着眼前天真可爱的莉莉卡，鲁迪亚感动的眼角泛起泪光，直呼这简直太治愈了。毕竟最近阿尔特雷斯总是跑来送各种奇怪的爱情事迹，还送来一整盒亲自挑选的宝石，比起那些令人头疼的事好，眼前的小可爱才真正治愈了他。
莉莉卡聊起鲁迪亚最近忙着经营产业，鲁迪亚坦言，为了将来有足够力量保护女儿，必须掌握商人和贵族的势力，时刻防范各方动向。可越是拼命筹划，能陪在莉莉卡身边的时间反而越少。看着正在吃点心的莉莉卡，鲁迪亚不敢相信女儿已经开始换乳牙。这一次他一定要护着莉莉卡平安度过16岁，亲眼看着女儿长大成人。鲁迪亚伸手轻轻握住莉莉卡的手，温柔表示女儿就是他全部的力量来源，抱歉不能随时陪在身边，让莉莉卡千万不要觉得打扰。听完母亲的心意，莉莉卡露出了无比灿烂的笑容。莉莉卡顺口提起斐奥德信里说无法成为知己，两人便决定退一步改做朋友。鲁迪亚听完大吃一惊，莉莉卡见状小声追问是不是不可以，这让鲁迪亚瞬间想起前世的记忆。斐奥德明明被称为家族的杰作，却在15岁时就早早离世，外界疯传他极度放荡沉迷赌博，前世见他时也是满脸阴沉。为了搞清女儿的想法，鲁迪亚温柔地试探起来，询问莉莉卡为何非要和他做朋友。莉莉卡一时间犯了难，面对鲁迪亚的试探，莉莉卡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在阿蒂尔离开小屋后，斐奥德一边吃着东西，一边表示身体好多了，感谢招待，吃完就会离开。由于嘴里还叼着饼干，莉莉卡干脆拿起黑板写字提问，确认斐奥德确实无法成为知己。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莉莉卡接着在黑板上写下不如退一步，改做普通朋友。斐奥德当场愣在原地。莉莉卡坦白，斐奥德实在太漂亮了，阳光洒在她的银发上，举止优雅，手也很纤细，牵手奔跑时实在让人很难不动心。况且当时在小屋里自己叼着饼干提议改做朋友时，斐奥德看着黑板上的字，感动的眼眶发红，让人无法置之不理。回忆中，斐奥德激动地捂住脸俯下身去，眼含泪水地看着莉莉卡，表示自己也很想做朋友。莉莉卡再次向鲁迪亚强调，斐奥德真的非常漂亮。看着女儿可爱的模样，鲁迪亚笑着答应，暂时允许他们继续做朋友，但只要斐奥德惹出麻烦，就必须立刻断绝往来。莉莉卡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鲁迪亚顺势提出要求，若发现斐奥德还有其他兄弟姐妹，记得立刻告诉他。莉莉卡听后点头应下。鲁迪亚顺口提到尤巴下周就会回来，这个消息让莉莉卡大吃一惊。在前世，斐奥德离世后，利瑟特才现身，外界都传她是修道院养大的私生女。此时的巴拉特大宅内，高贵的妇人缓步走进房间，斐奥德恭敬的躬身向母亲问候，妇人也轻声向他致意。妇人微笑着表示自己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见到所有人了。夜色渐深，满月临近，负责看守大宅的侍卫突然感觉浑身发热，仿佛连月光都在穿透身体。虽然深知身负职责不能擅离职守，但他最终还是无法忍受，虚弱的倒在花园里。一道刺眼的强光突然照亮夜空，一名提着马灯的女子缓缓走来，冷冷嘲讽倒地的侍卫实在太不合格。面对刺眼的强光，侍卫只能艰难地抬手遮挡。提灯女子竟静立在门前，俯视着彻底失去反抗能力的侍卫。皇太子阿蒂尔早已看破，坦派来保护莉莉卡的人根本就不合格，事态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预料。面对倒地的侍卫，布林妮缓缓转过身，拔出枪直接抵住后方来人的额头。被枪口指着额头的劳夫没有丝毫慌乱，反而平静地询问对方是不是打算杀了自己再毁尸灭迹。布林妮闻言眼神骤然一冷，干脆利落地承认自己确实就是这么想的。劳夫直言自己绝不会伤害公主珍视的人。话音未落，他反手扣住布林妮的喉咙，将其当场制服。劳夫冷声质问对方，在扣动扳机和被拧断脖子之间，究竟哪一个会更快？远处突然传来的厉声喝问，瞬间打断了这场死斗。莉莉卡记起那些古老的传闻，如今的很多贵族正是当年从岛上逃离并与魔物共存的后裔。此时在阳台边，侍女布林妮正庆幸皇太子阿蒂尔提前给过警告。阿蒂尔曾提醒过他，满月夜的月光格外强烈，一定要严密盯着莉莉卡的贴身护卫。布林妮坦言，若非皇太子提醒，自己也无法及时查验那些流着魔物之血且无法与人类共存的不合格者。看着刚刚发生冲突的现场，布林妮情绪激动地劝谏莉莉卡，刚才那名侍卫举止过于凶残，绝不能让这样危险的人留在身边。另一边的劳夫则认为，必须先听取双方的说法。莉莉卡提起布林妮刚才说的话，直言眼前的劳夫就是所谓的不合格者。劳夫闻言只能低头承认，十分后悔让公主看到自己失控的一面，更担心会因此被主人彻底弃用。莉莉卡不仅没有任何嫌弃，反而主动关心她意志本能是否很痛苦。劳夫表示，虽然艰难，但自己还能勉强控制。为了帮他缓解发作的症状，莉莉卡提出去皇室藏宝库寻找神器，并仔细询问具体的发作感受。劳夫坦言世上根本没有这种神器。他回忆起小时候曾跟随坦大人一起进入皇宫，当时就有人亲口告诫过他这件事。当年那人冷酷地告诫他，只要狼的本能尚在，就不过是头野兽，只能在煎熬中枯竭或者走向发狂，世上根本没有任何救赎的可能，这就是不合格者注定的宿命。因此劳夫直言世上绝没有能帮他的神器，这份痛苦只能由他独自忍受。莉莉卡却灿烂地笑了起来，坚持表示一定要帮他解决问题。劳夫看着眼前的莉莉卡，坦言自己早已放弃希望，可每当发作时体内如烈火焚烧，狂躁与怒火就会疯狂涌上心头。劳夫直言，每当满月降临，内心的冲动就会愈发强烈，可只要听着莉莉卡的声音，体内那股躁动便奇迹般的平静下来。
而在房间里，莉莉卡正拿着笔暗自苦恼，因为她始终没能弄明白侍女口中所谓的不合格者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时侍女推门进来通报，正如鲁迪亚此前预料的那样，乌巴终于在今天回到了皇宫。见到久违的乌巴重聚，莉莉卡开心地走上前打起招呼。乌巴忍不住夸赞莉莉卡娇小可爱，正打算凑近看得清楚，劳夫却突然横插一步挡在两人面前，发出一阵低沉的警告，逼得乌巴连忙后退。莉莉卡赶忙安抚劳夫，并向乌巴解释侍卫指是有些护主心切，随后把乌巴介绍给劳夫，强调这是自己投资的探险家。接着他又向乌巴介绍眼前的贴身护卫劳夫，劳夫冷冷报上自己的名字，强行挤出一个极其阴沉可怕的笑容，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吓了一跳。看到这一幕，莉莉卡突然想起侍女曾说过，劳夫笑起来更让人发毛。他这才深刻意识到，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对劳夫来说却极其艰难，哪怕他拼尽全力想要融入大家，也很难彻底做到。莉莉卡暗自下定决心，必须尽快找到能够拯救劳夫的办法。穿越险恶的海域之后，探险家乌巴第一时间前来拜见最大的投资人莉莉卡。面对莉莉卡先来看自己的疑惑，乌巴表示公主殿下的顺位永远在最前面。随后他展示了从海外带回的大量宝物，还透露船上装满了更多价值连城的货物，并把长长的珍品清单递到了莉莉卡手里。看着清单上琳琅满目的神奇宝物，莉莉卡打算把最好的都献给母亲。这时一株根部庞大的植物吸引了她的注意，乌巴解释这是口感极其甜美的甜菜。一听说味道很甜，莉莉卡立刻打起了兴趣。虽然甜菜看起来并不漂亮，但莉莉卡觉得这已经足够好了，当即决定选下这款植物。而另一边，鲁迪亚非常清楚，乌巴首航带回最有价值的财宝正是这种甜菜。甜菜所能产生的庞大利润，甚至足以撼动整个糖业垄断。只要能抢先掌握甜菜，就算将来选择离婚，他和莉莉卡也再无后顾之忧。收到莉莉卡的要求，乌巴爽快地答应下来，承诺下次会把库存的甜菜全部送来。处理完眼前的杂事后，莉莉卡把心思重新放回劳夫身上。为了尽快帮劳夫解决痛苦，她叫莱布林妮帮自己准备，打算立刻出发去找坦。由于对不合格者与劳夫了解有限，莉莉卡深知凭借现在的知识，根本无法制作出能救他的神器。在布林妮等人的护卫下，莉莉卡骑着小马穿过太阳宫。宫殿内原本严禁任何人骑马，唯独作为皇帝养女的莉莉卡是个例外。身旁有索尔和沃尔夫两大家族护卫，围观的贵族无不议论她的气场。可私底下依然有人冷眼旁观，质疑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外人究竟还能维持多久的圣宠。面对旁人的议论，莉莉卡并没有在意，她径直闯入房间寻找坦，声称有极其重要的事情商量。这才发现拉特也在室内。拉特见状主动起身告退，表示绝不打扰公主的要事。坦提醒他之后再继续商谈，拉特便笑着开门离开了房间。随着房门关上，坦转过身询问莉莉卡究竟遇到了什么重要的大事。莉莉卡开门见山，直接询问坦究竟什么是所谓的不合格者。听到这个词，坦瞬间愣在了原地。莉莉卡解释道，当初坦毫无保留地支持他选劳夫，他如今终于明白，作为沃尔夫一族的族长，坦是在默默守护自己的族人。他坦然表示，就算早知道这件事，自己也依然会选择劳夫，只是遗憾没能早点发现劳夫所承受的痛苦。听到莉莉卡这番话，坦深受震动，连忙单膝跪下请求原谅。他坦白这全是自己的过错，并澄清自己绝没有把劳夫的安危看得比公主的安全还重要。坦坦言，按常理自己绝不敢把小公主交给劳夫，但狼族的本能却告诉他，只要劳夫留在莉莉卡身边就会没事，若强行把劳夫送回故乡，他恐怕会彻底失控。莉莉卡听后表示理解，可她还是埋怨坦没有早点说明，害得劳夫一直在独自忍受痛苦。坦低头向莉莉卡诚恳道歉。随后坦提起了莉莉卡关心的不合格者，他透露劳夫其实并不是沃尔夫家族本家出生的孩子，当年家族听闻外面有人拥有极浓的狼之血脉，这才将劳夫带回并收养进了家族。坦继续说道，当家族找到年幼的劳夫时，他浑身戒备，此前根本没被当作真正的沃尔夫一族来抚养。坦解释说，劳夫很早就学会了用剑，所以配件方式与其他族人截然不同。当年正是坦亲自去乡下找回了他，可第一眼看到劳夫时，坦就确认他继承了极浓的先祖血脉，属于随时可能失控的不合格者。这种不合格者的命运非常残忍，强行压抑野性只会让身体衰竭而死，一旦彻底发疯，也同样是个死局。可即便如此，坦依然为他赐名劳夫，正是将他接回家族介绍给所有族人。尽管大家热情地围上来欢迎劳夫，要带他去吃好吃的，但他始终无法真正融入这个家族。劳夫并不像对莉莉卡那样顺从坦，他甚至从未把自己当作沃尔夫的一员。沃尔夫家族的孩子从小在森林里奔跑玩耍，自然而然学会了控制和表达情绪，可劳夫从小接受的训练却是强行压抑自己，加上体内浓烈的先祖血脉，让他的本能更加强烈且难以掌控。这种与生俱来的差异，让他始终无法适应这里的环境，最终只能一步步走向边缘，彻底沦为了家族的局外人。正是因为缺少引导，劳夫根本无法掌控自己的冲动。每当满月降临，他体内的狼之本能就会被强烈刺激，产生比其他人剧烈的多的反应。莉莉卡听后好奇地追问，难道整个沃尔夫家族都会这样吗？
坦坦诚地承认了这一点，并透露劳夫体内的本能实在太强，这已经是他第2次在满月夜独自跑出去了。意识到这些信息至关重要，莉莉卡立刻拿过纸笔，将坦说的细节全部记录下来。面对眼前复杂的状况，莉莉卡不禁感叹这件事绝不容易。坦也在一旁无奈点头表示认同。坦坦言，沃尔夫一族之所以效忠皇室，是因为塔卡家族拥有把怪物变成人的力量。莉莉卡听后一语道破，问坦是不是也想借此摆脱本能的束缚。坦没想到莉莉卡能看穿自己的想法，震惊之余，两人相视一笑，约定将今天的这场对话彻底保密。坦提供的线索帮了莉莉卡大忙，他结合这些信息画下古代铭文，顺利完成了设计图，随后立刻发动能力准备验证成果。莉莉卡念动咒语，成功将能力注入宝石，凝聚出一枚全新的神器。刚一制作完成，莉莉卡就急忙跑去找劳夫，大声叫住他，让他立刻伸手。虽然一头雾水，劳夫还是顺从的配合，接过了莉莉卡递来的宝石。宝石刚落入手掌，瞬间爆发出极其强烈的光芒，温和的光芒缓缓散开，劳夫体内常年的躁动瞬间平息，周围变得如同冬夜般安静。莉莉卡见神器有效，开心的合不拢嘴。面对劳夫的震惊与疑惑，莉莉卡骄傲地表示这是自己的魔法。看着被深深触动的劳夫，莉莉卡温柔地抚摸了他的头发。原来坦此前就曾提醒过莉莉卡，沃尔夫一族渴望得到主人的认可，若劳夫做得好，可以伸手摸摸他的头。得知莉莉卡早就这样摸过劳夫后，坦深感震惊，而莉莉卡正是用这种方式彻底安抚了劳夫的心。劳夫感受着体内的平静，低头向莉莉卡表达了感谢。随后莉莉卡拿出另一枚神器，送给了旁边的布林妮。收到礼物的布林妮感动不已，莉莉卡交代布林妮守好书房。布林妮顺势提出可以帮劳夫把宝石加工成饰品，却直接遭到了劳夫的冷淡拒绝。即便如此，曾经孤独的狼也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宿，而独自站在窗边的坦却冷眼看着这一切，认为根本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他，更不可能救得了他。坦回忆起当年，所有人都以为能救劳夫的只有传说中的大魔法师。当时失控的劳夫冲进宫殿，一把揪住前方的皇帝阿尔特雷斯，质问他凭什么下定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冒犯，旁边的侍臣吓得不轻。坦宣称劳夫是自己失散的弟弟。坦忍不住吐槽，当时劳夫病得太重，根本记不清那是皇帝。比起当年那个凶狠的阿尔特雷斯，如今的陛下确实变了太多。如今在皇后的陪伴下，曾经冷酷的皇帝也彻底变了模样。莉莉卡从带着泪光的梦中醒来，梦里那抹光芒让她感到怀念又难过。鲁迪亚一把扑过来，紧紧抱住她，夸赞莉莉卡是个聪明的小天才。得知莉莉卡选中了清单上的甜萝卜，鲁迪亚兴奋地提出要和她签署合同，由自己负责招募投资人，最后两人平分利润。面对莉莉卡大方送出收益的提议，鲁迪亚坚持认为，即便是家人之间也必须公平分账。莉莉卡坦言自己从未拟过合同，鲁迪亚便打算手把手教他，顺便提到自己投资的商会会长过几天要来，问莉莉卡要不要一起见见，还透露到时候准备了惊喜礼物。到了约定的日子，莉莉卡准时前来见面，眼前出现了一群装扮华丽的异域来客，其中一位名叫恰恰的女子躬身致意，自称只是个卑微的商人。恰恰呈上了精心准备的礼物，莉莉卡开心接受并表达感谢。鲁迪亚随后示意恰恰起身说话，鲁迪亚聊起恰恰来自沙漠的混血身世，莉莉卡却没有刨根问底，反而直接问起田萝卜的培育周期。恰恰原本准备了应对打探的绅士说辞，没想到两人完全不在一协同，这让恰恰感到十分意外。恰恰随即提出用特效肥料缩短生长周期，计划明年就能往北方分销糖。这高效的方案让莉莉卡大赞速度惊人。鲁迪亚和恰恰聊起商业对南方贵族的冲击，两人谈笑风生。听着复杂的局势，莉莉卡一头雾水，担心以后去天空宫见贵族时留不下好印象。看出了莉莉卡的困惑，鲁迪亚表示这话题对他还太早，答应之后会帮他找一位合适的家教。随后兴高采烈地拿出了准备好的礼物，莉莉卡迫不及待换上新礼服，在群称的电器下裙摆显得极其庞大。她开心地跑到阿蒂尔面前展示，夸张的裙摆直接遮挡住了阿蒂尔的视线。莉莉卡骄傲地介绍，这种设计能让裙子显得格外丰满，而且正是自己母亲发明的成果。面对兴奋的莉莉卡，阿蒂尔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应。莉莉卡故意用尊称称呼阿蒂尔，阿蒂尔无奈求饶，让莉莉卡别再记仇，直接叫他的名字就好。莉莉卡兴致勃勃要去找皇帝展示新裙子，却被阿蒂尔一把拉住。阿蒂尔一脸严肃地关切起她的安全。考虑到最近频发的状况，阿蒂尔建议莉莉卡随身带一把魔导枪防身，或者随时跟着贴身护卫。莉莉卡却当场拆台，调侃阿蒂尔要是拿枪只会打到自己的脚，气得阿蒂尔伸手掐住了他的脸。莉莉卡也不甘示弱，提醒阿蒂尔也得随时把心腹带在身边。莉莉卡顺口打听起派的下落，表示最近一直没看见他。阿蒂尔却只是敷衍说出了点状况，随后轻轻摸了摸他的头。莉莉卡跑去皇帝的书房，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连拉特也不在附近。正好迎面遇到了坦，坦一见面就夸奖莉莉卡今天格外漂亮。莉莉卡连忙打听皇帝的去向，坦猜测皇帝可能又是找地方偷懒去了。莉莉卡决定继续在宫里找找看。等莉莉卡转身离开，坦注意到身后走过的身影，对方低头恭敬地向他行了一礼。得知劳夫的情况已经稳定，坦由衷地感激莉莉卡，明白
将劳夫交给他是正确的决定。想到皇后陛下此刻对自己的召见，坦意识到自己也该去完成肩负的使命了。与此同时，莉莉卡正穿过庭院，四处寻找皇帝的踪影，想赶紧让他看看自己漂亮的新裙子。可当风吹过树荫，莉莉卡却惊讶地发现，皇帝竟然真的在户外长椅上睡熟了，这让兴冲冲跑来炫耀的莉莉卡一时有些哭笑不得。看着树荫下熟睡的皇帝，莉莉卡突然想通了之前梦里的悲伤。梦中那条独自翱翔的龙，身形庞大强悍，却显得无比孤独，就像眼前的皇帝一样。皇帝虽然强大高大，还能随心所欲折腾身边的人，但他是不是也会感到孤单？想到自己是因为有妈妈在身边，才变得越来越勇敢坚强，莉莉卡心里顿时明朗了许多。莉莉卡突然想起，皇帝此前曾要她改口叫爸爸，却被她当场拒绝。难道正是因为这样，才让皇帝感到更加孤单吗？看着眼前熟睡的皇帝，莉莉卡在心里纠结起各种称呼，随后小心翼翼凑上前，轻声唤了几句陛下。见对方没有任何回应，她紧张地凝视着对方，终于小声叫出了一声爸爸。不料阿尔特雷斯瞬间睁开眼睛，吓得莉莉卡当场愣住，对方直接抬手朝他抓了过来。阿尔特雷斯顺势将莉莉卡一把抱入怀中，笑称他最近变重了不少，看来确实有在好好长大。莉莉卡有些害羞地解释，自己只是想起了之前改口的约定。阿尔特雷斯听后笑着点头承认。莉莉卡趁机展示起身上的新裙子，骄傲地介绍这是妈妈特意做的，旋转时裙摆还会飘散开来。阿尔特雷斯也顺势夸赞十分适合她。见皇帝有些困惑，莉莉卡连忙科普起裙撑的特殊设计，随后关切询问皇帝是否太过劳累，提醒他在户外睡觉容易受凉感冒，毕竟布林妮告诫过肚子保暖非常重要。阿尔特雷斯顺从的应声，接着问莉莉卡是否还有其他想要的东西。莉莉卡连忙表示陛下赐予的已经足够多，甚至还专门抽空教她学习魔法。莉莉卡接着补充，陛下不仅帮她安排布林妮当侍女，还承诺会保护好母亲，在她心里皇帝也是她想要守护的人。面对这出乎意料的告白，阿尔特雷斯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回应，莉莉卡却在心里暗自嘟囔，觉得签署契约的明明是母亲，自己不过是个附带的后聘公主。阿尔特雷斯看着懵懂的莉莉卡，无奈感叹，这小丫头根本不知道外界正围绕她传出各种离奇猜测，而她早已成了风暴中心。此时在华丽的宫殿内，鲁迪亚正向拉特透露重要计划，他准备利用甜萝卜来提炼糖分，并且已经掌握了关键技术，这就意味着北方也能自主产糖。消息一旦传出，必定彻底打乱南方的经济命脉，让依仗食糖垄断的南方贵族陷入恐慌。南方贵族长期靠这糖垄断赚取暴利，如今北方即将推出甜萝卜糖，身为南方领袖的桑达尔家族必然坐立不安，而作为北方领袖的沃尔夫家族则能顺势通过这项技术打破困局。鲁迪亚提出由他提供技术与分销渠道，这能让北方彻底摆脱贫穷。面对如此诱人的前景，拉特虽然感到难以置信，却也欣然接受了这项合作。另一边，阿蒂尔正挂念着派的安危，身边的侍从却对此漠不关心。阿蒂尔冷眼看着贵族之间的利益算计，觉得彼此不过是在互相利用。身旁侍从忍不住小声提醒，这想法要是被莉莉卡听到，肯定少不了一顿训斥。阿蒂尔听完有些不耐烦地别过头。此时南方贵族内部早已乱成一团，北方即将自行产糖的消息在他们看来无异于对南方的挑衅，众人纷纷呼吁南方领袖桑达尔侯爵出面捍卫他们长期垄断的利益。在门外目睹这一切的阿蒂尔心中依旧挂念着派的安危，而北方要种植甜萝卜制糖的消息也借由沃尔夫大人的谈话在宫内迅速扩散开来。得知北方即将能自主产糖，沃尔夫家族年轻一辈兴奋不已，纷纷讨论起以后能实现甜食自由。有人甚至觉得以后再也不用羡慕别人的高级糕点，却立刻遭到一旁冷笑反驳，提醒他们皇室专用的糕点绝非普通甜食能够相比。与此同时，南方贵族正因拉特的缺席陷入焦虑。听说拉特最近正准备离开皇宫，面对塔卡家族对甜萝卜的控制权，失去主心骨的南方贵族心生不满，却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局势脱离掌控。拉特态度坚决，为了保全利益不惜动用非常手段，两人在决策上产生了严重分歧。阿蒂尔心里很清楚，南方贵族绝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利益被抢走。皇后手握魔导枪，且城府极深，无需操心。可想到毫无自保能力的莉莉卡，他不由得犹豫是否真要给他一把枪防身。另一边的代表北方欣然接受了鲁迪亚的合作提议，鲁迪亚也主动询问沃尔夫家族能出多少力。消息传回北方，年轻一辈早已欢呼起未来的甜食自由。南方贵族叫嚣着要给敢挑战他们财路的人好看，绝不允许任何人动南方的利益，即便对方是塔卡家族，他们也准备血战到底。面对感动自己女儿主意的人，鲁迪亚心中早已动了杀意，打算将所有敌人一律摧毁。在他眼里，那些心怀不轨的家伙不过是脆弱不堪的凡人罢了。找到在户外睡着的皇帝后，莉莉卡凑到了跟前，皇帝轻抚着她的头发，承诺自己一定会保护好她，因为她是他的女儿。莉莉卡举起双臂大声回应，说自己也想要保护皇帝，虽然知道自己很弱，魔法也帮不上什么忙，但她还是想尽最大努力守护对方。皇帝看着认真的莉莉卡，温柔地表示，其实他一直在用某种方式守护着大家，那是连他、鲁迪亚和阿蒂尔都做不到的事情。看着满脸困惑的莉莉卡，皇帝让她先回屋。莉莉卡得知皇帝还要再坐一会儿，立刻拔腿跑开，喊着要帮她拿条毯子来保暖。
皇帝还没反应过来，莉莉卡就已经一溜烟跑远，风风火火的去找侍女布灵妮。莉莉卡抱着毯子一路小跑回来，细心的盖在阿尔特雷斯身上，还不忘叮嘱睡觉时一定要盖好肚子。阿尔特雷斯看着眼前的莉莉卡，让她在自己面前再转上一圈。莉莉卡听话的欢快旋转，提起裙摆做了一个优雅的宫廷礼，展示完便风风火火的跑开了。阿尔特雷斯靠在长椅上看着莉莉卡跑远，嘴角忍不住微微扬起，心里暗自感叹，这小丫头确实是他见过最可爱的人。曾经怀着恨意隐匿在沙漠时，鲁迪亚曾劝说去体验人类的生活，虽然当时对此毫无兴趣，但如今想法早已彻底改变。侍从突然前来呈报，说是斐奥德求见。莉莉卡喜出望外，立刻一路小跑着赶了过去。一见面，莉莉卡便急忙询问情况。斐奥德神色却异常凝重，表示自己此次贸然进宫是有极为紧迫的大事要当面交代。看见斐奥德凝重的表情，莉莉卡立刻想起了大剧院起火那天他的眼神。与此同时，鲁迪亚早已暗下决心，绝对不许任何人伤害他的女儿。而这次随斐奥德一同到来的，还有贵族派领袖，也就是斐奥德的母亲巴拉特公爵夫人。面对眼前的局势，斐奥德神情犹豫着准备开口。面对贵族派居高临下的审视，周围的议论声此起彼伏。莉莉卡对此早已习以为常，曾经流落街头时就没少遭受这种轻蔑的眼神，但她是靠双手辛苦生活，如今也在努力当好一名合格的公主。面对眼前的挑衅，莉莉卡毫不退缩，直接正面回击，提醒对方只要自己不先开口，他们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能做的不过是挡路和冷眼相看。阿蒂尔见状主动走上前，直接挡在莉莉卡身前，冷淡地向巴拉特公爵夫人致意，责怪对方在走廊挡路耽误时间。面对阿蒂尔关于该退休的嘲讽，公爵夫人平静地回应，只要陛下依然健朗，自己就会继续尽心尽力。随着公爵夫人离开，莉莉卡注意到一旁的鲁迪亚，对方虽然戴着黑色蕾丝眼罩，却能感觉到视线落在自己身上，让人完全看不透那眼罩下的想法。面对鲁迪亚暗中的凝视，这种让人发毛的感觉让莉莉卡不禁一阵恶寒。巴拉特公爵夫人向莉莉卡行礼告退，莉莉卡冷淡地准许她离开。公爵夫人催促斐奥德一起走，莉莉卡让斐奥德安心回去，并与他约定下次再见。斐奥德闻言露出笑容，却被公爵夫人一把拉走。面对周围人的围观议论，公爵夫人阴沉地质问斐奥德为什么要跟自己的家族作对，难道是被对方用糖果饼干收买了？阿蒂尔拉着莉莉卡离开走廊，莉莉卡连声辩解，自己绝不可能要对方给的东西。阿蒂尔生气地提醒莉莉卡，巴拉特家族精通药草，手段十分危险，平时必须多加小心。随后阿蒂尔继续追问他刚才为什么要和斐奥德走在一起。为了让他保持警惕，阿蒂尔透露巴拉特家族拥有巨大的植物园，甚至可能暗中培养有毒植物。接着阿蒂尔将一份冰淇淋递给莉莉卡，说是皇后刚送来的。莉莉卡刚尝一口就直接吐了出来，难吃的直发脾气。阿蒂尔大感意外，因为刚才侍从还在夸赞，说这是难得一见的顶级美味。莉莉卡一边吃着冰淇淋，一边听阿蒂尔解释，原来这冰淇淋是鲁迪亚特意准备的，里面加入了草药和蜂蜜。阿蒂尔见他吃得勉强，便劝他难吃就别吃了。莉莉卡刚要说话，却感觉鼻子里流出了什么，伸手一摸，竟全是鼻血。阿蒂尔察觉到异样，连忙上前询问情况。莉莉卡刚想开口回应，却发现喉咙奇痒无比，不仅彻底发不出声音，紧接着就剧烈咳嗽起来，当场喷出了一大口鲜血。阿蒂尔被眼前的变故震惊，急忙大声叫所有人退后。莉莉卡体力不支重重倒下，整个人瘫倒在地上，她的意识不断向下跌落，彻底陷入了昏迷。当她再次睁开眼睛，周围已是一片漆黑。莉莉卡困惑地看着四周，耳边依稀传来阿蒂尔焦急的大喊，让所有人立刻退后。在昏迷的黑暗中，莉莉卡依稀听到了外界的声音。阿蒂尔急忙吩咐侍女记录他今天去过的所有地方、吃过的食物和接触过的所有人。阿蒂尔则一边轻声安抚，一边为他喝下应急药物。见莉莉卡喉咙难受，阿蒂尔引导她把毒物吐出来，哪怕衣服被弄脏也完全不在乎。听到耳边焦急的抢救声，阿蒂尔一声声关切的呼唤，终于让莉莉卡的意识逐渐恢复。现场瞬间乱成一团，阿蒂尔情绪失控的想要冲上前，却被其他人死死劝阻拦下。御医终于提着药箱挤进人群，急忙上前检查莉莉卡的伤势。看折倒在地上的妹妹，阿蒂尔眼中满是愤怒，竟然有人敢在她的眼皮底下对莉莉卡下毒。而此时逐渐清醒的莉莉卡也终于意识到自己刚才竟然差点被毒死。莉莉卡中毒倒下的消息很快在贵族之间传开，有人跑来向斐奥德打听近况，得知莉莉卡并没有死，贵族们顿时肆无忌惮的嘲讽，笑他贫民窟出身命硬，什么脏东西都能咽得下去。听着同僚们的落井下石，斐奥德冷眼旁观。南方动向越来越不寻常，加上桑达侯爵私下拜访巴拉特庄园，他意识到更危险的局势正在逼近。斐奥德心中充满懊悔，他没能及时提醒莉莉卡提防自己的母亲。面对刚刚脱险的莉莉卡，他深感自己的无能与无力。身旁的贵族们仍在议论纷纷，开始猜测下毒的幕后黑手。有人推测是皇子阿蒂尔动的手，认为莉莉卡受宠威胁到了皇位，这才逼得阿蒂尔下手。也有人怀疑是南方动荡的桑达侯爵所为，担心这桩麻烦会嫁祸给巴拉特家族。但在傲慢的贵族看来，巴拉特家族血统高贵，根本没人敢轻易招惹。
面对同僚们的追问与附和，菲奥德强忍着内心的恶心，迅速收起情绪，脸上重新挂上了客套的笑容。菲奥德表面上客套应对，心里却极度厌恶这群趋炎附势的贵族。在他看来，这些贪婪附庸在巴拉特家族旁的人，终究只会沦为被蚕食吞噬的养分。面对同僚们的奉承与附和，菲奥德顺水推舟地映衬着。可当他脑海中浮现出莉莉卡当初笑着说要和他做朋友的模样，深藏的欲望便彻底苏醒。从这一刻起，他想要夺得的将是所有的一切。经过紧急救治，莉莉卡的喉咙、胃和黏膜虽然受损，但好在阿蒂尔处置及时，毒素并没有侵入肠道和全身，只需要好好静养就能恢复。看到莉莉卡脱离危险，情绪激动的鲁迪亚坚持要留在身边照料。皇帝见状，连忙将他拦下，提醒他如果再这样折腾，自己的身体也会撑不住。迷迷糊糊中，莉莉卡看着眼前满脸焦虑的母亲，在她以往的记忆里，母亲从来没有露出过这种神情。鲁迪亚强行压下心头的情绪，准备问清整件事的前因后果。传说中龙是由空气与火焰铸成，正如皇帝陛下那双仿佛有烈火在燃烧的眼睛一样。莉莉卡在心里默默打量，皇帝陛下怎么看都不像真正的龙。她又忍不住担心岂不灵和劳夫，害怕他们因为自己受到牵连。平静下来的莉莉卡仔细回想，母亲之前也吃过这种冰淇淋，难道下毒者的目标其实是母亲？一想到有人敢对母亲下手，她心里就感到无比愤怒。可她转念一想，冰淇淋里用的都是普通草药，完全查不出任何有毒成分，那这致命的毒素究竟是从何而来？看着所有人都在为自己鸣不平，莉莉卡心里反而没了脾气。周围慢慢安静下来，房间里再也听不到一点声音。躺在床上的莉莉卡昏昏沉沉，突然在空气中闻到了一阵花香。她循着香味看向窗外，只见菲奥德竟然悄悄翻窗走了进来。莉莉卡感到十分惊讶，不知他为何会深夜造访。可话还没说出口，莉莉卡的意识便再次陷入模糊，看着菲奥德在面前急切地张嘴说话，她的双耳却听不到任何声音。莉莉卡有些不敢置信，怀疑眼前这一切究竟是不是梦境。她试着呼唤菲奥德的名字，菲奥德脚步摇晃地走上前，一把将莉莉卡紧紧抱在怀里。他满脸无助地喃喃自语，直言自己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莉莉卡头晕目眩，且听不到声音，却能清晰感受到菲奥德滚烫的体温。明明险些中毒丢掉性命的是自己，眼前的菲奥德却显得比他还要紧张。莉莉卡轻轻伸手捧住菲奥德的脸，劝他不要露出这种伤心的表情。她想起菲奥德曾自诩是完美的杰作，可如今那张漂亮的脸庞上，眼神里却写满了恐惧，连带自己也跟着感到害怕。看着极度不安的菲奥德，莉莉卡轻声安抚着他，希望他不要就此崩溃。菲奥德轻声回应，直言莉莉卡总是能说出让他安心的话，并向他保证自己绝对不会就此崩溃倒下。然而空气中那股浓烈刺鼻的花香却让莉莉卡感到阵阵眩晕，意识再次变得昏沉。就在这时，一只手突然伸来捂住了莉莉卡的双眼，并厉声呵斥菲奥德离他远点。听着这道熟悉的声音，莉莉卡暗自感叹，这一定是个美好的梦境。皇帝冷冷地命令菲奥德离开，警告他今天就先放他一马。面对威慑，菲奥德只能退回阳台，迅速消失在夜色之中。房间里重归平静，迷迷糊糊的莉莉卡依偎在阿尔特雷斯怀里，轻声呼唤父亲。阿尔特雷斯将莉莉卡抱起，察觉到空气中那股异样的热气，冷冷感叹巴拉特家族依然没有停止他们的蠢行。莉莉卡在这安心的怀抱中彻底沉沉睡去。看着怀里安然入睡的莉莉卡，阿尔特雷斯嘴角微微扬起，心里暗想，要是鲁迪亚知道这件事，恐怕到时候非要气炸不可。阿尔特雷斯独自靠在窗边，听取手下关于下毒案的汇报。调查发现，草药冰淇淋本身并无剧毒，导致莉莉卡出事的原因是冰淇淋与一种新采摘的花茶产生了反应。莉莉卡吃冰淇淋时喝了花茶清口，而单独喝过花茶的阿尔特雷斯却安然无恙。工会和御医均认定这只是一场意外相克。面对所有人得出的意外结论，阿尔特雷斯眼神冷峻，根本不相信这只是一场巧合。阿尔特雷斯断定这种相克制毒的手法绝对出自巴拉特家族之手。看着躺在病床上的莉莉卡，阿蒂尔心里烦躁不已，不仅想不通菲奥德为何深夜偷溜进来，连门外刚被叔叔审问完的坦和布林妮也吓得浑身发抖。为了防止再出意外，阿蒂尔竟直接掏出一把手枪，语气坚定地承诺会亲自保护莉莉卡。看到阿蒂尔连枪都掏了出来，莉莉卡瞬间整个人愣在原地，心里不禁大受震撼，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伤势是不是严重到了根本治不好的地步。莉莉卡伸手推开枪口，哀求阿蒂尔收起武器。布林妮见状，赶忙上前夺下手枪，怒斥阿蒂尔不该把凶器带进病房。受到惊吓的莉莉卡当场哭了起来。布林妮一边安慰，一边埋怨阿蒂尔瞎折腾。莉莉卡拿起写字板写下心里话，举到阿蒂尔面前，问他是不是想开枪帮自己结束痛苦。看着上面的字，阿蒂尔彻底愣在原地。布林妮解释，莉莉卡是因为打击过大才会产生这种荒谬的联想。阿蒂尔赶忙温声安抚，告诉莉莉卡别害怕，只有多吃点东西才能早点康复。莉莉卡虽然还在委屈的抽泣打嗝，但还是听话的大口吃了起来。阿蒂尔也在一旁耐心的帮她喂饭。等莉莉卡把一整碗饭吃得干干净净，阿蒂尔、布林妮和坦等人立刻开心地围着她鼓掌鼓励。莉莉卡心里不由得感叹，自从搬进这皇宫之后，自己哭的次数比过去多得多。
但在这里，没有任何人会因为他哭而讨厌他，每个人都在温柔地替他擦干眼泪，盼着他能快点好起来。好在经过仔细检测，香克导致的吐血虽然看着严重，但毒性并不足以致命。面对这次针对莉莉卡的下毒，拉特等人深知不管这是威胁还是巧合，都绝不可能善罢甘休。得知消息的鲁迪亚怒不可遏，在他看来，这种下毒手段绝非偶然巧合。在前世，鲁迪亚曾作为巴拉特家族的间谍，对他们暗中出手的阴毒手段了如指掌。没想到如今，对方居然把这招算计到了女儿头上。这一世，鲁迪亚本打算安分做个皇后，一步步稳定皇室的地位与权力。可巴拉特家族触碰了他的底线，鲁迪亚下定决心，一定要将巴拉特家族彻底摧毁，让他们在贵族名册中永久除名。巴拉特家族做事向来不留任何蛛丝马迹，他们的势力早已像盘根错节的树根，遍布在帝国的各个角落，甚至许多人在不知情时就成了他们的棋子。为了彻底查清真相，鲁迪亚打算联络情报工会。虽然他其实并不想和对方的头号商人打交道，可当鲁迪亚回过神，看到床上打着小哈欠的莉莉卡，心里原本积攒的怒火瞬间被女儿可爱的模样治愈。鲁迪亚轻声守护在莉莉卡身旁，下定决心绝不再让女儿受到半点伤害。他决定留在病房里亲自照料，直到莉莉卡彻底康复。然而在这片帝国之下，一股巨大的黑暗势力早已将根系深深扎进暗处，悄悄张开了吞噬一切的獠牙。为了查理的成分引发出下毒风波，拉特满脸憔悴的前来赔罪，坦言这全是因为桑达尔送来的查出了纰漏，恳求能够得到谅解。看着面容憔悴的拉特，莉莉卡暗想他看着比自己还像病人，母亲总是想替他挡下世间所有的恶意，恨不得把他随时带在身边。一旁的坦低声感叹，希望陛下能多给帝国卫队一些信任。莉莉卡听后笑着伸手摸了摸他的头，还没等坦反应过来，一只手突然伸过来抚摸莉莉卡的头发，把他吓得愣在原地。与此同时，贵族圈里突然传出重磅消息，一位南方贵族彻底倒台，大家都私下传言，这显然是因为公主遭到了算计。暗处的势力察觉到了危险，空气中弥漫着复仇的气息，他们决定先收敛爪牙，避开风头，等待局势重新平静。在宁静的夜色下，阿尔特雷斯拿走了莉莉卡的项链，并许诺会在她的生日当天归还。莉莉卡高兴地提醒阿尔特雷斯，离自己的10岁生日只剩下2天。为了庆祝莉莉卡即将到来的10岁生日，整个帝都挂满了彩旗，街道上张灯结彩，盛况空前。街头由皇后鲁迪亚一手创立的咖啡馆，也趁势推出了买1送1的优惠活动。她引入的咖啡，如今早已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各家店铺都在为公主的诞生理造势。在帝国古语中，10岁生日被称作帕尔塔意为完整，象征着一个人真正迈向完备。为了这场意义非凡的诞生礼，鲁迪亚甚至亲自来到现场，监督侍从们布置宴会厅的鲜花。看着皇后事无巨细地为女儿筹备，侍女们私下忍不住发出一阵赞叹。随着贵族宾客们陆续抵达，侍女赶忙上前提醒鲁迪亚去着装准备。鲁迪亚淡然应下，他身上那份既高贵又令人敬畏的气势，让身旁所有人都不禁发自内心折服。鲁迪亚向侍女长询问宴会筹备进度，侍女长表示一切顺遂，但也提醒不少贵族已经带着孩子赶来，想方设法讨好莉莉卡，甚至提前送来了做客的邀请函。得知贵族们竟敢打女儿的主意，鲁迪亚心中大怒。侍女长赶忙提醒，过了10岁完备礼，莉莉卡就有了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利，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完全隔绝外界。鲁迪亚甚至动了铲除南方小贵族、直接重组派系的心思，可他依然无法放下对莉莉卡安全的担忧。好在这皇宫之中，时刻守护着莉莉卡的可远远不止皇后一人。赴宴的贵族马车络绎不绝，外界疯传皇室对莉莉卡极尽宠爱。虽然有人对此半信半疑，但想到完备礼后莉莉卡就能参与社交，各大家族都急着想给公主留个好印象。随着马车陆续驶入皇宫，宴会即将拉开帷幕。莉莉卡紧张的连回答都有些结巴，躺在一旁真诚地夸赞她今天无比漂亮。阿蒂尔打趣地揭穿了她的紧张，安慰她今天她才是这场晚宴绝对的主角。听着阿蒂尔的鼓励，莉莉卡也小声夸赞起阿蒂尔今天的打扮。阿蒂尔却傲娇地表示这不过是件旧衣服。阿蒂尔笑着让莉莉卡放轻松，真正该感到紧张和害怕的是门外和楼梯下候着的那些贵族。毕竟帝后2人此时正冷冷地俯视全场，光是这股威压就足够让宾客们胆战心惊。阿蒂尔绅士地伸出手，邀请由他来护送莉莉卡入场。莉莉卡微笑着将手搭在他的掌心，随着侍从高声宣告公主驾到，这场盛大的诞辰宴会正式拉开帷幕。随着宣告声响彻大厅，原本交谈甚欢的贵族们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纷纷停下手中的酒杯，齐刷刷地看向大楼梯的方向。在全场瞩目之中，莉莉卡身着华丽的粉色礼服，脚踩精致的水晶鞋，步履轻盈地顺着台阶缓步而下，那娇柔优雅的姿态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台下的宾客们看在眼里，不禁发出一阵阵惊叹。宾客们纷纷被眼前的场景震撼。莉莉卡面对全场微笑着致谢，感谢大家前来参加自己的诞辰宴，祝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度过美好的一夜。台下的斐奥德注视着莉莉卡甜美的笑容，一时间竟有些看愣了神。然而在宴会背后的暗处，有人早已悄悄关注着斐奥德的一举一动，确认他是否真的会如约出席这场盛宴。
暗处巴拉特公爵夫人正悄悄关注着场上的斐奥德。在他看来，斐奥德贴近公主不过是在玩过家家，人不可能永远当个小孩。但或许正因如此，斐奥德才显得格外可爱。一想到眼前的美好终会破裂，巴拉特公爵夫人的心里反而对接下来的变故更加期待。全场宾客纷纷高举酒杯，祝贺莉莉卡迎来10岁完贝里。祝福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厅。鲁迪亚温柔地亲吻莉莉卡的脸颊，亲口向女儿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听着四面八方的道喜，看着堆积如山的礼物，莉莉卡沉浸在美好的氛围中，正式迎来了属于她的10岁生日。出席宴会的贵族们接连上前献礼。起初莉莉卡对他们感到有些陌生，但仔细看去，这些面孔其实大多早有一面之缘。根据宴会规矩，献礼从地位偏远的小贵族开始，逐渐轮到权势显赫的大贵族。紧接着，一身利落军装的迪亚蕾登场，满脸笑容的向莉莉卡送上祝贺。莉莉卡惊喜地喊出好友的名字，迪亚蕾一把将她抱住，直言作为知己绝不会缺席。迪亚蕾有些不好意思地掏出礼物，那是一枚精致的银马蹄铁，虽然不如其他人的礼物昂贵，却是她没靠家族，用自己攒下的积蓄专门买来的。前阵子遭遇刺杀之后，莉莉卡被困在宫里，郁郁寡欢，全靠迪亚蕾常来陪她骑马解闷。比起那些堆积如山的昂贵珠宝，这份投其所好又充满心意的好礼，让莉莉卡心里感到无比温暖。与迪亚蕾约好下次在一起骑马后，莉莉卡微笑着走向下一位献礼者。来人正是斐奥德，他优雅地送上祝贺，并呈上一座精致的金鸟笼。看着笼里栩栩如生的小鸟，莉莉卡好奇这不是活物。斐奥德示意他转动旁边的发条，莉莉卡伸手拧动机关，笼里的机械鸟瞬间展翅欢畅。看着眼前神奇的巧艺，莉莉卡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斐奥德看着他的模样，眼中也满是温柔。斐奥德表示能优先送上珍品，非常荣幸。退场时却轻瞥了一眼旁边的迪亚蕾，迪亚蕾敏锐地察觉到了挑衅，看到斐奥德与莉莉卡如此亲近，两人眼神交锋充满火药味，暗中都把对方当成了强劲的竞争对手。感受着突然诡异起来的气场，莉莉卡正有些摸不着头脑，坦便笑着走上前来，直言绝不能错过这场盛大的诞辰礼。坦强调自己带来了发自内心的好礼。莉莉卡还没来得及好奇，坦就顺手按住了身后准备上前的同伴。莉莉卡好奇坦是不是和劳夫一起准备的，坦笑着否认，随后一把将身后的劳夫推到面前，直言自己送上的好礼就是劳夫本人。被推到前方的劳夫顺势单膝下跪，呈上一只精致的小盒，表示要归还当年收到的第一颗珍珠，并将自己也一并奉献给莉莉卡。面对这出乎意料的献礼，莉莉卡一时间愣在了原地。劳夫捧着当年收下的珍珠，恳求莉莉卡能收下自己做骑士。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郑重誓言，莉莉卡一时间有些为难，担心自己若不再是公主，劳夫又该如何自处。一旁的弹指是耸了耸肩，顺势把决定权交给了莉莉卡。看着浑身紧绷却无比认真的劳夫，莉莉卡心里十分清楚，这种万众瞩目的盛大场合对劳夫来说究竟有多困难，但他依然选择勇敢面对，坚定地递上了自己的誓言。莉莉卡深知这个决定只能由自己来做，如果劳夫只是想效忠一位帝国公主，根本不必做到这个地步，毕竟自己作为公主的时间只剩6年。但劳夫却坚定地表示，他要效忠的从始至终只有莉莉卡一人。看着眼前的劳夫，莉莉卡脑海中浮现出二人过往的点滴，那些共同走过的风雨历历在目。她轻声感慨，从两人最初相识起，一路走来并不轻松，彼此早已共同经历了太多。劳夫单膝跪地，将额头贴在她的手背，将这份专属的忠诚彻底交到了莉莉卡手中。莉莉卡深知未来或许还有重重困难，但她坚信过往的磨难绝不会带来不幸，反而会化作日后珍贵的回忆。大厅里的其他人对此一无所知，这其实是一位强大法师留下的智慧。那些未来将会体验到的喜悦与绝望，最终都会像眼前这颗珍珠般永恒闪耀。想到这里，莉莉卡决定让劳夫继续保管这颗珍珠，同时也正式接受了他的效忠。不过在此之前，莉莉卡表示自己也有一个条件。莉莉卡提出的条件是希望劳夫能够自由的生活，不必再为了得到家族认可而苦苦挣扎，也不必被出身和过去所束缚。因为从这一刻起，劳夫正式成为了专属于他的骑士。面对莉莉卡温柔的微笑，劳夫无比郑重地接下了这份承诺。这温馨动人的一幕让在场的贵族们无不感动赞叹，热烈的掌声与祝福瞬间响彻全场。紧接着，阿尔特雷斯上前主持册封，手持长剑宣布官方任命，劳夫正式成为了莉莉卡的专属骑士。随着这一重磅时刻落幕，阿尔特雷斯也微笑着步入场地中央，准备呈上属于他的礼物。阿尔特雷斯呈上的礼物是一个带有月亮与星星宝石的吊坠，莉莉卡一眼认出，这分明和自己以前用过的吊坠一模一样。面对莉莉卡的惊讶，阿尔特雷斯笑着解释，他是专门仿照莉莉卡拥有的魔导器打造的。莉莉卡听后忍不住在心里吐槽，那根本不是什么魔导器，只是自己当年专门定制的玩具罢了。阿尔特雷斯接着隆重介绍，这份礼物能让佩戴者像真正法师一样使用魔法。话音刚落，吊坠便在场地中央爆发出耀眼的光芒。在绚烂梦幻的光芒中，阿尔特雷斯大声公布了这件魔导器的名字——魔法少女。时间回到3天之前，阿尔特雷斯曾私下询问莉莉卡，空有一身强大魔法却不能公开施展，心里是不是觉得格外憋屈？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阿尔特雷斯当场拍着胸脯打包票，只要把贴身吊坠胶给他稍微改造，就能彻底解决这个难题。
可回到当下的宴会现场，场地中央猛然爆发出夸张梦幻的光芒，全场贵族瞬间被彻底镇住。莉莉卡看着眼前这般巨大的阵仗，心里顿时感到无语。这难道就是阿尔特雷斯口中的稍微改改？一旁的阿尔特雷斯却满脸自豪，甚至还主动询问这特效厉不厉害。阿尔特雷斯接着向莉莉卡说明，使用前必须先完成认主仪式，只要念出指定的启动口诀，就能像正统法师那样施展力量。莉莉卡低头看着手中的吊坠，虽然内心吐槽这只是最基础的口诀，但还是依言照着念了出来。随着吊坠表面再次泛起梦幻光华，在场贵族纷纷发出惊叹，无不羡慕他展现出的法师姿态。看着周围宾客的狂热反应，莉莉卡忽然想起母亲曾经说过的话，皇帝陛下送出的礼物哪怕再离奇，只要配上那张面容与动听的声音，也依然会让人觉得美好非凡。他在心底暗自感慨，全场贵族果然都被陛下的魅力彻底征服。面对阿尔特雷斯的热情介绍，莉莉卡礼貌地向对方道谢，但她心中很清楚，这种借由道具的方式与自己平时施法截然不同。莉莉卡在心底暗自庆幸，今后总算能够安心使用魔法。她兴高采烈地转头看向母亲，正准备开口分享这份喜悦，话音未落，他就察觉到了现场气氛不对。此时的鲁迪亚面色冰冷如霜，眼眸深处满是震惊与极度警惕。在鲁迪亚的眼中，阿尔特雷斯拿出的绝非寻常礼物，而是极度危险的造物。更让他感到心寒的是，女儿对此不仅毫无防备与惊讶，甚至早已习以为常。注视着天真烂漫的莉莉卡，鲁迪亚终于意识到事态远比想象中更严重。察觉到异样的鲁迪亚迅速收敛神色，他微笑着举起手中的酒杯，热情招呼在场所有贵族尽情畅饮，顺势将众人的注意力引向其他贡礼。虽然表面上笑得豪爽大度，可他那紧扣着杯壁的手指却在止不住的微微颤抖。这场盛大奢华的宴会一直持续到傍晚，整座宫殿内外张灯结彩，处处洋溢着喧嚣热闹的欢庆氛围。同龄的孩子们纷纷围在莉莉卡身旁，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哪怕偶有异样的打量目光投来，莉莉卡也始终维持着得体的浅笑。随着夜幕彻底降临，一轮明月高挂在枝头，这场热闹喧嚣的宴会终于落下帷幕。宾客散场之后，阿尔特雷斯快步上前，伸手叫住了鲁迪亚。阿尔特雷斯轻声询问鲁迪亚的状况，试图关切他因何心神不宁。鲁迪亚却瞬间情绪失控，猛地一把推开眼前的阿尔特雷斯，厉声指责对方一直用谎言欺骗自己。在鲁迪亚的前世记忆之中，根本未曾出现过那件危险的魔导器，而莉莉卡与阿尔特雷斯方才的熟人反应，分明表明两人私下早有秘密往来。鲁迪亚坚信乖巧懂事的女儿绝不会无故隐瞒，必定是阿尔特雷斯在暗中施加威胁利用。积压已久的怒火再也无法压制，他指着阿蒂尔当场厉声斥责。鲁迪亚悲愤交加的控诉，阿尔特雷斯背信弃义，斥责他嘴上口口声声说着深情，背地里却把危险的主意打到莉莉卡身上。在他的过往认知里，男人为了达到目的，从不会吐露半句真心，所谓的爱意不过是虚伪的筹码。眼见鲁迪亚逐渐陷入崩溃边缘，阿尔特雷斯大声呼唤着他的名字，一把将情绪激动的他紧紧揽入怀中，垂眸注视着怀中不断滑落泪水的鲁迪亚。阿尔特雷斯目光满是温柔，低声劝慰他不要继续伤心哭泣。鲁迪亚从怀中挣扎着，声色俱厉地质问，为何要将如此危险的魔导器交给年幼的莉莉卡？他们究竟想对自己的女儿图谋什么？在他看来，当初立下契约交易的本就是他自己，若真要利用压榨，尽可冲着他来，绝不容许任何人将黑手伸向莉莉卡。面对鲁迪亚满腔的误解与激愤，阿尔特雷斯终于当面道出了隐藏的实情。莉莉卡自身其实是一名真正的法师。阿尔特雷斯解释道，因为法师身份过于敏感，为了保护莉莉卡，他才让莉莉卡暂时保密。鲁迪亚连忙追问，莉莉卡的力量难道不是来自他的赠与？阿尔特雷斯给出否定回答，他只是在教莉莉卡如何使用他本身就拥有的力量。得知真相的鲁迪亚大受震撼，莉莉卡不仅是法师，更是仅凭意志就能将欲望变为现实的始源者。可这种能力者明明在远古时期就已灭绝。鲁迪亚神色惊恐，如果莉莉卡真的拥有这种力量，那前世发生的种种异样似乎都有了答案。前世的记忆在鲁迪亚脑海中轰然炸开，处刑台上的人群愤怒地叫嚣着杀死叛徒，可被绳索紧捆的女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却只是微笑着接受了一切。鲁迪亚终于想通了真相，即使掌握着足以扭曲现实的始源魔法，前世的女儿也从未想过要拯救他自己。被阿尔特雷斯揽在怀里的鲁迪亚失神落泪，原来那个孩子宁愿赴死，也从未动用过这股危险的力量。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推开，莉莉卡探出头来，正好看到了紧紧拥抱在一起的两人。莉莉卡有些局促地解释，自己只是想在睡前展示一下新学会的魔法。鲁迪亚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前世女儿临终前希望她幸福的心愿再次在脑海中闪现。他一把将莉莉卡抱入怀中，死死紧握着不愿松手。面对母亲突如其来的失态，莉莉卡有些慌乱，小声询问母亲为何流泪，并为自己擅自打扰道歉。莉莉卡以为母亲是在和阿尔特雷斯吵架，连忙拍着母亲安慰。鲁迪亚这才开口交代，自己已经知道了他是法师的秘密。莉莉卡大吃一惊，随后小声向母亲致歉，解释自己隐瞒只是因为答应了阿尔特雷斯要保密。鲁迪亚温柔地擦干眼泪，夸赞莉莉卡守约的同时，继续追问阿尔特雷斯有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莉莉卡连忙澄清，阿尔特雷斯只是在教自己如何使用魔法，
确认阿尔特雷斯没有图谋不轨，鲁迪亚彻底放下心来。他微笑着看向莉莉卡，鼓励她展示准备好的魔法惊喜。莉莉卡高高兴兴的一口答应。随着她摊开手掌，掌心中立刻迸发出璀璨耀眼的光芒。莉莉卡熟练的念出咒语，在房间里欢快地施展着魔法。看着眼前天真烂漫的女儿，鲁迪亚心中百感交集。在前世面对死亡的绝境时，莉莉卡依然能无私地祝愿母亲幸福，这份纯粹与善良是她永远做不到的。表演结束后，莉莉卡落落大方的鞠躬致意，鲁迪亚立刻鼓掌夸赞，称赞她厉害的就像大魔导师。莉莉卡听完欢快的笑了起来。一旁的阿尔特雷斯注视着这一切，眼神中也充满了宠溺。鲁迪亚紧紧抱着莉莉卡，感叹自己怎能生出如此温柔善良的女儿。冷静下来后，鲁迪亚想起陛下的提醒，也觉得隐瞒莉莉卡法师的身份更安全，利用魔导其来做伪装确实是个好办法。阿尔特雷斯顺势询问莉莉卡，刚才施展魔法时是不是感觉有些闷胀不适？莉莉卡连连点头，表示自己正想请教这个问题。阿尔特雷斯解释说，他在上面施加了能量限制，就是为了防止魔法失控伤到旁人，只要念出口诀就能解除限制。听到阿尔特雷斯考虑的如此周全，鲁迪亚彻底放下了戒备，而一旁的阿尔特雷斯正满脸期待的等待着夸奖。面对阿尔特雷斯满脸期待的模样，鲁迪亚毫不客气地夸赞了他几句，看着他这副听话的样子，忍不住在心里打趣，这龙族怎么跟小狗一样。眼看时间不早，莉莉卡准备回房休息，鲁迪亚在身后温柔地叫住女儿，对她深情告白。莉莉卡甜甜的回应后，欢快跑开。看着莉莉卡离开的背影，阿尔特雷斯轻声表示认同，而鲁迪亚注视着夜空，心中再次无比确定，女儿真的太温柔善良了。在他们眼里，莉莉卡就是全天下最可爱的小女孩。斐奥德参加完公主的生日宴会，回到了家中，房间里的母亲缓缓开口，询问他在宴会上是否尽兴。还没等斐奥德回答，对方就冷冷地提醒他，该注意自己的身份和体面，不要再去参加那些不符合身份的活动。面对训斥，斐奥德始终一言不发。公爵夫人轻蔑地笑了一声，感叹原本以为自己完美的杰作不会像普通孩子那样经历叛逆期，随后缓缓站起身。公爵夫人停下脚步，转过身，冷冷地告诉斐奥德，是时候让他知道真相了。说罢，他便引着斐奥德走向藏在书架后的暗道。与此同时，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莉莉卡趴在阳台的栏杆上，困惑地抬头看着这场大雨。布林妮注意到莉莉卡的异样，开口询问发生了什么。莉莉卡摇了摇头，以为刚才有人呼唤自己只是错觉。生日宴会结束后，莉莉卡的生活看似回归平静，暗中却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堆成小山般的贵族邀请函送到府上，光是挨个回复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她在宴会上穿过的礼服和佩戴的首饰，乃至脚上的鞋子，全都成为最时髦的爆款，引发全城哄抢。大家不仅对她获得的魔导器无比好奇，甚至将劳夫当众许下的誓言改编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曲和戏剧。那位当众发誓的劳夫大人私下改口称呼莉莉卡为主人，甚至询问要不要改叫女主人，弄得莉莉卡害羞不已。除了称呼的改变，劳夫变得比以前更加沉静，那些刻意而僵硬的笑容全都消失了，整个人显得温和放松了许多。看着窗外淅淅沥沥的春雨，莉莉卡原本想着等雨停去采覆盆子，见她突然撑起雨伞准备出门，布林妮连忙追问她要赶去哪里。莉莉卡交代布林妮不要跟得太紧，便冒雨向外跑去。她心中无比确定，刚才隐隐听到的那声呼唤绝对不是自己的错觉。莉莉卡凭着异样的感应穿过雨幕，那种熟悉的感觉让她回想起先前那个夜晚。她终于找到了呼唤的源头。斐奥德正虚弱地坐在泥水里，全身已经被大雨彻底淋透。莉莉卡赶忙撑伞跑上前，急切地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完全不敢相信斐奥德怎会瘫坐在泥地里。在莉莉卡的印象里，除了那个如梦般的夜晚，斐奥德向来举止优雅得体，永远都是一副完美的贵族模样。她从未见过斐奥德如此狼狈。看着眼前大口喘着粗气的斐奥德，莉莉卡满心焦急，再次向他确认情况。可斐奥德虚弱的甚至无法回应。就在这时，雨幕深处突然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正一步一步向他们靠近。斐奥德回想起不久前的那一幕，自己震惊地发现宅邸深处居然藏着一间秘密地下室。看着眼前阴暗寒冷的房间，以及散落在地上的锁链与铁床，他心中陡然生出一股强烈的熟悉感。被封存的记忆在这一刻轰然炸开，他终于想了起来，自己曾经就被死死捆绑在那张铁床上。公爵夫人微微侧过身，带着一丝意味深长的冷笑，问他是不是终于记起来了。公爵夫人嘴角带着冷笑，指着铁笼里痛苦哀鸣的怪物，告诉斐奥德这些全都是他的兄弟。瓢泼大雨之中，莉莉卡焦急呼喊着斐奥德的名字，可此时的斐奥德却彻底陷入巨大的震撼与痛苦中。公爵夫人残忍揭开了全部真相，声称笼子里那些怪物不过是失败的垃圾，而斐奥德则是淘汰无数实验体后才终于诞生的完美杰作，这让他感到无比兴奋与满足。公爵夫人一把将斐奥德拽入怀中，她紧贴在斐奥德耳边，语气冰冷地发出警告：偶尔的小小叛逆自己完全可以容忍，但他如今所拥有的一切地位与力量，全部都是自己亲手赋予的。公爵夫人再次冷笑出声，提醒他永远不要忘记这个事实。说话间，尖锐的指甲已经深深刺入他的皮肤。公爵夫人继续质问斐奥德，如果那位纯洁的小公主得知真相，发现她本质上
和那些笼中怪物毫无区别，到底还会不会接纳他？这句话彻底击碎了斐奥德最后的心防。倾盆大雨之中，莉莉卡撑着雨伞，紧紧抱住瘫倒在泥泞中的斐奥德。面对莉莉卡满眼的关切与担忧，斐奥德内心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害怕自己不再是对方记忆里那个完美的人。斐奥德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询问莉莉卡，如果有一天自己去到了很远的地方。莉莉卡没有丝毫犹豫，语气无比坚定地告诉他，自己无论如何都一定会前去找他，并且会永远毫无保留地站在他这一边。听到莉莉卡郑重许下的诺言，斐奥德在内心深处比任何人都渴望去相信这份承诺。看着莉莉卡那双清澈而坚定的眼眸，斐奥德再也压抑不住翻涌的情绪，顺势将莉莉卡紧紧拥入自己怀中。哪怕身上背负着再沉重的残酷秘密，似乎只要在这个温暖的怀抱里，就能得到无条件的包容与接纳。滚烫的泪水悄然划过了斐奥德的面颊。风雨彻底平息之后，温暖的宅邸里已经备好了刚刚出炉的热腾腾甜点。斐奥德看着桌上香气扑鼻的松饼，惊讶地询问是不是莉莉卡亲手制作的。莉莉卡笑着让他赶快趁热尝尝鲜，还温柔地开导他，刚才肯定是因为饿坏了肚子才会胡思乱想。斐奥德缓缓淋上香浓的糖浆，切下一小块送入口中，原本压抑冰冷的心情瞬间被这股温热香甜的气息抚平。他由衷赞叹味道极其美妙，浓郁的奶酪鲜香与糖浆的微酸完美交融。斐奥德忍不住夸赞覆盆子糖浆口感清新，话音刚落，又为自己刚才的失态感到一丝腼腆。莉莉卡神情得意地表示，这可是用自家庄园里品质最好的覆盆子熬制而成。随后他趴在餐桌边轻声感慨，希望等未来自己不在了，依然能有人来采摘享用这份甜美。斐奥德闻言突然停下手中的动作，神色紧张地追问他是不是打算离开这里。莉莉卡连忙摆手解释，自己只是指以后留在皇宫，可能抽不出闲暇时间。斐奥德若有所思地轻声承诺，只要莉莉卡愿意，自己随时都愿意赶来帮她采摘果实。斐奥德认真建议成立一个特别小组，每年专门负责采摘成熟的覆盆子，这样就算莉莉卡抽不出空闲，大家也依然能够共享这份珍贵的美味。莉莉卡听后眸光瞬间明亮起来，经过一番思索，正式提议成立一个覆盆子同盟。他兴高采烈地表示要向大家发送邀请信函，并满怀期待地询问斐奥德是否愿意加入其中。斐奥德温柔地微笑着点头答应。然而注视着眼前笑容灿烂的莉莉卡，他的内心深处却疯狂渴望着她能永远留在自己身边。夕阳渐渐沉入地平线，斐奥德独自迈步走过昏暗幽深的地下廊道，四周不断回荡着怪物痛苦凄厉的呻吟与咆哮，但此刻他的内心却前所未有的清醒。只要能够守护住身边的莉莉卡，他就绝对不会向命运低头，也根本不再需要其他任何所谓的虚名。炽热狂暴的烈火在斐奥德掌心轰然升腾，他的眼神彻底化作了一片刺骨的冰冷。斐奥德神情冷漠地勾起嘴角，反问对方刚才不是声称自己正处于叛逆期吗？话音未落，狂暴的滔天烈焰瞬间吞噬了整座昏暗的地下实验室。当炽热的火光渐渐平息，原本阴森的牢笼彻底化作了一片焦黑的残垣与烟雾。斐奥德面无表情地迈步走出废墟，地面上奄奄一息的身影，拼尽最后一口力气，微弱地吐出了一声道谢。倒在废墟残骸中的焦黑身影死死注视着眼前冷峻决绝的斐奥德，用微弱断续的气息说道：“现在的你真的太像了。”收到莉莉卡发来的邀请信，阿蒂尔满脸震惊，完全不敢相信他居然要成立什么覆盆子同盟。阿蒂尔气得拍桌质问：堂堂皇室家族怎么能和巴拉特待在同一个同盟？莉莉卡却理直气壮地表示，只要大家都喜欢覆盆子，就应该互相认可与尊重。阿蒂尔被说得没了脾气，只能无奈地追问，除了他和斐奥德，他究竟还邀请了谁？莉莉卡一口气念出一长串名单，把认识的朋友全邀了一遍。可当问到派有没有回复时，莉莉卡却失落地摇了摇头。阿蒂尔也陷入了沉思，南方贵族的事虽然告一段落，但派最近确实很久没有回过皇宫了。莉莉卡满脸担心的猜想，派是不是因为生病才没有回复？阿蒂尔却让他别胡思乱想，提醒他重要时刻马上就要到了。见莉莉卡对接下来满怀期待，阿蒂尔打趣他年纪还小，未必能独自应付这种场合。莉莉卡客气鼓鼓地强调，自己已经办完了10岁礼，早就不是什么小孩子了。阿蒂尔看着活泼的莉莉卡，忍不住笑着揉了揉她的头发，直言她在自己眼里依然只是个小孩。暗处突然泛起微光，一个人影惨叫着重重倒在地上。斐奥德缓缓掀开披风的兜帽，露出了真容。2年前刺杀莉莉卡的事件过后，涉事的南方贵族被一网打尽，桑达侯爵趁机吞并剩余势力，大肆壮大。如今桑达家又重新联系上了巴拉特家族，显然已经彻底改变立场，倒向了对方。斐奥德神色凝重，绝不能让这2大家族联手。说话间，他缓缓抬眼，轻唤了一声母亲。斐奥德派看着倒在地上的残影，冷冷的让他好好看着，看他引以为傲的完美杰作究竟是如何从内部彻底瓦解庞大的巴拉特家族。这倒让斐奥德忽然联想到皇室即将举办的大型盛会，届时大陆上所有的贵族都将齐聚一堂，手下在身后恭敬地称呼他为殿下。看着静谧的夜空，斐奥德在内心默默祈祷，希望这场盛会千万不要出任何差错。咒语的起点始于心中的祈祷，魔法本是用来实现欲望，却必须先从学会形式开始。人类总是愚昧，甚至无法看清自己真正的渴望，只会习惯性的用语言去扭曲和缩减内心的渴望。而咒语的终点同样也是祈祷
起初是为追求具体的形式而祈祷，可一旦到了至高境界，反倒要在祈祷中将形式彻底舍弃。正因如此，魔法师绝不能欺骗自己的内心。凡是选择欺骗内心的魔法师，最终都只会施展出扭曲的魔法。白袍人居高临下地质问着眼前的少女，问这位最后的魔法师究竟有没有听懂这句话。虚空深处响起了沉重的铁链声，巨大的异兽正被层层锁链死死囚禁。莉莉卡眼角泛着泪光，在虚空深处轻声呼唤着父亲。一阵悸动将莉莉卡从梦中惊醒，布灵妮像往常一样前来唤她起床，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莉莉卡裹紧身上的毯子，喃喃自语说自己做了一个梦，虽然隐约觉得那个梦至关重要，可记忆却像手中的细沙般快速流逝，什么也想不起来了。马车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布灵妮在车门外请莉莉卡下车。昨晚露营加上一整天的长途奔波，莉莉卡揉着眼睛还没完全清醒。布灵妮连忙提醒她，今天可是她自帕尔塔亮相以来第一次参加正式的官方活动，也就是她期待已久的皇家狩猎季。布灵妮伸出手，温柔地将莉莉卡扶下了马车。晚下的酷暑渐渐消退，皇家狩猎季正式拉开帷幕。看着眼前连绵不绝的盛大营地，莉莉卡忍不住发出惊叹，这是她第一次坐这么久的马车远行。布灵妮在一旁温柔回应，全帝国的贵族此刻都已齐聚于此。莉莉卡刚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迪亚蕾就兴奋地大喊着，一把将她紧紧抱在怀里。看着眼前宏伟高大的帐篷，莉莉卡忍不住发出感叹。迪亚蕾笑着解释，因为家族人口众多，加上多亏了莉莉卡的糖萝卜生意，他们这才换上了全新的大帐篷。迪亚蕾满脸自信地表示，这2年自己的实力突飞猛进，他决定要在这次狩猎季上亲自猎下一只老虎献给莉莉卡，甚至豪言会在茶凉之前带回战利品。面对迪亚蕾干劲满满的宣誓，莉莉卡却在心里默默吐槽，这分明是戏剧里的经典台词。阿蒂尔笑着向莉莉卡解释，迪亚蕾刚才说的台词其实出自最近大火的畅销小说。他还打趣说，全帝国都知道故事里的珍珠公主和护卫原型正是他和劳夫，大家都是为此慕名而来。莉莉卡有些局促地看向劳夫，可劳夫还是一副冷淡模样。阿蒂尔随即压低声音透露，这片森林本来就栖息着老虎，并非单为了狩猎季才运来，而这背后似乎还有他不知道的秘密。阿蒂尔突然郑重告诫莉莉卡，明天除了期待盛会，更要时刻提防派。得知派也来到了现场，莉莉卡十分吃惊。阿蒂尔坦言派最近行为失控，但他其实能理解派的处境。为了不让莉莉卡过分焦虑，阿蒂尔叮嘱她只要紧跟护卫劳夫，只管开心享受这场祭典就好。与此同时，暗处的宝盒被悄然打开，一只手缓缓拿走了其中的碎片。阿尔特雷斯挥手间将木块化作漫天野兽，当场宣布本届皇家狩猎季正式开始。莉莉卡惊奇地发现，原来要猎捕的并非活生生的动物，而是魔法幻化出的野兽。鲁迪亚笑着表示，真要猎杀动物未免太过可怜，但也提醒莉莉卡，即便是魔法所化，猛兽依然具有危险。看到周围小巧安全的猎物，本打算全程围观的莉莉卡顿时打起了兴趣。鲁迪亚宠溺地轻捏她的鼻子，叮嘱她切不可掉以轻心。鲁迪亚为莉莉卡戴上防护徽章，嘱咐她只要佩戴好，猛兽就不会察觉她的存在，千万不能拿下来。莉莉卡听话的连忙答应，她也贴心的提醒迪亚蕾注意安全。鲁迪亚眨眼一笑，放心的把莉莉卡交给了护卫劳夫。布灵妮在后方挥手叮嘱，表示会在原地等候她归来。莉莉卡兴高采烈的挥手回应，准备开始这场狩猎体验。随着号角声在林间传开，众人纷纷朝着猎场出发。走在人群中的阿蒂尔和斐奥德显得格外引人瞩目。远望着2人的背影，莉莉卡忍不住暗暗感叹，平日里接触的多没太察觉，如今隔远了看，他们确实成熟的就像大人，早就过了拿着网兜玩闹的年纪。号角声再次响起，莉莉卡收回思绪，一旁的护卫劳夫提醒她，他们也该正式出发了。进入树林没多久，热闹的人群便各自散开。莉莉卡看着四周，发觉只剩下自己与劳夫2人。劳夫沉稳地提醒她，自己会一直寸步不离守在身旁。莉莉卡笑着点头回应，手里握着网兜，欢快向前迈进。林间的人群很快喧闹起来，贵族们聚在一起交谈。而在热闹的会场一侧，鲁迪亚嘴角微微勾起，露出一抹深意的微笑。在这样人员杂乱的盛大活动中，暗处的阴影总会悄然滋生，那些图谋不轨的叛乱势力也必然会趁机行动。而这场盛会正是彻底清算叛徒的绝佳机会。当年胆敢对女儿下毒的南方贵族，这笔账绝不会就这么轻易算了。只愿莉莉卡能够平安无事。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树林里，完全不知情的莉莉卡正四处张望，纳闷着这边怎么连只猎物都看不到。母亲暗自下定决心，要为女儿扫除一切潜在的危险。眼下唯一让她在意的变数只有桑达尔。按理说此时还不至于出事。林间突然传来了脚步声，护卫立刻警觉地护住莉莉卡。来人正是派。他缓缓走上前，俯胸行礼，向莉莉卡轻声问候了一句好久不见。莉莉卡本能地察觉到异样，派随即单膝跪在他面前，恭敬地提出请求，希望能和他单独散一会儿步。这让莉莉卡猛然想起，在前世的记忆中，桑达尔家族正是参与叛乱的罪人。一旁的劳夫立刻大声制止，当场严词拒绝了他的请求。劳夫明确要求派走正式流程申请会面，毕竟身为阿蒂尔的伴读，他的求见绝不会被轻易拒绝。
派却急切地恳求莉莉卡私下跟他走，甚至承诺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就在这时，阿蒂尔带着护卫从林中冷声现身，当场质问派到底想对莉莉卡做什么，坦言自己早就察觉他有古怪，这才一路跟了过来。面对阿蒂尔的步步紧逼，派慌忙辩解，声称对方如今也有了想要守护的人，换作是他处在自己的境地，也一定会为了重要的人做出同样的选择。派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求情，他趁所有人不备，一把扯断了莉莉卡佩戴的绿宝石神器，随着保护机制被强行剥离，埋伏在四周的刺客瞬间蜂拥而出，抓住防线被削弱的空隙发起了突袭。被扯断的绿宝石当场碎裂，就在刺客们以为得手时，一声巨吼打破了混乱。庞大的巨兽猛然冲入战场，将围攻上来的刺客瞬间砸飞，整片空地被强烈的冲击掀翻。巨兽的突然降临让刺客阵脚大乱，现场陷入一片恐慌。莉莉卡还没来得及看清局势，派就趁着混乱一把将他抱起，转身向森林深处狂奔。莉莉卡急忙想要阻止，直言不能抛下劳夫和阿蒂尔独自逃跑。派却根本不听劝阻，声称皇子殿下有护卫保护，执意要将莉莉卡单独带走。身后的阿蒂尔见状怒不可遏，提剑在后方紧追不舍，大声斥责让派立刻停下。刺客们见状当即下令射击，铺天盖地的箭雨直奔逃跑的两人袭来。生死关头，防御法阵瞬间展开，将射来的利箭全数拦截。与此同时，身后不断传来针对怪物的喊杀声，整片森林彻底陷入失控的混乱之中。派趁着林中大乱，强行将莉莉卡塞进早已准备好的马车，车夫随即驾车在林间疾驰冲出。莉莉卡被重摔在车厢内部，派赶忙开口向他赔罪，表示情况紧急，必须立刻撤离。车外突然传来巨兽的阵阵怒吼，莉莉卡立刻意识到那是暴走失控的劳夫，急着大声喊话让派赶紧掉头返回。派见状赶忙一把按住他，警告他暴走的魔兽早已认不出敌我，现在折返回去根本就是自寻死路。莉莉卡当场厉声反驳，质问派是不是也和刺客是一伙的。话音未落，车外突然炸响一声枪鸣，派赶忙拉住莉莉卡，严禁他擅自出去，解释马车装有防弹道具，暂时安全。可车外紧接着就传来了刺客的追杀喊声。莉莉卡追问起这次袭击的幕后主使，怀疑是不是当年对自己下毒的南方联盟。派坦言，原本以为南方贵族的势力早已被桑达家族吞并瓦解，没想到他们至今仍未放弃下手，甚至还能破开防护徽章，背后恐怕有外部势力在暗中支持。马车剧烈颠簸间，车厢角落突然传来一阵动静，莉莉卡这才惊觉车里居然还藏着其他人。角落里的人赶忙开口抚慰，派也无奈向莉莉卡表达歉意，承认自己也没料到南方联盟会突然出现，才导致眼下的局势彻底失控。莉莉卡顺着声音看去，藏在车厢角落里的正是派的妹妹佩莉。那女孩竟长着一对蛇一样的树瞳，仔细看去虽是人类模样，但身体似乎并没有发育完整。佩莉默默拿过板笔开始勾画，派神色暗淡的坦言，妹妹的生命已经所剩无多。佩莉在板上写下对莉莉卡的歉意，坦言哥哥会做到这种地步，全是因为自己哀求，着想见莉莉卡一面。派轻轻拥着虚弱的妹妹，他只是想满足妹妹临终前的心愿。对于久居深闺的佩莉来说，莉莉卡不仅是传闻中的魔法少女，更是珍珠之歌灵感的来源，才让她无论如何都想亲眼见上一面。派坦言，桑达尔家族的病症十分特殊，佩莉承受的并非野兽失控，而是爬行类异化与频繁抽搐。因为体质虚弱，佩莉从小就无法走出宅邸，却始终十分听话懂事，直到医师下达最后的诊断，警告佩莉恐怕活不过这一周。这个噩耗彻底击碎了所有人。佩莉曾在临终前吐露，希望能见一眼小说里的原型女主角，为了实现妹妹这唯一的遗愿，派宁可拼上性命也要办到。莉莉卡听完全过程一阵无语，直言只要提前交代清楚，自己完全愿意配合，根本没必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可对派来说，只要能安慰虚弱的妹妹，任何代价他都甘愿承受。派回忆起当初提起计划时，一旦涉及可能会牵连莉莉卡，阿蒂尔殿下便当场怒不可遏。派坦言皇子护妹妹的心情，正如同自己珍视佩莉一样。佩莉在板上快速写下字句，举起，表达能见到莉莉卡非常荣幸。随后好奇询问莉莉卡是否真的像故事里那样是魔法少女。看着眼前虚弱又真挚的佩莉，莉莉卡露出了温柔的笑颜。佩莉随即抬起手臂，指尖散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那道光芒在空中变换出无数绚烂光碟。看着这奇妙的画面，佩莉禁不住发出阵阵赞叹。可当她兴奋地抬起双手时，原本遮挡的斗篷却意外滑落，露出了完全没有头发且遍布异化痕迹的头部。惊慌失措的佩莉连忙收回双手，派见状立刻上前，重新将斗篷严严实实地盖回妹妹头上，紧紧拥抱并出声安抚她的情绪。看着眼前这揪心的一幕，莉莉卡这才明白，这正是魔物血统在佩莉身上显现出的另一种残酷形态。莉莉卡原本想像当初帮劳夫那样为佩莉制作一枚镇压异化的水晶，可看着佩莉如今严重的状况，她明白单靠水晶根本救不了这个女孩。派紧紧拥抱着怀里的妹妹，满怀感激地向莉莉卡道谢。他坦然承认自己绑架皇女罪无可赦，就算是后被降罪处死也绝不后悔，只要能让妹妹在最后的时光得到安宁。话音未落，马车突然遭受剧烈撞击，整间车厢被瞬间掀得剧烈颠簸，紧接着
车外传来了暴走巨兽的咆哮，外面的局势已然彻底失控。黑气中闪烁着凶光的暴走巨兽再次猛扑，车厢内部随之发生剧烈震荡。本就虚弱的佩利受到冲击，当场剧烈咳嗽起来。派急忙将妹妹死死护在怀里，焦急地翻找着缓解病症的药物。看到佩利的状况骤然恶化，一旁关切的莉莉卡神色万分焦急。车外追兵大声咆哮着要杀掉马车里的皇女，剧烈的颠簸让佩利伤势加重，吐血不止。眼看佩利危在旦夕，莉莉卡伸手按住胸前的水晶，直接解开了身上的魔法封印。这是她当初为了防止镇压劳夫的水晶失效，专门准备的备用法术。随着咒语吟诵完毕，璀璨的法阵在车厢内轰然展开，强烈的光芒瞬间将佩利笼罩其中。本以为法阵能稳住伤势，可被强光包裹的佩利却突然发出痛苦的哀嚎。派急忙伸手紧紧抱住妹妹，然而法术非但没能遏制恶化，反而彻底引发了佩利体内的异变。在阵阵剧烈的喘息声中，佩利的身体开始发生异化。这意想不到的变故让所有人彻底陷入震惊。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失控的巨兽再次从上方重重砸向马车，猛烈的撞击让整个车厢陷入混乱。车身被巨力当场砸穿破开，伴随着阵阵沉重的喘息，散发着黑雾的巨兽顺着破口逼近。派死死将异化的佩利护在怀中，一手拔出火枪对准了近在咫尺的巨兽。一旁的莉莉卡见状大惊失色，急忙伸手想要阻止，可派的枪口已经亮起光芒。巨大的声响伴随着怪物咆哮瞬间炸开，强大的冲击力直接将车厢轰得支离破碎。危险关头，劳夫飞身冲上前，将莉莉卡紧紧抱入怀中，用身体硬生生扛下了扩散开来的冲击波。而在这片混乱与火光之中，体内异变的佩利彻底失去了意识，重重倒在翻滚的黑气里。水滴落下的微凉感让昏迷的莉莉卡缓缓睁开双眼。爆炸的混乱过后，她独自倒在陌生的夜色树林里，浑身剧痛，难以动弹。看着四周漆黑一片的环境，莉莉卡心里满是茫然与恐惧，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以为中枪的莉莉卡趴在草地上，伤心地哭着呼唤父母，但她很快反应过来，身上其实一点伤口也没有。她立刻坐起身，仔细确认，发现自己确实完好无损。一枚金色护身符从身上滑落出来，莉莉卡拿起护身符，这才明白，正是自己之前亲手制作的护身符，替她挡下了致命一击。她紧紧握住护身符，祈祷送给其他人的那些护身符也能保佑大家平安。随后，莉莉卡擦干了脸上的泪水，莉莉卡握紧拳头给自己打气，重新振作起来。寂静的树林深处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莉莉卡立刻警惕地循声望去，月光下的树影之间，不知何时伫立着一道高大黑影。莉莉卡试探着呼唤劳夫的名字，暗处回应他的却是一双散发忧虑凶光的双眼。眼前散发凶光的巨兽正是失去理智的劳夫。此前为了从刺客包围中救出莉莉卡，他亲手砸碎了镇压异化的水晶，失去压制的凶性彻底释放，让劳夫的意识陷入混乱，脑海中只剩护住主人的本能。凭着这股执念，他带着莉莉卡一路逃入树林。偏偏今晚恰逢满月，凶暴的冲动让他越来越难以维持清醒。由于此前一直有水晶镇压，劳夫很久没有留意过月圆周期，如今失去屏障，满月彻底唤醒了他体内的嗜血兽性。不知情的莉莉卡焦急上前询问，试图弄清眼前的变故，但在此时的劳夫眼中，莉莉卡身上的气息正疯狂刺激着他的毁灭本能。在理智濒临破碎的边缘，劳夫拼死压制住凶性，厉声警告莉莉卡不要靠近。异化让劳夫失去了人类的外貌，连基本的形态都无法维持。看着近在咫尺的莉莉卡，他倾尽最后的理性，艰难地催促莉莉卡尽快逃离。可在他内心深处，好不容易才迎来的唯一支柱，他又根本不愿就此分别。痛苦的回忆在脑海中不断翻涌，怨恨与疯狂让他近乎彻底失控。他很清楚，继续这样下去，自己迟早会伤害到莉莉卡。与其伤害制主，他宁可选择毁灭自身。莉莉卡再次试探着呼唤他的名字，然而狂暴的兽性终究压过了理性，伴随着低沉咆哮，失控的巨兽再度逼近莉莉卡。满月下的巨兽居高临下笼罩而来，危急关头，莉莉卡耳边突然响起尖锐的警报声，她这才彻底明白，初次相遇时听到的异响，正是在为这一刻发出预警。巨兽低声嘶吼，步步紧逼。莉莉卡深知局势险恶至极，只要自己稍有动摇，对方就会瞬间扑杀过来。两人陷入死寂对峙之际，暗处突然炸开一道火花与声响。面对失控的危局，莉莉卡凝神聚气，开始吟唱神秘咒语。璀璨的魔法阵在她脚下铺展开来，炽热光芒瞬间迸发，狂暴蔓延的黑雾与异化力量在这股威压下被当场定住。感受到体内源源不断涌出的魔力，莉莉卡张开双手，将镇压法术推向极致。莉莉卡跌落进意识空间，顾不上衰痛的身体，一眼便看见痛苦蜷缩的劳夫。此时劳夫身上长出多条异化手臂，发出痛苦低吼。莉莉卡上前仔细查探，发现是他体内的魔力流动发生了阻塞。见劳夫痛苦点头回应，莉莉卡立刻调动自身魔力注入其中，开始帮他梳理受阻的经络。在意识空间的柔光中，莉莉卡温声安抚着痛苦的劳夫。随着纯净法术全面运转，璀璨光芒轰然绽放，劳夫身上的异化肢体与扭曲力量被彻底平息，体内魔力终于重归通畅。莉莉卡欣慰地确认异化解除，法术平息之后，莉莉卡在现实中缓缓睁开双眼，眸中重新闪烁起明亮光彩。
在兽瞳滑落泪水的瞬间，莉莉卡在璀璨光芒中紧紧握住了劳夫的手，温柔地邀请他一起回家。耀眼光芒肆意绽放，肆虐的混乱被彻底抚平。而在绚烂的光影之中，鲁迪亚手持武器现身，冷冷注视着眼前的一幕。时间倒退回4小时前，阿蒂尔火急火燎赶到现场，怒不可遏地揪住手下衣领，逼问莉莉卡的下落。手下战战兢兢地汇报，劳夫在失控前已经带着莉莉卡逃离了这里。一旁听完汇报的鲁迪亚陷入悔恨，想起自己刚才失手开枪打中了莉莉卡，当年莉莉卡曾流着泪求他相信，自己却始终置之不理。得知真相的阿蒂尔面色阴沉，当即下令将手下带走。拉克急忙冲上前，一把将倒地的佩利抱在怀里，无法相信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看着陷入昏迷的佩利，拉克心中泛起阵阵动摇。时间倒退回3小时前，现场一片嘈杂混乱，阿尔特雷斯焦急地呼喊着鲁迪亚。阿尔特雷斯果断下达指令，命令阿蒂尔留在原地守候，以便有人找到莉莉卡时能及时接应。鲁迪亚当场拒绝了劝阻，转身冲向了搜寻现场。被要求留在原地负责接应后，阿蒂尔只能低头服从命令。看着身边的人纷纷赶去救援，阿蒂尔内心充满了自责与不甘。要是自己也能熟练掌控力量，就能亲自击退那些刺客，莉莉卡也就不会陷入如今的危局。时间倒退回2小时前，场下早已流言四起，都在议论失控的劳夫带走了莉莉卡。沃尔夫家族犯下重罪，家主恐怕只能引咎退位。众人还在私下讨论，不仅防护徽章莫名失效，南方联盟还能一路潜入此处，背后必然有势力在暗中支持。不少人悄悄看向了一旁的斐奥德。面对周围各怀心思的目光，斐奥德端坐着抿了一口香槟。在他看来，眼前这场突如其来的混乱不过是一场赤裸裸的警告。母亲曾警告斐奥德，擅自行动终究逃不出他的掌心，这无非是在向他示威。无论他做过什么，局势依然在他掌控之中。旁人凑上前向斐奥德道贺，赞叹他在这场狩猎季中给予了对手重创。斐奥德对此坦然接受，直言巴拉特家族绝不会坐以待毙。他很好奇，究竟是谁在暗中相助，竟能帮对方达成如此战果。为了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斐奥德决定全力寻找莉莉卡。他坚信莉莉卡一定会平安归来，而皇帝如今也已亲自动身展开搜寻。如果不坚信莉莉卡平安，自己根本无法承受这个后果。时间倒退回1小时前，鲁迪亚不顾危险亲自动身搜寻，侍从急忙劝告让他带上护卫，可他根本听不进任何劝阻。他明明知道劳夫十分危险，却因为女儿含泪哀求，才选择相信并放手。如今局势失控，他痛恨自己的愚蠢与软弱。鲁迪亚看着眼前这一切，心中最担心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莉莉卡如同一道发光的幻影，正慢慢朝远处离去。焦急万分的鲁迪亚拼命搜寻女儿的身影，回忆与恐惧在眼前交织，情绪失控的鲁迪亚声嘶力竭，痛哭着恳求莉莉卡不要离开。鲁迪亚猛然从刚才的幻象中惊醒，这才意识到自己身处一片偏僻的森林，周围恢复静谧，只有一阵阵虫鸣。鲁迪亚敏锐地察觉到空气中飘着血腥味，他提着武器，顺着血腥味一步步向深处寻去。穿过树影，眼前的一幕让他瞬间屏住呼吸。只见莉莉卡正独自站在庞大的黑影面前，怒火中烧的鲁迪亚举枪瞄准，厉声命令野兽远离自己的女儿，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枪声轰鸣，强烈的冲击瞬间爆开，受创的劳夫发出阵阵低咆。眼前的一幕让莉莉卡大惊失色，为了平息危机，她立刻高声吟唱起神秘咒文。冲天的魔法光柱轰然绽放，浩瀚的光芒瞬间吞噬了整片森林。在莉莉卡魔法的作用下，原本狂暴失控的劳夫奇迹般的褪去兽性，重新变回了原本的人类模样。随着魔法平息，耗尽体力的两人双双倒在地上。心急如焚的鲁迪亚冲上前去，一把将莉莉卡紧紧拥入怀中。赶来的卫兵们随后发现了众人，看着不仅安然无恙的莉莉卡，连失控异化的劳夫都恢复了正常，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急忙赶来的阿尔特雷斯冲上前，将精神恍惚的鲁迪亚紧紧拥入怀中。看着昏睡的莉莉卡，阿尔特雷斯沉声表示，至今为止发生的所有变故，仿佛都是命运在将莉莉卡推向他的使命。听完这番话，鲁迪亚难以置信地反问，难道莉莉卡遭遇这一切，只是因为她的魔力被需要吗？阿尔特雷斯提醒鲁迪亚仔细想想，两个原本无法解决的难题，偏偏接连出现在莉莉卡面前，而莉莉卡恰好用自己的魔法完美化解了这2次危机。鲁迪亚陷入了沉思，自从他带着前世记忆重新归来，许多既定的事情都已彻底改变。他嫁给了身为巨龙的皇帝，莉莉卡也得以跟随皇帝学习魔法。桑达尔侯爵所属的桑达尔家族不再背叛，沃尔夫也不得不放弃原有的企图。原本所有危机都被提前化解，眼前的一切本该十分顺利，可如果莉莉卡会因此遭受伤害，那所有的重来都将毫无意义。鲁迪亚禁不住暗自怀疑，难道正是因为改变了既定的过去与未来，才让莉莉卡不得不以魔法师的身份替整个世界的变轨付出沉重代价？面对这种无法承受的可怕后果，深陷自责与痛苦的鲁迪亚止不住的浑身发颤。阿尔特雷斯根据现状提出推测，也许正是莉莉卡施展了改变命运的魔法，冥冥中的命运才开始向她索取相应代价。但只要莉莉卡尚未完成命运赋予的使命，眼下就不会有真正的生命危险。听到这番理智到近乎冰冷的推论，护女心切的鲁迪亚当场动了怒气。为了彻底保住女儿的安全，鲁迪亚心头甚至冒出一个念头，打算在契约剩下的6年时间里，找一处偏僻安宁的高塔
将莉莉卡保护起来。可他随即又陷入犹豫，若将女儿安置在远离视线的地方，又有谁能确保女儿不会再次涉险？鲁迪亚暗自盘算着高塔防范措施，不仅要严查进出高塔的每一个人，甚至考虑在所有窗户上装满坚固铁栏。看着心神不宁的鲁迪亚，阿尔特雷斯主动走到身前，询问他是否需要一个依靠。鲁迪亚默默凝视着阿尔特雷斯，随后轻轻叹出一口气，顺势靠近了他的怀中。既然阿尔特雷斯主动开口，自己便如他所愿依靠一次。阿尔特雷斯眼中满是意外与惊喜，忍不住低声向他确认，结为夫妻整整2年以来，他终于愿意真正接纳自己。鲁迪亚轻声吐露内心所求，自己只希望莉莉卡无论当下还是未来，都能平安幸福的生活下去。阿尔特雷斯温柔地贴近身侧，轻声安慰着不安的鲁迪亚，直言莉莉卡心底其实怀着同样的愿望，也期盼着母亲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听到这句话，鲁迪亚终于忍不住落下泪来。随后，桑达尔侯爵携全家专程登门造访，不仅备齐厚礼祝贺莉莉卡平安康复，更郑重地向她当面致以救命之恩。桑达尔侯爵甚至当场表态，希望让佩利从此留在莉莉卡身边，誓死效忠。面对突如其来的郑重托付，莉莉卡一时间愣在了原地。佩利当场立下重誓，既然这条性命是由莉莉卡救回，往后无论生死还是充当仆从打杂，全都甘愿听凭莉莉卡差遣。莉莉卡见状，急忙摆手拒绝，明确表示自己当初出手救人，只是单纯希望佩利能够重获健康，绝非为了索取她的人生与自由。佩利有些难为情地解释，自己打心底一直无比崇拜莉莉卡，如今只要家人不必再为自己伤心，便已足够。见孩子彻底脱离危险，桑达尔侯爵与家人紧紧相拥，眼眶中满是庆幸与感激的泪水。佩利忍不住由衷感叹，能迎来如此圆满的一天，就算立刻死去，也再无遗憾。紧接着，他两眼放光地注视着莉莉卡，直呼莉莉卡简直就像知名小说《珍珠之歌》里的主角。无论是那一头柔顺的棕色长发，略带稚气的圆润脸颊，还是那双清澈温暖的绿松石色眼眸，每一个细节都与书中插画描绘的形象分毫不差。佩利越说情绪越发高涨，盛赞莉莉卡施展魔法的英姿非同凡响，再次热切地恳求能留在莉莉卡身边效忠。目睹佩利这般执拗热烈的神情，站在一旁的桑达尔侯爵忍不住暗自失笑，佩利则紧张的微微发抖，满怀期待的等待着最终答复。面对这番难以推脱的热情，莉莉卡感到十分棘手，光是照料劳夫一人就已让她倍感吃力，更何况自己眼下尚处于静养阶段。急中生智之下，莉莉卡决定借用父亲的威名来化解眼前这桩棘手的难题。莉莉卡转头将难题抛回给桑达尔侯爵，指出佩利身为桑达尔家族的成员，家主桑达尔侯爵理所应当是佩利的监护人，怎能将照料重任推给尚未成年的自己？更何况自己代表的是塔卡家族，侍奉一事并非两人私交，而是牵涉到2大贵族世家的重要决策，必须由桑达尔侯爵与陛下亲自商议裁定。本打算在旁看热闹的等人，被莉莉卡这套滴水不漏的借力推脱，逗得当场开怀大笑。眼前站着的派浑身缠满绷带，满脸是伤的哭诉自己是被阿蒂尔揍成这样的。派见状夸赞莉莉卡聪明机智，坦言要是刚才真的收下佩利，皇帝陛下恐怕会要了大家的命。莉莉卡巧用借口顺势推掉，反而帮大家化解了一场大祸。看着伤痕累累的派，莉莉卡贴心的表示，等自己回宫之后，就把祛疤效果最好的药膏送给他。派觉得能保住性命就已经很幸运，受这点伤也是自己该承担的代价。可莉莉卡坚持赏罚分明，执意要把祛疤药膏送到他手里，这番体贴让派大为感动。双方道别之后，派一行人在回城时忍不住叹服，莉莉卡的应对出乎所有人意料。佩利凝望着莉莉卡离去的方向，曾经他只是像崇拜主角一样远望，如今亲眼见到才发现，莉莉卡远比传闻中还要温柔。佩利深深记着莉莉卡告别时的话，莉莉卡让他不必纠结做是女还是女仆，以后带着派来串门就好，因为他现在已经重获健康，随时随地能去任何想去的地方。重获新生的佩利依偎在家人怀里，眼中泛着感激的泪花。如今他终于拥有了漫长的未来与自由。而在这场风波之中，最令人遗憾的却另有其事。就在莉莉卡卧床休养期间，突然听说狩猎季居然快要结束了，这让原本打算在活动里拿大奖的他，顿时感到无比遗憾。身旁陪同的迪亚蕾见状连忙安慰，表示现在赶过去还来得及，况且趁着劳夫不在，自己刚好能承担起保护公主的重任。迪亚蕾拍着胸脯保证，自己才是最顶尖的贴身护卫，要是换做他守在身边，绝对不会像劳夫那样轻易倒下。莉莉卡听完，只能在心里无奈打鼓。聊起还在休养的劳夫，迪亚蕾透露陛下并没有惩罚他，猜测他大概只是觉得没脸见莉莉卡，过阵子就会回到岗位。比起靠不住的劳夫，迪亚蕾再次催促莉莉卡，不如放宽心，和他一起去祭典上痛快玩耍。莉莉卡提醒迪亚蕾，之前不是还嚷着要去猎老虎吗？迪亚蕾却表示保护殿下更重要，况且沃尔夫家族犯了错，理应为此承担责任。莉莉卡连忙替劳夫解释，强调劳夫现在已经是自己的人，这件事不能归咎于沃尔夫家族。被说中要害的迪亚蕾一时语塞，急得当场搬出2人组建的覆盆子联盟，大声强调彼此可是平等的伙伴。最后
终于喊出心里话，他其实只是单纯想留在莉莉卡身边保护她。看着迪亚磊这副别扭的模样，莉莉卡也看穿了他的不坦率。原本只是出来玩的莉莉卡，刚到地方就被一群伙伴围了上来，大家七嘴八舌的关心她之前的变故，问她身体现在恢复的怎么样。莉莉卡礼貌的回应大家自己没事，一旁的迪亚磊却瞬间警惕起来，一把跳上前将莉莉卡挡在身后，防贼似的叫大家离公主远一点。莉莉卡连忙安抚保护遇过墙的迪亚磊，顺势邀请大家一起去抓虫子，气氛瞬间又热闹了起来。可还没等抓到虫子，鲁迪亚就带着准备好的三明治赶了过来，关切地询问莉莉卡肚子饿不饿。没想到迪亚磊一看到食物，再次警惕地大喊三明治里会不会有毒，但下一秒两人就坐在一起，香喷喷地吃起了三明治。溪边不知何时聚满了萤火虫，孩子们兴奋地跑进水里，欢呼着抓起了亮晶晶的光芒。莉莉卡也伸手轻轻捧起一只，看着伙伴们在溪水里嬉戏奔跑，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就在大家玩得正开心时，莉莉卡像是察觉到了什么，缓缓转过身向远方望去，只见阳光照射的树林尽头，一道熟悉的身影正静静站在那里。站在树林尽头的正是拉特，他微笑着向莉莉卡躬身致意。莉莉卡跟迪亚磊打了声招呼，打算过去看个究竟。他顺手把手里的收集香托付给迪亚磊，迪亚磊激动地接下重任，当场发誓绝对不会辜负公主的信任。莉莉卡快步跑向拉特，拉特温柔地迎接她，表示自己这次专程过来是为了感谢莉莉卡救了自己的表妹。拉特由衷感谢莉莉卡宽恕了他们家族。另一边，布林妮气冲冲地跑到了地牢前，朝着关在铁笼里的劳夫大发脾气。自从劳夫被莉莉卡救下，魔法恢复正常之后，他就一直把自己关在里面不出门。布林妮隔着铁栏杆不断数落他，强调皇帝已经确认他不再具有危险，况且莉莉卡公主也一直在找他。可无论布林妮怎么催促抱怨，劳夫自始至终低着头一言不发。劳夫其实委屈得直流眼泪，看着蜷缩在地上委屈流泪的劳夫，布林妮气得干脆跳进栏杆里，质问他是不是想借机博取公主的同情，提醒他陛下并没有处罚他。莉莉卡也一直在等他回去，可劳夫眼泪反而掉得更凶了，这让布林妮十分郁闷。毕竟在他印象里，劳夫向来坚强又钝感。布林妮只好耐下心来开导他，表示虽然当时陷入了暴走，但至少没有酿成大祸，在失去理智前选择避开也是明智之举。见劳夫依然低着头抽泣，布林妮气得一把捏住他的脸颊，大声提醒他，莉莉卡要是真的会介意这些，当初就不会选择让他陪在身边。劳夫委屈地吐露心声，不仅提到鲁迪亚夫人当年拒绝过他，更关键的是莉莉卡亲眼目睹了他化身巨狼暴走的样子。布林妮这才明白劳夫到底在害怕什么，他当即反问，既然身体现在已经彻底恢复，不正是莉莉卡亲手救治的结果吗？若真要抛弃他，又何必多此一举？布林妮拍拍灰尘站起身，告诫他别再继续躲着浪费时间，要是再不回去，贴身护卫的位置就要被迪亚磊抢走了。这番话瞬间点醒了劳夫，开窍的劳夫当场一跃跳出铁栏杆，追着布林妮跑了出去。场景切回树林这边，拉特再次向莉莉卡表达谢意，感谢她用神器救治了布林妮。莉莉卡表示不必客气，能帮上忙自己也很高兴。但想起布林妮的眼神，莉莉卡心里十分清楚，受限于当时有限的时间，自己其实没能将布林妮彻底治好。拉特则笑着安慰莉莉卡，他能做到这个地步，就已经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期待。拉特坦言，布林妮能保住性命本就是个奇迹，当时他的病情恶化的极快，若不是派莽撞出手，光靠自己根本无法将他救回。虽然派的行为过于冲动，但拉特表示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甚至打趣说桑达尔家族的人骨子里或许都带着点莽撞。随后拉特压低声音向莉莉卡透露了一个关键情报，桑达尔家主近期曾与巴拉特公爵秘密会面。得知此事的莉莉卡大吃一惊，巴拉特家族的势力极其深厚，居然早就掌握了布林妮患病的消息，而他们密会正是为了讨论一种能逆转症状的药物。据巴拉特家族所说，这种药甚至能让失控者变回人形。作为家主的哥哥一开始极其犹豫，因为对方所要的报酬非常模糊。当时拉特曾极力阻拦，可哥哥为了保住家族和孩子，还是硬下心肠决定与巴拉特合作。令人蹊跷的是，早在佩利病情恶化前好几天，哥哥就已经答应了条件，而巴拉特家族要求的所谓报酬，就是要桑达尔家无条件协助他们一次。听完这笔条件不明确的交易，莉莉卡暗自推测，巴拉特家族若在狩猎季上用掉机会，恐怕真正的目标正是自己的性命。拉特听后平静地表示，确有这种可能。莉莉卡接着打听巴拉特家族承诺给的特效药是否到手，拉特表示目前还没收到，否则自己早就去研究药物成分了。莉莉卡好奇拉特为何要透露机密，拉特则笑着打起太极，表示自己不过是在散步时顺便和可爱的公主闲聊了几句。莉莉卡也瞬间会意接受了他的说法。告别拉特后，莉莉卡听着远处伙伴们的欢声笑语，独自顺着小路缓缓前行。刚才得知的情报让他心思重重，巴拉特家族最擅长制药，却甘愿拿出如此珍贵的特效药，难道真的是为了换取自己的性命？等莉莉卡回过神来，才惊觉自己不知不觉走了极远，四周的花草树木极其陌生，竟是她从未见过的森林深处。看着路边盛开的鲜花，莉莉卡忍不住伸手抚摸，脑海中浮现出鲁迪亚曾经优雅闻花的姿态。可她一时走神，不小心摔倒在地，整个人跌进了花丛里。
还没等他起身，就注意到前方的紫藤树下正站着一个人。站在树下的正是斐奥德，看到意外出现的莉莉卡，他也大感意外地叫出了他的名字。斐奥德急忙上前关切他的身体状况。莉莉卡原本还笑着表示自己很好，可话刚说到一半，委屈的眼泪就再也压抑不住，她扑进斐奥德怀里痛哭起来，坦白自己其实一直都很害怕。莉莉卡此前选择强忍情绪，只是害怕大家替她操心。母亲鲁迪亚本就承担着重担，她更不想再添任何麻烦。她曾反复安慰自己，危机已经过去，自己没有受伤，秩序也已恢复。可强撑的坚强在这一刻彻底崩溃，情绪随着哭声彻底倾泻出来。斐奥德将她紧紧拥入怀中，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头发，轻声说出了他隐忍许久的心声：“你当时一定吓坏了吧？”莉莉卡坦言，只要能见到斐奥德，不安的心就能慢慢平静下来。在温柔的安抚下，莉莉卡终于止住了哭泣。她拿着手帕擦去泪水，小声地向斐奥德道谢，表示自己现在已经没事了。莉莉卡不好意思的小声坦言，不知为何自己总是在斐奥德面前展示出最狼狈的一面，给他添麻烦。斐奥德温柔地看着他，微笑着表示莉莉卡的出现带给他的只有快乐。莉莉卡有些不敢相信，注意到自己刚才哭得把鼻涕和眼泪都蹭到了斐奥德的衬衫上，赶忙紧张地道歉，还承诺会赔偿。斐奥德轻笑着安抚他没关系，并深情地再次确认能见到自己可爱的小只更鸟公主就是他最高兴的事。就在两人沉浸在温馨的气氛中时，远处有人终于意识到莉莉卡似乎离开太久还没有回来。其他人猜想莉莉卡还在跟首相交谈，顺势向迪亚雷打听，听说莉莉卡和斐奥德的关系非常亲密。迪亚雷表面上含糊应对，心里却极其不服气，坚信自己明明才和莉莉卡关系更好。附近的贵族小姐们接着议论起来，好奇斐奥德是不是真如传闻中那样对谁都那么温柔体贴。大家纷纷感叹巴拉特家族魅力非凡，社交界甚至一直流传着一句话：没有人能拒绝巴拉特家族的人。听说连现任巴拉特公爵当年也曾是社交圈里极受欢迎的存在。听着周围人的议论，迪亚雷猛然意识到巴拉特家的人极其擅长用花言巧语迷人，开始担心莉莉卡也会陷入危险。此时紫藤树下，斐奥德轻轻拉起莉莉卡的手，顺势提出邀请，问她深秋时节是否愿意陪自己去参加首都的丰收季。面对邀约，莉莉卡爽快的一口答应，这让斐奥德有些不敢相信，惊喜的再次向他确认。莉莉卡兴奋地解释，大家毕竟都是红梅同盟的一员，刚好可以叫上阿蒂尔他们所有人一起去参加丰收季。听见莉莉卡要把大家都叫上，斐奥德赶忙伸手拉住她，坦白自己其实只想两个人单独去。这突如其来的二人邀约让莉莉卡瞬间害羞的红了脸，她有些不好意思的打趣说，斐奥德总是这么会说话，况且社交界早就传闻他对每个人都一样温柔体贴。面对莉莉卡的打趣，斐奥德眼神极其温柔，认真的告诉她自己对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出自真心。这话让莉莉卡一愣，心跳瞬间漏了半拍。斐奥德顺势握紧她的手，笑着决定那就当他答应了二人去丰收季的约定。面对如此温柔的攻势，莉莉卡只好轻声应了下来。然而话音刚落，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阵呼唤，直接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气氛。赶到的迪亚雷大声质问斐奥德，斐奥德只是笑着道别。迪亚雷警惕地拉过莉莉卡离开，莉莉卡只好尴尬地挥手告别。狩猎季随后落下了帷幕，莉莉卡甚至记不清自己是如何回宫的。在她模模糊糊的记忆里，统计成绩时阿蒂尔表现得相当不错，而母亲鲁迪亚与陛下则共同拿下了第一名。莉莉卡回想起颁奖时的场景，鲁迪亚虽然不少猎物是别人帮抓的，但依然稳稳拿下了第一名。而直到这时，莉莉卡才突然反应过来，之前斐奥德邀请她去丰收季的含义。一想到两人要单独去参加秋季丰收季，她的脸颊便一阵发烫，心跳也止不住的剧烈加速。沉浸在害羞与期待中的莉莉卡，整个人都有些晕晕乎乎，夜幕也随之沉沉地下，笼罩了宫殿。巴拉特公爵夫人心中无比震惊，没想到莉莉卡竟然彻底治愈了无资格者，皇室手中竟拥有如此强悍的神器。而真正施展出这股强大魔法的人，居然就是莉莉卡公主。红梅同盟的首次聚会邀请函已经正式发出，莉莉卡看着手中精致的徽章，忍不住夸赞起布林妮的好手艺。布林妮笑着回应，这完全归功于公主殿下优秀的设计，顺便询问她是否对首次聚会充满期待。莉莉卡坦言自己确实非常期待，毕竟大家之前的时间总凑不到一起，如今终于能聚在木屋一同采摘红梅。而且狩猎季那边虽然已经有了秋意，首都却依然像晚夏一样温暖宜人，能赶在收获季前聚首确实不容易。看着自己因为过度兴奋而准备的大批红梅周边，莉莉卡有些担心是不是准备的太多了。布林妮温柔地安抚她，表示大家收到这些心意一定会非常开心。随后布林妮提议即刻前往木屋，莉莉卡高高兴兴地答应了下来。今天原本该是一个完美的好日子，狩猎季顺利结束之后，整个宫殿都弥漫着慵懒惬意的氛围，秘密花园里的红梅也已经完全熟透，散发出阵阵诱人的甜香。谁知刚才还万里无云的晴空，转眼间毫无征兆地下起了倾盆暴雨。莉莉卡瞬间慌了神，急忙提着裙摆往前奔跑，生怕雨势下的太猛会把枝头上的红梅全部打落在地。同伴连忙轻声安慰莉莉卡，表示这场暴雨来势凶猛，应该很快就会停歇，让她不必为此太过担忧。莉莉卡有些迟疑地轻声回应，
就在这时，空旷的长廊深处响起了清脆的脚步声。巴拉特公爵夫人正沿着长廊缓缓朝他走来。莉莉卡瞬间认出了眼前的来人，正是斐奥德的母亲，也是巴拉特公爵夫人。这位夫人不仅是贵族派的领袖，长期以来一直与皇室势力针锋相对，更是此前在狩猎季期间指使南方贵族暗中针对莉莉卡的幕后主谋。莉莉卡有些好奇地询问鲁迪亚，为什么平日里总是用面纱遮挡双眼？公爵夫人语气平淡地表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她向来不喜欢被旁人轻易看透心思。莉莉卡听后这才恍然大悟，彻底打消了心底原有的各种古怪猜想。既然正好在这里碰到公爵夫人，莉莉卡便顺势向对方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公爵夫人身上突然散发出骇人的威压，语气森冷地警告莉莉卡不要妄图玷污自己最完美的杰作。在她眼中，斐奥德只是自己一手精心雕琢的工艺品，哪怕置身烈火焚烧也绝不会有所损毁。她绝不容许莉莉卡毁掉它。听到对方竟然把亲生儿子视作工具，莉莉卡震惊的难以置信，情绪几乎当场失控。这也让她彻底想明白了，斐奥德为何总是在自己面前强调他只是巴拉特家族打造出的完美杰作。脑海中浮现出斐奥德平日不安的神态，以及那些温柔倾诉的话语，莉莉卡心头掀起了阵阵波澜。面对把亲生儿子当成工具摆布的公爵夫人，莉莉卡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怒火，当场提出了严正抗议，表示绝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对待斐奥德。他实在无法理解，世间怎会有如此冷酷无情的母亲。公爵夫人闻言只是冷冷一笑，理直气壮地声称，在外人眼里这或许是在严苛欺凌，但作为亲生母亲，自己不过是在继续雕琢属于自己的杰作。公爵夫人理所当然地补充道，自己怀胎10月才将斐奥德生下，他的所有权当然完全属于自己。这番话让莉莉卡彻底看清，冷血之人总能为自己的恶行找尽借口。莉莉卡随即语气坚定地表示，无论斐奥德在别人眼里是什么完美杰作，他都仅仅是他自己。即便将来斐奥德走到再远的地方，自己也一定会把他找回来，永远坚定不移地站在他这一边。说完这番话，莉莉卡礼貌道别后转身准备离去。然而他还没走出几步远，手腕就被一股蛮力死死拽住。公爵夫人怒不可遏地紧紧扣住莉莉卡的手腕，俯下身子，神色冰冷地质问她，竟敢在自己面前如此放肆。护卫劳夫瞬间闪身挡在身前，单手按住剑柄，严阵以待。公爵夫人这才缓缓松开了手。莉莉卡轻声安抚了劳夫与布林妮，表示自己身体并无大碍，随后不再停留半步，径直带着随从迅速离开。就在莉莉卡迈步准备离开长廊时，身后的公爵夫人忽然再次开口，冷冷地质问莉莉卡，难道就一点都不感到好奇，不想探寻关于自己亲生父亲的真相吗？这突如其来的冰冷问话让莉莉卡瞬间停下了离去的脚步。迪亚磊收到了红梅同盟的徽章，夸赞徽章实在太可爱了，迫不及待想把它别在制服上。派帆看着邀请函，好奇地询问彩虹梅为什么要保持勇敢。一旁的同伴好心提醒，因为红梅灌木丛里经常有蛇出没，看到巴拉特和塔卡两大家族竟然破天荒地加入同一个同盟，阿蒂尔震惊的胃都痛了起来，坦由衷感到庆幸，还好陛下和皇后为了照顾大家的心情，今天特意没有出席。拉特也忍不住感叹，莉莉卡竟然能把帝国现在与未来的核心权贵全部聚集在同一个地方。然而话音刚落，现场却突然陷入了一片诡异的沉默。莉莉卡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侍女的提醒让莉莉卡回过神来，她连忙向大家道歉，承认自己刚才走神了。虽然鲁迪亚的话还在脑海中回响，但莉莉卡很快下定决心，绝不被对方的挑拨所动摇，因为她所珍视的人此刻都在身边。莉莉卡诚挚地感谢大家应邀前来，随后高声宣布带大家一起去采摘新鲜的红莓。众人纷纷结伴开始采摘。莉莉卡注意到其他人都找到了搭档，唯独斐奥德孤身一人。还没等他开口，斐奥德便向着他的方向走了过来。莉莉卡拉着斐奥德的手，邀请他一起去摘红莓。一想到公爵夫人之前的冷酷态度，莉莉卡心里忍不住替斐奥德感到难过。在那种人的控制下生活，他过去一定过得很辛苦。他在心里再次坚定地重复，斐奥德绝对不是什么可以随意摆弄的物品。这时一旁有人发出了疑惑的声音，原来发生的是迪亚磊。早在之前的狩猎季上，他就注意到斐奥德总围绕在莉莉卡身边，认准了这个家伙居心不良，便决定要时刻死死盯着他。为了打断两人，迪亚磊特意询问莉莉卡是否读过了那本《珍珠之歌》。莉莉卡坦言，在布林妮的帮助下，自己确实已经认真翻看过了。面对迪亚磊迫不及待的追问，莉莉卡有些害羞的表示，虽然剧情有些曲折，但读起来确实非常有趣。莉莉卡接着分享，这部作品很快就要被改编成大型戏剧，还兴高采烈地邀请迪亚磊，到时候大家一起前去观看。迪亚磊坦言自己特意排了一夜长队，才抢到了位置绝佳的2张门票。莉莉卡听完兴奋不已，表示到时候自己也一定要去。两人开心地欢呼起来。迪亚磊接着提到，狩猎季上贵族们都在讨论这部剧，不知首演时还能不能再碰到大家。这时刚刚离开的同伴凑了过来，好奇询问他们刚才聊了什么。迪亚磊看向身旁呆着的斐奥德，悄悄凑到莉莉卡耳边透露，大家都在传巴拉特家族的人是大家的初恋，斐奥德正是这样的男人。
莉莉卡听完十分惊讶，不敢相信大家真的会这么赚。迪亚雷打趣说，巴拉特家族都长入迷人的面孔，看着被说得紧张的斐奥德，忍不住继续调侃他。莉莉卡回想起此前两人相处的场景，当时自己的确也曾心跳加速。她笑着表示斐奥德非常温柔，有时甚至会让自己感到害羞。在他看来，巴拉特夫人向来冷酷，斐奥德能这么受欢迎，肯定是因为他是家族里最温柔英俊的人。斐奥德听后却认真地表示，自己绝不会像对待莉莉卡那样去对待其他任何人。一旁的派摇着扇子感叹天气炎热，顺势打趣说，公主殿下其实也是大家心目中的初恋。听完坦的话，有人接着补充，自家不少孩子提起公主都会害羞脸红，连小弟弟都不例外，就连沃尔夫家族也有不少人这样。一旁听着这一切的迪亚雷，整个人满脸都写着抗拒，显然对这个初恋话题厌烦极了。斐奥德笑着对莉莉卡表示，未来他肯定会收到许许多多的告白。虽然莉莉卡不像巴拉特家族那样光彩夺目，却像山谷里的百合一样纯粹，有着坚定的意志与温柔的心灵。阿蒂尔更是直接凑过来，大声夸赞莉莉卡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女孩，把莉莉卡喊得又急又害羞。被大家打趣得面红耳赤的莉莉卡连忙摆手，让大家别再开玩笑了。可派却突然伸手握住了他，极其认真地表示，要是未来没有这件事发生，那他就发誓对他负责到底。这话还没说完，阿蒂尔就突然伸手拦截，径直打断了派。阿蒂尔直接上手死死掐住派，疯狂摇晃，派被掐得喘不过气。旁人还在一旁看热闹叫好，莉莉卡想上前劝阻，却根本插不上手。看着闹成一团的众人，莉莉卡急得大喊，大家都是同盟成员。而阁楼阳台上，坦和拉特正悠闲地端着冰饮，居高临下的围观这场闹剧。坦感叹着年轻真好，拉特也笑着赞同，这确实是一道有趣的风景。楼下早已乱成一锅粥，莉莉卡焦急地呼救，让人快来帮忙。阁楼上的拉特正享受着难得的悠闲，甚至动了辞去宰相职务，加入红梅同盟的念头。一旁的坦也跟着附和，疯狂往嘴里塞着红梅。可楼下的莉莉卡却突然提到自己打算成为神器卡宁的主人。这话一出，拉特惊得直接把嘴里的红梅喷了出去。还没等莉莉卡问清这件能提升身体能力的神器到底是什么，坦就气急败坏地冲了出来，厉声斥责把家族至宝的秘密透露给外人，硬生生打断了对话。迪亚磊自信满满地站了出来，坚信神器卡宁一定会认自己为主。他当众高调宣布，一定要击败那个总是炫耀身手的家伙。他径直指向了一旁的劳夫，发誓要抢走神器的主权。坦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搞不懂他怎么对劳夫有这么大的敌意。当坦让劳夫开口回应时，劳夫却极其冷淡地表示，自己如今只效忠于公主，沃尔夫家族的事早已与他无关。坦被这番绝情的话惊得目瞪口呆。莉莉卡好奇地问坦，既然是家族至宝，他为什么不用？拉特在一旁笑着接了底，因为坦当年也被神器拒绝了。坦嘴硬地表示，就算没有神器，自己也足够强大，顺便抱怨家族的人太冷血。莉莉卡却在一旁欢呼，表示自己非常需要神器。听到莉莉卡询问神器是否危险，迪亚磊自信表示自己绝不会有问题。劳夫气得当场破防，强行把迪亚磊拖走去好好谈谈。两人顿时吵闹着打成一团。莉莉卡回过神来，主动跑去帮忙布置休息的桌椅。布林妮见状吓了一跳，连忙上前阻止莉莉卡，表示这些杂活全都是他们的工作，请公主殿下只管安心休息。莉莉卡却理直气壮地回应，既然大家都加入了同盟，那每个人就都是平等的伙伴。阿蒂尔也顺势站出来，要求大家尊重伙伴的付出。侍女们见状连声致谢，喧闹渐渐散去。莉莉卡坐在大树下的秋千上，阿蒂尔在身后温柔地扶着她。望着眼前的景色，阿蒂尔感叹自己从没想过还能重新回到这里，过得这么开心。他随口说起这座花园的由来，当年父亲为了保护出身低微的母亲，专门为他建造了这片领地。虽然他不确定把一位皇后孤立在这样的地方究竟算不算正确的选择。阿蒂尔提到母亲当年因为出身低微，曾饱受常年无法受孕的流言折磨，直到生下他之后才感受到了幸福。这座花园的钥匙对他来说曾是一段并不想提及的过去。他原本以为自己根本不需要避难的地方，但想到莉莉卡刚来到陌生的皇宫，或许会需要这样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毕竟每个人都要去面对不喜欢的事情，累的时候也都需要好好休息。莉莉卡回想起以前在贫民窟时，擦鞋大叔对自己说过的话，人要是不找个能安心放松的地方，精神迟早会撑不住。听见擦鞋大叔，阿蒂尔有些意外。莉莉卡接着说，吃好吃的食物，在安全的地方休息，和喜欢的人聊天，这些都是坚持下去的能量。正说着，晃荡的秋千突然猛地一歪，险些失去平衡。好在阿蒂尔及时在身后扶稳了秋千，提醒他刚才实在太危险了。莉莉卡却微笑着回头，温柔地告诉阿蒂尔，至少现在有自己在身边陪着他。阿蒂尔语气温柔的回应，表示自己也会一直守在他身边。随着夕阳洒满花园，阿蒂尔主动提起了莉莉卡此前在画廊遇到的事。他知道莉莉卡曾见过巴拉特公爵夫人，便询问对方究竟说了什么，让莉莉卡心情如此低落，并鼓励她把一切都讲给自己听。莉莉卡坦白，当时公爵夫人问她想不想知道关于生父的事，那一刻她脑海里浮现的并不是当今的皇帝陛下，而是那个抛下他们母女在海上销声匿迹的亲生父亲。莉莉卡困惑地反问对方，自己为什么要向他打听陛下？公爵夫人听完只
是微微一笑，留下一句保重，便转身离开。莉莉卡坦诚，虽然彼此只是契约关系，但自己早已把当今陛下当成了父亲。得知公爵夫人的所作所为，阿蒂尔气得当场爆发，直呼那个女人简直是疯了。他安抚莉莉卡不要担心，自己会着手调查他生父的下落。莉莉卡连忙表达感谢，并拜托他千万要替自己保密。阿蒂尔温柔地拍着他的头，让他可以完全信任自己。随后他主动提起秋收季很快就要到了。阿蒂尔凑到莉莉卡耳边，兴奋地提议两人乔装打扮，偷偷溜进城里去逛节日集市。莉莉卡听完有些犹豫，随口问起秋收季会持续多久。阿蒂尔敏锐地察觉到不对，质问是不是有人提前约了他。看莉莉卡一脸心虚的反应，阿蒂尔一眼猜出对方身份，气得直言绝不放他们单独相处，非要跟着一起同行不可。莉莉卡见状弱弱地拜托他，希望他能在节日里对菲奥好点。可听到这极为亲密的称呼，阿蒂尔眼神瞬间沉了下来，直接揪住这个昵称死死追问。莉莉卡催促着大家还在等待，阿蒂尔却死缠烂打，强行要求必须跟着去逛集市。莉莉卡见拗不过他，只好顺势让他保证，到时候一定要和斐奥德好相处。夜幕降临，莉莉卡的心思却沉重起来，她忍不住回想起抛弃他们的亲生父亲，不明白对方究竟有什么苦衷，要让他们母女俩承受那么多苦难，哪怕只是想知道他是死是活。虽然早已把陛下当成了父亲，可光是产生探寻生父的念头，就让他心里满是愧疚。就在他失神时，身后突然传来了呼唤声，把莉莉卡吓了一大跳。看着走近的阿尔特雷斯，他心里不由得泛起嘀咕，不知是自己心事重落了线，还是对方已经听说了今天发生的变故。阿尔特雷斯黑着脸，压抑着怒火，劈头盖脸地质问莉莉卡，知不知道他母亲最近到底怎么了？莉莉卡被问得一头雾水。阿尔特雷斯在桌前坐下，吐露心声。原本在狩猎季之后，他以为自己和鲁迪亚的关系已经缓和，结果鲁迪亚突然开始刻意疏远他，不仅动不动就躲着他，甚至还频繁用可疑的眼神盯着其他男人看。每次阿尔特雷斯忍不住上前想要靠近，鲁迪亚就会挂着招牌假笑把他推开，借口大庭广众之下必须讲究体统。阿尔特雷斯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他怎么会一夜之间态度大变。直到莉莉卡跑去向母亲求证，鲁迪亚这才坦然承认自己最近确实在刻意保持距离，也难怪阿尔特雷斯会觉得委屈。莉莉卡完全搞不懂母亲的心思，急忙追问这到底是为什么。鲁迪亚陷入了沉思，随后转过头来轻声唤起了莉莉卡的名字。鲁迪亚严肃地告诫莉莉卡，男人根本靠不住，只有金钱才是抵御残酷现实的唯一保障，所以自己才要拼命赚钱。莉莉卡被母亲的阵势震撼，连忙点头表示赞同。鲁迪亚接着道出真正的原因，等未来与陛下的契约到期，他必须提前为母女俩做好筹划，四处结交人脉，当做退休后的保险。他坦言自己此前在狩猎季上只是一时动摇，才依赖了陛下，如今必须重新清醒过来。鲁迪亚接着说道，如果自己软弱下来，还怎么去保护莉莉卡？在这个世界上，莉莉卡是他唯一信任和爱的人。莉莉卡看着母亲，突然开始怀疑母亲是不是依然在为失踪的生父伤心，连自己听到生父的事情都会动摇，母亲或许也一直在为此受折磨，甚至感到害怕。莉莉卡向阿尔特雷斯解释起母亲的过去，当年父亲决绝离开后，母亲心碎不已，这才带着他搬去贫民窟，靠酒精来逃避现实。每当母亲喝得酩酊大醉，都会反复念叨父亲当年炽烈的爱意。正因如此，骤然被抛弃的痛苦才让他陷入绝望，需要依靠。得知母亲也是无可奈何，阿尔特雷斯一时陷入了沉思，莉莉卡则在一旁偷瞄着他的反应。随后莉莉卡指向夜空，问阿尔特雷斯有没有注意到月亮上那些坑坑洼洼丑陋的地方。阿尔特雷斯平静地回答，那是月海。接着又道，如果有人说喜欢月亮，若只喜欢月亮明亮闪耀的地方，可算不上是真正喜欢月亮。莉莉卡理直气壮地表示，爱一个人就要连同对方阴暗不完美的部分一并全盘接收才行，要是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自己绝对不会把母亲交给对方。面对莉莉卡这番严肃的通牒，阿尔特雷斯心里忍不住暗想，这丫头什么时候主动松过口，让自己能顺理成章抱得美人归了。华丽的宴会大厅里宾客云集，阿尔特雷斯却显得有些昏沉不适。身旁的鲁迪亚见状低声询问，阿尔特雷斯坦言自己只是有些发烧，昨晚听完莉莉卡的一番话后，他在花园里独自思考了一整夜，看到两人凑在一起低声交谈，围观的贵族们十分好奇。可一听说阿尔特雷斯身体不适，鲁迪亚立刻举起折扇挡在面前，冷冷地叫他离自己远一点。鲁迪亚嫌他会把感冒传染给自己，催促他赶紧离开。阿尔特雷斯却一把将鲁迪亚横抱起来，当着全场贵族的面宣布要和皇后单独相处，随后抱着他大步离开宴会厅，留下一众震惊的宾客。鲁迪亚在他怀里气得质问，怪他根本没把刚才讨论的大事听进去。阿尔特雷斯却坦诚自己全程都在盯着他看，任凭鲁迪亚如何拍打抗议。阿尔特雷斯还是说出了心里介意的事，指责他刚才看别人的眼神，自己可从来没享受过这种待遇。鲁迪亚这才反应过来，莉莉卡之前说的话竟然全都是真的，阿尔特雷斯确实因为被自己疏远而心烦。眼看周围贵族纷纷围观，鲁迪亚立刻收起脾气，轻声细语地请求阿尔特雷斯放自己下来。看到鲁迪亚瞬间切换成得体的模样，阿尔特雷斯心里暗自嘀咕，却依然没有放手的打算。鲁迪亚气得再次要求落地，阿尔特雷斯却直言，明天全帝国都会传遍，皇帝对皇后神魂颠倒。
鲁迪亚反讽他适可而止，在线下却怕是要没命。阿尔特雷斯却坦诚自己心甘情愿。面对阿尔特雷斯油盐不进的态度，鲁迪亚只能咬牙切齿地回一句：“那可真是自己的荣幸。”听到鲁迪亚的回应，阿尔特雷斯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看着阿尔特雷斯灿烂的笑容，鲁迪亚一时有些看呆，甚至鬼使神差地伸手捏了捏他的脸。这一举动让阿尔特雷斯当场愣住。鲁迪亚心里十分懊恼，明明计划好要保持距离，自己怎么就偏偏对他的笑容毫无抵抗力？两人停在台阶边，阿尔特雷斯无奈地表示，鲁迪亚忽冷忽热的态度太折磨人，让他分不清这究竟是在演戏还是发自内心。鲁迪亚有些不自在地避开视线，小声承认阿尔特雷斯上次送他的礼物和诗句，其实自己并不讨厌。阿尔特雷斯听完顺势表态，以后还会送他更多，只要能让他感受到自己的爱意。这话让鲁迪亚瞬间警惕，连忙叫停这种暧昧氛围。阿尔特雷斯却敏锐捕捉到关键，追问他刚才是不是说了真心话。鲁迪亚心虚的慌忙否认，看着自己又一次动摇，他又气又恼，直言这就是自己不想靠近他的原因。说完把将阿尔特雷斯猛力推开。鲁迪亚在心中告诫自己，甜言蜜语不过是场游戏，一旦陷入受伤的只会是自己，况且他还要保护好莉莉卡，这明明只是一场契约婚姻，真情实感根本毫无意义。他无比懊恼自己刚才流露了真心。见鲁迪亚如此抗拒，阿尔特雷斯决定不再掩饰，他坦诚自己向来不信爱情，可如今被他所动摇，心里却并不排斥这种感觉。鲁迪亚对此不为所动，直言自己除了金钱和权力，从来不相信任何虚妄的感情。他提醒阿尔特雷斯，在两人结婚之前，阿尔特雷斯肯定早就调查过他的过去，特别是关于他那令人震惊的原生家庭。鲁迪亚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母亲总是对他的美貌耿耿于怀，甚至常说他绝不是亲生的，肯定是被仙女偷换了孩子。直到有一天，父亲看他的眼神变得不怀好意，母亲的态度瞬间急转直下。母亲不仅没有保护他，反而狠狠一巴掌扇向他，命令他遮住脸，穿上破烂衣服，甚至歇斯底里地骂道：“他的长相本身就是一种罪过。”就在鲁迪亚绝望时，他的救星出现了，对方正是他的前夫。那是鲁迪亚人生中第一次听到动人的甜言蜜语。前夫捧着鲜花，发誓会永远只爱他一人，旁人也纷纷夸他可靠，劝鲁迪亚答应。对方虽然只是低阶贵族，地位却远比他的原生家庭要好。鲁迪亚动了心，以为能就此脱离苦海。她年纪轻轻便嫁给了对方，很快还生下了第一个孩子。那时天真的她以为自己终于迎来了幸福，可残酷的现实却很快给了她沉痛的一刻。誓言淡淡的永恒爱意，转眼间就能灰飞烟灭。轻信那些甜言蜜语，只会让她沦为落入陷阱的猎物。如今再回想起来，低阶贵族那摇摇欲坠的破落房子，对他来说竟已算是宫殿。可平民出身的他，根本就没做好当贵族妻子的准备。起初前夫总是对着他叹气，因为深知自己的无知。鲁迪亚当时拼尽全力，想成为能匹配他的妻子。他开始努力学习识字，掌握管理仆人的本领，还熟记了低阶贵族的社交礼仪，甚至试图融入上流圈子。鲁迪亚学得非常快，周围的人很快对他刮目相看。一起参加聚会时，前夫的朋友们频频夸奖他，甚至纷纷表达羡慕。然而事情却出乎意料，外界越是赞美鲁迪亚，前夫反而显得越发恼火。每次聚会结束后，前夫都会向他发火，指责他当着自己的面勾搭其他男人，骂他不知廉耻。可他的挑剔远不止于此，即便鲁迪亚一边照顾刚出生的莉莉卡，一边拼尽全力管理家务，前夫依然不断贬低她的字迹账目和着装，断言她根本不配当庄园女主人。直到有一天，前夫的态度突然发生巨变，他主动向鲁迪亚低头道歉，忏悔自己过去让鲁迪亚受尽了委屈。前夫信誓旦旦地说要成为配得上她的丈夫，出门为她和莉莉卡赚大钱。可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前夫卷走了所有资金，还背着他欠下巨额债务，随后乘船远航，再也没有回来，失去了财产和庇护。鲁迪亚和襁褓中的莉莉卡被直接赶出了庄园。当他心急如焚地想回娘家求助，才发现家人早已搬走，母女俩彻底无依无靠。前夫把能抵押的资产全拿去抵押，甚至还借了大量高利贷，留下一笔天文数字般的债务。利滚利带来的绝望时刻压得他喘不过气。鲁迪亚甚至一度动过极端的念头，想把莉莉卡送去孤儿院，自己扔下一切重新开始。可铺天盖地的债务根本无处可逃，最终他只能带着女儿搬进贫民窟。为了逃避沉重的现实，鲁迪亚开始借酒消愁，试图用酒精麻痹自己，在漫长的痛苦中苟延残喘。过去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他无数次崩溃地质问，要不是为了襁褓中的女儿，自己究竟还要承受多少折磨？正是经历了无数背叛与痛苦，早在很久以前，鲁迪亚就彻底不再相信所谓的爱情。如今在他心里唯一坚信的就是保全女儿莉莉卡的性命，绝不让女儿陷入身亡的绝路。鲁迪亚直言，阿尔特雷斯结婚前肯定早已查清他的过去，知道他经历过的背叛与绝望，以及他誓死也要守护的莉莉卡，因为莉莉卡就是他在这个世上唯一的底线。在鲁迪亚心里，完全信任的只有女儿莉莉卡。至于这世上的其他一切，他只相信手中的金钱与权力。当初上流社会的权贵看中他的美貌，将他带离了贫民窟。起初那些人不过是想利用他当间谍，但鲁迪亚绝不甘心沦为棋子，为了活命，他疯狂吸收知识，将自身的美貌利用到极致。也是在那时，他才彻底明白自己的这张脸究竟有多大威力。
掌握权力之后，鲁迪亚顺藤摸瓜找到了当年抛妻弃女的前夫，发现对方早已重新组建了家庭，经历了背叛与磨难。鲁迪亚比谁都清楚，沉溺于甜言蜜语只会招致灭亡。他挂着招牌式的微笑，开门见山向阿尔特雷斯摊牌，希望两人继续保持纯粹的合作关系，不管是假意追求还是示好，都没必要再演下去。他并不喜欢如今过于亲密的关系。听完这番坦白，阿尔特雷斯坦言没料到他会如此直接。鲁迪亚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叫停对话后径直转身离开。这些不堪的往事都是前世阴影，他心底唯一的期盼就是绝不能让这一世的莉莉卡察觉。阿蒂尔找到莉莉卡，亲口告诉他已经找到了生父。得知消息的莉莉卡满脸震惊。鲁迪亚曾无比希望女儿以为生父早已离世，毕竟那个男人当年根本没有出海远航，而是在欠下巨债后与船长合演假死戏，扔下母女俩，带着情妇开始了新生活。得知真相后，阿蒂尔安抚莉莉卡不必再为生父操心，接下来的事情全交给他处理。莉莉卡点头答应下来。画面一转，郊外田地里过长的根系弄得一片狼藉，农夫挥起工具，准备将这里的杂草彻底清理干净。莉莉卡在地里拼命除草，阿蒂尔几人在一旁看了好半天，见他完全没有停下的意思。斐奥德走上前，伸手拦住他，关切询问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看着他近乎折腾自己的架势，斐奥德有些无奈，提醒他别忘了原本要在秋收祭典碰面的约定。莉莉卡向斐奥德坦白生父还活着的事，虽然阿蒂尔劝他放手，陛下也让他直接改口叫爸爸，可在他心里依然想亲眼去见生父一面。看着满腹心事的莉莉卡，斐奥德温柔答应下来，决定陪他一起去见对方。斐奥德刚说到要先打听生父下落，布林妮就主动赶来，表示自己早已私下查清消息。他告诉莉莉卡，对方如今住在埃伦德河附近的工业城，从王都坐马车过去大概要1天时间。有了线索，众人立刻启程。抵达目的地后，坦刚拉开车门，就被突如其来的猛烈冲击撞了个正着，稳住身形后，袒护送莉莉卡走下马车。映入眼帘的是繁华的街景与建筑，这里正是生父如今生活的地方。隔着店门，莉莉卡看着眼前这家杂货铺，得知生父如今成了一名店主。她怀着忐忑的心情透过窗户望去，店里一个留着胡子的中年男人正忙着打理生意，那正是当年抛妻弃女的生父。看着对方安稳度日的模样，莉莉卡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察觉到他的情绪变化，斐奥德轻轻扶住他的肩膀，表示自己先替他进店打探。看着斐奥德走进店铺，莉莉卡心里越发紧张，她不敢亲眼面对这副场景，转身扑进了布林妮怀里。布林妮轻声安抚着他的情绪，替他注视着店里的动静。斐奥德在店里选购蜂蜡蜡烛，店主态度十分热情，收下钱后便开始仔细包装。可还没等布林妮转述完毕，他突然发出一声惊呼。布林妮看清了斐奥德的唇形，他似乎正在质问店主是否认识莉莉卡范斯。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店主脸色骤变，震惊的僵在原地。察觉到店内的气氛急转直下，莉莉卡惊诧的回头望去，斐奥德拿着买好的蜡烛走出店铺。莉莉卡赶忙迎上前去，询问对方作何回应。斐奥德神色凝重地告诉他，店主坚称自己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听到这个意料之外的答复，莉莉卡一时有些发愣。斐奥德见状，提议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详谈。面对生父的断然否认，莉莉卡不打算就此罢休，执意要去对方的住处一探究竟。斐奥德答应了他的请求，在前方指引生父住宅的方向。莉莉卡心中满是困惑与委屈，若是对方真的不认得他，那他与母亲当年的苦守又算什么？就在这时，那位店主突然慌慌张张地冲出店铺，径直朝街角狂奔而去。莉莉卡当即施展隐身魔法，悄然跟上了对方的脚步。店主一路气喘吁吁地狂奔，直到停在一座漂亮的绿色小楼前，看着眼前修剪整齐的花坛，正是莉莉卡梦寐以求的家园景象。就在这时，一个抱着鲜花的小女孩快步跑出房门，亲昵地冲店主喊着爸爸。看到店主满脸笑容的将女孩抱入怀中，这温馨至极的一幕让隐身在旁的莉莉卡整个人僵立当场。目睹眼前刺眼的温情画面，莉莉卡当场解除了隐身魔法。凭空现身的少女将店主吓得浑身一颤，连忙将怀里的女儿死死护在身后。可当她看清莉莉卡的那双眼睛时，整个人骤然愣在原地。店主战战兢兢地颤声质问他，突然不请自来，究竟有何目的？莉莉卡强忍着情绪，试探开口，询问对方是否认得莉莉卡范斯。听到这个名字，店主如同被踩中痛处般失控咆哮，坚称自己从没听过这个名字，更不可能认识什么莉莉卡范斯。他死死把女儿挡在身后，气急败坏地厉声斥责，怪他竟然一路尾随跟踪到了自己家中。店主大声厉喝，让闻声赶来的妻子和女儿艾莉迅速退回屋内。看着生父如临大敌般拼死防备着护住新组建的家庭，莉莉卡的心中撕裂般剧痛。眼前这个冷酷的男人，曾是他日夜期盼能回心转意的父亲，如今亲眼目睹这讽刺的现实，过往所有的期盼全化做了可悲与羞耻。就在痛苦绝地的瞬间，一只温暖的手掌伸了过来，紧紧握住了他的手。看着眼前满眼敌意与防备的生父，莉莉卡心头的执念彻底清醒。她在心底暗暗下定决心，绝不会在对方面前流露半分软弱，更不会再给这个男人伤害自己的机会。莉莉卡平静的回应，表示自己知道了。她没有痛骂对方的冷漠，甚至懒得留下任何一句怨恨。她转身招呼同伴离开。在她看来，这个男人根本不值得她浪费
哪怕一丁点情绪。看着莉莉卡远去的背影，被抱在怀里的女儿突然问起，对方怎么很像《珍珠之歌》里的魔法师？听到这句话，店主猛然愣在原地，震惊地盯着莉莉卡离去，而莉莉卡只是坚定地向前走，绝不让自己留下一滴眼泪。走出那个街区后，菲奥德温柔地告诉莉莉卡，现在不需要再强忍了。这句话彻底击垮了他的防线，莉莉卡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在同伴们的守护下放声大哭，崩溃地质问为什么会这样。莉莉卡沉浸在痛苦中，无法理解父亲当年为何要抛弃他们。明明母亲远比那个女人漂亮，那个女儿也和自己同岁，她和母亲究竟做错了什么？看着哭得撕心裂肺的莉莉卡，菲奥德轻轻抚摸着她的头，温柔地告诉她，他们没有任何过错。真正的家庭需要每个人共同去付出和经营，绝不是靠一个人单方面的拼命就能拼凑出来的。为了让莉莉卡走出阴影，菲奥德甚至拿自己的母亲举例，提醒他家人并不单靠血脉相连，就像他和阿蒂尔一样，即便没有血缘，也依然是彼此真正的家人。同伴们也纷纷替他打抱不平，愤怒地声讨那个男人的卑鄙行为，直言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菲奥德顺势开导莉莉卡，既然对方只是个恶棍，又何必费心去理解他的想法？听到这番话，莉莉卡摇了摇头，心中的执念终于放下。菲奥德温柔地帮她擦去眼泪，安抚好她的情绪。夕阳西下，大家牵起手一起踏上回家的路。莉莉卡心里明白，过往的背叛与伤害或许无法立刻抚平，但此刻能有爱她的同伴相伴，这份温暖就足以支撑她迈向新的生活。但在回家的路上，露营地里突然传来了意外的消息，布林妮赶来报告，说母亲竟然亲自赶出来见她。得知这个消息，莉莉卡瞬间慌了神，母亲心中的伤痕肯定还没有痊愈，如果知道自己偷偷跑去见那个男人，会不会觉得这是一种背叛？就在莉莉卡坐立不安的时候，母亲马车的门渐渐打开了。马车门一打开，鲁迪亚急忙迎上前，紧紧捧住莉莉卡的脸，关切地询问她有没有事。看到母亲的一瞬间，莉莉卡再也忍不住，扑进母亲怀里大哭起来。她哭着向母亲道歉，坦白自己不该擅自跑去见那个男人，担心这会伤害到母亲，甚至影响到母亲与陛下的婚约。鲁迪亚紧紧拥抱住女儿，让她完全不必担心，表示自己早就做好了周全的安排。看着被那个男人伤成这样的莉莉卡，鲁迪亚心中满是心疼，后悔没有提早把这一切告诉她。鲁迪亚看着怀里的莉莉卡，心里暗下决定，难道还要再去收拾那个混蛋一次？在前世，鲁迪亚拼尽全力爬上高位，掌握权力，却发现前夫早已和情妇组建了新家庭。看着他们一家三口幸福美满，那份痛苦让他无比煎熬。情妇哭着求他放过孩子，说那个和莉莉卡同岁的孩子是无辜的。可这女人明知对方已婚，却依然插足。鲁迪亚绝不会让他们死得太轻松。前世在一次醉酒后，鲁迪亚把报复那一家的细节全讲给了莉莉卡听，可莉莉卡听完却吓得脸色苍白，这也让当时的鲁迪亚心生怨怼。正因如此，这一世他才决定隐瞒，想让莉莉卡彻底忘掉那个男人，当他早就死了。看到莉莉卡被根本不记得的生父伤害，鲁迪亚既愤怒又难过，难道自己给的爱还不够吗？但眼下这一切都不重要了。鲁迪亚安抚着怀里的莉莉卡，告诉她完全不必道歉，反思是自己不该以为女儿年幼就自作主张替她决定忘掉一切。既然如今已经找到了那个混蛋生父，就绝不能让他轻易脱身。鲁迪亚笑着向莉莉卡提议，自己手头上正好有个好主意，问女儿想不想听听她的计划。鲁迪亚打算把当年被抛下的债务连本带利全向那个男人索要回来，那笔巨债曾把他们母女逼入贫民窟，如今滚雪球般的利息更是对方3代人都还不起的数目。莉莉卡听后有些担心，害怕自己作为亲生骨肉会在法律上受到债务牵连。鲁迪亚笑着安抚女儿，表示自己在再婚前就做好了准备，他早已依法宣告第一段婚姻无效，双方在法律上只是陌生人。为了不让莉莉卡背上私生女的名声，鲁迪亚在第一时间办理了收养手续，从户籍上彻底斩断了与前夫的联系。母女俩正聊着，陛下居然穿着睡衣追到了现场。鲁迪亚吃惊地问他为何赶来，原来陛下听说鲁迪亚神色焦急地出城，以为他是赶来训斥莉莉卡的，这才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急忙一路追过来想要劝解。阿尔特雷斯理所当然地表示，作为父亲本就该这么做。看着衣衫不整一路追来的陛下，莉莉卡心里深受触动，感受到了真正称得上父亲的关怀。阿尔特雷斯提出想单独和莉莉卡聊聊，鲁迪亚本想拒绝，但阿尔特雷斯理直气壮地强调，莉莉卡也是自己的女儿。考虑到两人的合作契约，鲁迪亚最终同意让他们独处。况且看着衣衫不整的陛下，他实在有些无法直视。临走前，莉莉卡有些不好意思地承认，听完母亲刚才的计划，自己的心情确实好了很多，甚至觉得自己变成了坏孩子。鲁迪亚被女儿逗笑，温柔地告诉她，她永远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孩子。随后，阿尔特雷斯牵着莉莉卡向远处走去。鲁迪亚离开前看了眼劳夫，打算回头去好好考察一下陪在女儿身边的那位巴拉特家少年。另一边，莉莉卡内疚地向阿尔特雷斯道歉，坦白自己不该偷偷跑去见那个男人。阿尔特雷斯轻轻捏了捏她的小脸，温柔地告诉她想去见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甚至还夸她这次出门懂得带上同伴保护自己，表现不错，能拿7分。听到陛下完全没有怪罪的意思，莉莉卡有些不敢置信。就在这时，阿尔特雷斯神情认真地叫出了他的全名。阿尔特雷斯告诉莉莉卡，所有的情绪和想法都只属于他自己，即便再亲近的人也无法完全理解他的全部。
阿尔特雷斯无奈地表示，他这一点和鲁迪亚简直一模一样，但这就是独立个体之间的常态。只要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就没有人能否定他的真实感受。但既然做出了选择，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阿尔特雷斯问他这次去见那个人的真实感想。莉莉卡沉默片刻后坦白，只有无比的悲伤与难过。阿尔特雷斯在他面前单膝跪下，把视线拉到与他平齐的高度。莉莉卡径直扑进了阿尔特雷斯的怀里。阿尔特雷斯温柔地将他紧紧抱住。正如陛下所言，人与人之间或许很难完全理解，但能在这样一个不会推开自己的怀抱里，感受到被接纳的温暖，莉莉卡心中的悲伤终于消散。就在气氛一片温馨时，阿尔特雷斯突然开口问他，打算什么时候改口叫自己父亲？莉莉卡有些局促地解释，直接改口叫父亲总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和当初第一次叫爸爸时一样，心里总有一种做错事的罪恶感。看着怀里的莉莉卡，阿尔特雷斯意识到她看似毫无防备，习惯了付出却不敢索取，比起遭受伤害，她反而对善意与爱意更加戒备。阿尔特雷斯感叹他和鲁迪亚如出一辙，也升起了想要证明自己的冲动。他认真地询问莉莉卡要怎么做才能让她安心开口。为了消除莉莉卡心中的顾虑，阿尔特雷斯看着她的眼睛，轻声提议，要不要像他母亲当年一样，也和他签订一份专属的契约。马车旁的鲁迪亚看向了远处的斐奥德，在鲁迪亚的前世记忆中，斐奥德会在1年后死去。前世的他年纪轻轻就流连舞会，整天沉溺于酒色绯闻，但真相是他最后很可能是选择了上吊或开枪自杀。鲁迪亚过去从不在乎斐奥德的生死，可如今斐奥德与莉莉卡建立的紧密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面对陛下提出的专属契约，这份全心全意为他着想的关爱，让莉莉卡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心。阿尔特雷斯提出要配合鲁迪亚的皇后契约期限，单独和莉莉卡签订一份皇女契约，这样莉莉卡不仅是鲁迪亚的女儿，更能让她理直气壮地行使父亲的权利。阿尔特雷斯甚至开出了极其夸张的条件，每年直接给莉莉卡10箱黄金和1箱宝石。这丰厚的条件把莉莉卡吓了一跳，连忙询问自己需要承担什么义务，会不会被要求当间谍或者接受正略婚姻。阿尔特雷斯笑着否认，表示他什么都不需要做，只管安心当好他的皇女就行。莉莉卡暗自盘算起来，有了这笔巨款，等母亲的契约到期后，正好能把家里老房子好好翻修一遍。莉莉卡认真地向阿尔特雷斯确认，是不是真的会写下明确的纸质契约，而且绝对不会强迫他做不喜欢的事。在得到阿尔特雷斯肯定的答复后，莉莉卡立刻开心地答应了下来。见小姑娘上了钩，阿尔特雷斯嘴角微微勾起，顺势提出要求，让莉莉卡现在就开口叫他爸爸。另一边，鲁迪亚犹豫再三，还是叫住了斐奥德，特意提醒他明年一定要多加小心。由于不清楚具体的死因，鲁迪亚无法透露更多，只是叮嘱他连同妹妹也一起照看好。这话让斐奥德心中掀起巨浪，外人都以为他是家中独子，没想到鲁迪亚居然连地下室的手足都知道。不过想到鲁迪亚向来手段非凡，斐奥德便也见怪不怪，只当是家族里又多出了什么意料之外的秘密。斐奥德对此处之泰然，表示这类秘密在巴拉特家早已屡见不鲜。看着他标志性的贵族微笑，鲁迪亚心里极其反感，这让他想起前世给巴拉特家当仆人的经历。正想着，莉莉卡已经欢快地跑了过来。阿尔特雷斯抱着女儿来到鲁迪亚面前，表示父女俩已经大致谈妥。紧接着，阿尔特雷斯话锋一转，严肃地表示自己也有极其重要的事情需要亲自告知鲁迪亚。既然已经临近首都，斐奥德便向莉莉卡道别，准备先回自己的府邸。莉莉卡真诚地感谢他一路陪同，表示要不是有他在，自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斐奥德笑着与他约定下次再见，随后目送着莉莉卡的马车渐渐远去。看着马车离去的方向，斐奥德心里依然回想着鲁迪亚刚才对他说的那番提醒。斐奥德心里很清楚，鲁迪亚对自己家族的反感实属正常。回到宫殿后，莉莉卡很快沉沉睡去，鲁迪亚守在床边，虽然知道莉莉卡很喜欢斐奥德，但心中依然顾虑重重。这时阿尔特雷斯将一份文件递到他面前，让他先看一遍。鲁迪亚疑惑地接过来，上面赫然写着公主契约4个大字。看到这份公主契约，鲁迪亚质问阿尔特雷斯是不是想利用女儿。阿尔特雷斯表示莉莉卡如今已是公主，未来承担职责绝不能让她白白付出，况且因为珍珠之歌的传播，莉莉卡收到的邀请早已堆积如山，契约是为了给她正当的权益保障。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安排，鲁迪亚一时有些措手不及。话还没说完，阿尔特雷斯突然咳嗽起来，鲁迪亚上前一摸，才发现他真的在发烧，这才想起他是大半夜穿着睡衣一路追进森林才落下的病根。鲁迪亚看着手里还在不断滴水的湿毛巾，忍不住吐槽，阿尔特雷斯平时大概是从不生病，连怎么照顾自己都不知道，敷个毛巾居然连水都没有拧干。阿尔特雷斯躺在床上虚弱地表示，当初莉莉卡给他敷毛巾时就是这样的。鲁迪亚一边帮他重新拧干毛巾，一边吐槽莉莉卡只是单纯年纪小拧不动而已。阿尔特雷斯感叹莉莉卡是个极为优秀的孩子，自己曾告诉她可以像真正的公主那样轻松生活，可莉莉卡却更习惯有清晰界限与明确规则的安排。阿尔特雷斯轻笑起来，直言莉莉卡这股勤奋劲简直和鲁迪亚一模一样。听到阿尔特雷斯将他们母女俩联系在一起，鲁迪亚一时有些愣住。阿尔特雷斯看着他调侃道，哪怕鲁迪亚嘴上一直告诫他要划清界限，可实际上却依然在贴心地照顾着他。
鲁迪亚提醒他，就算是契约婚姻，归根结底也依然是婚姻。见阿尔特雷斯直勾勾地盯着自己，鲁迪亚没好气地问他在看什么。阿尔特雷斯表示，眼前这一幕让他想起了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夜晚。当年也是在这样一个晚上，鲁迪亚主动找上门来，开口第一句话就是直接要皇帝跟自己结婚。阿尔特雷斯笑着评价，现在的鲁迪亚和当年一样大胆。深夜的宫殿内，拉特正和大臣通宵处理着堆积如山的政务，看着漫无止境的公文，两人忍不住暗自抱怨，皇帝如今几乎把所有政务都甩给了手下。但想到此前狩猎季的风波，陛下并未深究，为了不步前任后尘丢掉性命，拉特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熬夜苦干。贪污帝国资金的前任宰相当场毙命，阿尔特雷斯手握滴血的长剑，冷冷表示，帝国绝不需要这种贪婪无能之辈。周围的官员早已吓得瘫软在地，唯独拉特还在强撑着，在满地血泊中迅速收拾散落的文件。这反常的举动瞬间引起了阿尔特雷斯的注意。阿尔特雷斯擦去脸上的血迹，直言非常中意拉特这副处变不惊的模样，只留下满脸茫然的拉特愣在原地。阿尔特雷斯当场指派拉特接任帝国的下一任宰相。拉特暗自苦笑，自己这没日没夜的苦命生涯，正是从那一刻彻底开始的。当年先皇病逝，留下年幼的皇太子，作为先皇同父异母的弟弟，阿尔特雷斯强势夺取了皇位，引发了外界无数流言蜚语。可当众人见识到阿尔特雷斯那恐怖的力量后，所有的质疑瞬间烟消云散。即便皇室自古就是巨龙的后代，但阿尔特雷斯展现出的压倒性实力也早已远远超出了常理。拉特暗自感慨，阿尔特雷斯身上的强大力量简直就像始祖巨龙降世。想起初见时自己甚至敢救陛下的衣领，拉特至今都忍不住一阵后怕。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不管是枪炮刀剑还是整个贵族势力，根本没有任何人能是他的对手。即便置身于烈火与冰霜之中，阿尔特雷斯也能从容微笑，面不改色，展现出了无可匹敌的绝对压制。如果阿尔特雷斯只是一位残暴，身边的臣子早就会奋起反抗，但他雷霆霸道的手段背后，全都是极其精密的决断与公正的裁决。登基后的第1年，阿尔特雷斯雷厉风行地清剿了所有叛党，贪腐的前任宰相被当场处决。到了第2年，拥护阿尔特雷斯的人接连涌现，朝堂上的支持者很快彻底压倒了反对势力，贵族们纷纷将他视作唯一的绝对君王。在众人看来，年轻强悍的阿尔特雷斯更有王者风范，何必让病弱先皇年幼的儿子阿蒂尔继位？贵族世家甚至暗中打起算盘，争相想把女儿送入皇室诞下继承人，好与这位至高无上的帝王牢牢绑在一起。然而谁也没料到，最终打破这盘棋局走到阿尔特雷斯身边的却是鲁迪亚。为了攀上皇权，贵族们甚至偷偷派人潜入寝宫，阿尔特雷斯毫不留情地将潜入者扔下阳台，自嘲自己最近手段确实太温和了。即便他早就公开声明绝不繁衍子嗣，针对阿蒂尔的暗杀却依然接连不断。某些人妄图除掉阿蒂尔，来逼迫阿尔特雷斯重新迎娶贵族诞下后嗣。阿尔特雷斯对这些暗流心知肚明，但阿蒂尔既然身负皇室血脉，就绝不会轻易死去。阿尔特雷斯索性放任不管，只觉得万分厌烦。直到那年初春的帝国舞会上，阿蒂尔恰好离开皇宫外出，整座宫殿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欲望，贵族们各怀心思，蠢蠢欲动，所有人都妄图借此机会与这位至高无上的帝王产生纠葛。就在全场气氛紧绷到极点时，阿尔特雷斯突然当众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他表示自己将在后天正式完婚。紧接着，阿尔特雷斯牵起了不知从何处出现的鲁迪亚，向所有人公开了这位新娘。这突如其来的宣布让在场所有贵族目瞪口呆，手中的酒杯当场摔得粉碎。阿尔特雷斯回忆起当年的那一幕，鲁迪亚似乎早就料准自己一定会从宴会厅里走出来。阿尔特雷斯好奇地问鲁迪亚，当年究竟是怎么料准自己那天一定会走到花园里？阿尔特雷斯回想起那晚的情形，他曾答应过先皇会在阿蒂尔成年之前替他稳住王位，可除掉了所有反对派之后，身边剩下的却全是一群谄媚的蠢货。厌倦了舞会上那些虚伪的纠缠，阿尔特雷斯厉声喝退所有随从，独自跑到花园里吹风透气。可刚走下台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暗处正有一道视线在盯着自己。阿尔特雷斯心里暗自生疑，自己盛怒离席，按理说绝不可能有人敢擅自跟过来。阿尔特雷斯原以为又是哪个不怕死的女人，想方设法潜入进来，爬上自己的床，明知道接近自己的下场，却还敢冒死跑到这里。阿尔特雷斯索性打算听听对方要说什么，无非又是求饶或是俗套的表白。然而暗处走出来的鲁迪亚一开口就完全出乎他的意料，鲁迪亚直接提出要与皇帝结婚。见阿尔特雷斯愣在原地，鲁迪亚紧接着开出条件，表示只要两人成婚，阿尔特雷斯就能从中得到3样天大的好处。听到这出乎意料的要求，阿尔特雷斯顿时来了兴趣，想知道他口中的好处究竟是什么。他一步跨到鲁迪亚面前，顺势将他搂入怀中，挑衅让他有胆量就继续往下说。面对君王这股沉重的压迫感，鲁迪亚非但没有退缩，嘴角反而扬起了一抹自信的微笑。面对鲁迪亚成竹在胸的态度，阿尔特雷斯心中十分惊奇。鲁迪亚随即说出自己的第1项条件，他背后没有任何贵族势力支持，自身对权力也毫无兴趣，但在位期间会恪尽皇后的职责。面对阿尔特雷斯对他能力的怀疑，鲁迪亚从容表示，只要陛下愿意聘用他，自然能看到他的价值。
他更是直言不讳的承诺自己绝不会死占着皇后的位置不放，只需要在这个位置上留到皇太子登基。鲁迪亚顺势说明自己要向他提议的正是一场契约结婚，敢向皇帝提出契约结婚。阿尔特雷斯听完忍不住笑出声来，他虽然觉得这主意极其荒诞，却也不得不承认这正好能解决他眼下的困局。随后鲁迪亚抛出了第二个好处，陛下将获得一个绝佳的人质，那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珍爱的女儿，只要是为了女儿，他什么都愿意做。鲁迪亚紧接着抛出了第三个好处，这也是他认为最能打动阿尔特雷斯的一点。他直言陛下如今正面临着来自朝堂各方逼迫选皇后的巨大压力，如果直接让一个毫无背景的陌生女人登上后位，那些企图掌控皇权的贵族们脸色想必会相当精彩。这番话精准击中了阿尔特雷斯的痛点。听完那些贵族脸色会变精彩的说法，阿尔特雷斯禁不住开怀大笑，表示这画面想想就令人期待。随后他正式询问眼前女人的名字，鲁迪亚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交代自己曾是受勋骑士的妻子，不过眼下已经没有丈夫了。当阿尔特雷斯询问对方是否离世时，鲁迪亚只表示对方和死了没两样。面对阿尔特雷斯要求解释清楚的要求，鲁迪亚坦然答应。接着他主动伸手靠近阿尔特雷斯，明确表示自己可不打算和他保持距离。阿尔特雷斯直言朝堂上全是逼他生继承人的蠢货，便顺势向鲁迪亚提出试探，问他的契约里是否包含了为他生下继承人，甚至戏谑他是不是以为两人只是纯情牵手。面对这番带有挑衅意味的质问，鲁迪亚没有丝毫犹豫，当即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如此干脆的态度让阿尔特雷斯有些意外，但他随即冷冷提醒对方，怀上帝国的继承人可绝不意味着以后能过上安稳日子。面对阿尔特雷斯关于继承人的警告，鲁迪亚顺势反问了一句，既然他已经看穿自己是巨龙，又凭什么确定能让她怀孕？这出乎意料的质疑让阿尔特雷斯一度怀疑对方在暗示他不行，甚至觉得眼前这女人怕不是个疯子。可鲁迪亚随即补充道，巨龙与普通人类之间本就绝不可能繁衍出后代。这番话瞬间让阿尔特雷斯心头一震，因为世上知道他是巨龙真相的就只有先帝一人而已，就连常年跟在他身边的拉特也顶多只是有所怀疑，根本不知道他甚至连人类都不是。在世人看来，他最多算身上流着龙血的皇室始祖，绝不可能是一条真正的远古巨龙。可眼前这个女人竟然准确看穿了他的真实身份，这出乎意料的看穿反而激起了阿尔特雷斯强烈的兴趣。他忍不住低声冷笑，觉得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被看穿身份的阿尔特雷斯没有生气，反而觉得事情越来越有趣。他直接牵起鲁迪亚的手，迈步走向宴会大厅。在阿蒂尔成年前的这8年，正好能用契约婚姻消磨时间。随后阿尔特雷斯当着所有人的面高调宣布后天举办婚礼，要求在场所有人必须出席。面对突然被定下的婚期，在场贵族被打了个猝不及防。阿尔特雷斯凑到鲁迪亚耳边，戏谑地询问他是否满意。面对皇帝的故意试探，鲁迪亚非但没有动摇，反而回以耐人寻味的微笑。看着眼前不受掌控的女人，阿尔特雷斯嘴角微微上扬，觉得这比普通玩具更有趣。深夜里，阿尔特雷斯看着身旁的鲁迪亚，坦言从未想过会狂热追逐一个人。起初他只当他是消磨时间的玩具，后来只要待在他身边就会感到愉悦，不仅会因他的冒失举动动怒，更会在他遇险时本能挺身相救。在他看来，这种情感就是爱。可莉莉卡却当面否定了他，直言他以为的爱根本不是爱。听着小家伙对爱的解释，向来高傲的君王第一次陷入沉思。如果爱意味着把对方放在第一位，阿尔特雷斯决定试着去爱，而倾注爱的对象理所当然就是鲁迪亚。相处的日子即便并不顺遂，只要有他陪伴自己就很开心。看到他哭泣会感到揪心，每当他难过就忍不住想安抚。直到鲁迪亚第一次主动靠入怀中，那种感觉难以形容。以前看鲁迪亚刻意保持距离，转头亲近别人时，他极度的发狂。直到莉莉卡提醒他，真爱就要连同对方的一切一并包容。即便鲁迪亚只想维持合作，不想听虚情假意的甜言蜜语，可当他第一次展露脆弱时，阿尔特雷斯心中满是欢喜。原本以为能够适可而止，如今却发现早已停不下来。阿尔特雷斯反问，这难道不是人类所说的爱？面对突如其来的坦白，鲁迪亚感到无比困惑。在他的认知里，展现真情只是为了在关系中占据上风，就像当年向阿蒂尔坦白过去那样。可阿尔特雷斯毫无防备的真诚，让他的算计彻底失效。鲁迪亚忍不住出声质问，明明签订了契约，维持有界限的关系难道不好吗？鲁迪亚坚信感情迟早会变，急忙叫停眼前的靠近，强调自己唯一爱的只有女儿莉莉卡。阿尔特雷斯听完忍不住笑出声，指出真正不信任感情的是他自己。随后阿尔特雷斯一步步逼近，直言正是鲁迪亚让自己第一次有了想去爱的念头，体会到了彼此靠近的美好。阿尔特雷斯顺势将鲁迪亚搂入怀中，直言直到遇见他之前，自己从未体会过这种感觉。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一切？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深情表白，两人的心跳瞬间彻底乱了节奏。还没等鲁迪亚缓过神来，阿尔特雷斯却突然身形一晃，整个人脱力般倒在了他的怀里。鲁迪亚连忙将他扶到床边，怀疑他是发烧变得更严重了。阿尔特雷斯却一脸茫然地反问，发烧到底是什么感觉？鲁迪亚这才反应过来，眼前这个强大到非人的存在，大概从出生起就没体会过生病的滋味。看着躺在床上的阿尔特雷斯，鲁迪亚心中却满是不安。面对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存在，真的会接纳软弱渺小的自己吗？
更让他心虚的是，要是阿尔特雷斯发现他是重生的，甚至知晓了他前世的所作所为，当年被丈夫抛弃后，她在贫民窟里整日借酒消愁，直到被巴拉特家族找到，好不容易从泥潭里挣扎出来。她为了往上爬，狠心将女儿莉莉卡嫁给了年迈的伯爵，甚至在爬到权力顶层后，还联手巴拉特家族发动了一场叛乱。回忆起前世的那场叛乱，也是鲁迪亚第一次亲眼见识到皇帝那非人的恐怖实力。面对声势浩大的叛军，阿尔特雷斯仅凭一人之力就降下了毁灭性的力量，瞬间将所有人彻底吞噬，甚至连退路都被全部封死。外界早已传闻，这位皇帝其实是巨龙始祖，难怪先帝当年会突然将他迎回。鲁迪亚心中满是悔意，要是早知道对方强得如此离谱，自己当初绝不会愚蠢的起兵谋反。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巴拉特家族彻底溃败，街上到处都是搜捕叛军的追兵，鲁迪亚只能披荆斗篷，在混乱中拼命逃窜，一心只想活下去。就在他走投无路时，一只手却突然拉住了他，赶来的正是女儿莉莉卡。他二话没说，立刻将满身狼狈的鲁迪亚藏了起来。鲁迪亚本以为女儿贵为伯爵夫人，身份能成为自己的保护伞，可没过多久，莉莉卡也直接被捕入狱。被恐惧吞噬的鲁迪亚甚至开始怀疑女儿会出卖自己，根本不敢去莉莉卡准备的藏身处，只能像只无头苍蝇一样在王都街头惶恐游荡。直到听说广场正在公开处决叛逆，鲁迪亚悄悄混入围观的人群。可当他抬头望向高处，映入眼帘的却是已被处以绞刑的莉莉卡。周围的人群群情激愤，不断叫嚣着要吊死这个叛徒。就在这时，绞刑台上的莉莉卡缓缓抬起头，视线径直穿过密密麻麻的人群，和鲁迪亚撞在了一起。四目相对的瞬间，鲁迪亚脑海里全是恐惧的幻想，生怕下一秒女儿就会指着人群中的自己，向所有人揭发真正的叛徒。极度的慌乱让他本能的想要逃跑，可他又无比害怕，只要自己一移开视线，莉莉卡就会立刻当场喊出他的名字。鲁迪亚不断安慰自己，这么多人，女儿不可能认出他。可两人的视线确实撞在了一起。然而被绑在刑架上的莉莉卡既没有指认，也没有求救，只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迎着他的目光露出了微笑。伴随着行刑机关落下的巨响和周围人群的欢呼，莉莉卡彻底失去了呼吸，而呆立在原地的鲁迪亚直到最后都无法理解那个笑容。在广场上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鲁迪亚跌跌撞撞地逃离了人群，一头扎进了昏暗无人的小巷。他终于彻底安全了。随着莉莉卡的死去，世上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罪行。然而这个念头刚一浮现，绝望与痛苦就瞬间将他吞没。鲁迪亚脱离般靠在墙边，死死捂住嘴，失声痛哭。鲁迪亚从小到大从未从父母或前夫身上得到过爱，所以在他的认知里，世上根本没有爱这种东西。他只想毁掉所有利用过自己的人。直到失去女儿的这一刻，他才终于明白，莉莉卡给予他的一切就是爱，也是这世上唯一真心爱着他的人。极度的悔恨涌上心头，鲁迪亚死死抠着地面的石砖，指尖渗出鲜血，也浑然不觉。他无法接受就这样和莉莉卡永别，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他必须要回去，他绝不能接受就这样和莉莉卡彻底永别。鲁迪亚不顾一切地冲出小巷，拼尽全力奔向了行刑台。他迎着人群大声呼喊，自己才是真正的叛徒，莉莉卡完全是无辜的，让他们放了女儿，处死自己。鲁迪亚径直冲上前去，紧紧抱住了绞刑架上的莉莉卡，守卫瞬间认出了自投罗网的鲁迪亚，一把将他死死按倒在地。倒在冰冷石板上的鲁迪亚心中满是对女儿的悔恨，自己实在太愚蠢，直到彻底失去，才真正体会到莉莉卡无私的爱。如果能再重来一次，他一定要让女儿知道，这份爱彻底唤醒了他这个失职的母亲。被关进死牢的鲁迪亚拼命呼喊，试图用叛乱家族的秘密换取一条生路，只为了能活着再去见莉莉卡一面。然而一切都无法挽回。在全城民众愤怒的唾骂与叫嚣中，鲁迪亚被推上了火刑台，熊熊烈火瞬间将他彻底吞噬。可在意识消散的最后一刻，他脑海里依然只有一个执念，那就是一定要再次回到女儿身边。伴随着时光倒流般的齿轮转动，鲁迪亚真的重获新生，再次听到了莉莉卡对自己的呼唤。如今的他知晓未来的一切，不仅保护莉莉卡展露才华快雷成长，更彻底摆脱了前世的悲惨宿命。看着莉莉卡的笑容和阿尔特雷斯的身影，鲁迪亚心中忍不住升起一丝奢望。如果阿尔特雷斯所说的一切全都是真心话，那即便自己拥有那样不堪的过去，甚至隐瞒了重生的秘密，眼前这个男人也会愿意接纳他吗？独自坐在椅上的鲁迪亚心乱如麻，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如何选择。正因为深知前世有多荒唐，鲁迪亚绝不想再重蹈覆辙，更不想再为错误的决定悔恨落泪。更何况阿尔特雷斯的真实身份是巨龙，他绝不想沦为这种至高存在的玩物。前世见识过那份毁灭性的恐怖力量，让他始终无法将阿尔特雷斯当成同类，哪怕面对他的表白，也依然充满戒备。可如今看着躺在床上的阿尔特雷斯，分明拥有着人类的身心，受伤会感到疼痛，甚至严重了同样会死去。现在的他分明就是个真正的人类，曾经因为他是巨龙而不敢信任。可即便阿尔特雷斯拥有人类的身心，鲁迪亚也无法轻易放下戒备，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纠结。阿尔特雷斯顺势握住他的手，笑着感慨，偶尔生病也不错，能被心爱之人触碰的感觉，原来竟会如此甜美。鲁迪亚暗自吐槽他油嘴滑舌，却突然想起阿尔特雷斯曾说过，爱是一种他无法容忍的情感，
难道他从前也深爱过什么人？活了这么久的阿尔特雷斯身上肯定藏着数不清的秘密。鲁迪亚顿时觉得自己隐瞒重生的事也不用太内疚。两人正好扯平。过了一会儿，阿尔特雷斯轻声询问鲁迪亚，以后愿不愿意把过去的故事说给他听。鲁迪亚半开玩笑的反问，以后会不会拿这些秘密来要挟自己？可他心底却忍不住去想，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或许自己也能彻底坦白重生的秘密。鲁迪亚半开玩笑的调侃说，阿尔特雷斯可是随时都能杀了他。辈出中心思的阿尔特雷斯无奈反问，他是不是故意在打趣自己？鲁迪亚暗自思索，彻底坦白的那一天真的会到来吗？阿尔特雷斯却突然低声开口说，有些时候还没等鲁迪亚反应过来，阿尔特雷斯猛地翻身将他压在身下，直言自己其实更想用另一种方式彻底将他占有。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逼近，鲁迪亚慌忙出声提醒，让他别乱来，毕竟现在还在生病。阿尔特雷斯听完却不以为意，甚至顺理成章地表示，正因如此才要这么做。还没等鲁迪亚把话说完，阿尔特雷斯便径直俯身吻了下来。温存之间，阿尔特雷斯还不忘轻声打趣，说亲自用唇舌来测体温，才会知道究竟烧得有多厉害。如今整个帝国最火爆的话剧当属轰动全城的《珍珠之歌》，在万众期待之下，这部剧终于在剧院盛大开演。为了能抢到2张顶级包厢票，同伴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心血，从通宵排队到终于拿到门票，天气、湿度、温度乃至光线，全都被一丝不苟地确认完毕。大清早炽热的阳光洒在身上，周围路人看着这副狂热的模样，都忍不住窃窃私语，觉得这位小姐简直像疯了一样。莉莉卡如约出现在街头，笑着询问对方是不是等了很久。面对迪亚雷止不住的赞叹，莉莉卡连忙小声提醒，今天可是秘密出行，千万别叫殿下，要改称她为内拉小姐。她还顺便解释了能出门的原因，原来是母亲鲁迪亚突然着了凉，特意让她不用陪护，准许她出来好玩一场。莉莉卡忍不住泛起嘀咕，明明前阵子皇帝陛下才刚生病，难道这感冒还会传染不成？剧院门前早已被挤得水泄不通，盛装出席的人群络绎不绝，四处洋溢着演出开场的喧闹。两人顺利进入剧场内部，放眼望去，座无虚席，金碧辉煌的观众席上满是热烈期盼。莉莉卡忍不住惊叹，居然来了这么多人。迪亚磊见状得意地表示，这部剧的人气本就无可匹敌，而且他们所在的顶级包厢视野绝佳，昨晚通宵排队抢票彻底值了。两人在华丽的包厢里入座，迪亚磊紧紧抱着抢来的周边玩偶，莉莉卡也捧着小时好奇打量。广播提示演出即将开场，全场灯光随之暗了下来，一束聚光灯瞬间打在舞台中央。女主角一登台，莉莉卡就忍不住惊叹，台上的演员居然跟自己长得格外相像。随着剧情展开，舞台上展现出华丽梦幻的王室景象，精湛的表演引得全场观众如痴如醉。然而剧情却突遭变故，一个戴着眼罩的神秘反派骤然登场，让台上的女主角惊恐失色。这意想不到的惊险转折，让包厢里的莉莉卡也看得揪心不已。舞台上的交锋愈发精彩，不仅瞬间引爆了全场观众的尖叫，就连同伴也看得感动落泪。伴随着钟幕的雷鸣掌声，演员们手牵手登台谢幕，这场震撼的演出才算圆满收场。散场后，两人来到露天咖啡座，莉莉卡抱着刚买的玩偶周边，开心的直呼今天实在太过瘾了。迪亚磊也忍不住跟着兴奋复盘，不仅特效比预想的还要华丽，主角争夺家族秘宝的桥段更是让人看得心跳加速。聊到台上气场全开的主演，迪亚磊甚至激动地表示自己也要努力拿到家族传承，成为最强的人物。莉莉卡好奇地询问迪亚磊有没有把自己的打算告诉父母。迪亚磊一边搅拌着冷饮，一边坦白母亲向来随他心意，父亲更是对自己漠不关心，父母甚至从未正式成婚，只是意外生下了他。见莉莉卡露出关切的神情，迪亚磊笑着表示自己如今并不介意，不仅成为了数枚同盟的一员，更是皇女殿下独一无二的知己。而在另一边，被暗自当成劲敌的斐奥德莫名其妙地打了个冷战，坐在能眺望钟楼的露天咖啡座上，迪亚磊暗自庆幸能拥有莉莉卡这个挚友。两人在微风中开心地畅聊起来。莉莉卡突然想起下午2点这里还有一场特别活动，迪亚磊连忙询问起现在的时间。话音刚落，街道上的行人们纷纷停下脚步，惊讶地抬头望向天空，只见钟楼旁的上空正缓缓漂浮着一只发光的独角兽，暗处的神秘人手指轻轻一动，嘴角随之露出一抹冷笑。半空中的独角兽瞬间爆发出刺眼强光，一道刺目地光束从天而降，径直贯穿了下方的钟楼。整座高塔在巨响中轰然瓦解，崩塌的碎石与浓烟瞬间席卷了街道，漫天碎石与烟尘瞬间笼罩了街区，人群顿时乱作一团，四处逃窜。莉莉卡和迪亚磊也被眼前的异变惊呆，路人指着天空发出惊恐的喊叫。谁也没想到，刚才悬浮在半空的独角兽竟然是一头货真价实的魔兽。本该栖息在森林深处的魔兽，竟然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帝都上空，眼看崩塌的钟楼就要砸向地面。莉莉卡果断握紧手中的红宝石，当场展开魔法阵念出了禁止咒语，
绚丽的光芒瞬间席卷半空，急速下坠的巨大钟楼在众目睽睽之下硬生生定格住。惊魂未定的行人们见状，连忙呼喊着趁机寻找掩体避难。谁也没想到，在危急关头出手定格废墟的，竟然是一个年纪尚小的小女孩。莉莉卡拼尽全力维持着魔法阵，巨大的负荷让她渐渐难以支撑。迪亚蕾见状，急得大声呼喊。危急关头，他脑海中猛然浮现出父亲教导的魔法课，咒语咏唱的越详细，爆发出的威力固然越强，但冗长的念咒在实战中根本来不及施展，唯有提炼出核心要素，将其浓缩成属于自己的简短咒语。刚才情急之下，莉莉卡下一时念出了古代语咒语，强烈的魔法光芒瞬间笼罩半空，巨大的钟楼宛如被无形的大手轻轻托住，缓缓平稳地侧倒在街道地面。死里逃生的路人们惊魂未定，看着眼前不可思议的景象，纷纷议论起刚才是否有人施展了魔法。迪亚蕾急忙冲上前扶住脱力的莉莉卡，情急之下喊出的称呼，瞬间引来周围人群诧异的目光。莉莉卡刚虚弱地安抚迪亚蕾，耳边却突然传来一阵清脆的响动，一只小独角兽不知何时悄然浮现在身旁。莉莉卡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独角兽，模样宛如一个精致的布偶，甚至看起来还挺可爱。然而还没等他放松下来，四周突然被刺眼的红光与杂音笼罩，一股强烈的危险感瞬间袭来，人群中猛然爆发出惊恐的尖叫，纷纷慌乱地呼喊着有怪物出现。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把锋利的飞剑破空而出，迪亚蕾手持利刃直扑而来，愤怒地咆哮着让怪物把皇女害回来。莉莉卡惊恐地看着眼前的迪亚蕾，赫然发现对方双眼异样，竟然是将自己错认成了怪物。周围的人群也彻底陷入狂乱，四处充斥着对怪物的惊叫。面对再次斩来的剑刃，莉莉卡迅速念出护盾咒语，硬生生挡下了迪亚蕾的猛攻。耳边不断回荡的刺耳铃音，让莉莉卡立刻锁定空中漂浮的独角兽，意识到正是这声音让人产生幻觉，必须立刻想办法制止它。莉莉卡迅速念出隔音咒语，张开结界，将空中漂浮的独角兽彻底罩住。刺耳的铃音骤然消失，险些刺中莉莉卡的利刃瞬间停在半空。迪亚蕾猛然从狂乱中回过神来，看着眼前安然无恙的莉莉卡，一时难以置信自己刚才竟把她错认成怪物。为了确认真伪，迪亚蕾甚至凑上前使劲闻了闻气味，才彻底肯定眼前正是真正的莉莉卡。莉莉卡连忙向迪亚蕾解释，刚才大家全都中了幻觉魔法，正是独角兽发出的铃音在暗中作祟。被结界困住的独角兽彻底暴怒，全身猛然爆发出刺眼的红光。见情况不对，迪亚蕾立刻一把抱起莉莉卡，拔腿朝着街道外狂奔。莉莉卡在奔跑中回头望去，整条街道早已沦为一片混乱的修罗场。虽然迪亚蕾在声音消失后立刻恢复了理智，但陷入幻觉的其他人显然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彻底清醒。莉莉卡回头惊恐地发现，那只独角兽竟然一路紧追不舍。原本罩在魔兽身上的隔音结界，在暴怒的冲击下布满了裂痕，眼看就要彻底碎裂。千钧一发之际，莉莉卡迅速念动咒语，再次爆发魔力，施展冰冻魔法。半空中的独角兽瞬间被死死冻结，连同护罩一起彻底失去了飞行能力。沉重的冰球从高空笔直坠落，狠狠砸穿了下方的建筑，掀起漫天碎石与烟尘。迪亚蕾抱着莉莉卡在屋顶紧急刹住脚步，忍不住咬牙暗骂那家伙根本是个怪物。还没等莉莉卡反应过来，迪亚蕾便提醒她抓紧，随即再次发力狂奔。伴随着一声呼啸，迪亚蕾抱着莉莉卡直接纵身一跃，整个人竟直飞到了半空之中。看着脚下飞速掠过的屋顶，莉莉卡被这惊人的跳跃立下的眼冒金星，整个人仿佛腾空飞了起来。而在两人身后的远处，那只被封住的独角兽依然没有彻底放弃。迪亚蕾在半空中借势飞起一脚，狠狠踹向被封住的独角兽。然而刚一击中，迪亚蕾便立刻察觉到不对劲，那层结界异常柔软，竟然将刚才那一击的力道尽数吸收。两人随即稳稳落回屋顶。迪亚蕾急忙询问莉莉卡到底会不会使用攻击魔法。见莉莉卡有些发愣，迪亚蕾顺势拔出腰间的短刀，果断提议与其一味逃跑，不如两人联手直接发起反击。莉莉卡果断点头同意。迪亚蕾握紧手中的短刀，两人不再一味后撤，准备正式联手迎击强敌。迪亚蕾再次向莉莉卡确认，得知她掌握的是冰冻魔法，立刻决定以此作为反击手段。远处的独角兽周身泛起强烈红光，正以惊人的速度从半空扑来。迪亚蕾带着莉莉卡在屋顶就位，郑重嘱咐她，只要魔兽进入攻击视野，就立刻相信自己，果断施展魔法。莉莉卡在屋顶做好迎击准备，街道上逃难的人群纷纷抬头，震惊地认出屋顶上的女孩正是皇女。看着直扑而来的魔兽，莉莉卡神情坚定地握紧胸前魔石，随着咒语念出，她当场解除了自身的魔力限制，耀眼夺目的光芒席卷了整座屋顶。在众人的惊呼声中，莉莉卡猛然睁开双眼，当场念出绝对零度的冰冻咒语，耀眼的巨大魔法阵瞬间爆发，半空中扑来的独角兽猝不及防，周身瞬间被极寒冻成冰雕。见目标已被死死控制，一旁的迪亚蕾大喝一声，借势纵身一跃直扑而去。迪亚蕾手持短刀从天而降，对准半空中的目标全力刺下，刀刃扎在冰冻护罩上，瞬间震出大片裂纹。趁着防御出现破损，迪亚蕾怒吼着飞起一脚，重重踹向崩裂的冰层，伴随着一声巨响，
整块寒冰被当场踹得粉碎，破碎的冰屑在半空中化作微光消散。迪亚蕾落回屋顶时险些滑倒，莉莉卡见状急忙上前查看。迪亚蕾的靴子上结了厚厚白霜，面对莉莉卡的关切，迪亚蕾连声解释，只是靴子被冻住，脚并没有受伤，嘴上还不忘逞强说自己没那么弱。还没等两人放松下来，下方街道上突然传来一阵惊呼，两人疑惑的探头朝屋檐下望去，只见死里逃生的人群彻底沸腾，爆发出震耳欲聋的狂欢，纷纷为消灭魔兽的魔法少女欢呼喝彩。街道上的人群挥舞着双手，高呼着皇女与珍珠骑士的名字，欢呼声响彻整个街区。屋顶上的两人面面相觑，一时没反应过来底下是在夸自己。迪亚蕾很快回过味来，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还没等莉莉卡反应过来，迪亚蕾便拉起她的手高高举起，正是向底下的民众致意。看到救命恩人亮相，街道上再次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喝彩，迪亚蕾也彻底沉浸在欢呼声中。迪亚蕾看着身旁备受瞩目的莉莉卡，心里虽然舍不得两人独处的时光，但只要能让莉莉卡开心，也甘愿分享这份荣耀。与此同时，帝都的报纸迅速报道了这起事件。阿蒂尔拿着刚出炉的早报，嘴角带着笑意向人展示。头版头条印着醒目的标题，将魔法少女击退魔兽的壮举彻底传遍了整个帝国。报纸上详细记载着中央广场突遭魔兽袭击的危急时刻，两位少女挺身而出，联手制服了魔兽。报道更是指出，大显神威的正是小说原型莉莉卡皇女，身旁的迪亚蕾则是她最信任的护卫骑士。两人的英勇表现引发了全城轰动。看着报纸上威风凛凛的插图和报道，莉莉卡简直不敢相信这写的就是自己。一旁的阿蒂尔看着激动的莉莉卡，心里暗自觉得她本人要比报纸上可爱得多。各大报社纷纷刊登击退魔兽的报道，侍从们聚在一起，兴致勃勃比对哪家把皇女画得更好。劳夫看着摆满桌面的早报，一脸感动的宽慰莉莉卡说，登上头版难免害羞，这正是魔法少女成名必须承担的代价。面对劳夫一本正经的调侃，莉莉卡无奈直呼怎么连他也跟着起哄。喧闹之余，有人突然提出关键疑问，魔兽究竟是如何凭空出现在帝都中心的？面对魔兽如何出现的疑问，一旁的阿蒂尔主动开口解释，皇帝陛下亲自调查后，在玩偶体内发现了神器的痕迹，那件神器被称为红桃皇后。施术者借助道具是为了隐藏行踪，只要通过这件神器，毫无魔力的普通人也能发动魔法。莉莉卡难以想象是谁在背后操纵。阿蒂尔接着道出关键，红桃皇后的真正能力正是能够复制魔兽的力量。阿蒂尔感到十分不解，这种祸患无穷的神器早已被下令销毁，为何还会重现世间？鲁迪亚端着茶杯不紧不慢解释，私下里总有手艺高超的工匠，哪怕没有魔力也能悄悄修复神器。本以为幕后主使已经趁乱逃脱，皇帝却脸色阴沉的纠正，找到犯人时，对方其实已经被灭口身亡。见阿蒂尔愣在原地，鲁迪亚笑着替皇帝打圆场，说陛下只是不想在后辈面前显得束手无策。阿蒂尔顺着线索继续推测，对方潜入凶险树海抓捕魔兽，难道目的仅仅是为了袭击帝都？鲁迪亚则淡然表示，挥金如土的权贵总能买到罕见之物，此前就有人举报过走私魔兽的行径。皇帝有些意外，鲁迪亚竟然连红桃皇后的秘密都知道。鲁迪亚凑上前笑着回应，在上流社交圈里，消息传播的速度向来超乎想象。皇帝转头交代阿蒂尔，这次叫他过来是为了给案件彻底收尾，免得阿蒂尔觉得自己是在替莉莉卡收拾残局。阿蒂尔冷静表示，莉莉卡的历练与自己积累经验完全是两回事。鲁迪亚顺势再次挑明，他们母子对皇位毫无兴趣。阿蒂尔恭敬行礼后转身退出房间，走在长廊上的阿蒂尔仍在暗自梳理，幕后之人正是利用了红桃皇后，才制造出拥有魔兽力量的危险玩偶。看着莉莉卡与身边人相处融洽，在常人眼中手足声望如日中天时，身为皇太子难免会警惕继承权动摇。虽然莉莉卡身上没有皇室血统，但只要通过与斐奥德联姻，血统问题便能迎刃而解。布兰猛然意识到这点后心神大乱，更现实的问题在于自己身为皇太子无法施展皇室力量，反而是斐奥德拥有这份能力。布兰一眼便看穿了阿蒂尔的心思，这正是阿蒂尔格外反感对方的原因。无法动用血统力量的处境，让他不得不独自面对内心的动摇与质疑。阿蒂尔笑着打趣莉莉卡，说他现在成了大红人，接下来肯定会收到雪片般的拜访信，全都是无法进入内廷的贵族子弟，争相想亲眼见见这位魔法少女。事情果然如阿蒂尔所料，为了回应贵族孩子们的拜访请求，莉莉卡开始频繁前往天空宫。天空宫位于太阳宫下方，是专门接待普通贵族的大型宫殿，占地面积十分辽阔。要想在一天之内逛遍如此庞大的宫殿，去找到那个女孩依然十分不易。就在莉莉卡四处寻访时，身旁突然传来一阵落水声，引得她立刻警觉地转头看去。顺着声音望去，喷泉池边正有几个孩子在拉扯，他们不顾同伴拼命挣扎，死死将人按在水里，不让爬上岸，嘴里还要求对方再多忍耐一会儿。莉莉卡拨开灌木，定睛看去，水中的女孩竟拥有与斐奥德如出一辙的银发与金红双眸，正是自己要找的人。
水中的女孩缓缓抬起头，一眼认出了眼前的皇女。独自深思的鲁迪亚隐隐察觉，眼下局势的发展远比自己前世经历的要快得多。虽然红桃皇后的出现时间大致吻合，但前世对方袭击的是地方城市，目的是为了调虎离山，分散兵力，如今却直接在帝都发难。更让鲁迪亚在意的是手中的密宝，巴拉特家族的私生女丽泽特竟然在这个时候就已经进入了帝都。消息一出，就连谭也忍不住感慨，社交界势必会为了查出他的生父而彻底沸腾。然而在鲁迪亚的记忆中，这位继承了家族美貌、性格却极其残忍的少女，本不该在这个时间点提前登场。鲁迪亚甚至觉得，哪怕最近帝都的魔兽袭击真是丽泽特的手笔，自己也丝毫不会感到意外。照那个女孩肆无忌惮的作风，一旦来到帝都，必定会大张旗鼓，直接闯入皇宫。而事实正如鲁迪亚所料，此时的天空宫水池边，丽泽特正把同伴按在水中。察觉到莉莉卡的到来，丽泽特不慌不忙地抬起头，带着若无其事的微笑，向眼前的皇女打起了招呼。浑身湿透的女孩一把抓住莉莉卡的裙摆，拼命向眼前的皇女哭喊求救。可身后的丽泽特却完全无动于衷，只是挂着诡异的微笑，嘴里不断机械般重复着问候。莉莉卡敏锐地察觉到，对方虽然拥有和斐奥德一样的银发金眸，感觉却截然不同，完全让人捉摸不透。面对莉莉卡为何反复问好的疑惑，丽泽特微笑着回答，自己只是高兴终于有人肯听他说话。见状，莉莉卡转头询问受害女孩能否站起，是否需要帮忙叫医生。惊魂未定的女孩却慌忙摇头拒绝。莉莉卡注意到女孩身上带着血迹，女孩却吓得不敢声张，只慌忙坚称血很快就会止住。就在气氛僵持之际，斐奥德突然现身，喊住了丽泽特。他快步走上前，关切地扶起倒地的女孩，询问对方能否站起身来。受惊的女孩顿时委屈地哭出声。见斐奥德护着对方，丽泽特立刻气鼓鼓地指向水池，大声辩解，是对方先把自己的玩偶扔进了水里。斐奥德没有多说什么，直接伸手从水池里捞出了玩偶。丽泽特一把接过来，紧紧抱在怀里，开心地扑上去抱住斐奥德，喊起了哥哥。这声称呼让莉莉卡大吃一惊。斐奥德转过身，正式介绍，眼前这个女孩其实是自己的妹妹。斐奥德解释说，自己也是最近才知道她的存在。妹妹从小在乡下的修道院长大，因不懂贵族礼节，才惹出了麻烦。斐奥德带着妹妹主动低头致歉，见对方态度如此诚恳，莉莉卡和受惊的女孩也只能表示不再计较。看着斐奥德带着妹妹离开的背影，周围的贵族私底下议论纷纷，嘲讽巴拉特家族如今竟然沦落到连这种不懂规矩的孩子都要公之于众，要是换作从前早就暗中处置掉了。听到这些冷酷的议论，莉莉卡忍不住扶额叹气。即便在宫里生活了3年多，她依然无法适应贵族们这种无情的思维。不久，关于丽泽特的流言便四处传开，大家都觉得这个成天抱着玩偶、几乎不开口说话的女孩十分古怪。更有甚者开始私下质疑她的真实身世，猜测她的年纪根本对不上先代大公在世的时间。虽然天空宫的落水事件被悄悄压了下来，但随着丽泽特的突然现身，斐奥德还能否带着妹妹顺利出席接下来的庆典也成了未知数。期盼已久的秋日庆典终于到来。过去在贫民窟为了谋生奔波，哪怕知道过节也无暇顾及。成为皇女后，身居宫中，甚至不知外界节庆何时开始。如今终于有了体验庆典的机会，然而现实却和她的设想截然不同。为了能顺利溜出皇宫，莉莉卡只能悄悄藏在运货马车的空箱里，一路随着颠簸被晃出了宫门。时间倒回1小时前，布林妮有些担忧地提醒，没有得到皇后的正式许可，私自前往秋日庆典恐怕不太妥当。莉莉卡端起茶杯，表示阿蒂尔让她先稍安勿躁。布林妮随即转头看向一旁的阿蒂尔，怀疑这位皇子殿下又想随心所欲地把妹妹带出宫。阿蒂尔漫不经心地反驳，自己绝不可能让妹妹在毫无防备下外出，反正护卫们明天也会暗中尾随保护，根本无需过分操心。侍从们虽然同意暗中护卫，但也指出皇女如果不做任何伪装，在人群中必定会格外显眼。听到这里的阿蒂尔却成竹在胸，然而当他自信满满的亮出伪装方案时，眼前这套夸张又诡异的行头却直接让在场的所有人目瞪口呆。护卫们忍不住当场吐槽，这身打扮走在路上反而更扎眼，甚至好奇他从哪弄来这些古怪衣服。阿蒂尔顺水推舟，转头把重新伪装的任务推给布林妮。在莉莉卡的劝说下，布林妮只好妥协，带着护卫去重新打理行头。房间里只剩下兄妹2人，莉莉卡忍不住追问他到底有没有拿到正规的外出许可。面对阿蒂尔意味深长的反问，莉莉卡立刻明白他根本没有请示。阿蒂尔却毫不在意，笃定2人的房间结构里藏有暗道。摸清机关位置后，阿蒂尔催促莉莉卡赶紧带好伪装，准备从秘密通道溜出皇宫。布林妮和护卫挑好伪装，行头回到房间，一推开门，却发现屋里早已空无一人。2人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2位殿下已经偷偷溜出了宫。此时已经坐在出宫马车里的莉莉卡，心里满是对侍女和护卫们的愧疚。阿蒂尔却在一旁吐槽，她这身打扮看着简直和皇后一模一样。莉莉卡辩解，如果不做伪装，在外面碰到斐奥德很容易暴露身份，更何况2人约好的明明是明天。阿蒂尔总是随心所欲，擅自做主。阿蒂尔却不以为然地提醒，要是真按原计划明天再去，护卫们必定会像影子一样全程紧跟，到那时根本别想好好体验庆典的气氛。
阿蒂尔亮出一把防身用的眩晕枪，让莉莉卡放心，自己绝对能保护好她的安全。趴在车厢里的莉莉卡却还在懊恼，没能提前给斐奥德送封信打个招呼。阿蒂尔见状收起笑意，提起最近帝都闹得沸沸扬扬的魔兽袭击，任谁都能看出是有人故意放进来的，尤其是那些做成人偶模样的魔兽，背后显然藏着极大的疑点。他和禁卫队顺着线索暗中调查，却在关键情报上碰了壁，就像当初莉莉卡提到的贫民窟人口贩卖事件一样，追查到最后同样彻底断了线索。所以他才决定亲自去贫民窟一探究竟。得知阿蒂尔的真正意图，莉莉卡立刻主动提出帮忙，表示贫民窟曾是自己的地盘，由他来带路最合适不过。随着马车缓缓停在热闹的街市旁，两人终于抵达了目的地。阿蒂尔率先跃出车厢，招呼莉莉卡赶紧下车。刚跳下车就被车夫抓了个现行，阿蒂尔立刻上前编造借口，谎称两人是在宫里跑腿迷路才偷偷搭车，三两下就将对方糊弄了过去。就在莉莉卡感叹他扯谎熟练时，身后突然传来一声熟悉的呼唤，回头一看，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斐奥德。面对莉莉卡为何能一眼认出自己的疑惑，斐奥德微笑着表示，无论他藏在哪里，自己都能找到。阿蒂尔一转头发现有人搭讪妹妹，立刻警惕地冲过来，把莉莉卡护在身后，警告她别离开自己身边。莉莉卡这才赶紧提醒，眼前的人其实就是斐奥德。阿蒂尔坦白自己早就通知了斐奥德，虽然心里很不情愿，但毕竟同属树莓同盟，总不好故意瞒着对方。斐奥德笑着调侃，很庆幸这次没一见面就大打出手。见阿蒂尔能克制脾气，不再当场炸毛，莉莉卡忍不住夸他长大了，真懂事。被夸奖的阿蒂尔一脸莫名其妙，嘴硬坚称自己根本不想和那家伙扯上关系。斐奥德顺势补刀，既然是你主动找来，就说明事情也不过如此，把阿蒂尔气得暗自咬牙。眼看两人又要较劲，莉莉卡连忙提议去见一位自己的熟人，既然都来了贫民窟，正好顺路过去打个招呼。听完阿蒂尔刚才提到的调查困境，他觉得这位熟人或许能帮上忙。面对阿蒂尔对贫民窟人员是否靠谱的怀疑，莉莉卡胸有成竹地揭晓，要见的人正是那位擦鞋匠。确认莉莉卡提到的擦鞋匠就是他平时常挂在嘴边的那个人后，莉莉卡向两人解释，对方在贫民窟生活了很久，或许能顺藤摸瓜查到当地地下势力的线索。听到地下势力这个词，阿蒂尔露出一丝疑惑，一旁的斐奥德倒是不介意，表示顺路过去看看也无妨。然而阿蒂尔对斐奥德依旧充满敌意，暗自放狠话，想找机会收拾对方。斐奥德也毫不示弱地出言回敬，夹在中间的莉莉卡顿时一阵头疼。斐奥德随后收起玩笑的语气，向两人解释起这个地下势力的来历。因为贫民窟不受皇城守卫庇护，底层平民为了谋求生存和利益，才不得不抱团组建起这股势力。听到阿蒂尔把对方定性为犯罪集团，斐奥德表示自己并不清楚具体内情，阿蒂尔则开始怀疑此前调查受阻或许正是这些组织暗中作梗，但心里依然吃不准，一个普通的擦鞋匠真能掌握关键情报？见莉莉卡眼巴巴地望着自己，阿蒂尔彻底招架不住，只好妥协答应一同前往。莉莉卡暗自庆幸哥哥容易被说服，阿蒂尔却话锋一转，提议难得来一趟庆典街道，顺便好好逛逛也不算浪费，甚至拿他特意戴上的假发开起玩笑。被调侃的莉莉卡有些局促，斐奥德顺势上前替他解围，夸赞他这身传统服饰配上金发显得格外动人。面对斐奥德面不改色的直白赞美，莉莉卡羞得满脸通红，一旁的阿蒂尔更是被肉麻的当场抓狂。阿蒂尔随后认真提醒莉莉卡，如今在帝国名气不小，如果不做这番金发伪装，走在街上肯定会立刻被人认出。正当三人闲聊时，周围却突然传来一阵异样的动静，阿蒂尔和斐奥德的神情瞬间警惕起来。原来街边传来的骚动是一场正在街头公开上演的人偶剧，台上的魔法少女挥舞魔杖，演的正是最近魔兽袭击被击退的故事。阿蒂尔没想到击退魔兽的事这么快就被编成了街头戏剧，一旁的斐奥德也忍不住跟着感叹，莉莉卡则捂着脸小声辩解，自己当时根本没说过那么羞耻的台词。然而在热闹围观的人群中，几个心怀不轨的家伙盯上了变装的莉莉卡，正暗中商量着用请吃饭的借口上前搭讪。可他们的话还没说完，阿蒂尔冰冷而凌厉的目光就如同利刃般狠狠刺了过来，瞬间吓得对方僵在原地。斐奥德也同时投去充满敌意的冷光，两人散发出的可怕压迫感，吓得搭讪者自知惹错了，很绝色，悻悻地缩回人群，溜之大吉。被两人严密护在身后的莉莉卡被这剑拔弩张的阵势搞得有些局促，赶紧拉起两人快步离开，催促他们趁天黑前尽快去见擦鞋匠。阿蒂尔却一点都不焦急办正事，吵着难得来一趟庆典集市，必须把沿街小吃尝个遍，不仅打定主意要吃烤乳猪，还顺口问起莉莉卡喜欢什么美食。正聊着小吃话题，前方广场忽然传来巡回剧团的演奏声，斐奥德顺势提议过去看看热闹，莉莉卡立刻兴奋地答应下来。舞台上乐手与舞者热情演奏，欢快的气氛瞬间感染了全场观众。莉莉卡看得双眼放光，连连喝彩。一旁的斐奥德看着她投入的可爱模样，也忍不住暗自失笑。耳边响起的熟悉旋律让莉莉卡觉得格外亲切，她很快回想起歌词内容，忍不住跟着欢快的节奏小声唱了起来。阿蒂尔和斐奥德站在一旁静静注视，莉莉卡越唱越投入，整个人群的气氛也越发热烈高涨。
台上的领舞者注意到了跟唱的莉莉卡，伴随着周围观众的阵阵欢呼声，舞者主动走下台向她伸出手，热情邀请她一起加入广场舞蹈。莉莉卡欣然接受邀请，欢快地融入人群中央，翩翩起舞。伴随欢快的歌声与鼓点节奏，现场气氛被彻底推向了最高潮。斐奥德顺势上前牵住莉莉卡的手，笑着感叹场面闹得越来越盛大。看到斐奥德牵起妹妹的手起舞，阿蒂尔瞬间炸毛，冲了上来，一把将斐奥德推到一边，霸道宣称妹妹在庆典的第一支舞理所应当属于自己这个哥哥。莉莉卡笑着欣然应和哥哥的要求，谁知刚在人群中摆好起舞架势，阿蒂尔就心虚的低声问起舞步怎么跳。原来这位皇子根本不会这种民间舞，反而指望莉莉卡来给自己领舞。莉莉卡无奈，当场坦白自己其实也根本没学过这种舞步。斐奥德顺势上前替两人解围，提醒他们跟着周围舞者的动作模仿就好。在斐奥德的带领下，莉莉卡跟着音乐节奏融入人群起舞，被晾在一旁的阿蒂尔气得暗自咬牙。斐奥德笑着感叹，大家都沉浸在庆典的热烈气氛中。莉莉卡笑得格外灿烂，兴奋地表示这还是她头一次体验庆典活动，难怪大家都会这么热情高涨，觉得眼前的一切简直有趣的不可思议。听到这番话的斐奥德神色猛然一怔，停下舞步，满是难以置信的追问：这难道真的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庆典？莉莉卡坦言，过去在贫民窟时，每天都忙着干活，只能躲在小巷里看着人群路过，根本没有机会参加庆典。以前她总不明白大家为何这么兴奋，如今亲身体验，才终于懂得，只要置身于庆典之中，就会让人觉得格外特别。听着这番话的斐奥德有些出神，手上不自觉地加重了力道，直到莉莉卡吃痛叫出声，他才猛然回过神，慌忙松手道歉。莉莉卡却连忙让他别放手，担心一旦被汹涌的人潮冲散，就会像身后的阿蒂尔一样走丢。斐奥德看着眼前的莉莉卡，认真地向她承诺，就算真的走散，自己也一定会想尽办法找到她。在热烈的庆典氛围中，莉莉卡与斐奥德一同起舞。等几人重新聚到一起，莉莉卡有些抱歉地向阿蒂尔认错，怪自己刚才不小心被人群冲散。阿蒂尔却并不在意，表示多亏走散，自己顺势打听到了重要情报。阿蒂尔神色严肃地透露，贫民窟的小巷深处最近出现了一个浑身纯白、分不清是人还是野兽的怪物。不仅如此，当地的地下组织还宣称，一旦出事，组织会全权处理，让大家不必担心。三人找了处摊位坐下，阿蒂尔一边琢磨那怪物的传闻，一边张罗着先填饱肚子。初次尝到炭火烤肉的莉莉卡，顿时被浓郁的肉香彻底征服。阿蒂尔正暗自梳理着地下组织的线索，思绪却忽然被两人的互动打断。他猛然意识到，斐奥德一直亲昵地叫着莉莉卡的小名，而莉莉卡也毫不避讳地用昵称回应。警惕心大起的阿蒂尔当场沉下脸，质问斐奥德作为巴拉特家族的少爷，特意邀莉莉卡出来，到底有何居心？甚至怀疑这背后全是他母亲在暗中指使。阿蒂尔冷冷指出，莉莉卡虽官有王族姓氏，却无血缘，斐奥德也并非直系继承人，只要斐奥德设法娶了莉莉卡，就能顺理成章将自己挤走，夺取王位。这做派完全像他母亲能策划出的手段。面对夺取王位的质疑，斐奥德斩钉截铁地表示绝不可能。阿蒂尔却并不买账，冷笑着质问凭什么信他。斐奥德收起笑容，从容反击，直言阿蒂尔如此焦虑，恐怕是自己心里在害怕王位不稳。被戳中痛处的阿蒂尔当场暴怒，一把揪住斐奥德的衣领。斐奥德却冷冷提醒，阿蒂尔当年失去资格，正是拜巴拉特家族所赐，如今这副气急败坏的模样，未免太难看。阿蒂尔怒斥是他先跑来招惹单纯的妹妹，斐奥德却嘲讽他依旧冲动暴躁，丝毫没有吸取过去的教训。两人当场扭打在一起，掀翻的动静下的一旁的莉莉卡惊慌失措。正扭打在一处的两人，突然被一道冰冷的视线锁定。阿蒂尔猛地察觉不对，警惕地抬头望去，只见高处的露台上，阿尔特雷斯正高临下的俯视着他们，而站在他身旁的正是微服出巡的鲁迪亚。阿尔特雷斯不动声色地隔空打着手势，警告他们上面正在开会，质问几个小家伙怎么会跑来这里，限他们立刻老老实实回家，否则就把这件事当场捅给鲁迪亚。被抓了个现行的两人瞬间僵住，当场吓得不敢再动弹半分。被抓包的两人赶忙装傻打圆场，声称表兄弟打闹2下很正常。眼看牢夫没有当场拆穿，莉莉卡赶紧招呼大家趁机开溜。逃进小巷的三人一路小跑，莉莉卡忍不住琢磨起长辈的八卦，阿蒂尔则催促别管闲事，眼下最要紧的还是按原计划去见擦鞋匠。然而刚踏进贫民窟的地界，巷子里就传来一阵嘈杂的叫嚷，喧闹声甚至直奔他们而来。见莉莉卡的伪装有些凌乱，两人赶忙护着她绕道换路，生怕她被人认出，引发更大的骚乱。阿蒂尔一边带路一边忍不住打趣，直呼跟大名人出门实在太累。莉莉卡则红着脸抗议，央求哥哥别再拿自己开玩笑。晚霞下的庆典依旧热闹非凡，空气中飘着美食的香气，街巷里到处回荡着欢快的乐声。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份属于庆典的美好很快就会被彻底打破。走进贫民窟深处，阿蒂尔察觉四周阴暗的反常，莉莉卡也敏锐地发现异样，断定这里以前绝不是这副模样。正当几人疑惑时，耳边突然炸开刺耳的异响，阿蒂尔和斐奥德瞬间警惕，下意识将莉莉卡护在身后。四周悄然回荡起传闻，最近贫民窟游荡着一个纯白的身影，没人分得清他究竟是人还是凶残的野兽。只见昏暗的血泊之中，一个浑身缠满绳索、沾满鲜血的诡异白袍怪人正一步步朝他们逼近。
阿蒂尔拔枪精准击中怪物要害，对方却毫无反应，身上连一滴血都没有留下。眼看怪物再度逼近，菲奥德果断释放烈火阻击，催促阿蒂尔立刻带莉莉卡离开。阿蒂尔咬牙拉着莉莉卡转身狂奔，莉莉卡担忧地喊着不能丢下同伴。阿蒂尔一边加快脚步，一边安抚说菲奥德绝不会有事。留下的菲奥德孤身立于烈焰之中，正面截断怪物的追击路线，凭借塔卡尔家族的神力将敌人死死阻挡在前方。阿蒂尔嘴上虽然出言安慰，心底却满是不甘与自责。如果自己也能调动神力，绝不会像现在这样仓皇逃跑。可脑海中闪过的那场血色惨剧，却时刻提醒着现实。自从那天变故之后，他就彻底失去了运用神力的能力。阿蒂尔突然猛地刹住脚步，迅速抬手朝前方扣动扳机。幽暗的街巷尽头，赫然又冒出一名白袍怪物，被子弹连续击中，依旧毫发无伤。撤退路线被彻底截断。阿蒂尔急忙将莉莉卡掩护在身后，催促他立刻掉头逃跑，回去寻找先前见过的皇帝求援。交代完毕退路，阿蒂尔毫不犹豫拔出短刃，迎着逼近的怪物正面冲杀上去。本以为能够突袭得手，不料怪物反手死死钳住他的脚踝，将他整个人强行压制在半空。千钧一发之际，莉莉卡竟然折返回来，周身骤然爆发耀眼的粉色光芒，凭借神力硬生生将怪物逼退。阿蒂尔又惊又急地责备他不该回头，莉莉卡却大声回应绝不抛下他不管，随即全力催动周身神力，坚定地挡在阿蒂尔身前。莉莉卡立刻展开坚固的神力结界，白袍怪物挥起重拳狠狠砸落，护盾硬生生抗下了沉重轰击。阿蒂尔急忙出声提醒他盯紧敌人，莉莉卡随即运转更强的神术，准备彻底封锁怪物的行动。眼前的怪物却突然露出诡异冷笑，暗处注视战局之人低声嫌弃麻烦。怪物随即抬起沾满鲜血的手掌，掌心赫然浮现出一模一样的神术法阵，让莉莉卡当场震惊失神。莉莉卡猛然察觉体内的神力彻底失控，顺着对面的法阵源源不断被强行抽走，失去神力支撑的护盾瞬间碎裂，莉莉卡脱力倒下，被阿蒂尔慌忙上前一把扶住。眼看两人彻底失去防御，怪物脸上浮现出得逞的狞笑，猛然朝着毫无还手之力的两人暴冲而来。扑面而来的杀机让阿蒂尔瞳孔骤缩，面对迎面扑杀而来的绝境，阿蒂尔毫不犹豫俯下身躯，用自己的后背死死将莉莉卡护在怀中。就在攻击即将落下的刹那，伴随着一声冰冷的警告，狂暴至极的蓝色神力轰然爆发，刺眼的雷光瞬间席卷全场，将两人牢牢庇护在风暴中心。阿蒂尔看着掌心跃动的雷光，难以置信地笑出了声。他一把将莉莉卡紧紧搂入怀中，内心满是对她的感激。当年保姆离世后彻底沉寂的神力，终于在这一刻彻底苏醒，自己也真正重新成为了塔卡尔的一员。解决完敌人的菲奥德赶来会合，看到眼前的惨烈景象，立刻猜出阿蒂尔已经重新找回了神力。在得到阿蒂尔的肯定答复后，菲奥德由衷地向他道贺，恭喜帝国终于赢回了名正言顺的皇储。两人战斗结束后顿感饥肠辘辘，正商量着待会儿去吃点好吃的，菲奥德便转头询问莉莉卡的意见。可莉莉卡一看到他浑身是血的模样，胃里顿时一阵翻江倒海，忍不住当场剧烈干呕起来，让两个少年瞬间不知所措。看着眼前满地的血腥与狼藉，莉莉卡眼含泪水，心中满是委屈与难过。今天原本该是一场璀璨欢快的庆典，在晚霞与飘扬的旗帜下，街头本该弥漫着诱人的美食香气，到处回荡着欢快的乐曲与笑声，原本应该度过这样美好的一天才对。残暴的血腥杀戮化作阴影，在莉莉卡脑海中挥之不去，内心的恐惧几乎将她彻底吞噬。菲奥德浑身浴血的冰冷神态，更让眼前的一切显得无比可怖。阿蒂尔急忙出声为杀戮辩解，大声强调他们只是解决了袭击者，如果不下死手，死在当场的就会是他们自己。莉莉卡虽然明白反击的道理，可面对残酷的血腥现实，内心依然无法平复。菲奥德提醒阿蒂尔别对公主太凶，阿蒂尔连忙辩解自己不是故意的，赶紧低头向莉莉卡道歉。莉莉卡难过的表示，如果成为皇室就必须习惯这种杀戮，那他可能永远都成不了真正的皇族。阿蒂尔刚想急着反驳，就被菲奥德一把拦下。菲奥德温声向他道歉，坦言是他们没有顾及到他的感受，并安慰他保持现在的样子就很完美。菲奥德接着俯下身宽慰莉莉卡，要是他真的笑着夸奖他们杀光坏人，自己反而才会觉得吓一跳。莉莉卡终于被这番话逗得破涕为笑，看到他不再难过，菲奥德也露出了温柔的笑容。菲奥德轻声安抚莉莉卡，让她先在一旁好好休息，等他们清理完现场就立刻离开。看着菲奥德转身离去的背影，莉莉卡的心情无比复杂。记忆中那个沐浴在阳光下温柔陪伴在身旁的少年，如今脸上却满是可怖的血迹，即便浑身浴血，他也依然露出了熟悉的微笑。这完全陌生的一面让莉莉卡的心口止不住的发痛。望着两人忙碌善后的身影，莉莉卡茫然的低下了头，甚至不知道接下来该用怎样的表情去面对他们。莉莉卡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曾经坚定对父亲说过的一番话，如果一个人只喜欢月亮明亮的一面，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爱月亮。若是只接纳对方美好温和的模样，又怎么能说是真心对待一个人？想要爱月亮，就必须连同他冰冷阴暗的月海一同包容。
曾经脱口而出的道理，如今化作最清晰的声音在心头回响。看着眼前为了保护自己而沾满鲜血的伙伴，莉莉卡终于彻底释怀。若是无法接纳他们身处绝境时的残酷，自己又凭什么说是在乎他们？莉莉卡主动叫住阿蒂尔和斐奥德，坦白自己刚才确实非常害怕，但就算看到他们这副模样，自己也依然深深喜欢着他们。阿蒂尔忍不住一把将莉莉卡紧紧抱住，嘴上骂着傻瓜，却低声安慰说这就足够了，承认自己刚才也急得失去了理智。一旁的斐奥德也温柔地出声宽慰。莉莉卡伏在阿蒂尔肩头，看着浑身浴血却依然微笑着的斐奥德，泪水却彻底决堤。每次只要看向斐奥德，心口就酸涩得像塞满了吸饱水的棉花，难受的只想放声大哭一场。幽暗的巷口突然亮起火光，伴随着一阵调侃的说话声。对方戏谑地说他们闹出的动静可真不小，本想过来帮忙，看来这里已经用不上他了。突如其来的声音让阿蒂尔和斐奥德瞬间警惕。莉莉卡好奇地顺着声音抬头望去，看清来人的瞬间，竟然惊喜地大喊出擦鞋大叔。对方笑着跟莉莉卡打了个招呼，看着眼前这个气场不凡的神秘男人，阿蒂尔和斐奥德当场愣在原地，完全不敢相信，这居然就是莉莉卡口中的擦鞋匠。换好干净衣服的阿蒂尔闻了闻身上的味道，有些担心血腥味还没散干净。斐奥德表示闻不出来，反倒更担心莉莉卡刚才受到的惊吓。听到斐奥德亲昵地直呼莉莉卡的名字，阿蒂尔心里忍不住一阵犯嘀咕。不远处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擦鞋大叔一把将莉莉卡抱了起来，热情地跟他续起就来，还打趣他是不是还在被母亲刁难。莉莉卡急忙捂住大叔的嘴，大声辩解母亲早就变好了。看着两人旁若无人地亲近互动，旁边的阿蒂尔和斐奥德看得直冒火，心里满是对这个男人的戒备。阿蒂尔回想起不久前男人熟练地吩咐手下处理残局，随后便将他们带到了这间酒馆。整间屋子里暗藏着不少眼线，发号施令的姿态绝非普通平民。阿蒂尔索性当面挑明，质问他绝不只是个擦鞋匠。男人听后却只是从容地笑着反问阿蒂尔究竟是从哪里看出来的。阿蒂尔没好气地在心里吐槽，眼前这个满身首饰抽着雪茄的男人怎么看都不可能只是个擦鞋匠。男人随手打了个响指，动作麻利地套上工作帽，笑称只要到了白天，自己随时都能变回勤劳的擦鞋工。敷衍的模样让在场三人一阵无语。男人压低帽檐，收起玩笑神色，坦白擦鞋指是白天的伪装，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名情报贩子。紧接着便当面点破了两人的身份：皇太子与巴拉特家的小公爵。阿蒂尔和斐奥德眼神一沉，意识到对方从一开始就对他们了如指掌。男人转头向莉莉卡道歉，隐瞒了实情。莉莉卡却得意地扬起嘴角，表示自己其实早就看出大叔绝非普通人。约翰坦言莉莉卡给他引荐了合适的人选。阿蒂尔没有废话，直接质问刚才袭击他们的究竟是什么怪物？贫民窟的绑架案是否与那个神秘组织有关？约翰笑着解释，对方只是自己的委托人之一，刚才的袭击完全是场意外，那些凭空出现的怪物根本无法用常规手段杀死，他们原本只是负责关押，却在庆典期间被怪物逃脱，才撞上了他们。约翰反问三人是否知道怪物的底细，阿蒂尔没好气的表示他们怎么可能清楚。一旁的斐奥德却若有所思的沉默下来。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愤怒的呵斥，酒馆大门被人猛地撞开，突如其来的动静让屋里的所有人瞬间一惊。门外的人大声质问他们把自己的女儿藏到了哪里，伴随而来的还有手下被打飞的惨叫。熟悉的吼声让莉莉卡瞬间听了出来，来人竟然是自己的母亲鲁迪亚。阿蒂尔满脸难以置信，平日里端庄优雅的皇后陛下，私下里居然如此暴躁。约翰无奈地揉着耳朵，吩咐手下放行，吐槽鲁迪亚还是和以前一样吵闹。鲁迪亚满脸惊慌地冲进屋内，一把将莉莉卡紧紧搂入怀中，后怕地反复确认她有没有受伤。门外的阿尔特雷斯收刀入鞘，冷冷地表示自己只是用刀被打晕，并未伤及性命。鲁迪亚仍心有余悸地念叨个不停，责怪莉莉卡不该一声不吭偷偷跑出来。鲁迪亚气愤地指责约翰，不仅把无辜的小女孩拐来这种破地方，当初居然还妄想过收养莉莉卡。约翰立刻大声喊冤，辩解自己只是为了保护莉莉卡的安全，提收养也是因为同情她有这样的母亲。收养两个字刚一出口，斐奥德和阿蒂尔瞬间沉下脸，身后的阿尔特雷斯更是直接亮出武器，满身杀气地逼问他算什么东西。眼看约翰还要抱怨，莉莉卡赶紧一把捂住他的嘴，提醒他明明教过自己不能当面说别人母亲坏话。历经一番波折与混乱，众人终于与这位情报工会的主人正式相见。掌控着地下情报网的约翰一直都在刻意躲避鲁迪亚，只因他见过鲁迪亚在贫民窟时落魄的模样，甚至在前世也是如此。在前世的一场宴会上，约翰就曾当面嘲弄他，居然认不出想收养他女儿的人，骂他是这世上最差劲的母亲。那时这番话让鲁迪亚愤怒不已，可如今回想起来，若是前世约翰没有一直躲着他，在莉莉卡狩猎寄遇袭以及后来中毒倒下时，他就能借助情报网更早揪出真凶。鲁迪亚收回思绪，冷冷注视着眼前的约翰，既然他不再继续东躲西藏，那今天他们之间注定要有一场漫长清算。看着眼前依旧耀眼夺目的鲁迪亚，约翰为了自身安全，决定假装不知道他们的尊贵身份，
阿尔特雷斯要求2个孩子先回家，阿蒂尔却急忙出声抗议，强调自己同样是来追查线索，以帝国皇太子的身份请求留下，最终得到了留下的许可。一旁的阿尔特雷斯顺势向阿蒂尔道贺，恭喜他重新找回了神力。听到这句话的鲁迪亚心头猛然一震，在前世，直到阿蒂尔成为皇帝直至死去，都未曾成功使用过神力。命运的改变让鲁迪亚感慨万千，他握住阿蒂尔的手，由衷送上祝福。随后，鲁迪亚转过身看向莉莉卡，眼神中透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温柔地问女儿相不相信妈妈。莉莉卡和斐奥德直接被关在了门外，两人无奈地面面相觑，意识到他们这是彻底被大人们赶了出来。折腾了这么久，浑身的疲惫瞬间涌了上来，两人索性在门旁的空地上坐下休息，等待搜寻的侍从和禁卫队找过来。莉莉卡好奇劳夫他们是否真能找到这里。斐奥德笑着安慰他，无论是高飞的乌鸦还是嗅觉灵敏的狼，都有着绝对敏锐的追踪本能。夜色静静笼罩着两人，莉莉卡把头埋在手臂间，稍作歇息。身旁的斐奥德转过头看着他，轻声问他明天要不要再见一面。回到寝宫，躺在床上的莉莉卡被布林妮问起，是不是和斐奥德约好明天再去城外那片枫叶森林。布林妮笑着打趣他，明天可千万别再偷偷溜出去了，今天为了寻找失踪的皇女和皇太子，整个太阳宫都快被彻底翻了过来。更离谱的是，连皇帝和皇后也跟着不见了踪影，最后逼得宰相和骑士团全员出动，满城寻找这任性的一家人。宰相甚至大笑着调侃，莉莉卡能闹出这么大动静，才算真正融入了塔卡尔家族，吓得莉莉卡连忙哭着向布林妮道歉。布林妮笑着安慰她，不用当真，侍从们早就习惯了皇室一家的行事作风。莉莉卡随即好奇地打听，这个季节去野营通常都会做些什么。布林妮告诉她，现在的森林地面上应该铺满了栗子壳。布林妮建议明天可以去溪边抓鱼，配上新鲜的栗子烤着吃，要是天气变冷，还能在萤火旁煮上一壶热可可。与此同时，斐奥德独自走在夜色中，回想着刚才遭遇的怪物。交手时，怪物滑落的兜帽下露出了银发和金红色的双眼，那正是巴拉特家族独有的特征，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模一样。怪物的瞳孔早就彻底散大，说明那具躯体其实已经死去，完全是被人用力量操控的傀儡。捏碎从怪物身上留下的碎屑，斐奥德脑海中浮现出一张诡异的笑脸，低语着念出幕后之人的名字：利泽特·巴拉特。寝宫里的莉莉卡静静躺在枕边，轻声感叹，虽然今天遇到了危险，但心里依然觉得很开心，更满怀期待地盼望着明天的到来。在布林妮温柔的安抚下，莉莉卡很快沉沉睡去。梦里她来到了被枫叶染红的森林，布林妮、阿尔特雷斯和斐奥德都在身边。跳动的萤火前，莉莉卡红着脸，正想对斐奥德说些什么，耳边却突然传来了布林妮焦急的呼唤。莉莉卡迷迷糊糊睁开双眼，只见布林妮神情凝重地转达：陛下正在紧急召见，皇帝命令他立刻带上神器，马上动身赶往贫民窟。莉莉卡满脸困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就要出发，难道大家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吗？布林妮强压着慌乱安抚莉莉卡，语气沉重地透露：是皇后，陛下出事了。莉莉卡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甚至怀疑自己还在噩梦之中。等她跌跌撞撞赶到贫民窟的小屋，猛地推开大门，屋内的气氛早已凝重到了极点。坐在床边的阿尔特雷斯神色凝重，看到赶来的莉莉卡，声音颤抖地唤着她的名字。床褥中的鲁迪亚面色惨白，用微弱的气息轻声呼唤女儿过去。看着母亲虚弱痛苦的模样，莉莉卡瞬间泪流满面，惊恐的几乎喘不过气来。阿尔特雷斯沉痛地解释，在莉莉卡回宫之后，鲁迪亚突然遭遇嫡媳不幸身负重伤。鲁迪亚安静地躺在床上，表面上似乎看不出严重的伤口，但被子下的轮廓却显得异常空瘪，浓烈的血腥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莉莉卡颤抖着想要上前确认，阿尔特雷斯一把伸手紧紧按住了她，沉声叮嘱她千万别看，就算不看也能施展治愈力量。心跳声在耳边剧烈回响，莉莉卡低头紧紧握住双手，不敢想象被此下掩盖的惨状。莉莉卡捡起掉落的神器，不断在心里安慰自己，只要念出治愈咒语，就一定能把母亲救回来。她颤抖着举起法杖，靠近病床，听着母亲微弱急促的喘息，莉莉卡的大脑却瞬间陷入一片空白，无论如何都想不起那句熟悉的咒语。极度的恐慌让她喘不过气来，阿尔特雷斯连忙上前紧紧扶住她，沉声提醒她必须振作，现在只有身负神器力量的她才能救回鲁迪亚的性命。约翰忍不住出声抗议，认为把拯救母亲的重担全压在一个孩子身上太过残忍。阿尔特雷斯沉声打断了争执，引导莉莉卡回想起救人的第一步，正是心中的光芒以及在黑暗中前行的勇气。随着阿尔特雷斯的指引，莉莉卡胸前渐渐汇聚起微光，她缓缓睁开双眼，深知以往制作药膏和治疗伤口的经验，完全无法与眼前的危机相比，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艰难考验。莉莉卡在心中飞速思索，意识到眼前的状况并非普通疗伤，而是要将母亲的身体彻底复原，让一切重新回到完好如初的模样。火焰对应三角，防御对应方正，为了实现最彻底的复原，她需要在意识中勾勒出完整的圆。莉莉卡集中精神念出咒文，巨大的金色魔法阵瞬间在病床上方展开，耀眼的神圣光芒将鲁迪亚完全笼罩。一旁的阿尔特雷斯被光芒震撼，莉莉卡虔诚地闭上双眼，引导着不多不少恰到好处的力量，将母亲彻底包容在温暖的光芒之中。光芒渐渐散去，鲁迪亚在静谧的夜色与绿洲中苏醒，他只记得自己遇袭倒下时的情景，一度以为这里
是死后的世界。身旁忽然传来男人的声音，告诉他这里其实是自己的梦境。男人温柔地抚过她的长发，坦言他的身体其实已经彻底康复，只是因为他迟迟没有睁开双眼。莉莉卡一直在焦急地担心，她微笑着注视着眼前的鲁迪亚，表示自己正是为了接他回去，才特意来到了这里。鲁迪亚惊讶地认出眼前的人正是阿尔特雷斯，看着对方近乎半裸的沙漠装扮，他忍不住红着脸质问起来。阿尔特雷斯平静地解释，这是他在沙漠生活时的模样，毕竟这里是属于他自己的梦境。看着四周的景象，鲁迪亚正暗自犯嘀咕，阿尔特雷斯却忽然缓缓俯身逼近，低语着既然现在只有他们两人。鲁迪亚脑中瞬间警铃大作，阿尔特雷斯却话锋一转坦言，因为鲁迪亚喝下了他的血液，才能如此轻易地被召唤到这片梦境。面对鲁迪亚震惊的追问，阿尔特雷斯起身补充道，那是他重伤昏迷时采取的紧急措施，所以他才对此毫不知情。阿尔特雷斯质问鲁迪亚当时到底在想些什么，他身上的伤口足有孩童脑袋那么大，要不是靠着他的血液吊住性命，加上莉莉卡及时赶来施展魔法，他当场就会彻底毙命。阿尔特雷斯看着眼前的鲁迪亚，低声问出心中的困惑，当时为什么偏要挺身替他挡下致命一击？这次潜入原本十分顺利，鲁迪亚不仅见到了情报工会会长，还如愿拿到了想要的情报。然而谁也没料到，会长身旁的一名随从竟毫无征兆地向他们发动了突袭。那个随从当时掏出了名为红心王后的危险神器，能吸收镜中之人的全部力量。阿尔特雷斯原本以为神器根本承受不住巨龙的力量，只要神器被撑破，他就能顺势处决叛徒。鲁迪亚却直接拆穿他被吸取力量时根本动弹不得，当时的情形凶险至极。阿尔特雷斯神情凝重地质问，所以他就凭着凡人之躯替他挡下了足以屠龙的致命一击。如果他当时真的丧命，他最在乎的莉莉卡以后的幸福又该由谁来守护？阿尔特雷斯低声反问，亲眼看着他为了保护自己而送命，他觉得自己的心里会是什么滋味？面对近在咫尺的逼问，鲁迪亚有些慌乱的辩解，如果皇帝陛下倒下，他和莉莉卡的处境都会变得岌岌可危，所以当时身体才不由自主地冲了上去。阿尔特雷斯无奈地轻唤他的名字，鲁迪亚连忙转移话题，分析起正事，指出那个发动突袭的叛徒背后绝对与巴拉特家族脱不了干系。遇袭时情报工会长约翰维尔同样慌了神，只要以此为契机帮他清剿内部的间谍，皇室在日后的交涉中就能彻底占据主动。看着滔滔不绝分析厉害的鲁迪亚，阿尔特雷斯若有所思的低语感慨。阿尔特雷斯紧紧抱住鲁迪亚，低语着坦白内心的躁动，直言唯独面对他时，自己才会产生这种想要将他撕碎的疯狂。鲁迪亚轻抚着他的脸庞，坚定地给出了回应，直言自己如今已经不会再逃避。他希望阿尔特雷斯能教他去相信爱，去真正接纳这份炽热的心意。阿尔特雷斯注视着眼前的鲁迪亚，低声追问起来，如果凡人的誓言无法让他幸福，那么换作此刻的真身，他是否愿意相信自己的真心？庞大的黑色巨龙赫然伫立在眼前，向他吐露出最直接的爱意。鲁迪亚仰望着眼前的庞然大物，轻声询问这是否就是他的真身。阿尔特雷斯低沉的回应，这里是属于他的梦境与内心世界，所以才能展现出巨龙原本的姿态。鲁迪亚缓缓靠近身形巨大的巨龙，轻声问他，就算在巨龙的眼中，自己依然是美丽的吗？阿尔特雷斯给出了肯定的答复。鲁迪亚笑着嗔怪他是在说谎，引得巨龙仰头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阿尔特雷斯无奈的感叹，无论自己以人类还是巨龙的姿态说话，鲁迪亚似乎都无法轻易相信。他反问，在鲁迪亚眼中，此刻的自己究竟是什么模样？仰望着夜空中威严的黑色巨龙，鲁迪亚眼眶含泪，微笑着给出答复，真挚的坦言眼前的她无比美丽。阿尔特雷斯伸手轻抚着她的脸颊，温柔地轻唤她的名字，轻声告诉她是时候该一起回去了。伴随着鲁迪亚的轻声应答，梦境渐渐归于平静。视线转向巴拉特家族的宅邸，幽暗的房间里不断传来摔砸物品的碎裂声与愤怒的咒骂。刺杀计划的彻底失败，让利泽特陷入了极度的狂躁，不断诅咒着塔卡尔家族与皇帝。察觉到动静的利泽特猛然回头，脸上浮现出癫狂的笑容，质问赶来的斐奥德是不是特意来看他笑话。斐奥德神情冷漠地注视着眼前的利泽特，确认了这场袭击果然全是由他一手策划。斐奥德冷声逼问利泽特，在贫民窟操控怪物尸体，以及刚才那道刺目地闪光，是不是全都是他的杰作，甚至利用怪物的核心来驱动傀儡？面对质问，利泽特毫无顾忌地狞笑出声，直接承认了这一切。伴随着低声的命令，红心王后再次被催动，开始疯狂吸收其中的力量。红心王后的力量突然发生反噬，斐奥德冷漠地直接拆穿，直言是母亲把神器交给了他，并教唆他去仇恨塔卡家族。从头到尾，他都只是被利用的工具。被戳中痛处的利泽特瞬间失控，发疯一般朝着斐奥德扑了上去，尖叫着反驳，只要完全顺从命令，自己就一定能得到母亲的爱与重视。他愤怒地咒骂斐奥德，指责他早就被塔卡家族迷了心窍，根本没资格对自己指手画脚。斐奥德一把制服了失控的利泽特，却意外注意到了他手腕上触目惊心的淤青，冷声质问这是不是母亲下的毒手。利泽特却低声辩解，声称这只是自己做错事时理应受到的惩罚与管教。利泽特尖叫着让斐奥德少管闲事，怒斥他从没在乎过自己，打从一开始
就是这副冷血模样。记忆随之回溯到两人初见的场景。当年的利泽特提起裙摆行礼问候，声称自己是巴拉特家族送来的妹妹。他满脸笑容的坦言，自己绝不会输给斐奥德这个最高杰作，甚至笑着追问起斐奥德是不是真如传闻那般，亲手清理了所有失败的兄弟姐妹。面对利泽特毫无顾忌的挑衅，斐奥德骤然逼近，冷声警告他注意分寸，并毫不避讳的直接承认，确实是他亲手杀死了那些兄弟姐妹。斐奥德冷漠的警告利泽特，名单上多他一个尸体根本毫无区别。利泽特歇斯底里的嘶吼起来，怒斥自己明明那么渴望真正的家人，斐奥德却宁愿和塔卡家的人混在一起，也从来不肯多看他一眼。斐奥德却平静地指出，没必要执着于所谓的真正家人，无论是公爵还是他自己，都根本不在乎血缘。他直接拆穿了利泽特的真实身世，直言从出生时间来看，他根本不是母亲的亲生女儿，更不是自己的亲妹妹。利泽特的神情瞬间变得扭曲而狂热，尖叫着反驳，只要母亲承认，她就是名正言顺的亲生女儿，只要公爵下令，他们就必须当相亲相爱的家人。看着眼前近乎疯癫的利泽特，斐奥德终于想明白了，一直以来让他感到不适的原因，正是他对母亲那种盲目而病态的狂信。利泽特狂热的模样，让斐奥德想起了曾经的自己，那时他也以为母亲就是神明，巴拉特就是他的整个世界。斐奥德平静地说出利泽特的遭遇，直言他身上肯定早已布满淤青，疼得连翻身睡觉都成了折磨。母亲虽然极力避开脸颊，却绝不容许外人发现伤痕，所以哪怕到了酷暑，也必须把脖子严严实实地捂住。母亲所谓的管教，痛得连叫声都发不出来。利泽特满脸震惊地发问，质问斐奥德为什么会知道这些。斐奥德冷淡地垂下眼眸，坦言自己曾经也深陷在同样的妄想中，但那终究只是一场错觉。眼前的利泽特也不过是个被蒙蔽的孩子。斐奥德缓缓扯开自己的衣襟，露出胸前触目惊心的大片淤青，直言他不过是个渴望被爱的孩子。看着眼前骇人的伤痕，利泽特震惊地说不出话来。斐奥德平静地告诉利泽特，无论母亲如何用虚假的爱来操纵那些施加在他身上的虐待，都不能成为合理承受痛苦的理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比他自身的痛苦更重要。这份曾经从莉莉卡那里获得的救赎，如今被他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了利泽特。长久以来的伪装与防线彻底崩溃，利泽特忍不住扑进斐奥德怀中，放声痛哭，颤抖着喊出哥哥，哭诉着自己一直以来的恐惧。利泽特依偎在怀中，哽咽着诉说，在曾经生活的修道院里，椅子永远比孩子少一把，没能抢到座位的孩子，第二天就会无声无息地消失。每天看着同伴接连消失，恐惧彻底将他吞噬。斐奥德心疼地轻抚着他的发丝，难以想象母亲为了私欲，到底制造了多少可怜的孩子。然而利泽特的声音却骤然变冷，直言为了能活下去，自己必须牢牢守住属于他的位置。利泽特眼中泛起刺骨的凶光，毫不犹豫地启动了神器红心王后，刺目的光芒瞬间笼罩了斐奥德。利泽特冷酷地下达指令，命令红心王后将斐奥德彻底吸收，同时肆意嘲讽起他的天真与愚蠢。利泽特冷酷地表示，弱肉强食本就是理所当然，为了保住位置，他必须不择手段。他嘲笑天真软弱的斐奥德根本不配被称为巴拉特的杰作。他回想起母亲曾经的决断，如果原本的杰作彻底损坏，那就只能寻找新的替代品。利泽特眼中满是偏执与狂热，深信只要斐奥德彻底消失，自己就能成为母亲心中最完美的杰作。他嘲讽斐奥德看似高高在上，实际上同样没能逃脱巴拉特的束缚，根本没有资格对他说教。利泽特彻底陷入癫狂，是要踩着斐奥德成为巴拉特家族全新的杰作。利泽特还沉浸在得逞的狂喜中，异变却毫无征兆的降临。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脸颊正在发生骇人的崩坏。画面一转，金黄与深红的枫叶漫天飘落，秋意笼罩着整片树林。莉莉卡独自坐在木椅上，双手托腮望着落叶，有些失落的喃喃自语：他今天似乎不会来了。约翰摸着脖子，小心试探，询问自己会不会被送上绞刑架。鲁迪亚优雅地放下茶杯，反问他究竟是害怕手下出了刺客，还是害怕皇后被牵连丢了性命。被抓住把柄的约翰暗自叫苦，想不到当年贫民窟里的醉鬼，如今竟能如此拿捏自己。鲁迪亚随后话锋一转，表示看过了约翰提交的报告，既然自己和皇帝都安然无恙，他愿意相信约翰与刺杀无关。他直视着约翰挑明，这份宽容只是为了日后继续交易。鲁迪亚拖着下巴提出条件，要约翰交出工会里潜伏的巴拉特情报。约翰心头猛地一震，还没来得及回应，鲁迪亚就转头看向身旁的皇帝，直言真正面临性命危险的是陛下，他可未必有自己这么好说话。皇帝顺势握住鲁迪亚的手，坦言当时确实凶险，但借此看清皇后的真心，也算因祸得福。他无条件支持皇后的任何决定。看着两人当场互诉心意，被晾在一旁的约翰一脸无奈，忍不住抗议让他们注意场合。约翰看着眼前的鲁迪亚，暗自感慨，想不到他不仅完全融入皇宫，言谈举止更是与当年判若两人，不仅全心全意对待莉莉卡，甚至还能舍身为皇帝挡险。见鲁迪亚如今生活安稳，约翰以为莉莉卡也过得十分幸福，自己终于不用再操心。然而刚走出大殿，迎面走来的莉莉卡却满脸憔悴委屈，哭丧着喊起了大叔。约翰吓了一跳，连忙询问他到底遭遇了什么。莉莉卡抽泣着解释，自己昨天在树林里苦等了一整天，身后的人忍不住当场拆台，直言是莉莉卡
非要偷溜出去找斐奥德。得知放鸽子的是斐奥德，约翰气得连连追问。莉莉卡小声替斐奥德辩解，说他肯定是有事耽误，毕竟之前也发生过类似情况。约翰一听更急了，追问宫里难道还有别人敢放他鸽子？莉莉卡连忙解释，上次是皇太子阿蒂尔，对方只是忙于政务，并非故意。虽然嘴上替斐奥德找借口，莉莉卡心里却越发不安。斐奥德不仅没有赴约，甚至连一句口信都没送来，这在过去是从未发生过的事。侍女悄悄走到莉莉卡身旁汇报，巴拉特小公爵已经进宫请求觐见。得知斐奥德终于来了，莉莉卡瞬间把委屈抛在脑后，满心欢喜的小跑冲进会客室。窗前的人闻声转过身来，微笑着向莉莉卡行礼问候，眼神中却透着一丝诡异。莉莉卡毫无防备地迎上前，完全没有察觉到异样，看似斐奥德的躯壳之下，正为神奇的力量暗自狂喜，不仅容貌变得完全一致，就连身份也彻底被取而代之。丽泽特顶着斐奥德的面孔，得意地宣布，从今往后自己就是斐奥德。被困在牢笼里的斐奥德挣扎起身，冷笑着反驳自己绝不可能轻易被替代。他刚想反击，却惊愕地发现自身力量彻底无法运转。牢笼外的利泽特露出一抹冷笑，指尖竟直接凝聚出原本属于斐奥德的能力。斐奥德震惊地意识到力量已被强行夺走。利泽特隔着铁栏嘲弄，红心王后本就能吸收镜中倒影，他的一切如今都已被彻底剥夺。利泽特得意地打量着红心王后，嘲笑斐奥德沦落到这副模样，质问他当初被烈火吞噬时为什么不直接去死。被锁在牢笼里的斐奥德冷声警告，巴拉特为了将人培养成龙，必须在体内注入烈火，哪怕力量会从内部把身体焚毁，自己能成为最完美的杰作，只是因为比其他人更能承受火的侵蚀，但只要停止服药，身体同样会被烈火反噬。他反问利泽特，真以为能逃过一劫？利泽特满脸不屑的冷笑，嘲讽败犬的哀鸣毫无意义，只要这次任务成功，自己就已经得到继续顶替斐奥德的许可。听到成功这个词，牢笼里的斐奥德心中顿感不妙。利泽特冷笑着盘算，听说那个混血女人找回了能力，上次保姆被杀就让她痛苦不堪，要是当面把莉莉卡解决掉，不知道这次的阴影能持续多久。想到这里，他兴奋的几乎按捺不住。得知利泽特的目标竟然是莉莉卡，牢笼里的斐奥德彻底慌了神，拼命抓紧铁栏，厉声制止，绝望的试图阻止对方离开。然而利泽特根本不为所动，头也不回的转身走向出口，临走前戏谑的向他道别，称呼他为前任斐奥德。就在莉莉卡以为等不到人时，身后突然出现了一道身影，顶着斐奥德面孔的利泽特带着诡谲的冷笑，居高临下的俯视着毫无防备的莉莉卡。